人从小就被灌输了那句话，外面男人千千万，只要出轨咱就换。她一直把这话当真理，所以当她看到恋爱3年的男友冒着大雨给另一个女人撑伞时，她没哭没闹，只是默默拍下了照片和视频。男人以为自己藏得很好，却不知道他和学妹雨中拥吻的画面已经被顾青青传遍了整个 A 大。消息发出去不到1分钟，他们共同的朋友就炸开了锅，一条接一条的评论刷屏。大家着急成这样并不奇怪，毕竟谁都知道纪艳玲有多痴迷他，当初追了他整整3年，死缠烂打，前后竟然求了66次婚，他才勉强松口答应嫁给他。顾青青盯着那条动态，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那份曾经全给他的爱，仿佛被劈成了2半，一半还留在他这里，另一半却已经悄悄给了别人。他没去找纪艳玲问个清楚，更没上演什么哭闹戏码，只是安安静静的注销了所有社交账号，收拾好行李，毫不留恋的离开了他们的住处。既然决定分开，那就当面说清楚，然后做个了断。医院里，守了林若雨一整晚的纪艳玲疲惫的揉着太阳穴，她望向外面已经泛起暖色的天空，心底突然涌上一阵莫名的不安。手机铃声打断了她的思绪，电话那头陆枫的声音像炸雷般响起：纪艳玲，你他妈混蛋！顾青青那么好的人你不好好珍惜，还和别的女人搅和在一起，你脑子里装的是屎吗？她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你要这么恶心她？纪艳玲被这一通骂懵了，猛然抓住话里的重点，心底的不安瞬间翻腾起来。什么意思？你说清楚。陆枫冷哼一声问他现在在哪。纪艳玲想回答，却忽然想起自己还在陪林若雨，话到嘴边硬生生停住了。陆枫似乎早就猜到，你现在还在医院陪着那个什么林若雨是不是？你知道校园网你们俩的相片和视频已经满天飞了吗？纪艳玲脑子里轰的一声，这时她才想起来，她答应了要去接顾青青的，只是把林若雨送到医院后她就忙忘了。顾青青是不是在蛋糕店等了一整晚？有没有被雨淋？有没有人接她回家？最重要的是，她看到那些照片会怎么想？她匆忙挂断电话，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顾青青的未接来电。这一刻她心口像被什么攥住，刚要打电话给顾青青解释，手却被林若雨抓住了。艳玲，林若雨红着眼睛，她听到了刚才的对话，知道事情已经暴露，别走，别让我一个人在医院。若雨，别闹。纪艳玲眼底满是慌乱，嘴上说着温柔的话，手却毫不留情地将她的手掰开，陪护一会就到，你自己乖乖养身体。她转身要走，林若雨却从病床上追下来，结果脚下绊到了椅子，摔在地上。呜，艳玲，我好痛，求你别走好不好？别留我一个人，我妈妈就是在医院去世的，我好害怕。她的啜泣声那么无助，仿佛只有纪艳玲能给她依靠，可理智告诉她，如果没按约定时间到达，顾青青会很生气。然而想到顾青青当年为他闯入火场的画面，纪艳玲又渐渐冷静下来。不会的，青青那么爱他，怎么可能因为这件事就不给他解释的机会？毕竟他为了他连火场都敢闯。时间一点一滴过去，顾青青只能看着面前空荡的位置，10分钟又10分钟过去，纪艳玲依旧没有出现。距离他们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整整1个小时。顾青青失望吗？大概吧，但也没那么失望。本来就是看着答案问问题，结果如此也没什么意外。他本想当面分手的，可惜连这最后好聚好散的机会也没了。他轻轻戴上墨镜，低头将编辑好的内容发到朋友圈。几分钟后，京大的校园网再次涨红，有人截图了他的朋友圈，内容简单明了，单身快乐，附图是他明艳张扬的笑脸。评论区立刻热闹起来啊！我的女神终于恢复单身了，女神的眼我挺，嘶哈嘶哈！家人们，女神终于又属于我们大家了。学姐，性别别卡那么死，我可以为爱当拉呀，无期甚美，让各位见笑了。谁来撒泡尿滋醒这混蛋？楼上的，你没尿的话我借你。还有人提问，学姐有这颜值，林某某为什么能成为小三？虽然你有引战嫌疑，但实话是学姐五官太明艳张扬，一般山猪品不出来。评论区别太甜，林若雨那张国民初恋脸不比顾青青好看，女人就该长得小家碧玉，狐狸精似的只有你们喜欢。人品和长相有什么关系？就算她是校花，校花就能当小三吗？好歹也是京大学生，思想品德如此低，以后进社会也是学校的污点，情投意合也能被你们说成小三。顾青青那脾气一般人真受不了，不知道你们在狗叫什么。第一次看见这么大坨屎，实在有点兴奋。抱歉，楼上有点狠啊。校园网评论区已经炸了，而顾青青朋友圈却出奇的干净，最多的评论就是学姐、大小姐，老奴等这个机会已经等太久了，求士气。无论关系好坏的人都在底下整整齐齐的排队。顾青青随意扫了眼这些消息，嘴角不自觉扬起，大家都默契的没提纪艳玲。她的世界并不是失去她就失去所有颜色。她深呼一口气，阔步走出这个无比熟悉的咖啡店，给远在国外的堂兄打个电话。青青，怎么有时间给哥打电话？顾泽成接到他电话的瞬间立刻叫停了会议，语气温柔。办公室里的人对此早已见怪不怪。作为顾家唯一的女孩子，顾青青的特殊地位大家都习以为常，为了保护她，顾家才将她送回治安最好的华国，甚至这些年开始将家族资产往国内转。顾青青开着车迎着车库外的阳光，缓缓吐出一口气才回答，我分手了。这句话一出，顾泽成脸色立刻变了，刚才还和煦的面容瞬间阴沉下来。办公室里的人纷纷低头压低呼吸。作为 Atos 员工，入职基本要求之一就是掌握中文，所以在场所有人都能听懂这对兄妹的对话。顾泽成忍着怒火走出会议室，进办公室后才没忍住一脚踹在会议桌上。操！他低声骂了句，才担心地问有没有哭鼻子。顾青青理所当然的了一声，毕竟谈了4年，不哭不正常。你在家里待了10年，除了小时候哭过，什么时候让你流过泪？顾泽成心疼的不行，小声嘀咕完才说，这件事小叔和小沈瞒不住。顾青青抿了抿唇，我没打算瞒他们。顾泽成叹口气，以顾青青爸妈的脾气，知道自家小祖宗受这么大委屈，恐怕在国外一天都待不下去。他揉揉眉心，说吧，打电话给我是想让我做什么？顾青青嘿嘿一笑，我还有1个多月就毕业了，毕业后我不想待在京市，不是因为纪艳玲，而是在京市待了这么多年，
他也腻了，想去其他地方走走。顾泽成，你想去哪个地方玩？顾青青轻笑一声，港城，哥哥不是在那边有分公司吗？正好我去也有事做呀。顾青青眼睛亮晶晶地问道。那地界？顾泽成拧着眉头，虽然港城的治安比前些年好太多，但那地方排外，顾青青去待的未必舒服。还不等顾泽成考虑好，顾青青就开始了他惯用的撒娇攻势。哥哥不让我去，我就3天不吃饭。顾泽成无奈叹气，小祖宗，这招你用不腻了。顾青青理不直气也壮得硬。顾泽成对他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毕竟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小丫头，又惯会撒娇哄人，把顾家上上下下都拿捏得死死。若是不顺着他，这小祖宗转头还不知道要玩什么花招呢。思索片刻，顾泽成才点头，我让人把住处都给你安排好，至于小叔和小沈那边你自己去说。顾盛德夫妇一直希望顾青青在京市定居，现在他要跑去港城这么大的事，顾泽成可不敢往自己身上揽。好在顾青青有恃无恐，应下来后就挂断了电话，直接朝着机场开去。虽然还有1个多月才毕业，但金融系的事已经全部完成，接下来就是等着学校统一组织的毕业典礼和领证书了。这1个多月对顾青青来说都是空闲时间，既然决定以后要去港城待一段时间，他决定现在就先去体验体验不一样的风土人情，衣服行李什么的到地方再买就行。他让司机把车开回别墅，又给赵阿姨交代了自己的去向，便把手机关机，轻松惬意地上了飞机。至于此时才匆匆赶到咖啡店的纪彦霖，顾青青在这期间几乎没想起他，就算偶尔他的身影出现在脑海中，他也很快就把他从脑海里删了出去。在顾青青坐上飞机3小时后，纪彦霖安抚好林若雨便立刻出了医院。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会收到顾青青宣布单身的消息。怀揣着怀疑的态度点开顾青青的朋友圈，迎接他的却是一条横线。纪彦霖愣住了，顾青青是把他拉黑了还是删除了？这个念头浮现的瞬间，纪彦霖的心几乎停止跳动，他手忙脚乱地拨打顾青青的电话，可手机只有冰冷的机械音一遍又一遍提示，您所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纪彦霖不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他只觉得联系不上顾青青的这一刻，世界仿佛颠覆，眼前的一切失去了颜色，只有一种慌乱的情绪压在心口。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赶到顾青青发给他的地址，四处张望，希望能看到他的身影，可是没有，人来人往，根本没有顾青青的踪迹。这个咖啡店是纪彦霖特意为顾青青开的，两人最常约会的地方也是这里。他注视着眼前熟悉的地方，仿佛每一张桌子都有顾青青和他约会时侃侃而谈、笑脸盈盈的身影。然而转瞬间，眼前的一切湮灭。纪彦霖找到工作人员，故作镇定地问：阿青青呢？顾小姐在这坐了2个小时就离开，也没点东西。工作人员如实回答道。纪彦霖心口一刺，又问：她什么时候走？我想想。工作人员凝眉思索了一会才道：大概10点半的样子。10点半。纪彦霖低头看向手机，顾青青9点半给他发的消息，所以他在约定好的时间到达后还等了他1个小时。这1个小时，顾青青在想什么？又是下了什么样的决心，才会让他在自己没有出现的这1小时内没做出任何再联系自己的举动？虽然很不想承认，但在这一刻，纪彦霖那些自以为是的把握尽数皲裂。他开始意识到，顾青青真的很生气。他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顾青青虽然性格骄傲，但有什么不快都是当面说，甚少有失联的时候。他如今这样做，会不会是不要自己？心口密密麻麻的疼在这个猜测出现的瞬间开始压榨着他的心脏，眼眶发酸，双手不由自主的抖动着。纪彦霖像行尸走肉般回到车上，颤抖的手却机械的一次又一次拨打着顾青青的电话。时间不知过去多久，纪彦霖放在副驾驶的另一个手机也在震动，应该是林若雨打不通他这个手机才给他的备用机打电话。可纪彦霖根本没有去接的想法，他迷茫地盯着眼前昏暗的停车场，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得越来越紧。他明明很难过，胸腔憋闷，脑袋胀痛，眼睛发酸的眨眼都成了极为困难的事，可大脑却一片空白。纪彦霖想开车去顾青青家找他，却发现自己握着方向盘的手都用不上半分力气。原来他比自己以为的还要更爱顾青青。在纪彦霖正愣的这几秒，陆枫的电话打进来，他忙不迭地接通，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帮我。电话那边的陆枫一愣，随即叹气：你在哪？将自己的位置告诉陆枫后，纪彦霖才像是有了宣泄的口子，痛苦的呢喃：我联系不上阿青青了，我不知道会是这样的，他一定很难过，所以才会不想理我。陆枫一边朝纪彦霖的位置赶，一边讽刺道：你不是不知道，你只是贪心。顾青青到底哪里不好，你做这种对不起他的事？纪彦霖，要不是看在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就你做出背叛顾青青的事，我高低也要踩你一脚。陆枫真是绞尽脑汁都想不明白纪彦霖出轨的意义何在。论颜值，顾青青虽然和林若雨不是同一系列的美人，但绝对不比林若雨差。论家世，如今的顾家虽然不算强势，但这些年也发展得不错。林若雨压根没法和顾青青比。论才华，林若雨虽然是京大的学生，但普通学霸和顾青青这种各大比赛都稳坐前3的学神之间区别还是存在的。所以顾青青到底哪里差了，让纪彦霖做出这种背叛的事呢？思来想去，陆枫就得出一个答案，那就是纪彦霖犯贱。陆枫的话虽然刺耳，但纪彦霖并没有反驳。他低着头，也在问自己，为什么要做对不起顾青青的事？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蝌蚪身上闻青蛙，我猜你在秀你妈。女人的这句话震惊了整个机场，谁能想到这个飞往港城第1天就暴打流氓的女人，昨天还是京城最温柔的大小姐。7年来，她为爱情磨平了所有棱角，连发脾气都舍不得，只因为那个男人喜欢她的乖巧。结果这男人却出轨了比她更会撒娇的林若雨，还理直气壮地说他有欲望，而你太完美了。顾青青既没哭也没闹，只是默默删掉了纪彦霖的一切，连夜飞往港城。没人知道哭了一整晚顶着红着眼睛的她，却在落地的瞬间蜕变成另一个人。VIP 休息室。
室内，一位神秘男子轻笑，这女生有点意思。这一刻，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了。季彦霖不停在脑袋里回想过往的点点滴滴，自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对不起顾青青的事？好像是从顾青青把他当成眼中最特别的那一刻开始吧。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他在场，他的目光总是落在他身上的。清晨熹微的日光，盛夏瓢泼的雨水，酷暑难耐的秋天，寒冷干燥的冬季，甚至是月轮悬挂的深夜，只要他需要，顾青青都会毫不犹豫地出现在他身边。谁能想到顾青青这样的大小姐居然会有一手好厨艺啊？可季彦霖知道，不但知道，顾青青还会做所有他爱吃的菜。他从不像别的女孩子那样会提要求、耍脾气，大概是因为从小到大什么都不缺吧。长此以往，旁人眼中锋芒毕露的顾青青在他面前似乎没有任何棱角了。所以当一个完全性格不同的林若雨出现后，季彦霖开始走神了。林若雨虽然看起来温柔，但脾气却很犟，哪怕被他多次拒绝，也依旧会在受伤时朝他撒娇，会一次次向他索求回应，哪怕得到他一丁点的施舍，也能开心的像个吃到糖果的孩子。比起几乎没什么欲望的顾青青，林若雨实在太容易满足了。不知不觉中，这种莫名的成就感让他不再抵触林若雨刻意的靠近，他开始心猿意马，开始对顾青青说谎，开始将更多时间放在林若雨身上。可顾青青做错了什么？他只是在他面前乖得过分而已。季彦霖从没像现在这样意识到自己的卑劣和难堪，他无力地靠倒在驾驶座上，甚至连自己都不敢面对这样卑劣的自己了。陆枫赶到时看到的就是季彦霖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闻着他身上若有似无的消毒水的味道，陆枫嫌弃地挡住了鼻子，质疑道：“别告诉我你就穿着这身脏衣服去见顾青青了。”听到陆枫的声音，季彦霖没有焦距的视线才转移到他身上，他苦涩地牵了牵唇角：“我整理好再去找他。”他这副样子，陆枫也不好再说什么，将人带去酒店清洗收拾好了，才朝着顾青青家赶去。然而两人在顾青青家门口待了半个小时都没有人出来，季彦霖只好紧绷着神经用指纹解锁，可手指放上去的瞬间就收到识别失败的提示，他心口一滞，还要再试，身后却传来赵阿姨的声音：“季少爷。”两人连忙转身看向提着东西的赵阿姨，季彦霖深吸了一口气，这才小心地看着赵阿姨道：“赵姨，我来找青青。”“我知道。”赵阿姨神情淡淡的回答，这才开口：“小姐出去旅游了，这段时间不在家，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清楚。明天我也要出国旅游一段时间，以后这里你就不用再来了。”顾青青没跟赵阿姨说她和季彦霖之间出了什么问题，但以顾青青的性子能这么果断地做出取舍，就代表季彦霖做错的事不可原谅。既然如此，哪怕赵阿姨过去挺喜欢季彦霖这个孩子的，也不会做出和顾青青意愿相违背的事。阿姨，见赵阿姨说完这话就要进屋，季彦霖连忙拦住了她，难过的哀求着：“能不能帮我给青青打个电话？我有事要和她说，拜托您了。”赵阿姨看着她难过的神情，无奈的摇摇头：“我帮不了你，惹小姐生气的话，顾家的人会辞退我的。”赵阿姨虽然不想插手顾青青和季彦霖之间的事，可赵阿姨还是没忍住说：“季少爷，你和小姐认识这么多年，应该知道小姐的脾气，我就想知道你做了什么混账的事，才让我家小姐那么难过啊？你知不知道我家小姐从小到大就没受过什么委屈，你居然让她哭呀？你简直太让我们失望了。”青青哭了。季彦霖嗓子仿佛被什么堵住，半晌才挤出这么一句话。至于赵阿姨的问题，他回答不上，也没脸回答。一边的陆枫也没想到顾青青居然会哭，他做决定做得如此果断，他们还以为他不会难过，原来他哭过了。见季彦霖红着眼失魂落魄的样子，赵阿姨就知道自己得不到想要的答案，当即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就进了房间。随着眼前的门再次关上，季彦霖泛红的眼睛里泪水流了出来，他握紧的手泛白，整个人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挽回补救。陆枫将他的样子收入眼底，最终却也只能叹气。他和季彦霖都清楚，今天他们是见不到顾青青了。至于以后，季彦霖根本不敢去想他和顾青青还有没有以后了。温馨提示：您已进入港城，即将带您领略港地风范。华灯初上，两港天成。飞机刚落地，广播就响起了提示音，普通话和粤语交替播放了2遍。顾青青扭了扭因为久坐而发酸的腰，戴上墨镜准备离开。一下飞机，顾青青就闻到了和京城完全不同的气息，吹来的风里都带着海的味道。婉拒空姐陪同的提议，顾青青独自朝着出口走去。这架飞机上的乘客很多，由于没走 VIP 通道，所以通道里有些拥挤，但顾青青并不难受，这种热闹的人气有时候也会让人很舒服。直到走在她前面不远处的人群突然嘈杂起来，紧接着一个惊慌失措的尖叫声响彻云霄，原本的宁静被瞬间打破。顾青青手指扣住墨镜往下拉了拉，蹙眉看向前面，只见一个20岁左右的小姑娘捂着胸口，惊慌失措的眼睛里已经布满了泪水。在她对面是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这男人大约30多岁的样子，提着公文包，很是衣冠楚楚。见周围的人都朝自己看了过去，男人没有半点紧张慌乱，神态平静地扯着嘴角解释：“抱歉，这人来人往，不小心碰到了这位小姐，没想到她的反应会这么大，打扰各位了。”他故意加重“小姐”2个字，引得周围人频频侧目朝这边看过来。但看着男人彬彬有礼的态度，来往的路人并没有多想，只当男人真的是不小心罢了。可被他碰到的女生却委屈地开口：“他不是第一次碰到我了，在飞机上他就故意和我有肢体接触，他就是故意的，他是个变态。”虽然受到了惊吓，但女生还是尽量让自己的逻辑听起来清晰一些。谁知道原本还彬彬有礼的男人在听到女生这话之后却讽刺地笑了起来：“小姑娘，有些话可不能乱说啊，我这样的男人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就你这样的。”他猥琐的视线上下在女生身上扫视了一遍，最终在女生憋红的脸上停下：“你穿成这样，到底是我对你心怀不轨，还是你故意想借此引起我的注意？在飞机上你就拐弯抹角的向我要联系方式，只是被我拒绝了而已。没想到你一个小姑娘看起来倒是清纯，居然用这样的方式报复我。世风日下，人不可貌相了。”最后一句男人用的粤语，但在短视频的熏陶下，在场的人并不难听出他话中的意思。聂纯没想到自己居然能遇到这么不要脸的人。
在飞机上明明是这个男人一直在向自己搭讪呀。他一开始礼貌的回了2句，后来察觉到男人的意思之后就没再回应对方了。谁知道在飞机起飞之后，这个男人就几次三番借着睡着为借口往他身上靠。聂纯忍了1、2次不想多惹麻烦，后来干脆就直接找空姐换了位置。但他没想到，都下飞机了，这个男人还不放过他。他不但借着人群拥挤故意摸他的胸，甚至还说出这么诋毁他的话。聂纯虽然不想惹事，但也不是真的怕事，当即哽咽着反驳：“分明是你占我便宜，飞机上的空姐都可以作证，是我被你骚扰之后主动换的位置，你这人怎么能这么不要脸啊？”女生虽然竭力反驳，但她一双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声音带着哭腔，软糯可爱，实在生不出什么威慑力。顾青青拿手机拍了张相片发给刚才提议送自己的工作人员，然后晃了晃手腕，抬脚朝对峙中的2人走去。小姑娘，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的呀。男人有恃无恐，反正这种事别人也拿不出证据，加上周围的人并没有谁想为这女生出头的样子，便更加肆无忌惮了。这样吧，你若是真想加我联系方式的话，我就给你这个机会，如何？只是你这种看到个优秀男人就想攀着往上爬的女人，我是不可以喜欢你的。我劝你还是走正途的好。蝌蚪身上闻青蛙，我猜你在秀你妈。突然出现的声音铿锵有力地打断了男人的话，在一片惊诧中，顾青青从人群中走出，站在了渲然欲泣的女生面前。看到突然出现的人，男人不快地眯着眼，然而在看到对方只是一个年龄不大的小姑娘时，又放下心来。小姑娘，我劝你别插手这件事啊。顾青青将墨镜摘下来往后一递，聂纯也不知道为什么，当看到顾青青递来的墨镜，便下意识地双手将墨镜接了过来。顾青青没有回头，而是用男人刚才看聂纯的眼神挑剔的上下将男人打量了一遍，随后嗤笑：“大叔，有尿的话照照镜子，就你这副尊容人小姑娘，就算眼睛瞎了从你身边过都得做3天噩梦啊，还吸引你的注意，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人家女孩子年轻又漂亮，你顶天也就算坨烂泥巴，哪里有吸引人的地方？我怎么没有？没想到眼前的女孩子说话攻击力这么强。”男人连忙找我一身名牌，她穿这样勾引我不是很正常吗？现在的女孩子就是很拜金呀，人家女生穿这样就是勾引你，那路边的狗拉坨屎是不是也是为了给你解馋啊？男人被顾青青的话恶心的头皮一紧，却因为顾青青的逻辑无法有力的反驳。刚才还在看戏的路人此刻看他的眼神也都戏谑起来，毕竟顾青青刚才那句话实在太有画面感了。被人这样打量，他浑身不适的缩了缩脖子，却不肯就此认输，用那双眼睛凶狠地瞪着顾青青，狞笑着：“小姑娘，这是港城不是大陆，我劝你还是小心一些，别多管闲事，否则……”威胁的意思显而易见，可顾青青压根没将这点放在心上，她冷哼一声：“否则怎么样呀？我等着，我就在这里，要么你现在弄死我，要么你给我乖乖道歉后滚蛋。”顾青青的挑衅和态度惹怒了男人，他知道就算这件事真闹大，也不会有人对他如何，当即破口大骂：“我道你妈！你这个多管闲事的贱人，你们不都是一丘之貉吗？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啊？”男人的嘴一开一合，各种难听的话从他嘴里冒出来，甚至还抬起手指着顾青青的眉心，做出了要动手的动作，挑衅的：“我就是不道歉，你能把我怎么样？来动手啊，打死我啊！”顾青青眸光越来越冷，原本没打算动手的他直接抬脚，随着一声惨叫，男人口中的污言秽语消失不见了。顾青青冷哼一声，却没打算就此住手，他走到男人身后，抬脚踹在他膝盖窝上，咚的一声，男人膝盖砸在地上的时候又发出一声惨叫。“你这个死女人！”男人痛得满头大汗，恨不得趴下来在地上打滚，这女人居然真敢对他动手。他强忍着痛站起来，刚抬起手，接到举报的机场安保人员就赶到了，直接将他们围了起来。“这位先生，你想做什么？”看到赶来的安保人员，聂纯悬着的心并没有落下，他不安地拽了拽顾青青的衣角：“谢谢你，但是接下来的事我自己处理就好，毕竟动手的是我，你走吧。”说完，顾青青将聂纯手里的墨镜拿了回来。也是这个时候，聂纯才明白眼前的漂亮女生摘墨镜可能就是为了方便揍人，他简直对她崇拜到了极点啊！作为泪失禁体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情绪起伏大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所以对于顾青青这种能冷静地将人骂得体无完肤的人，聂纯真的很崇拜。可也只是崇拜，人家见义勇为，他也不可能把人拉下水，万一耽误了人家的正事就更让他内疚。与此同时，不远处的 VIP 休息室，几双眼睛将这边的情况收入眼底，染着一头夸张酒红色头发的男生合上自己因为惊讶而长大的嘴，用流利的粤语同身边人评价道：“这个女生嘴巴好厉害。”是很厉害，只是接下来有的麻烦了。另外一个坐在沙发上的男生抬眼看了顾青青一眼，然后附和：“在港城的机场动手，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若挨打的那男人纠缠不休，只怕是要去局子待上几天了。”哥，酒红色头发的男生看向单独坐在正中央沙发的男人，笑得很中二：“去英雄救美吗？”富家千金表面高冷霸气，却拥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曾为男友冲进熊熊大火的他，整条手臂被严重烧伤，肩颈处还留下了永久的疤痕。休息室里的神秘男刚刚还在惊叹这靓女嘴巴好厉害，没想到下一秒就与他有了交集。不远处 VIP 休息室，几双眼睛正将这边情况收入眼底，染着夸张酒红色头发的男生合上因惊讶而张大的嘴，用流利粤语对身边人评价道：“这个女生嘴巴好厉害。”确实厉害，只是接下来有麻烦了。另一个坐在沙发上的男生抬眼瞥了顾青青一眼，随即附和：“在港城机场动手，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若那挨打的男人纠缠不休，只怕要去局子待上几天。”韩立波，去英雄救美吗？酒红色头发的男生看向单独坐在正中央沙发的男人，笑得很中二。听到他的话，思涵里狭长清冽的眸子闪过一抹笑意，随即摇头：“他不需要。”齐彦修蹙眉还想说什么，就见不远处女生打了个电话，安保人员领队立刻拿起对讲机说了什么，然后恭敬地朝那女生做了个请的动作。等顾青青他们离开后，直接将跪在地上疼得起不来的男人拖走。韩立哥，你怎么知道那靓女不会出事呢？齐彦修难掩惊讶，宁望瞥了齐彦修的傻样一眼，想了想才道：“那女仔下飞机时是由工作人员亲自送出来的，他们这个位置刚好看到那女仔下飞机的情形，能让工作人员如此重视，不仅代表她有钱，必然还有别的身份。只是港城来这么一号人物，他们事先居然不知道。韩立哥，需要派人查一下吗？”谈到正事，宁望的语气严肃起来。
思涵里摇摇头，不必，既然事先不知道，或许只是来旅游。若是查了反而可能得罪人。眼看时间差不多了，齐彦修几人才朝登机口走去。机场外，顾青青无奈地看着亦步亦趋跟在身边的女生，还有事吗？聂纯摇摇头，见顾青青蹙眉又赶紧点头，亮晶晶的眼睛里满是崇拜和仰慕。我可以请你吃饭吗？可以。顾青青也饿了，但听眼前人口音不是港城人，便问你对港城熟悉吗？当听到他说是在港城读书后，顾青青也放下心来。这样啊，那找个地方吃东西吧。我饿了。好，我马上打车。聂纯忙不迭点头，走到路边才对顾青青说：“我姓聂，聂纯，纯真的纯。”顾青青点点头。你好，顾青青。聂纯笑着说：“你真的好厉害，我和人吵架从来没赢过，一张嘴就想哭，今天还好有你在，真巧。我吵架没输过。”顾青青勾唇一笑，她从小脾气就暴，这些年虽然好了很多，但依旧不是个肯忍气吞声的性子。聂纯笑着，在出租车停下时提前上前打开车门：“青青姐，请，谢谢。”聂纯的性格顾青青并不讨厌，加上是自己刚帮助的女生，所以也多了几分耐心。车上，聂纯主动加了顾青青的联系方式，见她手机一直有来电，但都被无视了，心中虽好奇却什么都没问，而是和顾青青聊起港城有趣的事物。青青姐，你来港城除了去港口看晚霞外，一定要去石板街啊，那里是本地人最爱去的地方，吃的喝的玩的数不胜数，尤其是街尽头的酒吧，里面帅哥超级多呢。顾青青听着聂纯兴奋的介绍，在心底将感兴趣的记下来，时不时附和两句。前排司机也偶尔搭上一两句话。窗外正是落日黄昏，金黄温暖的日光照在人身上，暖得恰到好处。两人下车进入吃饭的地方，坐下后聂纯左右张望了下，聂纯压低声音对顾青青说：“在港城，姐你只需要注意一件事。”他语气严肃，让顾青青不由多了几分兴致。你去玩的时候，若是遇到姓司的有钱人，尽量别招惹他们。虽然他看得出顾青青的身份不简单，但强龙难压地头蛇，该低调时还是得低调。司这个姓在港城更多时候代表着港城如今一家独大的私家，也就是世锦集团真正的主人。顾青青虽然对港城的事不太清楚，但这点心里还是有数的，笑笑道：“放心吧，我会注意的。”听到这个回答，聂纯才放下心来。两人开开心心吃完饭，聂纯抢着结完账才卡着学校门禁时间向顾青青告别。沐浴在复古霓虹色的街道里，顾青青站在繁华中感受着夹道风带来的凉意，不禁打了个冷战。港城4月底早晚温差还比较大，她身上只穿了件长袖薄 T 恤，被风这么一吹整个人都清醒了。附近看了看没有合适的酒店，顾青青只好叫了出租车让司机送自己。等她在酒店办理好入住已是晚上8点，看着因频繁来电而耗电极快的手机，顾青青厌恶地拧了拧眉，然后一边充电一边给顾胜德回电话。现在国外已经很晚了，她也不确定顾胜德他们睡了没有。电话拨通的瞬间，那边立刻传来男人儒雅醇厚的声音：“青青，你到地方了吗？”他要去港城这件事上飞机前给顾胜德夫妇发过消息，所以两人是知道的。他仰倒在床上，刚到酒店，爸比，我好累啊，想你和妈妈了。顾胜德搂着怀中妻子的腰，略显疲惫的脸上没有半点被打扰的无奈，只有对自家宝贝的担忧。那爸妈把手里的事交接下去，明天就回国陪你，好吗？妈妈觉得这个主意可以的。穆婉珍附和，隔着手机亲了顾青青一口，柔声哄道：“宝贝，有什么事要和爸爸妈妈说，有我们在没人能欺负你。爸爸妈妈这么辛苦，就是为了让你有所倚仗，所以不要有后顾之忧，只要不违法乱纪，想做什么，想和谁谈恋爱，爸爸妈妈都支持你，不谈也可以的。”顾胜德弱弱的补充道：“爸爸养你一辈子，当初要不是看在季艳霖的父亲在京市口碑不错，对于顾青青和季艳霖恋爱的事，顾胜德是不可能同意的。毕竟季艳霖的父亲对待自己的妻子可是一心于，可惜季艳霖没学到他父亲半分的专一。国内发生的事，顾胜德他们虽然没问，但想知道也不难。从他们只言片语中，顾青青就知道父母已经知道了季艳霖出轨的事，但他没多说什么，只是故作轻松的回道：“男朋友我还是会谈的。”他抱着被子转身趴在床上，懒洋洋地说：“我才不会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呢。而且世界上帅哥那么多，他不可能真的不动心。追顾青青的人如过江之鲫，过去他不动心是因为心里也有季艳霖，也因为她是季艳霖的女朋友，如今喜欢消失殆尽，那层身份不在了。顾青青不好好享受单身生活，那就是猪。说他寡情也好，洒脱也罢，反正他只想让自己开心。宝贝说的对。”穆婉珍赞同道：“你条件这么好，不缺优质男的。”顾青青小鸡啄米式点头，和父母慢慢闲聊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听着手机那边逐渐均匀的呼吸声，顾胜德默默将麦克风关掉，低头亲了下穆婉珍的额头：“今晚不挂电话了，等青青醒来自己挂吧。”穆婉珍自从知道季艳霖出轨后就蹙着的眉心，终于在接到顾青青电话后松了几分。她躺下，财产向国内转移的速度再快一点吧，我想早点陪在她身边。顾家的产业太大，要想转移到国内并非一朝一夕。尽管顾胜德早就在顾青青回国读书后着手准备这件事，但在多方阻拦下，顾胜德名下的产业也不过转移近半。既然穆婉珍如此说，那就只能手段更强硬些才行了。顾胜德倒也不怕将那些拦路虎逼急了，毕竟顾行玉那一只是要留在国外的，有他在，那些人就算不满也闹不大。顾胜德深邃的眸子里闪过一丝狠意，然而低头看向青梅竹马的妻子时，又逐渐恢复柔软。睡吧。穆婉珍在顾胜德怀中找了个舒服的位置，便逐渐熟睡。次日，顾青青安然睡到自然醒，迷离着拿起手机，看到还通着电话，心中一暖。阿妈，爸比。顾青青对父母的称呼向来都是怎么舒服怎么喊，听到他还沙哑的声音，已经在办公室忙碌的顾胜德一边示意办公室的人都出去，一边放软的声音：“乖宝，醒了。”顾青青从床上爬下来，扯开窗帘，看着外面因起风而泛起波浪的海面，推开玻璃门，伸了个懒腰：“你在公司吗？”他睡到了差不多12点，国外这个时候顾胜德应该正忙着。对啊，你妈妈去给你挑首饰了，晚点就让人给乖宝把首饰送过去。那乖宝想送到京市还是港城呢？港城吧，我和大哥说了，接下来这段时间我都待在港城。行，到时候你给爸爸发个地址，我让人把东西给你带过去。好嘟。顾青青低头闻了闻自己身上的衣服，嫌弃的蹙眉：“我要去洗澡了，昨晚不小心睡着了，衣服都没换，她觉得自己都要有味道。”
好，那手机别静音，有什么事和家里人打电话，我们永远爱你，对自己唯一的宝贝。顾胜德从不吝啬表达爱意。好，顾青青笑着点头，夸张的对手机亲了好几口。么么么，谢谢老爹，先挂了，拜拜。挂断电话，顾青青看着又趁机挤进来的号码，拧没，虽然是陌生号码，但她不用想就知道是谁打的。手指在屏幕点了点，就在电话那边的季艳玲以为这次也不会结实，电话却打通了。看着通话页面，季艳玲心跳漏了半拍。青青，她喉咙干涩，组织了许久语言却只敢轻声唤她。不过1天不到，此刻的季艳玲下巴已布满冒头的胡须，通红的眼睛下一片乌黑，整个人像是被女鬼吸了精气神一样。然而顾青青看不到，看到了也不在乎。她轻嗤一声，几大少爷不累吗？99家的未接电话，若不是手机质量够好，她觉得自己的手机都要宕机了。你在哪？我去找你，有什么事我们当面说清楚好吗？季艳玲努力忽视她话中的冷意，小心翼翼的讨好。这样的语气让顾青青想到将季艳玲从火场背出来之后，因手臂大面积烫伤住院的那段时间。因为觉得自己被烫伤的地方太肿，又不能洗澡，喜欢漂亮和干净的顾青青根本无法忍受这样的自己出现在外人面前，所以季艳玲来探望多次都被她拒之门外。那时季艳玲就是用这样小心的语气站在病房门口和她说话。她将顾青青错过的毕业典礼和毕业照发到她手机上，隔着医院的门一点点介绍她错过的那段时间发生的事。说到有趣的地方，病房内和走廊就会同时响起两人的笑声。顾青青倒不是什么矫情的人，在心里那点别扭被抚平后，就主动开门见了季艳玲。那个时候的季艳玲是什么反应呢？顾青青回忆着，脑海中出现少年上一刻还布满笑容的脸，在看到自己缠着绷带的手臂以及后背时突然僵硬的表情，在看到绷带上渗出的淡红色组织液时，那个不可一世的学校一霸就这样毫无征兆的红了眼。他情绪波动到嘴唇都在颤抖，抬起的手几次想要触碰顾青青，却因为害怕弄疼她而缩了回去。青青，你为什么要进来？那么大的火！顾青青却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她字里行间都是伤心自责，心疼到话落的瞬间眼泪就掉了出来。反倒是顾青青乐观地笑着安慰她，拜托，我们好歹是青梅竹马的朋友，总不能看着你死吧。那时顾青青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和力量，竟然冲进季艳玲家将她背了出来，甚至在燃烧的窗帘掉落下来飘向两人时，她下意识地将背上的季艳玲侧开，结果窗帘的火点燃了她的衣袖。按理来说顾青青应该立刻脱掉衣服自保，可火势越来越大，她怕自己把季艳玲放下后就没了再背起她的勇气，几乎没怎么思考，她只能选择忍着手臂的灼痛一口气将季艳玲背出去。离开火场的第一时间，顾青青将季艳玲扔给赶来的大人后就赶紧脱掉身上的衣服，但整个手臂到肩颈的那一片还是伤得很严重。反倒是季艳玲因为在家穿的坎肩运动 T 恤，只有搭在顾青青肩膀的那只手臂被烫伤了一小块，就这么一小块，也让养尊处优的季艳玲疼得彻夜难眠。因此在看到顾青青身上如此严重的伤势，她才会那么自责且心疼。时过境迁，过去张扬耀眼，满心都是自己的少年到底是不一样了。思绪拉回，顾青青老气横秋地叹了一口气，你到底要和我说什么呢？说你如何背着我和林若雨暧昧，说你们贝德的恋爱有多刺激，还是说就算你出轨，我也是你最爱的人啊？顾青青说着这些只觉得胃里翻腾，恶心到不行。季艳玲，你的歉意对我来说屁都不是。女人被男友背叛后，竟在24小时内华丽蜕变成港城传说，不仅包下顶级酒吧海岸区全部位置，还让整条街的男人为她疯狂脱衣裸奔，就连酒吧的3大掌权者都为她让步，而这一切不过是她复仇计划的开始。季艳玲，你的歉意对我来说屁都不是。不是这样的，青青，我和林若雨之间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都没有发生，最多就是那个拥抱，再没有其他了。季艳玲连忙解释，哽咽着为自己挽回，别直接给我下死刑，给我一个机会好吗？从昨天失去顾青青的消息开始，季艳玲就觉得自己的世界一片空白，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离不开的人是她，只有找到顾青青，周围的一切才有存在的意义。所以她疯了般的联系顾青青，却没想到只换得她一句屁都不是。季艳玲握着手机的手用力到骨节发白，更多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手机里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在重复提醒着她的可笑。她下意识的重拨，却发现顾青青已经将这个号码拉黑，只好又换电话打过去。顾青青拧眉看着又打来电话的手机，想到答应顾胜德他们的事，才忍着没把手机关机。打开飞行模式后，她在港城的购物平台上买了些衣服鞋子，填写好酒店的地址便进浴室洗澡去了。1个小时后，顾青青挑出一件下摆为不规则3角，后背是克莱因蓝的镶嵌满钻吊带背心以及复古蓝微喇修身牛仔裤换上，再搭配黑色的红底细高跟鞋，戴上墨镜潇洒的出了酒店。出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营业厅办了张新的电话卡，然后给顾胜德他们发去新号码，又将原来的那张卡暂停使用，这才心情愉悦的寻了个地方吃饭。午饭过后又回酒店躺了一下午的顾青青踩着夕阳的余晖出门，海风微咸的气息让这座充满浪漫气息的城市多了几分宁静。他打车到聂纯推荐的石板路，闲逛着往街道的尽头走去，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街道两侧的灯牌交相辉映，是和京市不一样的繁华。顾青青站在街道尽头的酒吧门口，仰头看着眼前由青石板铺设的复古大门，视线从门头上扫过。当时他还疑惑为什么聂纯不给他说酒吧的名字，原来这酒吧居然连招牌都没有，若非聂纯介绍过，他哪怕从门口经过应该也不会进去。一进入酒吧，几乎看不到尽头的大厅展现在顾青青面前，同大门的复古简约不同，酒吧内的装饰精致奢华，目之所及的地板都是最高端的白云岩大理石。在酒吧中央，一顶落地的顶奢瀑布水晶灯释放的柔光照亮了整个大厅，给人置身森林晨曦时分的舒适感。
周围的墨色暗纹皮质卡座看似随意铺设，实则错落有致，给人一种散漫被约束的极致反差感。顾青青站在入口打量环境的这片刻时间，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她的存在。靓女，吧台处有人压低声音提醒了一句，此刻正是酒吧最上课的时候，来往的客人已经很多了。但当那张明艳大气的脸出现在酒吧入口时，在吧台忙碌的一行人还是齐齐看了过去。对方一头慵懒随性的波浪卷披散在银白双肩，立体精致的五官在入口处死亡顶光之下依旧充满攻击性。女生卷翘的眼睫微动，视线在大厅里流转，像是在寻找什么。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已经有人朝着她走了过去。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顾青青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男人，浅浅扬唇。你好，我想找一下这个酒吧的负责人。酒吧负责人，来人心中思索着，低咒一句，干，该不是为了韩里哥来的吧？对方说的粤语，顾青青没听清，便嗯了一声。地方连忙笑着用普通话回道，酒吧负责人有几个，你找哪个都行，能做决定就可以。顾青青回答，这样。来人打量着顾青青，见她神情坦荡，姿态放松，和往常来找思涵里的人那紧张的模样大不相同。看来这女仔不是为了韩里哥来的。他刚失落的心瞬间恢复精神，一边在前面带路一边问，你来港城旅游的？顾青青颔首，温和甜美的笑容中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疏离。是啊，那要玩多久？男人眼里闪过一丝期待，如果时间久的话，说不定他可以和这女仔来一段感天动地的爱情。顾青青并不打算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淡淡道，随缘吧。这样的话，男人拖长声音，掏出手机，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随时找我。顾青青看着对方调出的二维码，淡定的切换成小号，扫码添加，然后熟练的又切换回大号。他做这一切的时候就当着男人的面。对方嘴角抽了抽，这女仔是把自己当瞎子吗？但这话也不好问出口，否则显得他太没风度了。不过男人也知道顾青青这态度多半是对他没意思，于是将人带到吧台就走了，被扔在原地。顾青青并没什么意见，他朝吧台的工作人员笑了笑，我找一下你们这的负责人。有劳了，稍等。吧台小哥礼貌的笑笑，也不管顾青青这要求和不合酒吧的规矩，直接就转身去找人了。几分钟后，一头红发中二又张扬的少年跟在吧台小哥身边朝顾青青走了过来。彼时顾青青正坐在吧台前的旋转椅上把玩着红酒杯，看到面前恣意慵懒的女生时，齐彦修打着哈欠漫不经心的脚步停顿了一下，随即便瞪大了眼睛，啧，不会这样巧吧？然后在看清顾青青模样的瞬间，齐彦修心里一跳，就是那么巧。他后腰靠在吧台，靓女，找我什么事啊？靠海岸的那一片卡座，我包了。也是进入酒吧之后，顾青青才发现这条石板街的尽头居然就是海岸线，坐在那边的位置，恰好能将整个海岸的风景收入眼底。顾青青这个人有些怪癖，就是喜欢闹中求静。齐彦修随着顾青青的视线看向酒吧的西侧，然后吊儿郎当的笑了起来，你这有些霸道了呀。那一片是酒吧最好的位置，顾青青一人就想全都霸占了，若不是他长得够姿色，齐彦修都想把人轰出去。顾青青瞥他一眼，指尖变魔术般的多出一张卡，他夹着银行卡的手指勾了勾，笑容中多出几分张扬的媚。有钱不赚啊？齐彦修盯着他手中的卡，随即笑得眯了眼。赚。他接过卡递给身后的服务员，这才问顾青青要多少个位置，10米以内全要。成交。齐彦修干脆利落的应声，给了一个眼神，立刻有人去清台。片刻，就有人来将顾青青带到了落地窗边。顾青青坐下后，酒吧内的视线再次不约而同地落在她身上，柔和的光打在她白皙的肌肤上，晃得人眼花。偏偏她像是半点没察觉到周围的视线，闲适恣意的侧眸看着窗外的风景，海风拂动她发丝，美得不可方物。一时间，无名酒吧内来了个超正点的靓女的消息在港城炸翻了天。齐少，你为什么会答应那女仔的要求啊？酒吧又不缺钱。齐彦修瞥了他一眼，想到顾青青在机场骂人的场景，头皮一凉，若有所指的回道：我怕他骂我。啊！等他走远，问问题的小哥才反应过来齐彦修说了什么。在港城这地界，还有人敢骂齐大少？齐彦修可不管酒吧的人怎么想，快步进入电梯上了2楼，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冲进几人常待的包厢，也不管被惊扰的两人看过来的是什么眼神，神神秘秘地问：你们猜我在楼下遇到了谁啊？被他突然开门吓到的宁旺将桌子上的苹果朝他砸了过去。你有病吗？一惊一乍的，啧。齐彦修眼疾手快地接住那苹果，顺手放嘴里啃了一口，这才口齿不清地继续：快猜，你们绝对猜不到。不猜。宁旺不想和他玩这种侮辱脑子的游戏，无奈齐彦修只好凑到正在低头鼓捣着平板的思涵里身边。涵里哥，你猜吗？思涵里眼神都没给他。滚！齐彦修心头一梗，恶狠狠地又啃了一口手里的苹果，才仰倒在沙发上，一双腿大张开，晃晃荡荡地叹气。哎，空气安静了一瞬，见两人都没有搭理自己的想法，齐彦修一噎，然后才大声地嘀咕：那么一个大美人在1楼待着，也算是给酒吧吸引客户了呀。这话依旧没能引起思涵里的注意，反倒是宁旺不耐烦地白他一眼：有话就说，有屁就放。齐彦修冷哼一声，虽然憋着这件事难受，但他也不想放屁，于是直接将这抓心挠肝的分享欲压了下来，倒在沙发上休息。昨晚3人连夜赶回港城，没休息多长时间又忙了起来。当初他选择跟在思涵里身边，就是为了当一个混吃等吃的二世祖，哪知道日子却比以前还上劲了。懒懒地打了个哈欠，不知不觉的就睡了过去。一时间包厢内又恢复了安静，约莫大半个小时后，宁旺才把他拍醒，下楼吃东西。齐彦修打着哈欠，迷迷糊糊地跟着两人出门。刚出包厢的门，齐彦修猛地回神，正想开口，便见思涵里单手插兜站在前面，半垂的眸子正注视着楼下。他眸中明明灭灭，不知道在想什么。注意到他的视线，齐彦修一拍脑门：涵里哥，我忘记告诉你，那边都被那女仔包了。他们常吃饭的吧台也在那女仔的10米之内。宁旺挑眉：你刚刚神神秘秘的，就是因为那女仔？对啊。齐彦修笑得眯了眼。今天的他比昨天还要亮。宁旺冷笑一声，是够亮的。眼下大厅1/3的客人都在他的位置前排队，没去排队的注意力也都在他那边，就连女仔也有不少去凑热闹的。他倒也是来者不拒，只要排队，只要颜值身材好，
谁都能坐他对面和他玩一把，赢了的可以加他联系方式，输了的脱掉上衣去外面的海岸跑一圈。就他们站在这的短短时间内，就又有2个男的脱了上衣跑了出去。一时间，整个海岸线几乎都是大秀身材的男人。才注意到发生了什么的齐彦修夸张的无言，这女仔好会玩啊！齐彦修这话纯褒义，宁旺不予置评。倒是思涵里已经神色淡淡的收回了视线，抬脚朝电梯走去。不知道为什么，齐彦修莫名的觉得有些冷，他故意撞了宁旺一下。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啊？宁旺避他远远的，你脑子不对，连吃饭的位置都能卖出去，干脆连脑子一起捐了。思涵里不喜欢包厢有食物的味道，所以他们才会在1楼用餐。别生气啊！齐彦修显然知道宁旺为什么生气，连忙跟上去求饶，我去和他商量，借张桌子给我们吃饭了。滚！宁旺不想搭理这个傻猪仔。齐彦修并不把宁旺的冷漠放在心上，到楼下后就快步奔向顾青青。靓女，他打了个招呼就坐在了顾青青面前。今日酒水免费，借张桌子给我们吃饭，如何啊？顾青青修长的手指摩挲着头中的湖面，那双狡黠多情的丹凤眼弯着，像是盛满一池清泉。听到齐彦修的话，他漫不经心的颔首，随意，几人吃个饭而已，对他影响不大。得到想要的回答，齐彦修立刻走到顾青青隔壁的卡座，朝思涵里和宁旺招了招手。好淤，丢脸。宁旺压着声音唾弃，好歹也是这家店的东家，结果吃个饭都要向客人借位置，这都是齐彦修这个傻猪仔造的孽。反观思涵里像是压根没受啥影响，他从顾青青所在的方向收回视线，然后便抬脚不疾不徐地走到齐彦修身边坐下。在等待上菜的这点时间，齐彦修就趴在靠近顾青青这边的沙发上，看着顾青青和来搭讪的人玩骰子。时间1分1秒过去，顾青青面前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可顾青青除了偶尔输了几次，让来挑战的人加上联系方式后，就几乎一路连胜。坐在顾青青对面的男人摇出1、2的骰子之后，看着顾青青露出势在必得的笑，两人这局比点数谁更小，他就不信这女仔真有那么好运气。然而这笑容在看到顾青青不紧不慢揭开的头中露出3个1点之后僵住，下一刻他不服的开口，在这个地方玩骰子最厉害的人不是我们。顾青青挑眉，所以呢，你若赢了那位，我就服你，我要你服我。顾青青瞥他一眼，不耐烦的提醒，别墨迹，然后你可以走了。不过是他无聊时的消遣，还想对他用激将法，闲的。男人显然没料到顾青青是这个态度，围观的人中传来一阵阵窃笑，像是在嘲笑他的不识趣。男人心头憋着一口气，就刚才从电梯出来的那几个人，你应该也注意到了吧？顾青青挑眉，不置可否。他并不想否认，毕竟几人的颜值和气质摆在那，出现时还在大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要是说没看到就太虚伪了。见状，男人不怀好意的笑笑，走在中间的那位，摇骰子的技术在这地头称第2的话，无人敢称第1。如果你连他都赢了，那我绝对输得心服口服。顾青青轻嗤一声，我管你服不服。男人被顾青青的态度噎住，还想再说什么，顾青青直接开口，下一个，全国14亿人都被爱情骗了。其实真正的一见钟情不是因为对方多好，而是你刚好需要。在这场大话头的对决中，每个人都在赌着不同的东西，有人赌衣服，有人赌尊严，有人赌 One Night in 港城。那个女人赌的是忘记前男友的伤痛，而那个男人赌的是从未有过的心动。顾青青轻嗤一声，我管你服不服。下一个，见他不上当。男人握紧拳头，心中不忿到了极点。不过下一个人直接将他扯开，直接坐在顾青青面前，开始了新一轮游戏。几人过去后，顾青青百无聊赖地将骰子扔在桌上，不玩了。这些人身材有好有坏，看多了也就那样。别啊，我们还没完呢。后面排队的人纷纷不乐意了。顾青青连眼神都没给他们，起身就要走。你要走了？齐彦修一愣，连忙道，其实刚才那小子的提议你可以考虑下的，我韩里哥摇骰子技术真的很好，他还没欣赏够这女仔的颜值，不想让人离开呢。顾青青脚步慢了下来，侧眸看向正低头玩手机的男人，说实话，这男人是他遇到的所有异性中最合眼缘的。酒吧里氤氲的灯光朦胧的洒下，男人垂下的卷翘睫毛在脸上投下一排小刷子，高耸立体的鼻梁线条流畅且高级，就连唇色也都是健康的嫣红，又平添几分魅惑的味道。似乎察觉到顾青青的视线，正在看手机的人抬眸看了过来，四目相对，顾青青心底默默叹了声，真帅。男人垂眸时给人几分儒雅神秘的感觉，让人很想去靠近去探究，但抬眸时墨色眉峰里就带了几分锋利的痞气，让人一眼看去就知道这人不好惹。顾青青大方地朝他扬唇，然后走到他面前，正是切换音乐的片刻，女生脚下的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她站定时音乐复起，思涵里将手机放下，身体随意地往后靠着，笔直的长腿曲着，那双看不清情绪的眼睛注视着顾青青走近，直至她站定在面前。冗杂的音乐声里，他只听到女生问玩吗？思涵里喉间溢出一声轻笑，玩什么？顾青青拧了拧眉，骰子。他那边那么大动静，这人难道没注意到吗？也有可能，毕竟他在玩手机。顾青青想了想，便彻底没了兴致，反正刚才也是因为这人眼神落在他身上，他才顺势过来的，既然人家没兴趣，还是不玩了。想着，他眼中兴致淡去，拿出歉意的笑，抱歉打扰了。话落，顾青青转身就走。玩。思涵里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心中一紧，一个玩字脱口而出。顾青青听到了，但依旧假装没听见。可齐彦修不想让他离开，连忙冲过去将人拦住。玩，靓女，我韩里哥说完，他一个急刹险些没站稳。顾青青被他头顶晃动的红色呆毛逗乐了，他唇角的笑灿烂动人。我不和他玩，和你玩怎么样？齐彦修呆住，但下一秒落在身上的凉意让他立刻回过神，忙不迭的摇头，说话都结巴起来。我不会，你和我韩里哥玩吧，我韩里哥很厉害。
他嘴上说着夸奖的话，眼神里却都是央求。天知道思涵里难得对女孩子多看两眼，若是因为他把这事搅黄了，私家那些大佬不得扒了他的皮。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顾青青很快就领会了眼前红毛眼里的意思。他蹙眉道：“他并不想和我玩，这是实话，怎么可能？”齐彦修一语否认，他只是比较装，你懂吧？在角落里的宁望悄悄给齐彦修竖起了大拇指。顾青青忍俊不禁的弯着眼，回头去看思涵里，却发现他分明因这话而尴尬且僵硬，却努力端着假装无事发生的表情，当即笑得更加放肆了几分。重新坐在对方面前，顾青青晃了晃桌上的头钟，怎么玩？思涵里身体往前倾了些，方便和顾青青说话，神情中已看不出任何的尴尬。3局2胜，按你的规矩来，输了脱掉上衣出去跑一圈，赢了加你的联系方式，可以？顾青青爽快地答应道。思涵里却补充道：“我要加的是你的常用联系方式，而不是那种打发别人的僵尸号。”顾青青没立刻答应，反问：“大还是小？”思涵里不较真，你说了算，那就小吧，你先。思涵里没再推辞，只见他推动头钟在桌上随意晃了2、3下就停了下来，然后气定神闲地对顾青青做了个请的动作。顾青青熟忍地拿起头钟，也只是摇晃几下便放下。齐彦修左右看了看，两人动作都很随意，表情又如出一辙的平静，让他分析不出谁赢的把握更大，干脆拍板吧，要不一起？顾青青颔首，和思涵里对视一眼，便同时解开了头钟。围观众人连忙探了过来。齐彦修先看了顾青青面前的骰子，又是3个1，你技术不错啊。刚才观察了一段时间，他发现顾青青想要摇出3个一样的数字似乎都很轻松。然而听到这夸奖，顾青青脸上却没什么喜色，他目光注视着思涵里面前的骰子，3个骰子垒在一起，只露出顶上的一个红点。这样看来，他输得毫无悬念。顾青青自问不是输不起的人，直接调出2维码。扫吧。然而思涵里只是平静地瞥了一眼，便摇头。我要加的不是这个。被当场揭穿，顾青青也不尴尬，只是坦然地笑道：“那你教我摇骰子。”看着他跃跃欲试的眼神，思涵里有些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摇骰子这么感兴趣，便问了出来。顾青青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帅啊！”诡异的沉默蔓延开。下一刻，思涵里笑出了声。男人展颜时，唇角弧度上扬，清冽眸光在那一瞬如春风摇曳春桃，好看的有些过分。顾青青盯了他片刻，才勉强移开视线。一旁的齐彦修惊叹道：“你和我涵里哥当初学骰子时的原因一样。”骰子这东西对他们来说都不是必学的，但因为圈子里的人爱玩，所以大家多少都会一些。唯独思涵里将这一手技术学得出神入化，有时候厂子里还会请他去镇场。而当初思涵里花时间学这个，也只是因为一个字：帅。顾青青眼睛亮晶晶地调出自己常用的绿泡泡，等思涵里扫码留个备注。思涵里状似不经意地问，这样一来也算是答应教他了。顾青青，三顾茅庐的顾，青青草原的青青。顾青青回答，不等他问，思涵里直接将自己的名字发了过去。思涵里看着这3个字，顾青青眸光顿了顿，转瞬又恢复了正常。看到两人加好了联系方式，齐彦修也跟着道：“我也要加，不过我骰子肯定没你玩的厉害，不如以后你来这里都给你免单。”他提议道。顾青青却摇摇头，不如请我吃饭。齐彦修这性格一猜就很会吃，跟着他顾青青也不怕踩雷，那就一言为定。齐彦修连忙加上顾青青，继续自我介绍：“我叫齐彦修，你好。”顾青青朝他微笑，齐彦修差点被他的笑容晃花了眼睛，回过神来才感慨道：“你真是我见过长得最给力的女孩子，落落大方，张扬明媚，好看的简直让人移不开眼。”齐彦修的夸奖一点不夸张，就算顾青青玩骰子让人脱衣服的举动有些招摇，但看到他本人后，便觉得这也没什么。顾青青的张扬让人生不出厌恶感，只要看到他弯着的眉眼，便觉得他做什么都可以理解，可以包容。谢谢，你也不差。顾青青并非客气，齐彦修虽然发型有些乱，但长相却不差，尤其是眼睛，又大又圆，黑漆漆的瞳孔像装着一盏星河。他身上自带的阳光和热情，很容易让人生出亲近的感觉。不只是齐彦修，就连那位几乎没跟顾青青交谈的男子，虽眉眼间带着几分冷厉，颜值气质也没得挑。你是来港城旅游的吗？齐彦修好奇地问。对这么合自己胃口的女生，齐彦修表现得很热情，见他点头，接着问道：“那你打算待多久啊？”“大概1个月。”顾青青回答道。他目前是这样打算的，但具体玩多久还得看心情，还挺长时间的。齐彦修嘀咕了句，又问：“你住哪啊？”“元仔。”齐彦修话音刚落，思涵里带着警告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听到这声音，齐彦修才反应过来自己问题有些突兀了，连忙解释：“不好意思啊，我只是想约你玩，没什么坏心思。”“没关系。”齐彦修有没有坏心思，顾青青不知道，但他也不会随意暴露自己的住处。他瞥了眼手机，有事给我发消息就好了。那就说定了，到时候约你来玩，记得给我面子。行。顾青青颔首，看了看时间，便起身道：“我要回去休息了，下次见。”好。齐彦修应下，思涵里却冒了一句：“明天我去接你。”顾青青挑眉：“接他干嘛？”思涵里反问：“不是要学摇骰子吗？”顾青青轻笑：“原来是这件事。”他摆摆手：“等我约你吧。”话落，也不管几人啥反应，便大步离开了。这女仔性子好野啊。等人走远了，宁望才吐出一句，见思涵里若有所思的神情，打趣道：“你感兴趣？”思涵里揉着有些发胀的眉心，这2天忙得脚不沾地，他确实没休息好。他对我没兴趣。思涵里声音里藏不住疲惫。宁望不置可否，瞥了齐彦修一眼，看起来他对齐彦修倒是比对你热情吧。齐彦修正刷着顾青青的朋友圈，闻言不由瞪圆了眼，怎么可能？不过想想刚才的场景，他又笑了起来，好像真是这样。顾青青对他的好脸色确实比对思涵里多点。滚！思涵里看不惯他小人得志的表情，抬脚步轻不重地给了他膝盖一脚。齐彦修假装被踢得很重，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坐到思涵里身边，才将自己看到的顾青青的朋友圈放到思涵里面前，意味深长地说：“他刚分手，看朋友圈时间也就是前2天的事，不是吧？还有这么瞎的男人？”宁望也凑过来看，虽然顾青青的性子和长相不是他的菜，但他也不会昧着良心说顾青青不好，只是当看到朋友圈内容时，也罕见地沉默了一下，还真有那么瞎的。
所以齐彦修皱着眉，顾青青来港城是来疗愈情伤的吧？宁望附和，应该是。韩礼哥，上一刻还情绪莫名压抑的人又兴奋起来，盯着司韩礼，趁虚而入啊！韩礼哥，司韩礼无语，他不由怀疑自己，我表现得很明显，不明显？宁望拍拍他肩膀，只不过从昨天见到顾青青第一眼你就没舍得移开眼的，而且。齐彦修笑眯着眼补充，昨天在机场你说他用不上我们帮忙，却还是联系了机场负责人给他行了方便。司韩礼说那话时，分明刚给人发完消息。齐彦修眼睛间一眼就瞟到他发出去的消息。如果说昨天司韩礼那番举动还能算一时善心大发，那今天的举动才真出乎两人的预料。因为像今日所见的顾青青这种来者不拒、玩得很花的性格，司韩礼绝对不会多看一眼。但顾青青一出现，哪怕他身边排队的男人数都数不清，司韩礼的视线还是落在了他身上，久久移不开。所以齐彦修才会提出向顾青青借位置，才会起哄让他和司韩礼玩骰子。司韩礼没拒绝的那一刻，就代表他的猜测没错，至少对司韩礼来说，顾青青的存在很特殊。看着眼前挤眉弄眼的两人，司韩礼无奈的摇摇头，没有否认他没谈过恋爱，却也知道自己对顾青青的感觉绝不是想成为普通朋友那么简单。心跳失控的无措，温度攀升的灼热，都在提醒他这些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体验。顾青青，他在心底呢喃着这个名字，半晌在齐彦修和宁望揶揄的视线中红了耳根，语气里带着警告，别去打扰他。被渣男当过女朋友的都知道，分手后他们有多恶心人。明明是青梅竹马外加谈了6年的感情，他却能在背后藏小三，被抓现行还敢发声名称，感情稳定。女人直接在校园网上点爆他，然后直接飞去港城享受假期生活，任凭前男友痛哭流涕发私信求原谅，甚至躺在冰冷地板上思念他而泪流满面。殊不知女人在异地早已遇到了更让人心动的男神。顾青青从酒吧出来就发现不少视线暗中盯着自己，奇怪的是那些视线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又在周围绕了几圈确认后，他才打车回了酒店。简单洗漱过后，他拿着手机走到阳台，潮湿的海风迎面吹来，他身上的真丝睡衣夜冻缠绕在银白修长的双腿上，躺在摇椅上点开绿泡泡回消息。收到消息的宁小小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青青，你忙完了？怎么了？宁小小151时的回复，校园网上季彦霖和林若雨的相片视频都没了，应该是季彦霖找人做的。除此之外，他发了张截图过来，季彦霖在校园网说和林若雨只是个误会，你们感情很稳定，没有分手，好多人都信了呢。两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又谈了几年恋爱，加上样貌家世能力都旗鼓相当，在金大人眼中妥妥的天生一对。那天顾青青朋友圈爆出相片后，很多人都不信，觉得是有人故意 P 图挑拨离间。如今季彦霖这么一发声明，更多人相信他们没分开了。顾青青点开宁小小发来的截图，上面是季彦霖的声明，多谢各位关心，但我与顾青青感情稳定，至于前2日的相片，只是路见不平的善意之举，请各位不要再恶意传播相关相片和视频，否则我将联系律师来保护个人权益。很短的声明，义正言辞的让人挑不出毛病。我知道了，谢谢。顾青青回复后立即打开校园论坛，因为热度，季彦霖的帖子还在榜首，他甚至都不用搜索就找到了，点开评论区，直接敲下一行字，本人目前单身。还有季彦霖和林若雨雨中浪漫拥抱的相片和视频，最初就是本人爆出来，礼貌祝福，二位所死。回完这消息，顾青青又将内容复制到自己主页，顺便了季彦霖和林若雨。做完这些，他神清气爽的玩了会手机就回房间睡觉了。既然季彦霖想恶心他也没必要太客气。与此同时，看到顾青青回复的季彦霖脸已经黑得不成样子，他立刻点开私聊页面，青青你在哪？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给我个机会解释好不好？等了许久没等到回复，他心痛无力的靠着沙发，拿起桌上的酒一饮而尽后又发消息，不见面也没关系，我现在就给你解释啊。林若雨存在的意义只是因为我想让你吃醋而已，只是想让你多在乎我一点。我和林若雨之间最近的距离也就是那天的那个拥抱。青青，我只爱你，真的只爱你啊。青青，我只是想让你闹一闹脾气，可我没想过要和你分开啊。你别这么狠心不要我了好不好？发完消息，季彦霖无力的沿着沙发倒在地毯上，布满血丝的双眼泪意蔓延，不知道是哪方势力插手，他根本查不到顾青青现在的位置，他就这样连半点的喘息机会都不给他，彻底的消失在他的生活中。季彦霖很痛苦，无时无刻心脏像是空了一块，做什么都空落落的提不起精神，唯独翻阅着和顾青青的聊天记录，在这无望的等待里怀揣着一点希望，希望下一秒能收到他的消息。他想哪怕顾青青骂他打他，都比这样半点消息不给他的好。可真的收到顾青青这样冷漠无情的消息，却又让他心如刀绞。季彦霖闭着眼睛，眼角泪水滚落融入地毯，他真的知道自己错了，为什么顾青青不能稍微对他心软一点点呢？明明那么爱他的人，自从在校园网扔了一枚炸弹后，顾青青就没怎么关注金氏消息了。在港城的这几天，他睡饱了就去街头漫步，迎着朝阳披着晚霞，整个人的心境完全放松下来。这天趁着下雨睡了个午觉，刚醒来躺在床上放空，就收到了齐彦修的消息。看到对方发消息时，顾青青有些惊讶，毕竟两人只见过一次。他点开聊天框，顾青青，要出来玩吗？我在庄园里弄了聚会，风景很不错，感不感兴趣？顾青青这边刚点开聊天框，那边的齐彦修就看到了对方正在输入的提示，连忙又发了消息，来吧来吧，都是圈子里性格比较好的人，我绝不会让他们扫你兴致的。顾青青将原本准备拒绝的话默默删除，回复道，好，人家都考虑到这地步了，自己恰好也没什么事，去玩一下也无所谓。他翻个身，时间和地点，见顾青青答应，齐彦修乐得裂开了嘴。1个小时后出发，那边属于私人地盘，外来车辆进不去，我来接你，当然你不想的话，我也可以在路口等你。既然都答应一起去玩了，也无所谓暴露自己的住址。说实话，以齐家在港城的地位，要真想查也查得到。他发了个定位过去，我现在收拾一下，你到了给我打电话。1个小时很快就到，顾青青刚将头发
发吹干就收到齐彦修发来的照片。傅言，我在楼下，正是他住的酒店。将行程告诉顾行玉后，他才坐电梯下楼。已经在车里等了一会的齐彦修看到顾青青，连忙降下车窗向他挥手。顾青青，这里。顾青青也朝他挥手。其实不用打招呼，他也能看到他。那张扬的红色改装越野车简直不要太醒目。快步走到车旁，顾青青正犹豫坐前排还是后排，齐彦修就直接下车给他打开了后排车门。前排有个祖宗定了，只能委屈你坐后排了，抱歉。没关系。他道了声谢，正准备上车，视线中却出现一双骨节分明的大手，对方冷白色肌肤上青筋清晰可见。顾青青视线往上移，目光和车上的人看过来的视线碰在一起，对方眼神中并无意外，显然知道他要来。顾青青扬唇，又见面了。再次见面，他还是为思涵里的颜值所惊艳，这人生的实在太完美了。思涵里轻轻颔首，眸光在不知不觉间软下来。需要帮忙吗？说完伸出手方便顾青青搭在他手臂上。顾青青没有推辞，主要是齐彦修这越野车有些高，虽然有踩踏板，但还是要扶着点东西才好上车。他将手搭在思涵里的小臂上，借力利落地上了车。谢谢。坐稳后开始低头系安全带，而思涵里的视线定定地看着他手刚才落点的位置，他的手很软，带着些干爽的满意，落在他手上的瞬间，像是有密密麻麻的虫子沿着手臂爬满他全身。思涵里觉得自己有些奇怪，整个人像要烧起来一样。他抿了抿唇，感受到耳朵泛起的灼热，连忙侧头看向窗外掩饰。齐彦修将后面的情形收入了眼底，挑眉笑了笑，随即哼着歌心情愉悦地启动车辆。一路上沉重的油门声很酷，但顾青青抓着安全带的手却有些紧。已经平复好情绪的思涵里注意到他的动作，蹙眉思索了一下，抬脚轻轻踢了下前面的椅子，开慢点，我这开的也不快啊，平时不都这个速度吗？话虽如此，但看到后视镜里顾青青紧张的神情，他还是将速度慢了下来。顾青青，你害怕啊？平时他开飞起来，思涵里都不会皱下眉，今天却一反常态让自己慢点。加上顾青青的神情，齐彦修一下就猜到这要求为谁提的了。顾青青抬头看他，有些无奈的回道：不是，是晕车。他晕车倒很少吐，就是头晕脑胀，加上反酸恶心，也不知是不是没吃午饭的原因，今天比平时还要更难受些。你晕车啊？齐彦修一听，立刻将速度放得更慢了。顾青青连忙制止道：你按平时速度开就行，长痛不如短痛，我忍得了。你确定？顾青青点点头，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眼神。齐彦修比了个 OK， 然后加快了速度朝目的地开去。速度虽然不减，但比起之前稳了很多。约莫几分钟后，思涵里突然又叫停了车，前面停一下，拿个东西。齐彦修没多想，到思涵里指定的位置停了下来。很快，提前在路边等待的人就将手提袋递了过来。思涵里接过来打开看了一下，确定是自己要的东西，才取出袋子里的东西递给顾青青。蜂蜜柚子柠檬茶，喝了能缓解些不适，给我的。顾青青愣了一下，思涵里挑眉，不然这车里也只有顾青青需要。多谢。顾青青感激地朝他露出一个超大的笑，然后接过杯子毫不客气地喝了起来，似乎很满意这杯柠檬水的口味。他整个人的精气神像是在一瞬间提了起来，亮晶晶的眼睛弯成漂亮的月牙，雨后的风撩动他披散在双肩的发，穿破乌云的光飘渺落下。顾青青被风吹动的发上像是披了一层温润的光。思涵里失神地注视着他，看到顾青青将吸管从唇边移开，思涵里又从袋子里拿出一盒药递给他，晕车药，没开封的。江涵里。顾青青回想着他的名字，侧眸看他，你平时都这么细心体贴的吗？前排的齐彦修一听这话，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思涵里细心，这简直是他长大以来听到的最可笑的笑话。然而后排的思涵里却没有半点受之有愧的心绪，但也没有回答顾青青的问题，而是笑着回道：到目的地还有1个小时的车程，吃了药后半程不至于太难受。好。顾青青摁出一粒药，仰头吞了下去，然后靠着靠椅休息。至于思涵里是不是个细心的人，不过萍水相逢，对他来说没那么重要。时间一点一滴过去，齐彦修听着耳边舒缓的音乐声，只觉得全身上下说不出的难受。他的重金属低音炮，这种时候舒缓的轻音乐配不上他的越野。可当他试探着伸手想要换音乐时，后排一双阴恻恻的眼睛就冷冷地盯着他。齐彦修试探了多次后，认命地放弃了。车子驶出喧嚣的城区，公路两侧逐渐开阔，顾青青的呼吸越发平稳，他脑袋随着车子的摆动逐渐偏移，眼看就要撞到车窗。思涵里侧身下意识地将手伸了过去，男人宽大的手隔在顾青青的脑袋和玻璃之间，下一秒顾青青的额头就稳稳地落在他的掌心。当垂眸就能看到顾青青白皙脸蛋上的绒毛时，思涵里才反应过来自己的行为有多么突兀，他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生怕吵到还在睡梦中的人。可顾青青身上淡淡的木质香还是在他呼吸的间隙里溜了进来。思涵里觉得自己的心跳有些不属于自己，一下一下将他紧张不知所措的心情完全暴露出来。顾青青睁开眼睛时看到的就是思涵里神情紧绷着的这一幕，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近，近到不止思涵里闻到了顾青青身上的味道，顾青青也闻到了思涵里身上那股属于雪松的清冷味道。他的手臂就横在自己面前，额头靠着的地方温暖炙热。顾青青稍稍动了动身体，将脑袋移开，解放思涵里的手。抱歉。思涵里收回手，眼底有些莫名的慌张，打扰到你休息了。他的动作甚至出乎自己预料，明明那不是最好的选择。没有。顾青青摇摇头，还带着几分睡意的眼睛落在他身上，眸光一寸寸描摹他的眉眼，然后轻笑。我也很喜欢雪松的味道。顾青青用的香水大多配料中都会有一味雪松，他对雪松的味道可以说是痴迷，因为这他也会给姬艳玲送些有雪松这味材料的香水，但姬艳玲从没用过就是了。眼前的思涵里却让顾青青确认了自己的审美，男人果然就适合用木质
质香，神秘沉稳，清冷中散发的一丝缱绻足够吸引所有异性。他鼻翼动了动，唇角的梨涡若隐若现，愉悦的神情中又带着几分苦恼。我有一瓶香水很适合你，但我没带来，改日我让人寄过来送你，可以吗？顾青青的嗓音正常说话时带着几分南方女子的软，可或许是在京市待的时间长了，她的腔调里又混着些漫不经心的散漫。思涵里定定地注视着她的眼睛，也是这时他才发现为何顾青青的眼睛那么漂亮，她的瞳孔居然是琥珀色的，宛如银河在她眼中铺陈，亮晶晶的让人移不开视线。半晌，他才强制让自己收回视线。顾小姐经常送人礼物吗？他问。世界上最危险的3件事，就是惹思涵里、碰思涵里的东西，还有送思涵里礼物。然而那个女人居然一口气把这3件全做了，不仅让他耳尖红得像熟透的苹果，还逼着他说出那罕见的要。港城最冷血的男人思涵里，竟为他打破了10年来拒绝所有礼物的铁规矩。更可怕的是，他还让他开他的车，全程亲自指导着开车的技术。难道传言是真的吗？思家真的需要一个女主人啊？思涵里忽然问顾青青：“你经常送人礼物吗？”但为什么这样问，他自己其实也不清楚。话一脱口而出后，他就有点懊悔了。然而心中再怎么翻腾，他脸上却半点都没表现出来。顾青青歪了歪头，视线从他那泛红的耳尖扫过，随即往他面前凑了凑，笑着说：“没有啊，但司先生的颜值和气质真的很配我那瓶香水，我找人定制的，世上独一无二，要吗？”刚才思涵里没给他明确的答案，他便再问一遍。时间1分1秒的过去，前排开车的齐彦修只觉得车内的氛围有些说不出的暧昧，但这个时候他还是很自觉的没开口打扰。半晌，思涵里才克制着唇角上扬的冲动，点点头说了声要，那就算说定了。顾青青弯着眼靠在椅子上，摁下车窗看着外面的风景，许是吃了药，他现在已经没那么难受了。齐彦修又往前开了一段路，然后提醒两人，那位祖宗到了。话落，他就把车停在了分岔路口，而那里已经停着2辆车了。看到他们，一个穿着牛仔背带裤的女孩子小跑着过来，跳起来就搂住了齐彦修的脖子。好你个齐彦修，居然不去接我！被对方压制着，齐彦修立刻夸张地叫了起来。韩里哥救命！韩里哥3个字一出，搂着齐彦修脖子的女孩子木子一下就立正站好了。当看到从车里下来的人的确是思家的那阎王后，她连忙谄媚的笑笑：“韩里哥好久不见。”思涵里淡淡的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但就是这一眼也让木子打了个冷战。从小到大，木子天不怕地不怕，和自家老子都能过2招，唯独对思涵里畏惧到了骨子里。若是知道今天的聚会思涵里也来，他肯定会找借口推辞的。只是之前不是说思涵里不来吗？怎么突然又来了？他缩着脖子想退到其他人身后，却在挪动脚步时看到了车上下来的另一人。木子好奇地看着他，问齐彦修：“这我不认识的人。”齐彦修颔首：“他不是港城人。”木子拖长了声音，下一刻追问：“那他为什么会来？”正常聚会来的都是他们这些从小一起玩到大的玩伴，来个陌生人算怎么回事？木子语气中的不满有些明显。齐彦修瞥他一眼，解释：“他脾气很合我胃口，以后我们的聚会应该会常来，合你胃口。”木子抱着手，又将顾青青上上下下打了那一遍，然后笑：“这颜值也合我胃口，但你确定合你胃口的是脾气不是脸？”啧，齐彦修咧牙笑：“有，都有，没出息。”木子冷哼一声，倒也没有再说什么。等顾青青走近，木子还率先朝他伸出了手：“你好，木子。”眼前的女孩子一头茂密的头发盘成丸子扎在脑后，小鹿眼睁得圆圆的，很是灵动。她穿着牛仔背带裤，腰间横挎一个针织的悲伤表情的搞怪玩偶斜挎包，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元气。顾青青注视着她伸出来的手，浅笑着握住：“你好，顾青青。”哇！看到顾青青的笑，木子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你居然有梨窝？你家里人是都有梨窝吗？是遗传吗？这也太好看吧！”他激动到握着顾青青的手都在用力，但顾青青脸上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他能感觉到木子并没什么恶意。我妈妈有梨窝，我外婆也有，应该有遗传的因素在。他耐心地回答木子的问题，舒缓的语气像是迎面而来的风，让人很是舒服。如果说木子刚才还因为顾青青是个突然挤进今日聚会的陌生人而有些不爽，那现在就已经有点喜欢这个陌生人了。他自来熟的直接抱住顾青青的手：“那你家里有李哥或者弟弟吗？”这暧昧的语气，顾青青眨眨眼，正准备回答，在两人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声音：“在聊什么？”这声音冷得过分啊！顾青青听着都觉得鸡皮疙瘩要冒出来了。而刚才还冲顾青青挤眉弄眼的木子听到这声音，就像被人掐住了脖子一样，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他回头谄媚地对来人笑：“没聊什么，不过我聊什么你很关心吗？”他问着就把刚才抱着顾青青的手自然地收回去，转身就抱住了来人的手臂。顾青青垂眸看了一眼自己空荡荡的手臂，轻笑了一声：“松开。”齐彦辰垂眸没什么感情地瞥了一眼木子的手，见他不松手，便直接把手抽了出来，冷声警告：“注意点分寸。”木子冷笑一声，气怒地踩了他的脚一下：“我就不注意分寸。”齐彦辰眉心蹙紧，但拿木子却没什么办法。见顾青青被冷在一边，不远处的思涵里开口喊了他一声，他靠在越野车上，食指和中指并拢朝他勾了勾：“过来，顾青青。”他承认这一幕很养眼啊，但是这逗狗的感觉是怎么回事？他小声嘀咕着，抬脚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思涵里盯着他一开一合的唇，等顾青青走近了才问：“你刚刚在说什么？”顾青青表情一僵，思涵里耳朵这么好吗？他好像都没发声吧？从他纠结的表情里，思涵里轻而易举的就猜到了他在想什么，没忍住勾了勾唇，开口：“我看到的，不是听到。”顾青青恍然大悟，他就说他没发出声音吗？转身在思涵里身边寻了个位置靠着。顾青青仰头看从乌云后探出脑袋的太阳，有些刺眼。他垂下眼睛缓了缓，然后才回道：“没说什么。”要是让思涵里听到他刚才在想什么，万一真把他当狗了，他面子还要不要了？
这明显敷衍的话，思涵里也就听听。他问顾青青，下车缓这一会儿好点没？还好，不怎么难受了。其实喝了蜂蜜水又睡上那一会儿，顾青青就好很多了。现在可能是药效上来，又下车呼吸了新鲜空气，就更是没什么晕车的感受了。听到他这样说，思涵里唇角的笑容又深了些，两人也不说话，就这样同时仰头看着眼前的天空。远处木子好像被齐彦辰惹到了，红着眼跑去和齐彦修告状，途中经过思涵里和他面前时，还特意跑快了些，活像有鬼在追。顾青青看着他快速交叠的短腿，没忍住轻声笑了出来。木子身高不高，约莫1.6米不到的样子，一双小腿蹦跶起来可爱的紧。思涵里余光覆盖着顾青青的笑脸，问你喜欢木子？从齐彦修到木子，顾青青好像对这种性格比较外向闹腾的人没有抵抗力。顾青青挑眉，怎么看出来的？用眼睛看的。你眼睛真会看。明明是阴阳怪气的话，他却说得认真。思涵里被他的神态逗笑，顾青青没看他，而是注视着哭丧着脸哄着木子的齐彦修，因为他们这种性格的人很温暖啊。顾青青接着说道，温暖吗？思涵里思索着，在心里反省着，他这样的性格，顾青青会觉得温暖吗？答案是否定的。除了齐彦修几人，在港城几乎没人不畏惧他，他也绝不会是那种让人觉得温暖的性格。穿过的风一阵阵地吹来，等剩下的几人都到了，便要准备出发了。在分配车辆时，思涵里问顾青青，介意和我坐一辆车吗？当然不。思涵里的脸在这，顾青青怎么也不可能介意这么一个帅哥给自己当司机啊。听到这个回答，思涵里放下心来，解释木子是一定要坐齐彦修车的副驾驶的，而齐彦辰要跟着他，如果再加上我们俩的话就有些挤了，所以我开另外一辆车带你，反正车有多的，也没必要挤在一辆上。顾青青颔首，却依旧觉得有些奇怪，木子和齐彦修只是普通朋友吗？思涵里摇摇头，不。他站在顾青青身后，看着他稳稳上了车坐下，这才关上副驾驶的门回到车上，然后继续道，齐彦修和木子有婚约啊。顾青青错愕，那齐彦辰，木子喜欢齐彦辰。思涵里平静地扔下一枚炸弹，顾青青震惊，这关系好像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些啊。思涵里开着车，见顾青青几次欲言又止，明显好奇又克制着不想多问，便主动到齐彦修只把木子当妹妹，从小到大都很宠她。而齐彦辰是齐彦修父亲的私生子，齐彦修同父异母的弟弟，难怪我刚才觉得他们长相有点像。顾青青若有所思，问那木子喜欢齐彦辰的事，齐彦修知道吗？知道。思涵里点点头，若没有齐彦修插手，以齐彦辰私生子的身份是不可能出现在木子身边的。那我明白了。顾青青算是整理好了几人的关系，只是他没想到齐彦修居然是那么通透的人，居然容许自己的未婚妻追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反正若是顾青青，他绝对做不到这么大度，哪怕他不喜欢，也不会允许顶着他未婚妻身份的人背叛。思涵里往前开了小半个小时后，看到副驾驶的顾青青无聊地盯着窗外发呆，便问会开车吗？顾青青回头看他，虽然有些不明白思涵里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还是如实回答考了驾照，但我亲自上手的次数很少。顿了顿，他像是想到什么，你不会打算让我来开车吧？思涵里没说话，只是将车靠边。齐彦修他们的车经过看到这一幕，便放下车窗询问韩里哥怎么了。思涵里抬了抬下巴，示意你们先走。不知道为什么齐彦修下意识看向趴在副驾驶车窗的顾青青，但看他一脸无辜又看不出什么，无奈齐彦修几人也只能先行离开。等他们的车远了，思涵里拔下车钥匙走到副驾驶，将钥匙在顾青青面前晃了晃，你来开。一路惊心动魄，好在有老司机在边上耐心指导，也算有惊无险。虽然顾青青后来开的熟练很多，但是等他们两人到的时候，其他人已经提前到了大半个小时了。顾青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下车看到盯着他们的这边的人，正要道歉，思涵里却直接站在了他身边，走吧。他开口，漫不经心的两个字落下，方才提前到的一行人纷纷起身。在他们这个圈里子，朋友归朋友，但若是连基本的规矩都不懂，就是另外一回事。看到这一幕，顾青青才发现思涵里在港城的地位比他想象的还要高。在他到港城的第二日，顾行玉就将整理好的港城各方势力的信息发给了顾青青。和聂纯他们那样的普通人认知里一样，司这个姓在港城一家独大，是一般人惹不起的存在。但是在聂纯他们认知外的是，思涵里这个人的地位远比司这个姓氏的地位更高，思涵里才是那个没人能得罪的存在。司家能有如今的高度，思涵里功不可没，但思涵里是思涵里，顾青青是顾青青。走到齐彦修他们面前后，顾青青才歉意地对他们笑笑，抱歉啊，路上我开的车，车技有点水，耽误了些时间，让你们久等了。哎，我说什么事？齐彦修无所谓的摆摆手，你就算再晚来半个小时都没人会有想法，反正就思涵里陪着，谁敢多说。齐彦修虽然没明说，但顾青青也知道这是看在思涵里的面子。再次向他们表达歉意后，顾青青就被木子拉着坐到了一边。将人拉走的时候，木子明显感觉到后脖梗一阵凉意泛开，让他不得不拉着顾青青加快了脚步，将顾青青拉到10多米开外的秋千架，木子才松手坐。他示意顾青青，随即木子脚一点，秋千就晃了起来，那个表情像是有话要说。男人第一次对异性展现温柔，就让整个港城富二代圈展开了波。向来被称作冰山的他，不仅为了那个女人参加了本不打算去的聚会，还亲自充当起了专职司机，这可是他身边出现的第一个被优待的异性啊。然而女人却满不在乎的表示，我目前没打算和他有什么关系。谁能想到，正当他在秋千上轻摇时，那个表面绅士内敛的男人正在处置那个胆敢偷拍他的人。我觉得你就像红玫瑰。木子停下秋千，侧头认真地看着顾青青，尤其是酒红色的玫瑰，那种丝绸般高贵的质感，以及骨子里带着的优雅，都很像你。所以啊，看在我这么夸你的份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和韩里哥到底是什么关系啊？顾青青刚摇起来的秋千猛地一停，随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摇晃起来。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你可是韩里哥身边出现的第一个被他优待的异性呀。木子探究地观察着顾青青的反应。第一个，顾青青不禁挑眉，以思涵里那张脸，他原以为他的桃花应该不会少才对，很惊讶是吧？我也很惊讶呢。木子说这话时，视线紧紧粘在顾青青身上。青青，你到底是怎么拿下韩里哥的？在木子的认知中，思涵里性子冷慢热也就算了，还不近人情。他们这群人都是靠着家中长辈的面子才能在思涵里面前露脸，然后使出
出浑身解数讨好他，才勉强成为了他身边的朋友。而根据从齐彦修那里打听到的消息，顾青青和思涵里才见过1次面，今天不过是第2次见面，他就参加了本不打算参加的聚会，甚至还给他当起了司机。哪怕顾青青很美，但单凭美貌还不足以让思涵里如此。要知道他身边不是没有比顾青青长得更惊艳的人。拿下他！顾青青不解地侧头看向不远处的思涵里，男人棱角分明的侧脸帅得天妒人怨，似乎察觉到他的视线，他便侧眸朝他看了过来，目光交错。顾青青毫不避讳，反而对他挑眉坏坏地笑了笑。他话却是对木子说的：“我为什么要拿下他？就不能是他想拿下我吗？”结合齐彦修他们的反应，顾青青不至于迟钝到看不出思涵里对自己有想法。我目前没打算和你们涵里哥有什么关系，不用多想了。见顾青青眸光冷静的过分，木子当即有些着急。你可以有的，我问你只是单纯好奇，没有其他的意思。我自己有喜欢的人，就是齐彦辰，你知道吗？就是刚刚打断我们说话的那个。他生怕顾青青误会自己是对思涵里有意思，从而坏了思涵里的好事，连忙把自己有喜欢的人这件事和盘托出。想到顾青青的梨窝，木子又兴奋起来。之前问你的问题还没告诉我，你有没有兄弟啊？我只有几个堂哥。顾青青摇摇头，那他们有梨窝吗？木子追问。如果顾青青的堂哥有梨窝，他就考虑不喜欢齐彦辰了。谁让他老是冷着自己？想到这，木子的表情有些失落。没有。顾青青摇摇头，不过他们长得很帅，尤其是顾行玉，中法混血，颜值高的跟狐狸精似的。有多帅？比韩里哥还帅吗？听到这话，木子秋千也不当了，直接停下来，期待地看着顾青青。顾青青想了想，也不算，他们是不同类型的帅。说罢拿出手机，大方地邀请，要看吗？看。有帅哥不看，除非脑子有问题。木子立刻抛弃自己的秋千，和顾青青挤在一架秋千上。当看到顾青青翻出来的相片，木子的惊叹一声高过一声，引得齐彦修他们频频侧目。天啊，你哥怎么能这么帅啊？就是穿的有点多。这张啊，青青你也太会拍了，这张简直帅得我一脸喜。这白衬一下饱满膨胀的胸肌，我要死了。还有这个若隐若现的人鱼线，天哪，中法混血能帅到这种程度吗？能看到这样一张伟大的脸，真是我应得的。齐彦修站起来掏了掏耳朵，顾青青到底和木子在看什么？说的东西越来越不堪入耳。你知，齐彦修旁边的人接了一句。齐彦修朝着顾青青他们的方向走了2步，这才注意到身边还跟了一人，回头一看，对上司韩里那双幽深的黑头，当即觉得头皮发麻，尬笑着问：韩里哥也好奇了？思涵里轻轻了一声，抬脚继续朝着顾青青两人靠近，又是腹肌又是人鱼线的，这些东西他又不是没有，只是穿的衣服宽松，看得不太明显而已。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顾青青不对他的身材感兴趣，却在那研究别人的，难道是自己穿的太严实？看不出来。这样想过，思涵里垂眸看了一眼自己还算宽松的运动套装，思忖着下次要不要约顾青青去海边游泳，让他也看看自己的腹肌和人鱼线，或许上次玩骰子他就该故意输的。这样思索着，不知不觉两人已经走到了顾青青他们面前。完了，韩里哥、彦修哥。这一刻，木子巴不得就地给自己埋了，跟只鹌鹑似的，恨不得将脑袋埋进肚子里。齐彦修有些想笑，但也不忍他如此担惊受怕，便率先开口：“你们在看什么呢？”木子正准备如实回答，顾青青已经淡定地回了句：“没什么。”然后就这样当着两人的面退出相册，将手机收起来。木子震惊的不行，他发誓，从现在起顾青青就是他的偶像，他唯一的神。到底是谁给他的胆子，让他当着思涵里的面说谎，还面不改色？木子默默地缩到顾青青身后。韩里哥对顾青青这么特殊，应该不至于当着他的面欺负自己吧？不得不说，木子觉得这次真的找到了一个无比可靠的靠山。就在他躲到顾青青身后时，思涵里居然真的从他身上收回了视线。齐彦辰找你。这话一出，木子如同得到特赦令，忙不迭的起身就小跑着离开。我去找他。话音还未完全落下，人已经跑远了。顾青青扯了扯嘴角，斜靠着秋千，抬眸盯着思涵里：“你把木子吓走了？谁陪我坐秋千呀？”“韩里哥陪你。”齐彦修顺势开口。韩里哥喜欢坐秋千。他一脸笑容的看着两人：“那你们玩吧，我去看看菜准备的怎么样了。”为了保证菜的色香味，厨师他们都是等人到齐了才开始下锅的，而且压根用不上齐彦修去盯着。他这样说只是给两人单独相处的空间罢了。随着齐彦修的走开，思涵里也重新站直了身体，也不急，只是静静地站在旁边。偶尔他的视线会落在顾青青身上，但见他盯着眼前的风景走神，也没有打扰。雨后的空气里，不同的花香借着微风依次扑来。顾青青的眼神逐渐没了焦距，用发呆的方式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直到齐彦修他们喊吃饭，顾青青才意犹未尽的和思涵里一同走了过去。青青，木子朝他招手，刚出锅的海鲜，快来啊！顾青青走到他身边坐下，木子将已经处理好的海鲜摆在顾青青面前，喜欢吃什么告诉我，我帮你拿。这时齐彦修将刚烤好的肉串递给思涵里，刚出炉的。思涵里接过来，却没有吃，而是拿着走到顾青青的身边坐下。有什么忌口吗？也不算忌口，就是不太能接受肉腥味，所以能先来一串我尝尝吗？顾青青爱吃肉，但肉腥味接受不了，家里做的菜去腥做得很到位，外面就很容易踩雷，所以一般顾青青不吃外面的肉食。不过思涵里手里的这一把肉色泽实在诱人，鼻息间还徘徊着夹杂着炭火的肉香，顾青青馋得不得了，见他眼睛都快掉在自己手里的肉串上。思涵里无声地笑着，3种肉串各取下来一串递给他，见他就要往嘴里送，思涵里制止道：“小心烫。”好。顾青青点点头，却依旧迫不及待地吹了一小会就将肉咬了下来。入口的那一刻，顾青青已经准备好吃到肉腥味就立刻喝水强咽了。然而焦黄的肉里咬下去之后，不但没有肉腥味，反而是充满肉香的肉汁灼热的在口腔里爆开，外焦里嫩到一口爆汁，简直香的不要太过分。呼呼呼呼，顾青青被汁水烫得直呼气，直接将肉在嘴里又炒了一遍，还是思涵里给他递了水才缓过来。他竖着大拇指，眼睛瞪得发亮，好吃，好吃就再拿一些。思涵里又一样给顾青青放了3串，先吃着，刚出炉的才好吃。他倒是想将手里这些都给顾青青，但怕他吃得慢放冷
冷了。顾青青嘴巴忙得压根没时间说话，加上厨师包的海鲜也好了，便更忙了。一顿饭吃下来，顾青青几乎没怎么说话，只是一味的吃。齐彦修好几次看着顾青青面前木桶里的竹签欲言又止，又怕说出来顾青青不好意思，便悄悄问思涵里：“他这么吃真的没问题吗？他吃了差不多20串肉串了吧？那肉串上的肉都有半个大拇指大小，还穿了10多个，还有那么多海鲜，顾青青的肚子真撑不出问题来吗？”终于，在几人震惊和担忧的视线里，顾青青优雅地开始擦拭手上的油渍，收拾干净后，顾青青抬眸便对上齐彦修震惊的目光，他挑眉问道：“怎么了？你是我见过最能吃的女孩子。”木子连忙附和：“这肉串最多10串我就塞不进去了。”青青，你真的好能吃啊！这话没有半点贬义，因为木子的眼睛里除了惊叹之外还有崇拜，仿佛能吃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顾青青扶额解释道：“我中午没吃东西，而且今天的晚餐真的很合我胃口。来港城的这几天，我都没怎么找到好吃的店呢。”说完，顾青青可怜兮兮的眨眨眼：“你们不会没吃饱吧？”夜幕中，排成一列的车进入港城城区，然后逐渐散开，直到最后，只有思涵里开的这辆越野在路上行驶。副驾驶上，顾青青偏着脑袋乖巧的睡着，偶尔因为睡姿不舒服，还会嘀咕着调整姿势。披散的头发遮住她的脸，却没挡住思涵里的视线。她将车速一降再降，却还是希望这条路能长一点，再长一点。思涵里，顾青青困倦地睁开眼，开快点，我要回去睡觉啊！实在不行我来。被他声音里毫不掩饰的嫌弃逗笑，思涵里立刻提速往酒店赶。10分钟后，车子停下，让人给你弄了杯山楂汁。思涵里走到顾青青身边，接过门口等着的人递来的手提袋交给他，不过喝半杯就行，喝太多怕你的胃不舒服。好的，司大少爷。顾青青拎着手提袋点着脑袋，我先上去了，你到家给我发个消息报平安啊，拜拜。说完，他挥挥手就毫不犹豫地进了酒店，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在视线中，思涵里才转身上车离开。几日后，港城某处昏暗阴森的地下室里传来一阵阵嘶哑无力的哀求声，地下室入口的铁门从外被人推开，已经在此候着的人将早就准备好的手套双手递给来人。涵里哥，幕后指使的人没问出来，但是他们拍到的东西都处理干净了。拍到了多少？思涵里半垂的眼尾泛着淡淡的红，额头的碎发挡住了他眼底的冷意，开口时淡漠的声音依旧让人神经绷紧。陈潇将手机递过去，都是顾小姐日常出行的一些相片，那位小姐住的酒店还算安全，所以这些人还没来得及渗透进去。思涵里将手机拿过来，一张张的翻过去，看到相片里顾青青吃到好吃食物时舒展的眉眼，唇角微不可见的扬起，但想到这些相片是被这些人用肮脏的手段得到的，他眉眼中的暖意就逐渐被戾气覆盖。他耐着性子将相片一张张删除干净，确定不会再有任何后患，才问陈潇：“幕后指使问清楚了吗？”陈潇回答：“是赵家孙子辈的老大赵讷叶。那天顾小姐去酒吧玩，赵讷叶恰好在。赵讷叶这人好色至极，顾小姐的颜值摆在那里，他盯上顾小姐很正常，和青青的颜值没关系。”思涵里抬脚朝着走廊尽头的房间走去，神色阴沉如冰。他找人跟踪偷拍青青，纯属是因为他是个烂人。走到房间，将泡在水里的几人亲自又审了一遍，确定没有其他遗漏的信息后，思涵里才将手套摘下来扔在地上。随着一声极轻的碰撞声，手套上一滴血珠滑落，没有管身后惨烈的嘶吼。思涵里转身离开，将他们做的事和证据一起送过去。法治社会自然要依法办事，剩下的事交给上面就行。对了，抽个时间让赵家老头子来见我，他管不住的人，我帮他管。全国14亿人都被小说里的豪门千金骗了，本以为他们不是做精就是软蛋，而这个顾家千金却能干脆利落地甩掉出轨的男友。可当一个自称沈家小姐的女人闯进他酒店房间，肆意破坏价值连城的收藏时，他却不慌不忙录下视频保存证据。此刻那个女人还不知道等待她的将会是什么下场。青青，你确定要和那个男人打交道？还有姬艳玲呢？你真的放下他了吗？哥，我是分手了又不是丧夫，难不成我还得为他守寡啊？姬艳玲既然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为什么还要为失去他而难过？甚至为了他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我所受到的教育可没有让我对一个出轨的渣男念念不忘。所以顾青青强调道，我真的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如果非要和季艳玲扯上关系，那就是我不想给她纠缠恶心我的机会。这样说，您能明白吗？顾青青和季艳玲在一起的时候，的确对她付出了全部的感情和信任。可自从她下定决心要分开，那些坦坦荡荡给出去的感情，自然能干脆利落的收回来。优柔寡断从来不是她做事的风格。挂掉电话后，顾青青提着刚从糖水铺打包的小吃回酒店，刚到房间门口，便看到自己房间的门大开着，门口还围着几个陌生人，有男有女，她一个都不认识。快点，将里面打扫干净，我朋友马上就要到了。一道骄纵的女声从房间传出来，听在顾青青耳朵里刺耳的紧，但她并没有立刻过去，而是给顾行玉打了个电话。在对方接通后，她才压低声音：“哥，看手机消息。”顾行玉立刻打开微信，入目就是置顶的顾青青发来的消息：“有人闯进了我住的酒店，让你的人尽快过来。”对方人多势众，顾青青可没蠢到独自一人过去和他们对峙。顾青青挂断电话便要离开，就在这时，从房间内出来的服务员却一眼就看到了她。顾小姐，你回来了。这话一出，屋内屋外的人视线瞬间集中在刚抬脚准备离开的顾青青身上。这一刻，顾青青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加快了脚步。守在门外的几人迅速跑过来将她拦住，眼神凶狠。跑什么？这时，房间内一个全身上下都是奢侈品的女人缓缓走了出来，视线落在被她的人围住的顾青青脸上，眼底嫉妒一闪而过。大陆人。顾青青看她，淡然的回：“是，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只是这个房间本小姐要用，你得带着你的这些垃圾滚出去。”沈晶晶抬手欣赏着自己漂亮的美甲，慢吞吞的继续说：“垃圾。”顾青青沈笑一声，看着对方脖子上那串挂着极品粉钻的项链，鄙夷的笑了。那这位女士将你口中的垃圾挂在你脖子上是什么意思？
沈金兵脸上趾高气扬的笑僵了一下，想到什么，他又不屑的笑了笑。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听不懂人话没关系，我可以给你解释。顾青青慢条斯理的将手中的糖水放在身侧的垃圾桶上，一边不疾不徐的说道：你脖子上的那颗钻石名为王后之星，于1年前在 F 国一场名流拍卖会上以1亿5千万的价格拍出，而拍走它的是一名来自华国的商人，对方姓顾。说完，顾青青就静静地盯着对方的眼睛。这一刻，哪怕不知道对方这话的真假，沈金兵在听到这条项链的价格时，心底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不是谨慎或是害怕，而是贪婪。1.5个小目标的项链，难怪第一眼他就喜欢上了。他抬手抚摸着上面粉红色的钻石，脑海中思绪回转，很快就做了决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这条项链本来就是我的。沈金兵面不改色的朝将顾青青围住的几人下令，将这位和他的这些垃圾装一起扔出去。得到命令，围着顾青青的这一行人就想动手。感受到他们黏腻的手朝自己靠近，顾青青恶心的蹙起了眉头，但也只是恶心罢了。他抹撒着袖中藏着的短刀，思索着如何自保的同时拖延时间。然而还不等他动手，在他们身后的电梯门却叮的一声打开了。这些人抓向顾青青的动作立刻停了下来。下一刻，一个穿着白色西装的女人带着10多个保镖快步走了出来。顾青青回头看了一眼，立刻就认出了对方，沈星月，顾家在港城分公司的负责人，也是顾行玉在港城的代言人。顾行玉在得知顾青青来港城时，就将她的相片和资料都发给了他。不过顾青青没想到，他和沈星月的第一次见面居然是在这种时刻。星月姐，顾青青连忙伸手朝对方挥了挥，我在这呢。顾青青看到和相片里一样漂亮的过分的女孩子时，沈星月再次被惊艳到了。他快步跑到顾青青身边，二话不说就将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确定没看到她受伤，这才放下心来。放心吧，我没受伤，就差一点。还没来得及打起来，顾青青安抚地扯扯她的衣袖。话落，她俏皮地眨眨眼。沈星月看着眼前机灵灵动的女孩子，心里软得一塌糊涂。原来这就是顾行玉口中那个被他们全家人宠着的妹妹，真是一枚香香软软的小蛋糕，一眼他就喜欢上了。他揉了揉顾青青的脑袋，别跑，有我在。顾青青点点头，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他刚才差点以为自己要血洒港城了。沈星月，你怎么会在这里？沈金兵从沈星月出现起，视线就一直落在他身上。当看到沈星月出现的第一瞬间，失去关心这个大陆人时，心猛往下坠。他捏着袖口质问：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居然是你！沈星月压根没想到顾青青遇到的危险和沈金兵有关，此刻也是听到他的声音才注意到他这个人。是我又如何？你不过就是被沈家抛弃的女儿，你不要以为你来就能改变什么。沈金兵环抱着双手，鄙夷地盯着沈星月。沈星月，我告诉你，不管是你还是这个大陆人，只要我一句话，你们都得灰溜溜的滚蛋。从前你在沈家如此，现在他在这里也是如此。说实话，沈星月和沈金兵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了，但是无论时隔多久，自己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还是会蠢得让自己眼前一黑又一黑。他走到沈金兵面前，在对方惊愕的视线中抬手，然后狠狠地落下的一声，沈金兵的脸歪向一侧，很快一道道指印就出现在了他的脸上。沈星月甩了甩因为用力过猛而发麻的手，这一巴掌是先收的利息。沈金兵，不是谁你都能得罪的，等着沈家为你做的蠢事付出代价吧。啊！反应过来自己刚才居然挨了沈星月一巴掌的沈金兵忽然大叫起来：你怎么敢打我？谁特么给你的胆子对我动手？我要弄死你！沈星月这次没有像过去那样避让，他可以受委屈，但顾青青不可以。他抬着下巴，轻蔑地看着被保镖拦住的沈金兵：我等着呢，星月姐，可能要麻烦你往旁边走2步。顾青青的声音突然打断两人的争执。沈星月回头，才看到他举着手机，好像在录什么。同样看到他动作的沈金兵下意识就抬手捂住了自己脖子上的项链。顾青青朝他无害的笑笑：这位女士不必捂，我已经录下来了，而且你们每一个人的脸我都录下来了。说完，顾青青低头将视频发给顾行玉，免得有人对他的手机下手而失去证据，同时又轻飘飘地继续道：我房间里值钱的东西可不止你脖子上那条1亿5千万的王后之星，同等价值的东西比比皆是，若是少一个或是损坏一个，你够得赔哦。刚才人手不足，顾青青能有多怂就有多怂，但现在他直接越过沈金兵走进自己的房间，尽管有所准备，但看到自己的东西乱七八糟的撒了一地，甚至还有玉镯的碎片，顾青青心疼的心脏都抽了抽，这可是正阳绿玻璃种翡翠啊！他继续拿出手机录视频，期间唇角一直抿着，直到确认损坏的只有这只手镯，顾青青紧绷的唇角才微微放松了些许。他看向被沈星月带来的人拦在门口的沈金兵：你完了。顾青青，损坏的东西多吗？沈星月脸色同样不好看，他从来没想到沈金兵能蠢到这个地步。顾青青叹了一口气：挺多的，有几个亿吧。什么？沈星月惊讶出声。沈金兵愣了一下，也跟着吼了起来：你在胡说什么？你一个大陆人怎么可能随身携带那么多贵重的东西？话虽这样说，但沈金兵心底却是无比不安的，毕竟他脖子上这条项链就值1亿5千万，哪怕他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可惜这次顾青青连眼神都没给他，而是转身坐在了屋内的沙发上，等警察到了，你再和我吼吧。什么意思？你报警了？沈金兵听到这话就想闯进房间，但被沈星月拦了下来。沈星月，你放开我！他用力地挣扎着，然而沈星月却没松手，而是冷眼警告道：你最好别再犯蠢。沈金兵摸着自己火辣辣胀痛的脸，在港城不是谁找警察都有用的，姓顾的，就算你是条龙也得给我盘着。沈星月带来的人比他的人多，但这不代表他沈金兵怕了他们。顾青青瞥他一眼，神色淡淡的回了一个字，一拳打在棉花上。沈金兵别提有多憋屈了，他还想再说什么，却看到顾青青接着电话走到了一边，压根没给他开口的机会。喂，听到他还算正常的声音，电话那边的思涵里悬着的心猛地落下。警局的人已经过去了，我也马上就到，不用担心。电话里传来的声音虽然克制着呼吸，但字里行间不稳的气息还是被顾青青敏锐地捕捉到。他躺在阳台的摇椅上，心里堵着的那口气似乎散了不少，于是便和思涵里开起了玩笑。这么关心我啊？
顾青青不在乎思涵里怎么知道自己这里出事的，只知道在得到这个消息后，他马不停蹄地赶过来了。这份情他得成。见他还有心情和自己开玩笑，思涵里就知道顾青青现在是安全的。刚才接到他的人打来的电话说有人替顾青青报警时，心跳都漏了半拍，然后冷静下来，立刻就朝着酒店赶去。好在顾青青的电话打通了，好在他没事，他心中庆幸着，我可就你这么一个贵客，不关心你关心谁？就我一个。顾青青重复着。电话那边的思涵里沉默片刻，然后坚定地回道：是，就你一个。那以后呢？他又问。顾青青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他是一个从不预设以后的人，但是这一刻就是不由自主地问了出来。思涵里停在酒店门口，仰头看着眼前的大楼，一步一步无比坚定地往前走的同时，给了顾青青答案：有你，才有设想以后的必要。顾青青，我到了。那么，顾青青轻笑着邀请，同时踱步到阳台，俯瞰着海边喧嚣的浪潮，顿了顿，轻声唤着电话那边的人：我等你啊。思涵里，沈星月，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帮他？门口，沈金兵不耐烦地怒吼着，见沈星月不为所动，只好又压低声音：把事情闹大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而且你这么帮着一个外人，不怕我告诉爸爸吗？听到这话，沈星月冷漠的眼神有一瞬的波动，但也只是一瞬，他保持着平静。现在事情要如何不由我说了算，所以呢，沈金兵要被沈星月这不咸不淡的样子逼疯了。他最讨厌的就是沈星月这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死样子。他深吸一口气，由谁说了算？那个大陆人吗？沈星月逆他一眼没接话，又是一拳打在棉花上。沈金兵觉得自己要被憋死。他拿出手机威胁沈星月：我现在就给爸爸打电话。这是沈星月过去最害怕的威胁，但现在他看着沈金兵拨打电话的动作，内心毫无波动。喂，爸爸。沈金兵打通电话，立刻委屈巴巴地控诉着：姐姐和一个大陆人欺负我。电话那边的审犯人沉着脸：那个混账，让他接电话。没有一句询问，只因为沈金兵告状，所以审犯人便认定事情是沈星月的错。听到这，沈金兵得意地朝沈星月笑笑：爸爸让你接电话。他点开扩音，就将手机递了过去。沈星月垂眸看着面前的手机，心里酸酸胀胀的难受。哪怕早就知道自己是被放弃的那个，但一次又一次被伤害的时候，还是会难过。他手指动了动，犹豫着要不要抬手的时候，一只银白的手却伸过来将手机拿走。喂，你哪位啊？听到陌生的声音，审犯人拧着眉不耐烦的命令，让沈星月接电话。不让。顾青青干脆利落的拒绝。房间的门开着，顾青青虽然没在外面，但也将沈金兵威胁沈星月的话听了个大概。让他没想到的是，沈星月居然和这女人是姐妹。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沈星月这样优秀的人在沈家居然不受宠。你算什么东西？审犯人吼了一句，显然没把声音听起来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放在眼里。不过，若问顾青青算什么东西呢？他思索了一下，狡黠的笑了起来。我吗？接下来应该算是你沈家的债主了。住过总统套房的人都知道，床上摆满首饰和名牌包那可是家常便饭。不过谁敢像那位三流富二代一样啊，随手就顺走了一个价值半小目标的钻石项链。虽然他是个顶着个富二代的身份仗势欺人的惯犯，但他绝对没料到这次惹到的人看起来平平无奇，其实是能让港城最冷血男人都乖乖顺从的狠角色。顾青青根本不给审犯人多讲一句话的机会，直接电话挂了，然后把手机丢给沈金兵。眼瞧他手忙脚乱的接手机，顾青青挑挑眉，笑得又嚣张又有点邪气。就在电梯门一打开那一刻，思涵里看见他心口像被重重撞了一下，眼睛死死盯住那个身影，脑子一下子什么都没想，全是本能的往他那里走过去。思涵里，顾青青一下子笑软了几分，乖巧又霸气的招手让他过来，像一个主人在叫自己走丢的猎犬，温柔里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思涵里嘴角扬起了点诡异的笑，但脚步也没停下来。相较于顾青青见到思涵里的开心，旁边一行人脸可都变了。思总，沈星月看着思涵里神色有点复杂，之前他还只是猜猜究竟谁帮顾青青摆平那些跟踪者，现在见到思涵里也现身，就一下子有了答案。但思涵里素来冷漠，他为顾青青出手图什么呢？沈总，思涵里随意点了点头，视线马上又看向顾青青，一贯冷冽的眸子里这时候显出浅浅的温柔。这是你自己想怎么处理？顾青青不假思索拉他到身边，赔钱道歉都要，不过你别出手，我自己来的了，要让你出手那事情就太没意思。思涵里毫不犹豫认同他，顾青青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完全不用思考。思涵里这种陌生的温柔模样，别说沈星月不适应，就连沈金兵也吓得快站不住，腿都软得像泥一样直发软。早知道顾青青和思涵里有关系，他哪敢惹啊？现在可什么都来不及了。顾小姐，沈金兵大气都不敢喘，声音拼命不让，抖得太厉害。他胆战心惊，摘下脖子上的项链递回给顾青青，项链还您，今天的事您能不能别和我计较？这就不计较了。难了。顾青青撇撇嘴，一点情面不留。可能你这个港城人压根不认识我，不过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最记仇了。他两根手指拎着项链，嫌弃的晃了晃，随即又扔回给沈金兵。而且脏了的东西我可不要。这种场面沈金兵估计从没遇见过，他脸先是刷的一下红了，随即一想即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又吓得脸白如纸。审犯人是疼他，可不代表他会为他得罪思涵里，更别说还有个身份成谜的顾青青。他嘴唇抖了好久，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还不到一会儿，警察就到场了。顾青青直接把手机里录的视频递给警局负责人，非法闯入住宅加上巨额财产损失，警官人证物证全在这。警局负责人见到思涵里亲临现场也不敢造次，见他没打算插手，才平静下来，认真查起顾青青手机里的视频，又让手下查了酒店监控，一切都核实了才下令：沈小姐，你和你的人跟我们走一趟吧。沈金兵仗着权势欺负人惯了，今天算是踢到铁板了。他握着手机愣了好久，还是把电话拨给审犯人。警局这边
笔录做完，顾青青就同沈星月一起离开，后续交由沈星月的律师团队处理。顾小姐，星月姐，你跟我哥一样，直接喊我青青就成。沈星月话还没说完就被顾青青打断。顾行玉经常当着他讲沈星月，而且话里话外都是赞赏和认可，顾青青自然也耳濡目染，对沈星月印象很好。好呢，沈星月也不多纠结，笑呵呵地问顾青青：“青青，你后面准备住哪呢？”其实酒店这种地方说安全嘛，也算安全，可只要有点身份和关系的人，总归是可以伸手进去的。所以沈星月其实是希望顾青青能直接搬到顾行玉帮他安排好的住处去。顾青青当然看得出来沈星月的这份关心了，他想了一下才问：“我哥之前说要给我住的房子都弄好了吗？”沈星月点头：“早收拾好了呀。自从收到顾总的消息，我天天催着把房子收拾妥了，这段时间打扫卫生也没断过，你随时都能搬进去。”顾青青听了直接定下来：“那我就搬过去住好了呗。”接着侧过脸看思涵里：“你一会还要忙啥？”只见思涵里也没有什么犹豫，淡淡说：“没事的，陪你吧。”其实他不是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只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陪某人把家安顿好。而沈星月可不一样，他本来就是丢下合作商急忙赶过来，现在看到思涵里亲自陪着顾青青，也算是彻底放下了心。跟两人告别后，就又着急赶去忙自己的事情。他风风火火离开，顾青青看着他背影还感慨：“星月姐好飒的呀。”这时候思涵里突然来一句：“沈星月现在在为荣盛集团做事。”顾青青侧过眸看着他，点头笑说：“我当然知道呀。”他见他不多讲一句，也就没再问，随口一转：“走吧，我带你搬东西去，你亲自动手。”顾青青做作的眨眨眼：“你堂堂司总当我的行李也太大材小用了。”思涵里被他逗得忍不住轻轻用指尖点了点他的眉心：“认真点说话，你这是学的啥鬼样子？不可爱吗？”顾青青得寸进尺，又把头往他面前伸了伸，精致的五官在眼前放得很大，他细致到都能看到他脸上细小的绒毛了。思涵里自诩自制力很强，但这一刻他发现自己在顾青青跟前压根没什么自控能力，赶紧移开目光，滚了滚喉结，好半天才憋出一句低低发哑的：“可爱。”顾青青听了开心的弯起眉眼站直：“我自己都觉得我可爱的呀。”司总，你眼光不错。瞧他蹦蹦跳跳，愉快往前走。思涵里这才明白他又是故意逗我玩了，他也只能无奈又宠溺的摇头笑笑。盛世嘉景是港城最大最豪气的别墅区，顾行玉安排顾青青的房子也就在这个地方。两人照着沈星月发的位置一路找到房子。顾青青注意思涵里视线里掠过一丝的意思，到当即问：“怎么了？要是我说隔壁就是我家，你信不？”思涵里很淡定的说。顾青青直接伸手笑了：“这要巧的呢，以后可得多关照了。新邻居。”他那银白细细的手伸到思涵里眼前，他轻轻碰了一下指尖，很快就收了回去。也请顾小姐多多关照。思涵里虽然住这边时间不多，可以后肯定会不一样了吧？帮他把行李都搬进屋子后，思涵里就径直进了隔壁。顾青青站在2楼落地窗前看着倒影，嘴角微微上翘，眼底明明灭灭，笑容让人很难看懂。转过头去沈金兵这边，他之前自以为能镇定，等见到沈犯人真彻底绷不住了，他怎么都没想到沈犯人找了不少关系，警局却还是没答应放人。偏偏律师了解详细的经过之后，唯一的办法就是看顾青青愿不愿意私了，前提还得是他肯答应。沈家律师想见顾青青约了好几次，他都不肯见，直到过了3天，顾青青接到自家律师的电话：“顾小姐，沈总想见您。”这回顾青青还在打得酣畅淋漓的5v5游戏，头也没抬直接道：“让他等着，我打完游戏就过来。” Quadrikill 背景音里一阵欢呼，吴律看着对面几个人脸色僵硬淡定挂断电话，还很有礼貌的微笑：“各位再等下吧，顾小姐在忙。”沈犯人那嘴角扯出了一丝皮笑肉不笑，还真挺忙的。顾青青随口吐槽：“我这队友太抽象了吧？”屏幕里英文刷出来，他1打4能切4个，结果队友4打1全死光，简直离了个大谱。顾青青憋着气把游戏打完，才慢吞吞出门坐上沈星月安排的车。等他到了地方，屋里那一群人早已等得急不可耐，都快要翻桌子了。沈犯人虽然心里有气，还是忍住了。等顾青青进了包间，他总算彻底明白思涵里为什么要插手顾青青这个大陆女人的事。沈犯人端端坐在椅子上，眼神浑浊，一脸鄙夷的模样，根本没等顾青青落座就冷冷开口：“说吧，要多少钱才肯放过我女儿？”思涵里不在场，他觉得根本没必要给顾青青任何脸面。顾青青脚步没停，大大方方的径直走到中间主位坐下来，慢悠悠的倒了杯茶，喝完才抬起眼：“10个亿。”沈犯人听了根本没当回事，还当他说笑：“顾小姐，你口气真够大的呢。”顾青青用手抱着胳膊不屑的靠后：“那是您老沈总屁放的太响了，10个亿你掏不出来，还在我跟前装什么阔佬，吹什么牛皮呢？”律师把相片递过来，他顺手甩到沈犯人面前：“清楚你闺女偷的项链价值多少吗？知道她摔碎的玉镯多少钱吗？我丢失的那些首饰你了解过吗？”他眯起眼睛勾起嘴角：“这10个亿，我还是看在你是星月姐生理学父亲的份上给你砍了一半价。”沈犯人早看过这些相片，可以前根本没在意，线下一番鉴定书，脸色就彻底拉下来，越看心里越难受，干脆一把捏皱了一摞报告。想到沈金兵之前的那几句解释，他把心头火气压住，却还是强词夺理：“你丢的珠宝哪会这么多呢？阿斌只是拿了一条项链，坏的也就一个玉镯。”顾青青眨了下眼睛，慢条斯理：“我的东西，我说丢了多少就丢了多少，我的那些都机场有入境备案，现在少了可不就是沈小姐非法闯入搞的呀？除非她能拿出证据证明她没动过我这些东西，否则我只能怪她了。”他摊手一摊话都懒得多说。当然了，只要沈小姐有证据自证清白，我认栽就是了。怎么证明沈金兵闯了顾青青房间的事实全是真的？翻箱倒柜动手拿东西的事也没跑，因此他没动手谁信啊？沈犯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讨厌沈金兵的愚蠢，10个亿他就算掏得出来，也不可能砸在沈金兵身上。他闭了闭眼，换上讨好的假笑：“那顾小姐不如说说，您觉得这事要怎么处理？”顾青青故作思索地看着沈犯人，忽然一提：“沈星月是不是你女儿呀？”沈犯人身子一僵，这是怎么又扯到那个孽种了？心里一下冒出不祥的预感，还撑着脸答：“是，她确实是。听说你跟她关系还挺好的。”沈家压根不知道沈星月帮顾青青到底什么目的，顾青青也不会多解释，只微微一笑：“是啊，我很喜欢星月姐，
沈范人一下松了口气，既然大家是一家人呢，要不顾小姐你看在新月的份上，这事就算了，放过阿斌吧。顾青青爽快答应，行啊。吴律师都愣了一下，结果下一秒顾青青脸上的笑比刚才还灿烂。他轻轻敲了敲桌子，看在新月姐的面子，只要你把她母亲留给她的股份全给她，那就再打个5折，我这诉讼也撤了，你的宝贝女儿我也不追究，怎么样？沈范人下意识就拒绝了，绝对不可能。沈新月母亲留的股份占了沈氏总股份10%，如果给了新月，就等于把沈家大权交出去，他哪里肯干？顾青青眯起眼冷冷的看他，身体前倾，笑意在他脸上却冷得让人心里发毛。老沈总，你可能没明白，我不是跟你聊条件，是来通知你的。他的话越来越低，你答应按我开出的条件，就和平解决；不答应，沈金兵就直接坐牢去。他又扯了下嘴角，当然了，我知道沈金兵这个筹码还不够硬，要是你也觉得还不够的话，那把你们沈家跟荣盛集团所有合作一起搭进来，这个筹码够不够？外人眼中温柔无害的这个女人，突然变身伤人不留情的债主，轻描淡写的一语便让一个豪门陷入绝境，就连权势滔天的荣盛也要听候她的调遣，并且沈家最叛逆的女人，也不过是女人手下的一枚棋子。顾青青的话就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到沈范人脑袋上，把他砸得头晕眼花，半晌才缓过神。他颤抖着问：“你这话到底啥意思？”老沈总眯着新月姐跟你沈家合作的时候，可没想到会落得如今这般田地吧？顾青青嘴角挂着冷笑，眼神淡漠而讥讽。现在你沈家大半的项目都是荣盛掏钱投，你有没有想过，一旦荣盛撤资，你沈家现在砸进去的资源就全打水漂了？不，老沈总，你肯定是想过了，只不过你不信新月姐会背叛沈家而已。沈家毕竟是他母亲的心血啊，也许你也把新月姐看得太简单了，觉得她不过是给荣盛打工而已，能代表得了荣盛吗？她再有能耐又能搅起什么风浪呢？顾青青顿了顿，带着几分玩味的赞赏。其实你猜的也不算全错，新月姐的确不会动她母亲的心血。话锋一转，顾青青冷笑扬唇，眼睛里射出几分狂狷决绝。可我不一样啊，沈家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大不了你沈家倒了，我荣盛再扶一个沈家，反正沈新月也是姓沈。说完，他不动声色地喝了口茶，仿佛这一切只是日常的琐事。沈范人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你到底是谁？”他感到眼前这个女人的话不是随意的威胁，她是真的能让荣盛撤资。我早说过了吗？顾青青故作无辜地看他，我是你沈家最大的债主。这句话一出口，沈范人脑袋像遭受了一记重击，天旋地转。你有如这问，你就不怕我沈氏拉你荣盛下水吗？怕啥？顾青青冷笑，声音轻松。荣盛跟你沈家玩不过断根手指而已，你觉得我会在乎？荣盛会介意？听到这话，沈范人仰头大笑，险些从椅子上掉下来。他心里明白，荣盛那些铺马欧亚的大产业，玩他沈家还真最多就是断根手指头的小把戏。可沈家根本不敢跟荣盛硬碰硬，既没资格，也没那个本事。当初他硬逼沈新月和沈家合作，赌的就是荣盛总部远在千里之外，只要没闹大，荣盛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事。结果纷纷扰扰，不但没料中，还没想到会有顾青青这样的人出现，更没想到他还会替沈新月出头。这次他输得一塌糊涂，输得彻彻底底。沈范人撑着桌子勉强站起身，整个人似乎一下子老了10岁，心里清楚，他可以放弃女儿沈金兵，但绝不能放弃沈家。顾小姐，他垂头认输，拿出输家该有的样子。我回去后立刻让新月签股份转让合同，还请您高抬贵手，放过金兵和沈家。顾青青淡淡点头，态度忽然变得柔和起来，不再盛气凌人，反倒像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轻声说：“一码归一码，赔偿我的可不能少。”沈范人几乎憋出一口老血，却只能苦笑着点头。做好白白的手势后，顾青青目送他那僵硬的背影渐行渐远，冷笑道：“老东西，真以为沈新月是你沈家的狗不成？”说罢，他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顾行玉站在落地窗边，声音淡淡无波：“解决了。”顾青青应了声，突然又问：“哥，你对新月姐这么上心，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顾行玉沉默，他回想起第一次在学校见到沈新月的模样，外国人的教室里，他顶着张华国面孔，却毫不胆怯，面对教授的刁难也能侃侃而谈，直到赢得教授刮目相看。尽管她是个坚韧的女生，依旧会被雨淋湿后以强哭得泣不成声，眼泪鼻涕呼成一团，头发贴在头皮上，狼狈异常。后来，顾行玉让人把车上的伞送给他，实习时又特意留他在公司，甚至破格让他做了自己私人的秘书。他一开始其实是想让沈新月留在国外，可他实习结束后，却主动提出去港城分公司任职。那时顾行玉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这女人真是不识好歹。不过也就止步于此，他没有阻拦她。结果他真的走了，还一步步从基层干到了港城分部的总经理，成了能定期给他打电话汇报工作的人。多年以后，第一次接到沈新月打来的电话，他一开口就认出了他的声音：“老板，好久不见。”他简单回了句：“恭喜。”是真心的恭喜，只是顾行玉没说出口的那句“沈新月，好久不见”，一直在心里回荡。哥，等了半晌没等到声音，顾青青又喊了一声，他清了清嗓子，佯装没事地道：“沈新月之前在我的秘书部门干过，也算是天子近臣，应该有的优待的。”顾青青拉长了声音，接着笑了：“好，我懂，你别管我懂什么，反正我懂就是了。”他这个哥哥以前谈过2个恋爱，可从没对谁这么上心过。要知道，以他的身份，一般都是别人猜他的心思，哄着宠着，可他这么细致的为人着想，除了家里人，这是头一回。电话那头被顾行玉直接挂断，只听到一阵忙音，他撇撇嘴：“切，玩不起呗。”嘀咕了这么一句，他正准备离开包间，突然在门口撞上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还没来得及躲开，对方就直接迎了上来，显然是在这等着他。青青，真的是你啊，你竟然在港城，难怪季艳玲一直找不到你。罗勒瑟熟络地牵住他的手：“我也是来港城玩的，不如咱们一起。”不用了，顾青青毫不客气地躲开他的手：“我还有事，先走了。”别走了。罗勒瑟急忙拉住他的手一晃，
就算你和姬艳玲吵架了，我们还是朋友吧。朋友。顾青青咀嚼着这2个字，意味深长地点点头。确实是。那你刚给姬艳玲暴露我地址，也是因为我们是朋友吗？顾青青忽然反问。别看他没说破，他可是看到罗勒瑟刚才手脚麻利的在手机上猛打字，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这消息给谁发的。我吗？罗勒瑟有点惊讶顾青青那么快识破，赶紧解释，我是觉得你和姬艳玲之间可能有误会，想帮你们说开。青青，这不是我说你，圈子里谁能干干净净的？姬艳玲能为你这么多年守身如玉，也挺难得了。再说，她和那林若雨之间根本没什么事儿，你干嘛玩失踪让她担心？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她多担心你？我看着她一圈圈的瘦下来，都有点心疼了。你再怎么闹，也该有个度，真让她伤心过了头部厘米，那可就得不偿失了。罗勒瑟越说越理直气壮，顺带还以为顾青青刚才那几分讨好的神情也是理所当然。顾青青听罢，笑着甩开他的手，你是姬艳玲她妈吗？怎么这么上心替她说话？然后等你残废了，她还得跪你床前给你擦屎端尿，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罗勒瑟脸一下红了，虽没恶意，却被顾青青一句句话戳得不舒服。你以为你说话多好听？顾青青白了他一眼，我好歹说的是人话，你那嘴巴一张就跟放屁一样，臭的呕吧。他阴阳怪气的重复，圈子里谁干干净净？呸，那是你们的圈子，不是我的，你们自己肮脏恶臭，还想拖别人一起臭吗？垃圾就该待垃圾堆里，离我这种高贵的人远点，别来搭建。说完，顾青青抽过一张湿巾擦了擦刚被罗勒瑟碰过的地方，随手扔给了他。再见了，季艳林那没名没分的老妈子。话音落，顾青青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心里冷哼一声，这算什么玩意儿？你，罗勒瑟指着顾青青的背影吐槽，骂骂咧咧却没给他机会反驳，气得够呛的他低头看见手机屏幕上季艳林发来的回复消息，他心里的那口气顿时顺了不少。顾青青不是一直不想见季艳林吗？结果罗勒瑟倒好，满怀恶意的曝光了他的行踪。另一边接到命令盯着顾青青安危的齐彦修，却被顾青青骂得痛快淋漓，他干脆把走廊监控里的声音截成片段发到群里，还顺手甩了一堆竖大拇指的表情包，接着打字说，说实话，我齐彦修这辈子没被谁真服气过，可顾青青这一张嘴，我是真的服了，有理有据，从人身攻击到灵魂攻击，杀伤力大的让人不敢相信。手快点开文件的宁望一脸懵，我代入感太强，简直有种被指着鼻子骂的荒谬感。齐彦修乐得直笑，要是顾青青知道你做的那些缺德事，我保证他骂得更难听。宁望黑着脸，你不吭声没人把你当哑巴，要是万离听话点，他也不至于用这么强硬的手段。明明思涵里已经明面暗地警告过他好几回了，但宁望就是不听话，喜欢的人偏偏就只有万离一人。无论他是宁家的名义养女，还是他名义上的妹妹，那都不重要，只要是他喜欢的，就非得得到，哪怕背负千夫所指。哇塞，一向不爱吵闹的木子突然冒泡，青青那么温柔的姑娘，居然骂人这么狠。那天跟顾青青相处，木子压根没想到她还有这么一面，本以为是那种亲吻温柔的女孩，没想到居然这么厉害，这反差简直让人忍不住动心了。齐彦修读道，温柔2个字笑得直不起腰，你还没见过顾青青更泼辣的那面呢，他那一脚正经男的都觉得疼。齐彦辰却机敏地盯上录音里被提到的人，所以季艳玲到底是谁？齐彦修顿时头皮发麻，赶紧撤回，这简直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齐彦辰虽然不明白，但还是赶紧把消息撤了。恰好点开群聊，看到这一幕的思涵里淡淡道，我看到了，死寂了1秒。齐彦修赶紧打哈哈，韩里哥，我刚盯着呢。顾青青没受委屈，哪里只是没委屈，他看得清楚的很。审犯人那老家伙除了包间脸白的像鬼，走路腿都抖。齐彦修这么多年头一次见到他这副模样，为了帮这个情商低的离谱的齐彦辰解围，木子跟着道，是啊，我觉得青青这个性格根本不会受委屈。思涵里点名木子，说得对，我家青青从来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他跟你可不一样。一句话，木子瞬间懂了啥叫做绝杀。木子呜呜哭着下线，都怪齐彦辰那个混蛋，等着找你算账。思涵里这句话可谓一箭双雕，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宁望忍不住笑了一声，韩里哥何必逗阿紫，他没坏心思，只是在齐彦辰那事上稍微失去自我而已。思涵里慵懒地坐在沙发上，骨节分明的手指敲着屏幕，他的确不像坏心思全打在自己养妹身上，微笑 JPG 干。看到这个消息的宁望简直想抽自己一耳光，闲得没事帮木子说话，现在把自己都卷进去了。群里就5个人，除思涵里外也有4人躺枪。齐彦修抱着自己弱小的肩膀，像只鹌鹑似的躲避风头，可下一刻一道霹雳劈在他头上。思涵里，齐彦修，齐老爷子最近跟我说让你出国去锻炼，我觉得没问题，就答应帮他老人家盯着你。看到这条，他立刻发一个华贵的表情包，接着求饶，别啊，我错了，韩里哥，我再也不敢了，求你饶了我。思涵里说的出国锻炼可不是软绵绵的好日子，而是断了所有银行卡直接扔国外，想想就让齐彦修头皮发麻。他一个土生土长的华国广府人，真是吃不惯外国菜，简直要了他老命。然而齐彦修的消息像石沉大海，根本没等到回应。坐在监控室的人脸色阴沉的像浮肿的铁锈，恨不得立马扇自己几巴掌。他就是手贱，为什么要把顾青青的录音片段发到群里？明知道思涵里把他当眼睛一样护着，结果却让他成为群聊里讨论的焦点，这简直就是自找死路啊！事后，这群人的聊天彻底安静了下来。思涵里点开文件，听着顾青青这么多次提及的那个名字，眼神波诡云谲，令人难以读懂他的喜怒。季艳玲，他轻声重复着，那名字在桌面上敲得断断续续，怎么看都像是有着说不完的故事。堂堂港城阎王竟然因为女人的前男友吃醋吃到发狂，仅仅那个前男友的钱字都让他不爽到极点，更别说思涵里现在竟然连吃这个前任的醋的资格都没有，心里憋屈的不得了。看着屏幕上顾青青安静的聊天框，思涵里叹了口气，像深宫怨妇似的狠狠戳了戳他的头像。正事都忙完了，就不能想起来喊我一声吗？他嘴里嘀咕着，突然弹出消息，你拍了拍顾青青聪明的脑袋，
亲密度+1。思涵里愣住了，想赶紧撤回，却已经晚了。顾青青的消息紧接着来了，有事吗？这下好了，没事也得装出点事来了。顾青青，我想见你。这句话难得如此直接。顾青青光是想象思涵里说这话时那认真劲儿就忍不住笑。他撩人的时候总透着份认真，好像每句话都得负责似的，真是莫名可爱。他看了眼时间，回有多想？思涵里蹙眉思考。门口的陈潇敲门敲了半天，他根本没理会。只见思涵里一脸严肃端坐着，吓得陈潇以为公司遇上大事了。片刻，终于组织好语言的思涵里开口：假如我说的是，假如你对喜欢的女孩子说想见她，她问你有多想，这时该怎么回答才不会油腻或者虚伪啊？陈潇懵了，司总，顾小姐真问你这问题？他以为思涵里忙得正经，没想到在这认真。思涵里沉默，陈潇笑了，没想到啊，司总你也会说想见人。他是思涵里身边唯一敢调侃他的人，平时正经的不行，难得放开了。思涵里拿起桌上的文件朝陈潇撒去，吐不出象牙就滚，哈哈。陈潇灵活的躲开，熟练的接住文件又放回桌上，忍着笑说：这象牙我今天肯定给你吐出来。他盯着思涵里，我觉得顾小姐，我可没说是顾青青。思涵里不想承认，居然问这种没含金量的问题。陈潇淡定道：我也没说是顾青青，姓顾的人多了去了。思涵里沉默，知道自己掩盖不了，干脆破罐子破摔，继续说。陈潇压住笑意，认真分析，按我的经验，顾小姐问这个肯定是在逗你玩，她知道你肯定不好意思回答，就这样。思涵里垂着眼，心里有点失落，原本以为是被顾青青认真的试探心意，没想到只是玩笑。陈潇继续，很可能是，不过司总要真有疑惑，干脆直接问他好了。情人之间最忌讳猜来猜去，有啥问题说开了，不合就算，免得留遗憾。这句话本是随口一说，结果思涵里却记在了心里。沉思着，陈潇什么时候走的都没察觉到。另一边，顾青青当初还没等到消息，心里觉得怪怪的。回到家打开手机才看到思涵里的回复，很想很想，就这么简单4个字。他一边打字一边爬上沙发盘腿坐下。司总想了半天就给我4个字，我吃亏了，吃亏。思涵里走进车库，一边启动车子一边想这话会不会别有深意。没多久他回，那我补偿你。顾青青挑眉，思涵里到底怎么个补偿法？心里虽有猜测但没追问，有时恰当收点线鱼儿更容易上钩。洗了澡，他穿上新买的垂耳兔睡衣，拿着手机下楼，正准备弄点吃的时，电话响了。喂，我在你家门外。电话那头是思涵里低沉沙哑的声音，带着不一样的喘息，莫名的勾人。顾青青小跑下楼，开门就看见他站那儿，显然刚从公司赶过来，金丝边框的眼镜还没摘下，狭长的眼睛边缘泛着淡淡红光，让他本就精致的脸多了几分妖异。可穿着合体的定制西服，笔挺的站姿又硬生生把那股妖气压了下去，反倒多了几分斯文败类的邪气。顾青青抱着手靠在门框上，吊儿郎当的吹了个口哨，毫不掩饰这张脸带给他的惊艳。司总这是刚从公司赶过来的吗？思涵里被他这么直接盯着，喉头忍不住紧绷，下一刻才注意到他满头半干的散发和身上俏皮的淡粉色睡衣，心里才反应过来，他应该是刚洗过澡。于是他走近挡住迎面袭来的风，半开玩笑的晃了晃手里一排袋子，买了些地道的港城小吃，算是补偿。话音落，思涵里特意示意别用那种垂涎欲滴的眼神盯着他，我看他有什么。顾青青凑过去想抢先一睹为快，却被思涵里大手一按，脑袋刚好被解体，先进去。风大，行吧。顾青青心不甘情不愿地让开身子，把门随手一关。家里只有一次性拖鞋，先将就着。说着，他踮脚从上层柜子取下一双拖鞋，拆开包装放在他脚边。看到他没对自己突然登门有啥不满，思涵里眼里笑意多了几分。顾青青自觉地把小吃放到餐桌上，正准备动手摆开，被思涵里一把拦住。我来吧。顾青青了一声没阻止，看他脱下外套，不等他开口，就把撑着脑袋的手伸过去，给我吧。好，有劳。思涵里把西服递给他，才慢条斯理地解开袖扣，卷起衬衣袖口露出小臂。顾青青盯着那若隐若现的肌肉线条，心里明白，他绝对是常健身，要不怎么能这么好看。起身挂好衣服，顾青青穿着拖鞋哒哒哒跑回来坐下。这时候他已经拆开了大半东西，先吃吧。思涵里把还热乎的鸡蛋仔推到他面前，这是港城老字号，甜而不腻，焦香软弹，尝尝，等你弄好我们一起。顾青青摇头，马上就好。见他不动快，思涵里动作加快，虽仔细还是沾了点油渍。顾青青递过桌上消毒湿巾，酒精不过敏吧？思涵里摇头，擦干净手才坐下，开吃吧。稍等。顾青青没急，反倒问喝酒吗？喝酒。思涵里愣住，迟疑地问道：喝什么酒？顾青青神秘一笑，果酒，我从京市带来的。这话一出口，是他第一次提及自己来自哪里。思涵里心里像被撞了一下，这提起家乡，是想向自己敞开心扉吗？他虽有这种猜测，却没多问，只点头，可以，不久。顾青青抱着一坛封好的酒坐到桌旁，那坛子虽小，仅比他小臂高一些，却让他眼睛都亮了。这是我去乡下学阿奶酿的桑葚酒，超级好喝。他得意地看他一眼，你有口福了。话音刚落，酒塞扑通一声响起，浓郁的酒香扑面而来。顾青青用弯勺搅匀，给两人各倒满一杯。这酒，思涵里犹豫，顾青青酒量真这么好吗？见他犹豫，他忙解释，我可没想灌醉你，这酒是真的好喝。以前家里有赵阿姨盯着，他每次只能喝一小杯，这回只有他和思涵里，肯定要喝个痛快。我只是担心你醉了。思涵里酒量不错，倒没怕被他灌晕，别担心，我喝不醉。顾青青信誓旦旦，率先举杯，干！他那声干喊得豪情万丈。思涵里宠溺地和他碰杯，看着他吃吃喝喝，心头那份温暖让他着了迷。差不多1个小时过去了，顾青青手里的第2杯酒也快见底，桌上的小食道还剩大半。看到他的手又蠢蠢欲动地想挪向酒坛子，思涵里无奈地伸手挡住他，
再喝可要醉了。不会的。顾青青顶着红扑扑的脸，眼睛雾蒙蒙却认真极了，一字一句的强调：思涵里，我不会喝醉的。说完，他硬生生攥住他挡在面前的手，用力却没能挪开。他沉默盯着那只手，似乎没弄懂为啥自己这么费力气还挪不开。可是啊，这只手真是好看的让人舍不得松开。说来也怪，可能是他用力的缘故，思涵里手背上的青筋比平时更明显了些。顾青青盯着盯着，突然伸出食指轻轻落在他手背上，随即在他错愕震惊的视线里慢慢描摹起血管的走向。女还指腹柔软又温暖的让人无法相信。思涵里心头一颤，喉间忽然火辣辣发热。顾青青，你是不是喝醉了？他轻声问，本想趁他没注意收回手，谁知他眼疾手快一把抓紧，别动，娇声斥责着道，余光还带着几分不耐烦的瞪他。我摸摸，说的理直气壮。思涵里深吸一口气，看着他紧握自己手的样子，眉头忍不住一皱，这下不用再问了，喝醉是铁板钉钉了，不是说自己酒量很好吗？才2杯，他无奈叹息想抽手，可怎么也抽不出去，明显这喝醉的女人还防着他呢。笨，他嘲笑着撅嘴，把手拉到脸颊旁，低头在他手背蹭了蹭，我喜欢这个。脸上眉眼弯成月牙儿，泛着潮红，密长卷翘的睫毛忽上忽闪透着灵动。思涵里本想着收回手，但看他这般欢喜模样，心头的不忍又多了几分。他轻轻调整呼吸，用另一只手把酒杯推开，心想玩玩他的手总比他赖着继续灌酒强。换只手，顾青青忽然开口命令，他一副提裤子不认人的派头，把刚还玩得嗨的那只手甩开，盯着思涵里眼神坚定道，换只手，刚才那只太疼了，我不喜欢。思涵里只能无奈叹息，把另一只手递过去。顾青青仔细摸了摸，确定这只也合心意，才露出满意笑容。思涵里，这只不烫。话一出口，还硬撑着镇定的思涵里脸瞬间红到耳根，被他摸来摸去的那只手本就害羞发烫，另一只虽然没沾上他掌心的温度，也不算凉快。他吐了口气，看见顾青青低头把玩着他的指节，心里忽然庆幸他没盯着自己看，要不然感受着自己滚烫的脸颊、耳朵甚至呼吸，他根本想象不出自己现在有多丢脸。正当他心生庆幸时，顾青青那缠绵待在他手上的视线却迟迟没移开。思涵里，他严厉开口，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你脸好红哦，你一定喝醉了。说话清晰有力，根本听不出像个醉人的口气。思涵里一巴掌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苦笑不已。顾小青，你到底要不要先看看谁才是真正喝醉的那个？让他看看多好啊！这样的事想都没想就答应。顾青青眼睛一亮，站起身来。思涵里迷茫地看着他，下一秒他大步走到他面前，一把摁着他肩膀往后一推，然后迅速凑近，我看看。女孩身上甜腻的沐浴露香味和那股醇厚的酒香如同龙卷风裹挟而来。思涵里甚至还没反应过来，顾青青的鼻尖离他就只有分离的距离，只要他往前一点点，一点点就能碰到他的鼻尖。他僵硬地绷紧身体，生怕一不小心就酿成不可原谅的错。然而顾青青这个始作俑者却越发大胆，他本就泛着热度的手直接捏住他的耳垂，像是又遇到什么可心的玩具，小心地揉捏起来。思涵里，你有耳垂爱，要命！思涵里胸腔里咚咚咚的跳个不停，几度险些失控。他倒是还知道这是耳垂。顾小青，他咬牙切齿地开口，侧头避开他的呼吸，狼狈地哄着，别玩了。什么？顾青青眨眨眼，为什么不让他玩？手感超好的。他装傻，我听不见。思涵里无语，你听见了？他毫不留情地揭穿。顾青青不满意了，故作凶狠的垂眸盯着他。就在思涵里以为他要生气时，却发现顾青青的视线开始沿着他的鼻尖到唇，然后继续往下挪。你能想象平时高冷矜持的他，却在醉酒后化身成为撩人的小妖精，不仅玩弄他的耳垂，还直勾勾盯着他身体的某处肆意打量，甚至在他慌乱想要逃离之时，还装作听不见继续调戏。而外表痞气十足的他，竟在他的面前变成了腼腆的少年。当时女孩身上甜腻的沐浴露香味混着醇厚的酒香，像龙卷风一样裹挟过来。思涵里还没反应过来，顾青青的鼻尖就贴近了他，那个距离只有0.010厘米，只要他往前一点点，就能碰到他的鼻尖了。他整个人僵住，身体绷得死紧，生怕一不小心就酿成不可挽回的错。然而这个始作俑者却越发的大胆，他本就发烫的手直接捏住他的耳垂，像是遇到什么可心的玩具，又小心又得意的揉捏起来。他眨着眼，笑嘻嘻地说：思涵里，你有耳垂耶，要命！思涵里胸腔里咚咚咚跳个不停，几度险些失控。他抬眸看他那副似醉不醉的样子，心里更乱了。顾青青，他咬牙开口，侧头避开他的呼吸，狼狈地哄着，别玩了好吧。顾青青却一脸无辜，还眨眨眼，什么？为什么不让人家玩？这手感超好的。他偏偏装傻，我听不见。思涵里沉住气，你明明听见了。他毫不留情地揭穿他那点小把戏。顾青青故作不满，凶狠地垂眸盯着他，一下子不吭声了。思涵里还以为他要生气，却忽然发现他的视线沿着他的鼻尖到嘴唇，然后继续往下挪，一点点，一点点，像是要透过他这层衬衫看到点什么。终于，他的眼神锁定在那里不动。顾青青，思涵里被他的眼神吓得一激灵，以生平最快速度起身，站到他对面。你别乱来。他声音发着颤，像极了被人调戏的腼腆少年。顾青青不解，看着他脸上的慌张，试着理解道：你在怕什么？思涵里觉得自己要疯了，他的意识明明还清醒吧，可这行为根本不像清醒的人干得出来。他深吸气让自己冷静，好不容易憋出一句：我没怕。只是这话一出，就更显得欲盖弥彰了。顾青青白了他一眼，义正言辞的控诉：我又不会占你便宜，而且不是你刚刚让人家看的吗？思涵里话到一半，忽然反应过来自己确实提到不看这个字，可那是他理解的那个意思吗？他一脸无奈的解释：你听错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淡淡瞥他一眼，脸上的开心笑瞬间消失，只有那双漂亮的眼睛控诉着他，仿佛在斥责他话不算话。看到他这样，思涵里的心又骤然被拽紧，半晌他只好妥协，走到顾青青面前，弯腰认命开口：摸吧，但是有的地方不能摸，是他的错。他和一个喝醉的人讲什么道理？他开心就好了呗。接近1.9米的他站在顾青青面前，哪怕是低着头，甚至连腰都是弓着的，顾青青却还是没能在两人身后的落地窗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只有
思涵里的。他歪头寻找，终于在落地窗里看见自己脑袋的影子，这才满意勾了勾唇，随后抬手拍拍思涵里肩膀：“我想睡觉了。”睡觉？思涵里当场哽住，当场问出史上最蠢的问题：怎么睡？这话一出，他甚至在顾青青这小机灵鬼的眼睛里看到了惊讶。他微微张嘴，却还是认真给他科普：洗脸、刷牙，闭上眼睛睡啊。思涵里摸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没过多久，他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陪他上楼。眼看他就要进房间，他刚放下心，他却脚下一转，直接进了侧卧。思涵里，他喊他一声，等他追过去，就看见顾青青拿着一把新的牙刷冲他笑着：“给你。”他又从柜里翻出毛巾、浴巾这些，一一塞到他怀里，还有这个。他满意的点点头，才心满意足的离开。思涵里抱着一怀未拆封的东西站在那，一时说不清自己的心情。顾青青哪怕喝醉了，也还惦记着他。他忽然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要栽在顾青青手里了吧。思涵里，外面又传来他娇俏的喊声，他连忙出去，就看到顾青青嘴里含着牙膏在刷牙。他歪歪脑袋，含糊的说道：“晚安。”说话的时候还吹出一个泡泡，莫名诙谐又可爱。思涵里没忍住，当场笑出了声，然后他深深的注视着他。晚安。没过多久，思涵里站在床边，看他裹着被子睡得安稳，抬手把房间灯关掉，然后轻手轻脚离开。他也没回自己家，而是去隔壁客房睡下。两间房门都没关着，毕竟喝醉的人半夜容易呕吐窒息，他不放心他，一夜无事，直到第二天清早，他都睡得很安稳。他把让人送来的粥和解酒汤放在桌上最显眼的位置，又留了个留言，这才匆匆去公司了。正午，顾青青被渴醒了，他耷拉着眼，下楼去厨房接了杯水出来，这才注意到桌上的2个保温桶。他蹙眉一想，哪来的？把水杯往桌上一放，他绕着保温桶看了2眼，确定不是个炸弹，才慢慢把盖子拧开，一打开，米香就涌了出来。他咽了下口水，肚子立马就开始抗议，可他并没立刻动筷子，反而朝四周瞄了瞄。他记得昨晚他和思涵里一起吃饭来着，然后随着他努力回想，昨晚的画面就开始断断续续往脑子里涌。他这个人有个毛病，不管喝多醉，第二天只要认真回忆一会儿，甚至都不用刻意回忆，只要路过他喝醉后犯罪的地方，脑子就会自动给他过一遍。于是当他清清楚楚意识到自己昨晚怎么占了思涵里的便宜，整个人就僵在原地，那双眼睛瞪得圆溜溜的，全是震惊。那是我吗？那个占人便宜还理直气壮的，真是我吗？天哪！他猛地捂脸，整个人往沙发上一仰，任由身体在软垫上弹了2下，无声的呐喊。毁灭吧！他缠思涵里这件事，竟缠到潜意识都替他动手的地步了吗？这以后还怎么见人？要不装作什么都不记得，可他会信吗？这一刻，他恨不得就地挖坑把自己埋了，偏偏现实不肯给他台阶下。门铃叮的一声响了，他生无可恋的从沙发上挪起来，飘过去开门。几秒后，他看见门外站着的人是思涵里，脑子一时没过弯，手就把门合上。反应过来自己干了什么，他在门后沉默了半拍。这欲盖弥彰，大概就是这么个下场吧。隔着一道门，他仿佛都能听见门外那人从胸腔里溢出来的笑。他深吸口气，认命的把门重新拉开，低着脑袋，小声开口：“我知道我昨晚很过分，你骂我吧，想怎么骂都行，我绝不还口。”思涵里看着他头顶那撮晃来晃去的小呆毛，眼底的笑意更浓了。他抬手像顺毛小狗一样揉了揉他脑袋，见他错愕抬眸，他唇角轻扬，很可爱。而且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自愿的？这人已经没底线到这个地步了吗？他心里直犯嘀咕，刚意识到他手还在他头上，正要后退，就见他整张脸在眼前慢慢放大，在他深邃的瞳孔里，他清清楚楚看见了自己惊讶的神情。顾青青，他不让他躲，用那勾人的缱绻嗓音慢悠悠问道：“你知道你昨晚离我这么近的时候，我想做什么吗？”不知怎么，他一听这话，视线就不由自主地落在他那双透着润泽的唇上。男人唇形偏薄，上唇弓的线条性感又带点邪气，尤其此刻微微扬起的弧度，真像个坏坏的男生。明知道危险吧，偏偏又让人想靠近。他抿了抿唇，他想做什么？他不确定，可他知道自己想干嘛。似乎他也捕捉到他这个心思，耳边就响起一声低低的笑。他直起腰，把手收了回去，从他身侧走过，留下一句：“我的想法和你一样。”顾青青整个人一愣，不是，他忙忙追上去：“我什么想法？你什么想法？也不对，我刚刚想什么？你怎么知道？”可惜他没理会这个问题，他目光落在桌上那杯没动过的解酒汤和那桶粥。刚醒吗？他本想继续追问，可转念一想，那样显得自己太在乎了，于是就把到嘴边的话按了下去。他压下心底那点羞涩，傲娇的赏他一个字：“见他已经自顾自进厨房拿餐具，把粥和解酒汤一一盛出来，他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位做起这些也太轻车熟路。随后他又想到自己醒来时那张干干净净的餐桌，心里一下就虚了。昨晚该不会餐厅都是你收拾的吧？顺手就收拾了。他把粥放到餐桌上，抬了抬下巴：“过来吃吧。”这人做的太细了，想的也太全了吧，让他一时间竟有种不是被追，而是被养的错觉，好像他不是谈恋爱，是在带闺女似的。见他把椅子也体贴的拉开，他只好走过去坐下，先咬一口细腻绵密的山药粥暖了暖胃，这才抬眼：“你不喝？”他刚拿出手机，闻声抬眸瞟了他一下，在公司食堂吃过了。那你？他话到一半就反应过来了，于是立刻闭嘴，不再往下问。可他偏偏不肯放过这么好的逗他的机会。来看看咱们顾大小姐起床没有呗？他恶狠狠地多喝了一口粥，心里想：我就是最近没什么正事，所以偶尔懒一点而已，也不是每天都睡到中午的。看他那动作，活像在咀嚼硬邦邦的东西，不像在喝入口即化的山药粥。他没忍住，又低低笑出声来。他忽然觉得，哪怕他什么都不做，只要看见他，心情就会不受控的变好。譬如今早刚被那群股东给蠢到心梗，可一见到他，堵在心口的那点不快就自觉散了。他笑得太欢，整个人都透着愉悦。他不满地瞥他一眼，勺子还在碗里用力戳了2下。我又没做什么可笑的事，你笑成这样，搞得我像你的兴奋剂似的。他很快吃完了，见他又要起身收拾，连忙抬手拦住：别，我真不是废物，我自己来呗。客人老在我家干活成什么样？他把保温桶和碗端去厨房放好，随后
撸起袖子就开始洗了。余光里瞥见他不知什么时候跟了过来，还站在厨房门口一直盯着他，顿时莫名就有点尴尬。他清了清嗓子：“你是不相信我会做家务吗？”不是，他心里很清楚，从他平时的举动就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什么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否则一个人住哪能把家里收拾得这么干净？那你为什么盯着我？他嘴上和他搭着话，手上动作没停，怕你无聊。这样，他忽然蔫坏的笑起来。咱们司总什么时候转行做陪聊了？很赚吗？他也不恼，还配合做出认真思考的样子。看他把碗放进消毒柜，又转身去拎保温桶，这才慢悠悠接话：“赚也不是特别赚，主要能让雇主开心。”说完把纸巾递给他，再把保温桶接过去，笑着点他一下：“是吧，顾小姐？”他低头擦着手上的水渍，傲娇的从他面前晃过去：“我觉得一般。”一般？他拿着评价，一时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把保温桶放回桌上，立刻快步追上去不让他溜：“顾小姐，不如说说哪一般？”眼前这堵人墙肩宽腰窄，薄荷淡绿的西装也盖不住那身材的优越。他眼睛不受控亮了亮，反应过来又忙装出一脸镇定：“你太矜持了，陪聊应该更那啥一点。”那啥是啥？他还真没了解过什么陪聊，当即一脸认真，虚心请教起来。他越说越来劲，冲他一抬下巴示意坐下。片刻后，他盯着坐在自己左侧沙发的他，掰着手指头开始上课。当陪聊要有礼貌，这礼貌体现在哪？遇到我这样活泼可爱温柔美丽的顾客，你要喊姐姐的。所以他眯着眼，抬了抬下巴，像逗宠物似的逗他，喊声姐姐来听听。他本就知道他没那么好心会认真教课，可真听到这句，还是觉得自己低估他的坏了，无奈看他半晌，最后摇了摇头：“我不学了。”他年纪比他小，这声姐姐他怎么都喊不出口。思涵里觉得自己没那么不要脸，为什么？他明显大失所望。司总声音这么好听，我觉得很有前途的。他心里还惦记着让他喊一声姐姐，想想就爽，可他根本不可能中套。他的小心思实在太明显了。不过换个角度想想，陪他玩玩也不是不可以的。他忍着笑，忽然就靠近他侧过来的身体，两人原先就不多的距离一下又被拉近。他呼吸猛地一滞，他却像没察觉他的紧张一样，淡定得很。青青喜欢我的声音吗？他顺手把话题一转，语气却像蛊惑人心的妖精，像要把自己想要的答案轻轻轰出来。他愣了下，随之在心里打量了一圈。我夸他声音好听，不就是因为喜欢吗？好像确实是这样。他那嗓音清润里带着从容稳当的劲儿，有时不看那张痞气满满的脸，只听声音就会以为主人必然是个温润如玉的君子。可偏偏他那张充满攻击力的长相，总能把人从声音里得到的判断轻易推翻。可就算这样，我还是会喜欢他的声音，没有否认的必要。欣赏一个人又不是要藏起来的事，喜欢啊。他答得坦坦荡荡，没有羞涩，只有纯粹的欣赏。他看着他反应，双眸有一瞬缩紧，潜意识里在期待，盼他喜欢的不仅仅是他的声音。可他也明白，优秀的猎人不能着急，压着心底那点欲念，他扬唇勾出个痞痞的笑：“谢谢顾小姐的喜欢。”就这，女人意外和港城最危险的男人成为了邻居，不仅每天都有人在门口探听消息，怎料这次敲门的竟是一个逃亡中的美女，甚至从他口中传出了那个男人不行的流言。但他们都不知道的是，那张笑得温柔的脸背后藏着全港城最残酷的清算名单，而他正坐在我沙发上喝蜂蜜水。叮，忽然手机响了，是宁小小发来的消息：“青青，你在港城？你哪知道的？罗勒色那个大嘴巴说的。既然我们都知道你在港城，那纪彦霖也肯定知道了。青青，如果他去找你，你会见他吗？他找得到再说吧。”顾青青回过去，心里并不是在给纪彦霖机会，而是很笃定，他真要来港城，也找不到他。除非思涵里压根不知道他和纪彦霖的关系，所以才没插手。可这种可能性大吗？思涵里不过在他面前表现的乖巧而已，又不是他真的乖。他抱着手机愣了下神，不知道怎么的，思涵里才走没多久，竟就开始有点挂念他了。抬眼看窗外，天蓝的一点云都没有，真是难以想象气象预报说明天会有大暴雨，不然他还真想早点见到他。顾青青正想着打开电视找个电影看看，叮咚，门铃响了。他偏过头，眼底带了几分疑惑：“呀，思涵里又回来了。”也不怪他这样想，毕竟他在港城认识而且知道他住这里的也就思涵里一个。虽然心里有了猜测，但他还是谨慎瞄了一眼门口的监控，结果屏幕里出现的是个陌生女人，眉心顿时蹙得更深。门外那女人看着20多岁的年纪，长着张清清纯纯的瓜子脸，眼眸如水，带着淡淡的雾气，很有江南美人的味道。但正因为如此，顾青青才确定自己的印象里没有这样令人生怜的小白花，否则她肯定记得。确认其他监控角落里都没异常，顾青青才打开门。你是？万离愣了愣，退后一步看了下门牌号，才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连忙道歉：“抱歉啊，我走错位置了。”顾青青的视线无意间落在他膝盖，鲜血顺着伤口渗出来，像是摔倒留下的，泥沙还粘在上面。看他低头要走，顾青青忽然问：“需要帮忙吗？”万离动作顿了，他确实需要帮，但又不想连累陌生的女孩，摇摇头：“没事，我要找的人就在你隔壁，我找到他就好了。”语气听着像在回答他，实际上更像在安慰自己。顾青青半靠着门框：“你找的人是姓司，你认识他？”万离明显惊讶，他只提了句隔壁，顾青青就猜到了是谁。看他的神色，顾青青就确定没猜错，原来这女人是找思涵里来的。两家同侧，门前布局一样，不熟悉的人走错倒也正常。本来知道他是找思涵里的，顾青青就懒得插手，但膝盖那伤太显眼了，他还是忍不住问：“谁让你来找他的？”按他的猜测，思涵里大多数时间不住这里，熟悉的人一般不会来这找，更何况他似乎没事先联系过他。显然万离没料到顾青青会问这些跟他关系不大的问题，虽有片刻疑惑，还是答：“我去了他公司，陈秘书说他来了，甚是加紧，我就赶过来了。”顾青青想起顾行玉给他的资料里提过，思涵里的秘书的确姓陈。看着这个因为受伤而显得有些狼狈的女人，顾青青干脆告诉他：“你来晚了，他已经走了。”万离愣住，立刻不安地追问：“他去哪了？”无可奉告。顾青青不打算暴露思涵里的行踪，能提醒到这份上，完全是看在她也是女人，不想让她拖着伤腿下折腾。
话刚落，万里眼圈立刻红了，但他硬生生仰头憋住眼泪，不想在陌生人面前丢脸。对不起，他声音发梗，打扰了。话刚落，他竟朝顾青青微微鞠了一躬，接着一瘸一拐的就想离开。顾青青抿了抿唇，终究还是开口喊了声等等，要不先进来处理一下伤口吧。这才发现他那小小的擦伤之所以一直在流血不止，全是因为刚才走来走去的活动量太大，血小板肋趴下也止不住呢。万里回头，眼睛里那层水雾像盛满了气球一般紧紧盯着顾青青，可以吗？然而得到肯定的回答，万里却没动，他轻轻咬着唇，迟疑半天才低声说，可你帮我，可能会给你惹麻烦。顾青青淡淡道，我说我不怕麻烦，你信吗？说实话，他对这姑娘温温吞吞的性子真有点招架不住，可看着她可怜兮兮的模样，又实在狠不下心转身走了。我信。万里眼泪几乎立刻褪去，一双眼里满是信任和崇拜。谢谢。突然莫名又收获一个粉丝的顾青青无语，只能偏身侧止，进来吧。好，万里乖乖应声，这才一瘸一拐走进屋，到玄关后满眼期待地望着他。有拖鞋吗？我有点脏。原来他是在逃出宁家时，从山坡上一滑跪直接跌了下来，上半身衣服还好，下半身全沾了血渍和泥巴。看着这屋子干净的能反光，他实在不好意思直接踩进去。稍等，顾青青从鞋柜里翻出一双软底的备用拖鞋递给他，穿这个吧。好，万里软软点头，低着头换鞋时还自我介绍，我叫万里，千万的万，离草的离，24岁。顾青青心里一挑眉，所以介绍名字还送的年龄是啥操作？不过还是照实回道，顾青青，三顾茅庐的顾，青青草原的青青，22岁，你比我小哎。万里笑着撑起身体看他，那我可以叫你妹妹吗？妹妹，顾青青妹妹，青青妹妹，这些称呼在他脑海里蹦出来，顿时一个机灵，忙摇头婉拒，那好吧。万里虽然嘴里有点遗憾，但也没勉强，放好鞋，他的柳叶眼亮晶晶的盯着顾青青，那神情不用说话，顾青青也看懂了。行吧，知道你想什么了，上楼右手边第2间房给你用，先洗个澡，换好衣服，下楼我再帮你处理伤口。顾青青解释着，楼梯左边是他主卧，再往左是思涵里偶尔住的客卧，右手第1间是书房，所以万里只能住书房旁的客房。他把人带进房，将洗漱用品一股脑找齐递过去，又提醒伤口别泡太久，速战速决，衣服我等会给你送浴室门口。好，谢谢小青青。万里的眼神里那股被善意包裹的感动几乎要溢出来，就连洗澡时都在感叹自己怎么会遇到这样好的女孩。然而万离并不知道，在他口中的善良女孩，辛迪已经把他卖了。刚才有个叫万离的女孩子来找你，膝盖有伤，我就把人收留下来了。顾青青知道思涵里可能在忙，所以发完就没管。等收到回信时，万离已经洗好，窝在沙发上睡着了，清理伤口疼的眼泪鼻涕一把抓，还抱着抱枕蜷着身子。SHL 刚结束会议，万离还在你那，没人来找他。顾青青坐在地毯上追剧，抬眼看了眼熟睡的万离，见他连梦里都皱着眉，才慢悠悠发回去，我不太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SHL 他应该是从宁家逃出来的，具体为什么我还不清楚，等我查清再告诉你。话落，思涵里就让陈潇去调查宁家今天发生的事，以宁旺那种占有欲，怎么可能让他离开？顾青青的注意力却锁在那个逃字上，回想出剑时那一身狼狈，显然是为了逃才弄成这样。只是思涵里口中那个宁家，真的是宁旺的宁吗？想着这些，他余光忽然瞥见万离的脑袋滑了下去，便抬手扶住他。小青青，万离睡得很紧，哪怕顾青青接住，他还是被那一下落空感惊醒。看到顾青青扶着自己脑袋的那只手，万离心里一下就软成一团棉花似的暖乎乎的。毕竟除了宁家那些人，他还是第一次从别人身上感受到这种真心的善意，被他那双感动得发亮的眼睛直直盯着。顾青青耳根子都有些发热，假装镇定的收回手，轻轻道：回房间去睡吧。你呢？万离眨着眼问。我还要追剧。顾青青随口应了句，那我在这里陪你。他立刻挪到顾青青身边坐下，声音弱弱的还狡辩一句，一个人睡不着。可他心底明明不是这样想的，他不是怕一个人睡，是不放心顾青青一个人待着，万一宁旺那个混账真找过来，趁顾青青不防备就伤了他怎么办？所以不管怎么着，自己得盯着他，确保他一点事儿都没有才行。顾青青挑了下眉，他怎么看怎么觉得万离虽然之前睡得不安稳，可疲惫是真，不像是睡不着的样子。不过看他一副坚持不走的模样，顾青青也没再硬劝，起身去给他泡了杯蜂蜜水，自己才又窝回去看剧。结果这样一来，万离反倒是真睡不着了。他端着蜂蜜水，将着腿一步一步挪到顾青青旁边，用屁股滑下来坐好，像是随意提起似的开口。我听宁旺说，韩里哥最近和一个长得很亮的女生走得很近。顾青青闻言，眼底光芒微微一动，所以宁家的宁还真是宁旺的宁。见他没接话，万离轻轻抿了口蜂蜜水，试探着又问，想必小青青你就是那个女生吧？他平时找思涵里都是去思家的老宅，这还是第一次来盛世家境。一开始陈潇让他来这时，他还以为是对方故意逗自己，问了几遍都是相同的回答，自己才信了。这回没见到思涵里，遇上顾青青倒也让他心里暖暖的，只是他隐约觉得用不了多久自己就要回宁家，那就再也没机会和顾青青这样相处。念及此处，万离眼神就暗了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顾青青，哪怕这才第一次见，却有种让他安心的气息，在别人身上从未感受过。短短几秒，他的情绪起伏好几回。顾青青原本打算用笑话逗他，却生怕真把人逗哭了，硬把话咽回肚里，揉了揉眉心道，我不知道我是你们说的那个人，不过我长得很亮倒是真的。顾青青第一次用亮形容自己，说出口的那瞬间自己都有点不习惯。小青青你好可爱。听着他磕磕绊绊的语调，上一刻还红着眼的万离顿时破涕为笑，语气里满是认可。不过你确实是我见过长得最好看的女生，真的是全方位漂亮，从脸到身材再到气质，都让人看一眼就觉得惊艳。谢谢。顾青青冲他笑了笑，任由夸赞，没有半点谦虚。万离也觉得这样大方坦荡没什么不好，还故意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你想听韩里哥的八卦吗？可以说。顾青青挑眉，八卦吗？谁不想听呢？更何况还是思涵里的。万离眨了眨眼，
想了想才压着嗓子道：“韩礼哥到现在都还没谈过恋爱，一次都没有。”顾青青真有些意外，毕竟那张脸怎么看都不像是清心寡欲的样子。万里很确定的点头。之前圈子里还有人怀疑他是同性恋，于是有人为了讨好他，还特意找了个长得很漂亮的男生送去。顾青青震惊的眼神更亮了。然后呢？见他兴趣被吊起来，万里忙接着说：“具体我不清楚，只知道那个男生连韩礼哥的面都没见就被赶走了。”而且送人过去那家还被韩礼哥劫了好多生意，直接濒临破产。最后是宁旺出面替他们求了和，才算过去。顾青青本来还以为能听到点刺激劲爆的八卦，结果就这样。不过仔细想想，这还真是思涵里会干出来的事。看他神情似乎有点失望，万里左右看看，小声问：“你知道这是之后大家怎么传的吗？”“什么？”顾青青微微挑眉。万里轻咳了一声：“他们说韩礼哥不行，所以男女都被他拒之门外。不过这点到现在还没人能证实。”“不行。”顾青青的眼睛慢慢瞪大，万里还以为他年纪小不懂不行的意思，立刻低声补充解释：“就是生理意义上的不行，你明白吧？”这个刚来港城旅游的大陆女孩，竟让港城最难缠的几个男人都俯首称臣。有人听到她的身份直接认怂，更有甚者为了她连家族利益都不顾了。然而这个神通广大的女人所做的一切，竟是为了一个刚认识的女孩。听完这个劲爆的消息，顾青青赶紧朝万离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这个思涵里知道吗？万离蹙眉思索了一下，摇头，不清楚呢。不过我觉得应该是不知道的，没人敢这么找死在他面前说这些话。好的，顾青青松了一口气，看样子万离这孩子也不是真的傻。他捏捏万离的脸道：“那你也记住了，不要去你韩礼哥面前说这些。”“放心吧。”万离拍拍自己的胸口道：“这话我只跟你说的，要不是顾青青给他的感觉很不错，万离也不会和一个刚认识的人说这些话。说到底他还是怕顾青青不知道思涵里的本性。韩礼哥那煞神哪里配得上顾青青这样一个大美女呢？或许是因为这短暂的八卦沟通，两人的关系无形中被拉近了很多。万离在顾青青这里待的也自然很多，看他还是有些坐立不安。顾青青开口安慰道：“不用担心，你如果不想走，就不会有人能从我这里带走你。”这话怎么感觉那么熟悉？万离愣愣地看着顾青青，才反应过来思涵里似乎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他高中刚毕业那年，宁家的人想趁着宁旺不再把他送到国外读书。万离自小在港城长大，在国内又有心仪的目标大学，根本没想过要去国外留学。想尽办法从宁家逃走后，万离立刻就去了思家，请求思涵里帮他找宁旺。就在万离顶不住压力准备离开，避免牵连到思涵里时，自他到了思家就没见过他的思涵里却让人给了他一句话：“既然我让你进了思家，那么除了你自己之外，别人没那么大的本事让你离开。”就这一句话，万离安稳的在思家老宅待了3天，等到了宁旺回来，也等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哪怕那自由只有短短的4年。如今再听到这句让人安心的话，万离却觉得心虚。他抹了抹眼泪道：“小青青，你忘了我说的韩礼哥不行的话吧？我觉得他超 man 的。”顾青青沉默着，正想着该怎么回答万离，毕竟这种八卦要忘记有点难啊。就在这时，传来的门铃声打断了顾青青的思绪。他朝门的方向看去，万离不知想到什么，脸色在一瞬间变得煞白。他双手不安地攥紧，想要离开却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好在顾青青注意到了他的不安，他安抚地捏捏他的脸，先坐着冰敷一下膝盖。“你刚刚去上个厕所又出血了。”万离膝盖上的纱布又有红色沁出来，他膝盖上的伤深浅都有，好在伤口都比较小，所以顾青青便自己给他消毒包扎。不过伤口虽然小，但被万离这样来回的折腾，还是时不时的有血沁出来。“小青青，可能是宁旺来找我了。”万离没动，只是心虚的垂下眼眸道：“我是偷偷从宁家跑出来的，你收留我会给你添麻烦的。”“不会。”顾青青平静的摇摇头道：“坐吧。”简单的2个字从顾青青口中说出来，却有让人安定的力量。第一次，万离不再因为宁旺的出现而慌乱，他按着顾青青的要求坐下，但视线却还是紧跟着顾青青挪动。看他走过去打开门，“顾小姐。”熟悉的声音传到客厅，万离眼睛红着，却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绝望感。宁旺来的比他想象的还要快。顾青青站在门下正中央的位置，挡住了宁旺往屋内看的视线，问：“你找万离？”万离在他这里是没有必要否认的事实，既然宁旺能找过来，就说明他对万离的行踪有把握。是有些意外顾青青如此直白，但宁旺并没有因此放下心来，因为顾青青挡在门中间的动作代表着他似乎是站在万离那边的。想到这，宁旺难得的露出一个还算温和的笑道：“万离是我的未婚妻，劳烦顾小姐照顾她了，我现在就带她回去。”未婚妻？顾青青挑了挑眉，直接转身问万离：“是吗？”万离直勾勾地盯着顾青青那双让人安心的眼睛，知道顾青青为什么这样问自己，如果自己回答不是，那他一定会帮自己的。可是这里是港城，顾青青能做到吗？帮自己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呢？他捏着冰块的手越来越用力，心中万种思绪交锋，同时万离的视线不由自主地看向门外的宁旺，他脸上带着笑，可那不达眼底的笑却让万离心底生出畏惧。宁旺就是这样，人前笑得越温和，人后动怒时就越可怕。虽然他不会真的伤害他，但他会阻断他向往的外面的世界，将他关起来，不让他见任何想见的人。那栋别墅里只有宁旺安排的监督他生活的眼线，万离真的厌倦了那样的生活了。察觉到他的视线，宁旺唇角勾了起来，像是斥责闹脾气的女朋友，柔声道：“阿离，别闹了，过来，我们回家吧。”习惯性的，在宁旺说出这句话之后，万离缓缓站了起来，膝盖的伤口因为动作又疼得厉害。他盯着宁旺的脸，本该走到他身边的脚却怎么也挪动不了半分。见他定定地站在那里不动，宁旺的语气不由沉下去，莫名的不安席卷而来，他声音重了几分：“阿离，听话。”在这期间，顾青青甚至半句话都没说，但万离知道他在等自己做决定。对上顾青青温柔的目光，万离眼神逐渐坚定，他不想让他失望。这个对他释放了一次又一次善意的女生，不是。万离突然开口，
他视线像是落在宁旺身上，又像是落在顾青青身上，一字一句掷地有声的否认，我不是宁旺的未婚妻，以前不是，以后也不会是。他那么努力的读书，就是因为他只想做万里，而不是谁的附属，谁的未婚妻。意料之中的答案，顾青青唇角扬起，那对漂亮的梨窝再度让人惊艳。在得到万里答案的同时，顾青青侧开的身体重新站在了门的正中央，挡住了宁旺阴鸷的视线。宁少，顾青青声音里带着几分不满，别那么凶嘛，你吓到我的客人了。顾小姐，宁旺不悦地收回视线，我知道韩礼哥对你另眼相待，但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插手。顾青青轻笑了一声，气定神闲地伸出右手。虽然你知道思涵里对我另眼相待，但或许还有一件事你不清楚。他声音顿了顿，随即更加清晰道：荣盛集团顾青青，请多指教。荣盛集团，听到这4个字，宁旺的眸光颤了颤。顾青青也不急，只浅笑着看他，你和 Rex 是什么关系？宁旺看了一眼顾青青伸出的手，没动。若他只是荣盛集团一个无关轻重的人，那还不值得他放在眼里。被宁旺无视自己伸出的手，顾青青也不尴尬，淡定的耸耸肩就将手收了回来。大部分知道顾行玉的人都只清楚他的另一个名字 Vincent、Rex、文森特、雷克斯，所以宁旺这样问，顾青青一点也不奇怪。他挑眉弯唇，笑得有几分邪气。如果你问的是公司层面的话，那么我手里荣盛的股份和 Rex 视频；如果你问的是血缘层面的话，注视着宁旺逐渐难看的神情，顾青青眸中笑意渐浓。他用着那散漫的腔调继续道 ：Rex 是我兄长，那个唐自就没必要介绍了，毕竟他们兄妹之间的感情只会比亲兄妹更深了。这件事，宁旺不得不重视起眼前的女人。他问韩礼哥知道吗？顾青青出现在港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之前他还以为顾青青只是单纯的来港城旅游的话，现在知道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后，宁旺就不会将顾青青的目的猜得那么简单了。或许呢，顾青青没在思涵里面前刻意隐藏，他若是想查，或许能查到吧。宁旺没有再说话，而是透过顾青青身侧的空隙去看屋内的万里。电视闪动的光照的他的脸明明灭灭，可宁旺却清楚地看到了他眸中的坚定。万里是一个很怕给别人造成麻烦的人，但今天他将这份害怕抛弃了。顾青青能让他信任，这份信任又是自己努力了这么多年都没得到。不知道为什么，宁旺心口忽然疼得厉害，他压抑着心底的痛苦和不甘，缓缓地往后退了2步。既然顾小姐要留我的未婚妻做客，那我就不打扰了。只是他勉强地笑着，希望顾小姐能照顾好我家阿里。当然了，谁让她是这么可爱的阿里呢？顾青青这看似随意的回答，却是在告诉宁旺，她照顾万里并不是看在她的面子，是因为她喜欢万里。宁旺的心再次往下坠去，他很清楚他得罪不起顾青青，甚至如今的思涵里也不会轻易去开罪顾青青，哪怕这是在国内，顾青青的身份依旧注定没人得罪得起他。更何况思涵里对顾青青还那么看重呢。这次宁旺是注定铩羽而归了。等他走后，万里才拖着脚步一瘸一拐地走到顾青青身边，震惊、错愕、不理解在他脸上交错。宁旺他就这么走了吗？顾青青骄傲地嗯了一声，然后又蹙眉，让你乖乖坐着别动，起来晃什么呢？又出血了。万里一脸懵的又挪回去，整个人都是呆呆的。他们口中的 Rex 是谁啊？是比韩礼哥还牛的存在吗？连宁旺都不敢惹，好厉害呀！与此同时，宁旺一从盛世家景出来，就立刻给思涵里打电话。电话接通的瞬间，他立刻就问顾青青是文森特家族那个神秘的大小姐。阿里，这件事你知道吗？以思涵里的本事，他若是想查，必然能查出蛛丝马迹。但宁旺怕就怕在思涵里不愿去查顾青青的秘密。果然，听到他的话，思涵里那边沉默了片刻之后，宁旺耳朵里便传来他漫不经心的响。看样子你在顾青青那里没讨到好，否则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来向自己接顾青青的短。宁旺无语了，阿里，他有些恼。你知不知道顾青青的身份代表着什么？这么一个危险的人在港城，你就什么都不做吗？顾青青就是顾青青。思涵里自然明白宁旺为什么说这些，无非就是因为这些年荣盛的分公司在国内抢占的经济份额越来越大，对思家的威胁也越来越大。但那又如何？思涵里无所谓的咧着唇笑，眼底都是纵容。无论他是什么身份，在我眼里他都只是顾青青。往最差的方向说，就算顾青青真的是为了思家的核心机密来的又如何？他要自己给便是。宁旺从没想过这样一句毫无理智可言的话，是从向来以理智和冷静著名的思涵里嘴里说出来的。一口气堵在胸口，宁旺差点憋过气去。阿里，你就不怕他做对思家对你不利的事吗？他质问。思涵里转动钢笔的手停了停，随即看向外面逐渐蔓延开的晚霞，轻叹了一口气回，我只怕后天有雨，毕竟答应了要陪顾大小姐出海，若是下雨了，那祖宗生气怎么办？思涵里觉得或许自己该提前想想老天不赏脸的话他该怎么回来。这件事他还真没什么经验。宁旺不肯罢休的又给思涵里分析了许久这件事的利弊，但等他说完都没听到思涵里的回复，这才发现思涵里或许压根就没听他在说什么。他心往下沉去，算是知道这件事只要顾青青插手，思涵里就不会帮自己，那他只能从万离身上入手了。思及此，宁旺问思涵里，阿里，听说你后天要出海，作为港城人，他们出海已经是家常便饭，玩的次数多了也就没什么兴趣。当然，别人出海是为了玩婚的和洁身自好的，他们不一样。现在思涵里突然要出海，原因宁旺只能往顾青青这个大陆人身上想。这件事没有瞒着他们的必要，而且思涵里也不是只带顾青青去。你要去？思涵里问。宁旺立刻追问，可以吗？可以是可以。思涵里靠着椅子，但我不保证顾青青会带万里。阿里，看在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你就不能帮我吗？以思涵里的能力，若是他帮自己说话，顾青青说不定会把万里送回来。你看，顾青青是能听我劝的人吗？他自认为自己还没那么大的脸。思涵里一边说一边将刚收到的万离离家出走的原因发给顾青青，然后继续回宁旺。再说了，万离的事我早就提醒过你别做的太过，你倒好，直接将人办囚禁起来，落得现在的结果，我只能说都是自找的。万离性格多温顺的一个人啊，现在都快被宁家和宁旺逼疯了。上次若不是齐彦修凑巧碰到，那现在宁旺守着的就是一具尸体。但哪怕这样，宁旺还是半点不知收敛。我知道我做的
不对，可我真的不能失去阿里。提到这些，宁旺的心脏又绞起来痛，他猩红着眼盯着不远处顾青青的住处，仿佛能看到在那里的万里。阿里，你现在有了喜欢的人，应该能体会我的感觉才对。若是有一天顾青青离你而去，或者是喜欢上别人，你能淡定地看着他离开吗？身家100亿的集团总裁，却为了一个女人变得小心翼翼，就连听到他夸别人都会瞬间吃醋到爆炸。然而当他终于鼓起勇气想要表白时，那个前男友却突然傻住。听着宁旺的话，思涵里问自己，会吗？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那一定是自己做的还不够。他的目光落在桌上的手机，盯着顾青青至今没有回复的聊天页面，这一刻心脏竟然开始无规律的跳动。他想见她，甚至只是听到她的声音都好，似乎只有这样，内心那股强装出来的镇定才不会彻底崩塌。片刻后，爱青青胜过兄弟的思涵里果断挂断宁旺的电话，下一秒就拨通了顾青青的号码，铃声响了一遍便停下，无人接听。思涵里却一点也不着急，盯着手机屏幕慢慢等待着。终于2分钟后，铃声响起，思涵里看着来电显示，雷稍微挑，矜持的等了2秒才接通。喂，语气中带着莫名的傲娇。顾青青瞄了一眼通话页面，确定没有拨错号码，这才狐疑的问，心情这么好？那声音飘得像明天就要登基称帝似的。思涵里一夜，随即轻咳，还行吧，刚刚去洗水果了，没拿手机。顾青青解释了一句，这才点开思涵里发来的消息，看着看着瞳孔逐渐放大，他震惊的瞥了一眼身边的万里，连忙对他说，你在客厅自己玩一会儿，我上楼打个电话。万里乖巧地点点头，手里端着顾青青刚洗好的草莓，小口小口的吃着。看到顾青青离开，就把电视剧暂停，等他回来再一起看。另一边，顾青青急匆匆跑上楼，甚至呼吸都还没平复，就急切地问思涵里，万里竟然是宁旺的养妹。听着他微微气喘的声音，思涵里忍不住想笑，你就不能跑慢点吗？这份热情要是分给自己一半该多好，哪里慢得了？顾青青吐出一口气，往摇椅上一躺，一边平复呼吸，一边皱眉问出最关心的问题，宁旺想娶万里，是单纯的喜欢，还是另有目的？如果只是单纯喜欢，万里这么温顺的性格应该不会做出如此激烈的反抗才对，除非还有什么他无法接受的内情。顾青青对这件事的敏锐程度完全超出思涵里的预料，因为他发给顾青青的消息里只是简单陈述了一句万里因不满宁旺与他订婚一事从宁家逃走，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思涵里这个知情人自然明白万里为什么不愿，而顾青青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竟然一下就猜到了宁旺的目的不单纯，不，或者说是宁旺一开始的目的就不单纯。现在说他想娶万里是因为爱，又有谁会相信呢？想到两人之间的纠葛，思涵里也觉得头疼。他整理了一下时间线，这才将事情从头开始给顾青青说。万里表面上是宁家收养的孤儿，但实际上她还是宁旺母亲初恋的女儿。什么？顾青青再度震惊。思涵里并不意外顾青青的反应，他捻了捻手指，目光看向窗外，继续说，当年万里父亲和宁旺母亲因为家庭地位不匹配被迫分手，分手后宁旺母亲在家族安排下嫁给了宁旺父亲，而万里父亲得知此事后，便心灰意冷地娶了同事介绍的女孩，也就是万里的母亲。好一个心灰意冷！顾青青冷笑，一个连心都疼不干净的人有什么资格去祸害别人？听出他语气里的愤懑，思涵里无声地弯了弯唇角。顾青青的爱憎分明同样让他欢喜心动，他认同的点点头，我也这么觉得，对吧？想法被认可，顾青青像是找到知音一般，刚刚还愤懑不平的心情都好了几分。顾大小姐翘着长腿晃了晃，发号施令般说，继续。好。思涵里宠溺的应声，然后一边回忆着当年震惊整个港城的往事，一边用沉稳温润的嗓音仿佛讲故事一般将事情和盘托出。短短几句话，顾青青觉得自己还算正常的三观被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着，但很快顾青青就抓住了宁旺和万离订婚事件的重点。她不可置信地问，你别告诉我宁旺要娶万离是为了和他母亲作对，就因为他察觉到宁夫人并不喜欢万离，我该夸你聪明吗？思涵里揉了揉眉心，顾青青这抓重点的能力实在让人佩服。他叹了一口气，虽然不打算为宁旺说话，但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也不能完全不管。一开始宁旺靠近万离的确是为了报复宁夫人，为了向宁夫人表达自己的不满，宁旺故意假装和万离亲近，甚至在两人即将高考时大张旗鼓地向万离表白。果不其然，宁夫人知道这件事后，立刻安排人将万离送到国外，生怕再晚一步万离就会毁掉自己精心培养的儿子。然而一直希望万离彻底离开宁家的宁旺得知此事后，竟然又和宁夫人大闹了一场。在宁旺以生命威胁后，宁夫人终于让步，同意万离在国内选择心仪的大学读书。当然宁夫人让步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这期间禁止宁旺和万离见面。宁夫人本来打算两人只要不见面，也许过不了多久宁旺就能将这件事放下，却没想到这4年的别离才是宁旺对万离感情变质的真正开始。思涵里将当年的事简略的和顾青青说了一遍，这才小心的组织着措辞。宁旺当初的确错得离谱，但他顾青青打断思涵里没说完的话，在我这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更何况在这件事里真正无辜的人只有万离。顾青青嗤笑着，声音里带着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冷意。别说当初，就算现在我看宁旺也没有要放过万离的意思。反驳不了这话的思涵里识趣的保持沉默，免得电话那边的人将怒火转移到他身上。不过顾青青也不是这么不讲道理的人，虽然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但思涵里是思涵里，宁旺是宁旺，顾青青不至于迁怒。整理了一下情绪，他立刻道歉，抱歉，刚刚不是冲你凶，我知道。思涵里自然不会误会顾青青，知道顾青青不会帮宁旺，他便也没有再为宁旺说话，而是和顾青青聊起了出海要准备的东西。两人聊了好一会儿，顾青青才率先结束话题。万离一个人在客厅，我要去陪他了。思涵里有些不想就这样放他离开，顿时有些委屈地问，那我呢？听到这人可怜巴巴的语气，顾青青不由自主地抿唇笑了起来。他故意打趣道，思涵里，你知道我拿到的资料里是怎么介绍你的吗？男人上挑的声线里满是疑惑，不知为何思涵里有种不好的预感，然后下一刻他就听顾青青用那清润舒缓的声音郑重其事地介绍起他来。
思涵礼，男，26岁，世锦集团现任董事长及执行总裁，百年大族私家当代掌权人，性格理智、冷酷、孤僻、冷漠无情，不近女色，不好男色。随着顾青青每多说一个字，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思涵礼的脸就多红一分。他手指几次蜷缩，恨不得在手机上抠出3室1厅。终于，思涵礼承受不住顾青青对他的处刑。顾青青，他干哑着嗓子窘迫地打断道：“你去陪万离吧。”我还没说完呢。顾青青无辜地眨巴着眼睛，随即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我尊敬的港城大总裁，为什么你和资料里说的一点都不一样？思涵礼的确是冷静的，但什么孤僻、冷漠什么的，顾青青从没在他这里见识过。他分明是故意调侃他，可是电话那边的思涵礼却在沉默几秒后，一字一句无比认真地回他：“因为我觉得那样的我应该不讨人喜欢，所以他竭尽全力将自己的缺点全都隐藏起来，只希望他能看到多一点，再多一点更好的自己。”他情绪不知在何时低落下来。顾青青，你刚刚说的那些，在我看来都是我这个人性格上的缺点。如果他不考虑那么多，更无谓、更直接一些，会不会顾青青已经知道了他的心意，会多为他驻足片刻？可他不敢。顾青青才结束上一段感情没多久，万一他还没放下那个人，万一他不喜欢自己擅作主张的喜欢，思涵礼不敢赌，他无法自控的害怕自己一步错步不错，然后就永远无法再靠近他半分，所以他宁可慢一点，再慢一点，只要顾青青没赶他走，那他就还有被他喜欢的可能。不是的，顾青青说不清此刻心里是什么感觉，只是好像有些突兀，也有些难过。思涵礼不该是这样的，他可以骄傲，可以自负，甚至可以狂妄，但绝不是这样的卑微。是的，卑微。察觉到这点的时候，顾青青心里像是被一块巨石死死压住，喘不过气来。他摇摇头，将这影响情绪的感觉赶出脑海，然后坚定地对思涵礼开口：“思家需要一个足够冷静、足够强大的人把持。”思涵礼，你拥有的这些怎么会是缺点呢？思涵礼这个名字可是无数胸怀抱负的人一辈子都无法逾越的鸿沟啊，在你眼里也不是吗？思涵礼迫不及待地追问。在这一瞬间，他甚至想不顾一切地揭露自己对顾青青的心意，可临门一脚的冲动还是被他生生克制住。他沉吸一口气：“你也可以不回答的。”不是。思涵礼眸光剧烈震动着，刚才手机里传来的声音让他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他不确定地问：“你说什么？”顾青青轻笑一声，毫不吝啬地重复道：“我说不是，我欣赏的那一类人是在达到目的前会深思熟虑谋划每一步的那一，哪怕耗费时间、耗费精力，明知不可为而为，却依旧不肯松懈，直至达到目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或许有人偏爱不顾一切、无惧后果的无畏，但顾青青偏爱的是在理智中失控的那份孤勇。他的嗓音温软却坚定，像是凝结出实体的风，让思涵礼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那份呼啸的偏爱。顾青青，思涵礼在心里无数遍重复这个名字，他知道自己真的永远在他手心。小青青，你来了。听到身后的脚步声，万离立刻回头朝顾青青露出甜美的笑：“我给你留了草莓。”好。顾青青应声，快步走到万离身边，一屁股坐下，拿了个草莓一口塞嘴里。对了，万离像是想起什么，调出聊天页面递给顾青青：“小紫，就是木子知道我从宁家出来了，所以约我去逛街。小青青，他也约你了。你要去吗？”怕顾青青不知道小紫是谁，万离还特意说了他的全名。在宁家的这些年，木子也算是难得的不在意万离身份，同他走得比较近的人了。你这脚。顾青青视线落在万离的膝盖，不等万离回答，顾青青又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眼神。好了，不用担心，我有办法。次日，木子站在港城最大的购物商场门口，看着不远处推着轮椅的顾青青以及坐在轮椅上的万离，连忙跑了过去。他担忧地看向万离结痂的双腿：“万离姐，你脚怎么了？不小心摔了？”万离有些想捂脸，他出门之前根本没想过顾青青会给他准备轮椅，吓我一跳，还以为断了。木子松了一口气，丝毫没觉得万离膝盖受个伤有什么问题，甚至怕万离尴尬，他还主动开口：“膝盖上的伤最容易动刀，特别是皱褶的位置，起来坐下都能把结痂洞裂开。”想到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木子打了个冷战：“我小时候膝盖一圈都摔破了，但是又管不住自己不乱动，于是那位置天天出血。”木子将裤脚拉高，看还有疤痕呢。好了，不闲聊了。木子拍拍手，机灵的转移话题：“我们逛街去，今天我要大买特买。”听到这话，万离心疼地捂住了自己的衣服口袋：“我的存款不多，但如果有我很喜欢的我就买。”三人逛了许久，顾青青突然朝木子抛了个媚眼，走上前去拎起一条米色的无袖束腰皱褶裙进了试衣间。很快，试衣间的门打开，率先映入两人眼帘的是顾青青迈出的那条长腿，以及随着她的动作摇曳的裙摆。万离抓着木子的手，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缓步走出来的顾青青，然后没出息地咽了咽口水：“为什么那么好看？”顾青青的腰身本就纤细，此刻这条裙子又是收腰的款式，瞬间就将顾青青身材的优势凸显出来。木子擦了擦嘴角：“我突然就懂什么叫做又纯又欲。”然后连忙几步跑上去，拿起手机就提：“自拍，我要用你的颜值撑起我的朋友圈。”我也要。万离小声开口，木子马上回他：“我先拍一张，你排队。”木子按拍摄键的动作一顿，他看着出现在镜头里的人影，挑眉：“有帅哥？”木子说完就好奇地回头去看，却没注意到顾青青在看清那道人影时瞬间冷凝的目光。“你好，请问有事吗？”若是平时被人突然出现打断自己自拍，木子肯定会发脾气的，但今天怎么说呢？这人实在是帅的木子有些不忍心发脾气了。“我找他。”男生礼貌地朝木子笑笑，随即那双含情的桃花眼目不转睛地盯着顾青青，眸中是无法克制的思念和爱意。他开口，嗓音温柔的仿佛要将人溺毙在其中：“阿青，我来接你回家了。”女人从小就被灌输了那句话：外面男人千万，只要出轨咱就换。她一直把这话当真理，所以当她看到恋爱3年的男友冒着大雨给另一个女人撑伞时，她没哭没闹，只是默默拍下了照片和视频。男人以为自己藏得很好，却不知道他和学妹雨中拥吻的画面已经被顾青青传遍了整个 A 大。消息发出去不到1分钟，他们共同的朋友就炸开了锅，一条接一条的评论刷屏。大家着急成这样并不奇怪，毕竟谁都知道季燕玲有多痴迷他，当初追了他整整3年，死缠烂打，前后竟然求了66
次婚，他才勉强松口答应嫁给他。顾青青盯着那条动态，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那份曾经全给他的爱，仿佛被劈成了两半，一半还留在他这里，另一半却已经悄悄给了别人。他没去找季艳玲问个清楚，更没上演什么哭闹戏码，只是安安静静的注销了所有社交账号，收拾好行李，毫不留恋的离开京城。1个月后的港城商场，阿青，我来接你回家。阿青这个称呼瞬间炸响，听到这亲昵的要命的称呼，木子和万离瞬间对视，两双眼睛里同时燃起熊熊的八卦烈火。木子悄无声息从顾青青身边挪开，接着溜到万离身后，借着他的身体当掩护，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搞什么。而顾青青却在听到阿青这2个字时眉头机不可察的拧紧，他强忍着心底翻涌的恶心感，冷漠的扫了眼前这人一眼。罗勒瑟拿我的位置和你做了什么交易？季家的势力盘踞在京市，触手还伸不到港城这么远，能帮季艳玲这么快锁定他在港城行踪的，只能是港城本地的势力。显然和罗勒瑟关系匪浅的沈京兵就是那只伸到他面前的黑手。顾青青能这么快猜透真相，季艳玲丝毫不觉得意外，却没有急着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带着悲伤神情深深凝视着眼前这张让他魂牵梦绕的脸，自嘲的开口，我还以为阿青会先关心我。自从失去顾青青的消息，季艳玲才惊觉自己爱他远比想象中的更深，失去他消息的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煎熬，吃不下睡不着，整个人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寻找顾青青的行动中。如今人是找到了，季艳玲却肉眼可见的消瘦了一大圈。要是从前，哪怕他什么都不说，顾青青也能一眼察觉他的变化，但现在他关心的重点已经完全不在他身上。季艳玲深吸一口气，心口密密麻麻泛起的痛感像是被人生生挖走一块血肉，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可顾青青依旧无动于衷，就那样静静凝视着他，仿佛问题的答案早已比他这个人更重要。季艳玲眼中泛起一层血色，却依旧扯着嘴角朝他露出勉强的笑容，抢在他说出冷漠话语前替他辩解，没关系的，我们阿青一定是逛街累了，所以才没注意到。他上前一步想要像往昔那样和顾青青服个软撒个娇，却在看到他皱眉后茫然无措地停住脚步，回答我的问题。顾青青无视他的彷徨失措，淡漠地提醒着，哪怕眼前这人曾是自己唯一偏爱的那个人，但现在对这个不请自来的人，他实在给不了好脸色。季艳玲垂在身侧的手蜷缩着握紧，他已经习惯了顾青青温声细语同他说话，如今他生硬的语气让他根本接受不了。不过季艳玲心里清楚，要是现在还不顺着顾青青给他想要的答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转身就走。权衡之下，季艳玲只好开口，京北的项目罗家想要分一杯羹，所以这就是罗勒瑟出卖他具体行踪的筹码。顾青青嗤笑一声，真没出息，如果是他要的绝对更多，区京北项目也配得上自己的身价，我也这么觉得。季艳玲唇角上扬，眼底全是顾青青傲娇的模样，看到这样的他，季艳玲才觉得灵魂重新有了跳动。说到底还是罗勒瑟他们低估了顾青青对自己的重要性，哪怕京北那个项目价值几个亿，在他心里依旧比不上顾青青的一根发丝。只要能见到他，季艳玲付出什么都愿意。要是从前听到季艳玲的附和，顾青青一定会拉着他噼里啪啦说上一堆，但现在顾青青眼神都懒得给他，径直走进更衣室将身上的裙子换下来，然后交给服务员打包。看到这一幕，季艳玲连忙冲上前，刷我的卡。纵观全场的木子瞬间一个机灵，大步冲过去将自己的卡塞给服务员，刷我的，要命！要是被韩礼哥知道他在这里还被别的男人给轻轻花了钱，他保证自己绝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好的，穆小姐，作为港城本土大小姐，木子的面子显然比季艳玲更大。收银员接过木子的卡，刚要插进 POS 机就被顾青青拦住，我自己来。话落，顾青青直接将自己的卡递了过去。今天大家都是个买个的，木子没有给他结账的必要。服务员看了木子一眼，见他点头，这才接过顾青青的卡。至于季艳玲，早在收银员接过木子卡的时候，就铁青着脸识趣的将自己的卡收了回去。结完账，顾青青推着万里再去其他楼层逛逛吗？万里却没有立刻回答，他悄无声息地瞥了季艳玲一眼，接着摇摇头，我累了。累？顾青青挑眉，他这个推轮椅的都没喊累，坐着不动的竟然先累起来了。他无奈的笑，行，累了就不逛了。说完，顾青青才转头看木子，去我家玩吗？木子吐了吐舌头，可能不行。齐彦辰那傻子一会要来陪我吃晚饭。万离拖长尾音暧昧的朝木子眨眨眼，这么多年还是只钟情齐彦辰，没办法。木子摊摊手，或许我就喜欢得不到的。得不到的。万离像是想到什么，笑着问，那你挑的绝对不是地狱难度的那位？木子疑惑一下，下一秒瞬间秒懂，他忙不迭的摇头，别韩礼哥，那不是地狱难度，是要直接送我下地狱啊。木子怕思涵礼比怕他爹妈还怕，这辈子他都不可能对思涵礼有半丝的非分之想。本来顾青青还没明白两人在打什么眼，听到木子那声韩礼哥，立刻就反应过来了，他挑眉问道，思涵礼有这么可怕？哈哈，木子假笑两声，你的世界我的世界好像不太一样。和顾青青第一次见面的那天，也是木子觉得从小一起长大的煞神最陌生的一天。回想自己这些年被思涵礼制裁的死死的日子，木子抹了一把辛酸泪，满眼希冀的拍拍顾青青的肩，加油青青，等你搞定韩礼哥，我就是有后台的人了。阿青，你和思涵礼很熟吗？原本打算等顾青青逛完街再单独约她的季艳玲，在听到他脱口而出这个名字后，却无法再淡定下去。罗勒瑟传回京市的消息中，就有一条关于思涵礼的。他说顾青青和思涵礼走得很近，思涵礼这个人季艳玲是知道的，家世复杂，为人孤傲冷漠，做事更是不择手段，就连季家也在他手里或多或少吃过不少亏。可以说，大部分知道思涵礼的人对他的畏惧远远高于敬佩。以季艳玲对顾青青的了解，思涵礼这种类型恰恰绝对不会是他喜欢的那一面，顾青青会觉得麻烦。因此之前他压根不相信罗勒瑟话中的暗示，但现在他眼神受伤的盯着顾青青，似乎不明白他会和一个本该不喜欢的人接触。对上他眼中受伤神态的那一刻，顾青青心底不由自主泛起一阵熟悉的酸涩。顾青青清楚，这感觉来自过去他们朝夕相处中形成的肌肉记忆。意识到这点，顾青青眉心拧得更紧了。他刚要回答季艳玲的问题，身边却落下一道修长的人影。这个问题，季少不如问我，
男人声音里听不出喜怒，温润的嗓音却比平时多了几分凉意。没想到思涵里会出现在这里。顾青青意外的抬眸朝他看去，男人棱角分明的侧脸出现在顾青青视线里，他高挺的鼻梁上还拖着工作时戴的银色半框眼镜，许是来得着急。他胸口起伏的频率比平时快了许多。你怎么来了？顾青青挑眉看他，眼神里分明带着几分戏谑。他分明知道自己匆匆赶来的原因，却仗着他拿自己没办法，故意佯装不知道。思涵里暗暗磨了磨牙，却又不得不配合。他轻身朝他靠近，薄唇扬起，笑得十分勾人。木子说：“顾大小姐光累了，我特意来给你当司机的。”顾青青淡淡瞥了一眼当场被卖后缩起脖子往万离身后抖的木子，没有避开思涵里故意的靠近，那就麻烦司总了。说完，顾青青将自己唯一的购物袋从木子保镖手里接过来递给思涵里，没有片刻犹豫，思涵里伸出那只刚签署完几百亿合同的手自然的接过购物袋。车在楼下了，你先下去等我，好吗？行吧。顾青青点点头，看都没看季燕玲就转身离开。看到他居然准备就这样走掉，来之前还信心满满的季燕玲瞬间慌了神，刚才的问题根本不用再问了，思涵里的出现就已经说明了一切。阿青，他伸手去抓从他身边走过的顾青青，手却在半空被猛地截住。男人手腕的银色表带折射着冷冽寒光，肌理分明的手背因为用力爆出青筋，只一眼季燕玲就认出这是顾青青最迷恋的那类手型。除了季燕玲，没人知道顾青青是个彻头彻尾的手控。他心口那密密麻麻的疼突然加剧，仿佛被无形的大手狠狠攥紧。司总拦我做什么？他强装镇定，努力不在可能成为情敌的男人面前失态。季燕玲将手收回来，高傲的抬起头，目光锐利的盯住对方。阿青只是和我闹脾气罢了，司总一个外人插手不合适吧？闹脾气？思涵里将这三个字在唇齿间碾磨了一遍，忽然轻笑出声，眼底漾开宠溺的波纹。那我和季少还真是不一样。他唇角弯起，我保证绝不会让顾小青和我闹接近1个月的脾气。而且思涵里目光越过季燕玲，望向顾青青逐渐消失的背影，眼中翻涌着不再掩饰的占有欲。据我所知，顾小青在来港城之前就已经和你分手了。他眼底浮着3分讥讽7分戏谑，那条朋友圈现在还在顾小青主页挂着，季少难道没看到？季燕玲何尝不想知道，可他至今还在顾青青的黑名单里躺着。不得不承认，这句话精准刺中了季燕玲的痛处，她的掌心不自觉攥紧，周身散发的阴沉气压让路过行人都忍不住纷纷侧目。思涵里却始终挂着漫不经心的笑，见到季燕玲被噎得无言以对，还故意晃了晃手中的购物袋。顾大小姐还等着我送她回家，季少恕不奉陪。眼看思涵里要走，季燕玲不甘地强调，顾青青和我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我和她之间的感情不是别人能插足的，不是别人能插足的吗？思涵里闻言冷笑着停下脚步。俗话说只要锄头挥得好，没有墙角挖不倒。不知季少先允许别人插足你和顾小青感情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这话会从你自己嘴里说出来？女人从小就被灌输了那句话，外面男人千千万，只要出轨咱就换。她一直把这话当真理，所以当她看到恋爱3年的男友冒着大雨给另一个女人撑伞时，她没哭没闹，只是默默拍下了照片和视频。男人以为自己藏得很好，却不知道他和学妹雨中拥吻的画面已经被顾青青传遍了整个 A 大。消息发出去不到1分钟，他们共同的朋友就炸开了锅，一条接一条的评论刷屏，大家着急成这样并不奇怪，毕竟谁都知道季燕玲有多痴迷他，当初追了他整整3年，死缠烂打，前前后后竟然求了66次婚，他才勉强松口答应嫁给他。顾青青盯着那条动态，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那份曾经全给他的爱仿佛被劈成了2半，一半还留在他这里，另一半却已经悄悄给了别人。他没去找季燕玲问个清楚，更没上演什么哭闹戏码，只是安安静静的注销了所有社交账号，收拾好行李，毫不留恋的离开京城。眼看着思涵里要离开，季燕玲不甘心的强调，顾青青和我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任何人能够插足的，不是别人能插足的。听到这话，思涵里冷笑着停下了脚步。俗话说得好，只要锄头挥得好，哪有墙角挖不倒。接着他压低声音，又恶意满满的提醒道，不知季少当初允许别人插足你和顾小青的感情时，可曾想过有一天这话会从你自己嘴里说出来？的一声，季燕玲脑袋瞬间像被重锤砸中。思涵里看他这副模样，不屑的撇撇嘴，大步离开，耽误了这么久时间，也不知道那小祖宗有没有等得不耐烦了。这样想着，思涵里脚下的步伐又快了几分。然而被独自留在原地的季燕玲，掌心早已被他攥得发白，红着眼睛盯着思涵里远去的背影，本该追上去的双脚却似有千钧重担，让他没有勇气挪动半步。季燕玲啊季燕玲，他仰头望着屋顶那刺眼的灯光，眼泪不知不觉的滑落。你怎么就走到了如今这一步？那么爱顾青青的你，到底都做过什么？港城某5星级酒店，罗勒瑟踩着高跟鞋走进约好的会客厅。当他看到坐在窗边那个形神颓废的身影时，竟然有些不敢认。林哥，他试探着开口，直到窗边的人转过头来，露出那张比例接近完美的五官时，这才确定自己没有走错地方。只是眼前的人比起上次见面变化实在太大，大到罗勒瑟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就是季燕玲。对方那双勾人的桃花眸中早已没了过去意气风发的朝气，只剩下让人心碎的悲伤，甚至他身上那股难过的气息浓郁的似乎连身边的人都会被感染。罗勒瑟定了定神，显然明白季燕玲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顾青青，他脑海中浮现这个名字，心想顾青青的本事还真大，不仅让季燕玲从京市追到港城，甚至见面后被他再次抛下也依旧对他念念不忘，压下心底那股躁动的嫉妒。罗勒瑟先朝季燕玲点点头，随后朝厅外的沈京兵发出邀请，进来吧。随着他话音落下，
穿着精致米白色短裙的沈金冰迈步走进会客厅，看到坐在窗边的季艳玲，沈金冰随意扫过的视线瞬间定格。男人栗色的发丝乖顺地散在硬朗的眉骨上，如鸦羽般的睫毛同他薄薄的眼睫一起往下耷拉着，生出许多忧郁。屋顶的灯光洒落，让他本就流畅精致的轮廓愈发显得温柔。这个人就是阿乐口中发那位季家未来的继承人吗？这长相说他是娱乐圈顶流，沈金冰都不会有半点怀疑。来之前，罗勒瑟可没说他长得这么带劲。压下心底的惊艳，沈金冰缓步走到季艳玲面前，主动的伸手：“你好，我是沈金冰。”季艳玲许久没说话的缘故，季艳玲的嗓子有些沙哑。他示意眼前的人坐下，请坐。至于沈金冰主动伸出的那只手，季艳玲看都没看一眼，被他无视了自己的示好。沈金冰笑得有些勉强，不过很快他就调整好情绪。显然沈金冰很清楚，眼前这个男人和平时讨好他的那些玩物完全不同。他坐到季艳玲对面，将垂在胸前的头发撩到脑后，露出白皙的脖颈，微微的轻声：“季少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沈金冰的动作过于刻意，会客厅内的两人几乎瞬间就明白了他想做什么。季艳玲表现还算平静，毕竟这种主动贴上来的女人她见得多了。反倒是罗勒瑟在看到沈金冰动作的瞬间，脸色肉眼可见的沉了下来。沈金冰，他带着几分警告的提醒道：“季艳玲找你来是想问顾青青和思涵里的事。”顾青青提到这个让自己咬牙切齿的名字，沈金冰荡漾的心瞬间冷静下来。他端正了几分坐姿，埋怨的回头看了罗勒瑟一眼。来之前他只听说季艳玲有事要打听，却没说是关于顾青青和思涵里的事。要是知道的话，他肯定不会来。怎么？注意到他的反应，季艳玲轻晃着桌上的酒杯，灰暗的视线落在沈金冰身上，散漫的腔调带着几分冷冽：“沈小姐不想帮我这个忙，我凭什么帮你？”沈金冰虽然蠢，但什么人不能得罪心里还是清楚的。哪怕眼前的人是季家未来的继承人，但为了他得罪思涵里，这种事沈金冰还没那个胆子做。听到这话，季艳玲手中的红酒杯重重落在桌面，发出一声厚重的咚声，吓得沈金冰心跳都停了一拍。反应过来，眼前的人因为自己的拒绝而不爽后，他得意地弯了弯嘴角，这才不紧不慢地解释：“顾青青倒是没什么，只是他身后站着思涵里。季少虽然待在京市，但想必应该知道思涵里这个人有多冷血，手段有多狠辣吧？我沈家的根基虽然在港城，然而比起思家，他扯了扯嘴角，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沈家在思涵里面前真的不够看，所以和思涵里有关的事我不能说。冷血狠辣。”季艳玲玩味地笑着，我以为这些只是传言。传言？见季艳玲的注意力被自己吸引，沈金冰得意地往后靠，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或许在你们这些外人眼里这些是传言，可在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港城人眼里，却是比珍珠还要真的事实。”当年，沈金冰说到这里，声音突然停顿片刻，显然意识到自己差点说了不该说的话，佯装不经意地咳了一声。沈金冰才恩赐般地对季艳玲说：“我和季少有缘，不如你说说想知道什么，只要能说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季艳玲就算想知道更隐秘的事，也不好再追问。想了想，她才开口：“思涵里以前有过女朋友吗？或者退一步说，他有喜欢的人吗？”沈金冰摇摇头：“没有，这种事在港城不算秘密。”但答案肯定不是季艳玲想要的，一个都没有。季艳玲有些惊讶，按理说思涵里能有今天的身份地位，女人不会少才对。没有。沈金冰坚定地摇头。反正在我知道的消息里，思涵里第一个特殊对待的异性有且只有顾青青，有且只有，多么让人心动的4个字。可季艳玲听到这些，却只觉得心如刀割。猛然间，在沈金冰和罗勒瑟的注视下，刚才还游刃有余的人瞬间红了眼眶。沈金冰看着这样的季艳玲有些不忍，但更多的是不解。“你问这个做什么？”他追问。季艳玲没有回答，然而罗勒瑟却不忿地开口：“因为顾青青和季艳玲是情侣。”什么？沈金冰猛地起身，差点连桌子都掀翻了。他张着嘴想问季艳玲什么，又不知该从何问起，半晌才挤出了一句：“顾青青是你女朋友，我们吵架了。”季艳玲喃喃道：“所以她跑来港城散心，却没想到她会和思涵里走得这么近。”罗勒瑟叹了一口气：“所以我一开始知道顾青青和思涵里走得很近时才会那么惊讶。”他摇摇头，像是不赞同。他可是有男朋友的人，真有意思。沈金冰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眼睛都亮了起来。他目光在季艳玲身上打量着，保持着所剩不多的理智问道：“你怎么证明？如果顾青青真的有男朋友，那思涵里不就成了男小三？”沈金冰心情越来越兴奋，就是因为顾青青那个贱人帮助沈新月，他才能那么轻松地拿到他那个死妈留给他的股份。本来那些股份未来都是自己的。将沈金冰的神情变化尽收眼底，季艳玲拿出手机，将自己和顾青青的合照翻出来递给他。这样能证明吗？相片里顾青青那张讨厌的脸和眼前季艳玲的脸紧贴在一起，两人的脸颊上分别有半个口红画的爱心，一看就是其中一个人画了之后，另外一个人脸贴脸印上去的。看到这张相片，沈金冰得意的咧嘴笑了，有了这个把柄，顾青青，我还整不死你。送走沈金冰，罗勒瑟看向脸上已经没了刚才那难过神情的季艳玲，问道：“你这样做不怕顾青青更讨厌你？”怕。季艳玲靠着椅子，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手里的红酒杯。就在罗勒瑟以为他会否认时，他却肯定道：“我当然怕，只是比起被顾青青当垃圾一样扔在角落，被无视，被冷淡，最后被当成陌生人一样忘掉。”季艳玲宁愿让他恨自己，而且谁知道最后不是顾青青对他回心转意呢？他爱了自己那么多年，又怎么可能轻而易举的就放下挽回他？对他来说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不知道为什么，早就对季艳玲心存爱慕的罗勒瑟，此刻看着眼前这人眼底接近疯狂的偏执，竟然只觉得后背一阵发凉。转眼间到了出海的日子，他们一共开了3辆车，原本打算顾青青和思涵里一辆，宁旺和万里一辆，齐彦修和齐彦辰以及木子一辆。现在木子拉着万里上了齐彦修的车，于是齐彦辰和宁旺只能1辆车了。OK， 齐彦修一向对木子百依百顺，自然不会拒绝他。至于万里，他都敢无视宁旺了，那他自然没什么好怕的。
齐彦修启动车辆，朝还站在门口的顾青青做了个敬礼的动作。顾青青，我们先走一步。齐彦修虽然不怕宁旺，但也担心宁旺非要跟过来自己不好拒绝，所以先走为妙。好，顾青青朝他挥挥手，目送他们的车开远，确定没好戏可看了，视线才恋恋不舍的一向站在车边抱着手盯着他看了许久的思涵。他今天穿了身和平时的风格完全不同的衣服，上身一件蓝底墨绿色的碎花衬衫，下身则是一条骚气无比的浅粉色沙滩裤。似乎察觉到自己的视线，男人薄唇绽开一抹灿烂至极的笑，那白的炫目的牙晃得人眼花。见状，顾青青忍俊不禁的歪了歪头，朝他勾勾手，过来。这招猫逗狗的动作真是的。女人从小就被灌输了那句话，外面男人千千万，只要出轨咱就换。她一直把这话当真理，所以当她看到恋爱3年的男友冒着大雨给另一个女人撑伞时，她没哭没闹，只是默默拍下了照片和视频。男人以为自己藏得很好，却不知道他和学妹雨中拥吻的画面已经被顾青青传遍了整个 A 大。消息发出去不到1分钟，他们共同的朋友就炸开了锅，一条接一条的评论刷屏，大家着急成这样并不奇怪，毕竟谁都知道纪彦霖有多痴迷她，当初追了她整整3年，死缠烂打，前前后后竟然求了66次婚，她才勉强松口答应嫁给他。顾青青盯着那条动态，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那份曾经全给他的爱，仿佛被劈成了2半，一半还留在他这里，另一半却已经悄悄给了别人。他没去找纪彦霖问个清楚，更没上演什么哭闹戏码，只是安安静静的注销了所有社交账号，收拾好行李，毫不留恋的离开京城。终于到了和新朋友们相约出海的日子，顾青青招呼了一声过来，这招猫逗狗的姿势让思涵里忍不住笑出了声，不过他也懒得拆穿，长腿一迈走向他，短短几步却被他走出了在 T 台上亮相的感觉。顾青青眼神古怪的盯着他，只觉得眼前这人怎么看都像一只开屏的孔雀。顾小姐对我今天的打扮还算满意吗？他轻轻将墨镜往下拉，狭长的眸子透着几分促狭，问着正盯着自己的顾青青，勉勉强强吧。顾青青佯装正经的咳了2声，绝不会承认自己其实已经被他今天与平时完全不同的风格惊艳到，只是勉勉强强啊。顾小青，你审美没问题吧？他眉梢微挑，明明就他这张脸，谁看了不夸一句帅到没朋友？顾小青，思涵里耳尖红得透透的，几乎咬着牙问，你到底在看哪呢？他当然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他的脸是无数人趋之若鹜的资本，可鬼知道，当他察觉到顾青青真正视线落的位置时，差点都要把牙根咬碎。此刻，顾青青巴掌大小的脸突然被思涵里掌心扣住，与他温软的肌肤接触，他却没有半点旖旎的心思，只是恨铁不成钢的低声提醒，你是女孩子知不知道？知道。他眨巴着漂亮的眼睛，眼底全是坦然无畏，字字清晰的反驳，正因为我是女孩子，所以更应该吃好一点。顾青青根本不把他握住脸的动作放在眼里，纤白的小手反握住头，明明不过他手掌2/3大的手，却有着惊人的力气，轻轻松松就把他手拿开。脑袋恢复自由后，他非但没收敛，还挑逗地盯着他。司总身材很好哦。话一落，他还吹了个口哨，暧昧地冲他挤了挤眼睛，鼓励道：继续保持啊。思涵里沉默，忽然有些好奇他到底看过多少人的腹肌，不过还没来得及问，他已经大步走开，走了几步发现他没跟上，他顿了顿回过头来，似乎察觉到他的视线，刚才还一身散漫的思涵里忽然抬头，和他对上目光时唇角轻轻牵起，露出一个阳光无害的笑，这么盯着我做什么？有点眼熟。顾青青眉头微蹙，刚刚他那一笑，让他心跳像被突然遏制般漏了半拍，同时涌起一种刻骨而奇怪的熟悉感，可他就是想不起来，这种陌生又强烈的熟悉感在他脑海里碰撞，眉间的弧度越来越深。不舒服吗？看到他皱眉，他笑意一收，快步走到他面前，将手放在他肩上，关心地看着他，反握住他的手，动作是摇头，眼睛却牢牢锁在他身上。我们以前见过。他的声音笃定无比，他的手握得更紧了，脑海里闪过那血色混乱的一幕，但最终只是伸手揉了揉他的脑。是见过，我小时候去过外国文森特家族的庄园，小的时候他的眉心并没有舒展开，仍疑惑地追问，你在庄园见过我？算是吧。他唇边带笑，像是想起了什么趣事一般缓缓道，我刚进庄园就看到你跑出来摔了一跤，当时我是扶你起来的。顾青青瞪大眼睛，完全想不起这回事，狐疑地看着他。我那时候头发是什么颜色的？金色的卷发。他说完顿了1秒，又补充道，精致的像个洋娃娃，金发。他瞬间就知道那是自己10岁的事。那年顾盛德和顾行玉的母亲打赌输了，顾行玉的母亲被背着木婉珍偷偷带他去染了个金发，为的就是让他看起来更像他亲生的，带他四处炫耀。见思涵里没答错，顾青青的眉心终于缓缓松开，抱着手，眯起眸子，目光变得危险。我那时候才10岁，那你现在是怎么认出我的？2个人当年的年纪都还不大，而且不过是经历过一场微不足道的小插曲，思涵里却记得这样清楚，怎么想都透着几分耐人寻味。我没认出你。思涵里白了他一眼，似乎想不通他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还带着点鄙。我已经知道你身份了，要是还想不起来小时候见过你，那我这脑子也太不顶事了吧。毕竟文森特家族年轻一辈就她这么一个小公主，身份一清楚，对号入座就很容易了。这倒也是，顾青青被说得心服口服，把那股残留的心悸感硬生生的从脑子里赶出去。催他上车吧，等下木子他们走远了我们跟不上。行。见他神情已经恢复正常，思涵里才不动声色的松了口气，先打开车门让他上车，然后自己才绕到驾驶座坐好。不远处的游艇上，木子兴奋地冲顾青青挥了挥手，显然是早就注意到他们了。闲适的海风吹乱了顾青青披散的卷发，发丝挡住视线让他微微皱眉，还没伸手把头发扒开，思涵里的手已经先一步拢到他耳后，低声道皮筋。顾青青挑眉一脸惊讶，你会？他不是故意怀疑，而是一个没谈过恋爱的男人真的会扎头发吗？不会。思涵里接过他递来的皮筋却很自信，不过嘛，没吃过猪肉总看过猪跑吧，扎头发而已能有多难。1分钟后他手臂就有些酸胀，
好不容易将皮筋套在他的头发上，却开始沉思到底该往左扭还是往右扭。试着动了动皮筋，勉强绕了一圈，偏偏有一缕发丝不知何时滑了出来，被风吹得来回晃，像在嘲讽他的笨手笨脚。思涵里没心灵的像麻花，还没好啊！顾青青真的不想催，但这速度太慢，他脖子都有点酸了。再等等，他假装镇定，把皮筋取下来，动作轻柔的把他的头发全拢在掌心顺了顺，发丝太顺，一松就滑出去。为了不弄疼他，又不能用太大力，只能小心把握着那点适中的力道。好在这一次，皮筋完美的绕了2圈，将他的头发包住。看着自己的杰作，他松了口气，满意道：“可以了。”“好的，谢谢托尼老师。”顾青青赶紧活动活动脖子，刚转身，皮筋就随着动作缓缓滑落，在两人没反应前掉到地上。一阵海风吹来，顾青青直接被头发呼了一脸。思涵里轻吃，简直不敢相信半天努力换来的是这个结果。弯腰捡起皮筋，在指尖转了一圈，不甘心地说：“再来。”“不必。”顾青青立刻做了个暂停的手势，白嫩的手掌竖在他面前：“我自己来，我真可以。”思涵里勾住皮筋不让他拿走，倔强地盯着他：“你不相信我？你看你那手法，像是值得我信的吗？”顾青青反问，满眼嫌弃都是：“我给你机会了，但你不中用。”他直接抓着他的手把皮筋抢回来，双手拢到脑后，手指灵活地扎了个鸡毛半丸子头，得意地抬了抬下巴。菜就多练。女孩颈部的线条本来就精致流畅，一扎起头发，白皙天鹅颈更是格外引人注目。那抬下巴的金贵傲气，活脱脱就像只天鹅。思涵里被他的气劲逗笑了，大掌一摁，把他的脑袋转向游艇方向，淡定地转移话题：“走吧，别让他们久等了。”顾青青撇了下嘴，倒也没继续抓着不放，免得真把人惹急了，拉着他在这练一天绑头发。两人一前一后走到游艇旁，等了一会的齐彦修趴在船沿朝顾青青挤眉弄眼，压低声音道：“韩里哥不当人了，耽误这么久。”“啊，什么？”顾青青装作没听见，然后故意扯着嗓子反问：“你说思涵里不是人？”“哎，不是。”齐彦修被一道冰凉的视线扫过去，背脊瞬间一凉，立刻怨怼地瞪了顾青青一眼：“我可没说，你别乱讲。”“我听到了。”顾青青一脚踏上游艇，冲着他晃了晃脑袋，小人得志的那股劲儿展示的淋漓尽致。“我不是，我没有。”他胡说。齐彦修来了个否认3连，看着思涵里一步步逼近，整个人往后退得跟被原配抓包似的，眼神里满是委屈和不甘。“韩里哥，你不信我吗？”这副表情，要不是刚才被调侃的是顾青青，别人看了还真相信他是无辜的。可思涵里显然不吃这套，神色淡淡的从他身边走过去，丢下一句把他彻底击溃的话：“我亲耳听到的。”第二，出国历练。齐彦修先是震惊，听到出国历练几个字立马崩溃，顾不上再调侃顾青青，立刻冲着走到另一边的思涵里追了过去。惨叫声混着游艇启动的轰鸣交织在一起，倒挺有点别样的响亮。木子慢悠悠地往嘴里丢了一颗葡萄，端着果盘走到顾青青身边，把果盘递给他，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彦修哥就是嘴欠。顾青青捏起一颗葡萄送进嘴里，木子接着说：“好在韩里哥治得了他。”这一点顾青青早看出来了，却还是忍不住疑惑：“你们为什么都这么怕思涵里？”说到这个，木子那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小心地瞟了思涵里一眼，见他正被齐彦修纠缠着没空注意自己这边，才拉着顾青青绕到另一侧，压低声音一本正经道：“我们那不叫怕，叫怂。读书人得用词精准。第二，我们怂的原因很简单，韩里哥的身份加实力是双重碾压。”木子忍不住想起自己第一次不长眼去挑衅思涵里的下场，硬是被爷爷关祠堂半个月。他咬牙道：“韩里哥表面看起来跟我们这些纨绔子弟是一个圈子，可实际上他的地位能和我老爸不跟我爷爷平起平坐，甚至更高。只要做的事让他老人家不顺心，根本不需要他亲自动手，我们的长辈就要冲上来抽我们几鞭子，好给他消气。”他摊着手一脸无奈，所以没人敢惹韩里哥。我在外面再嚣张，到他面前就得像乌龟一样缩着头。顾青青戳了戳他塞满水果的腮帮子，笑道：“那这压迫力确实够强的。不过我觉得齐彦修好像没那么怕思涵里。”“是不怕。”木子嘴里还含着葡萄，拍开顾青青的手，把东西咽下才说：“彦修哥和韩里哥是一起长大的，感情不是外人能比的。”他顿了下又补充：“当年韩里哥家里出了变故，是彦修哥带着齐家毫不犹豫地站在韩里哥这边，才让他多了一个翻盘的筹码。要是单凭彦修哥那没出息的爹，齐家哪能稳坐港城前几的位置？”顾青青是真没想到背后还有这层情谊，他原以为他们的关系不过是年少交情。一旁的万离听着，想了想才迟疑地开口：“宁旺好像也提过思家当年的事，我记得他的意思是，韩里哥的父母就是在那次变故里去世的。”话一出口，木子脸色立刻变了，朝万里比了个噤声的手势。见思涵里还在那边被齐彦修缠着没注意自己这边，他才压得更低声音提醒：“别提这个，这是韩里哥的禁忌，谁提谁死。”就在女人要离开港城的前一晚，那高傲的不可一世的男人居然亲手替她披上毯子。他原以为他会像小说里的男主那样用尽手段把她留下，可没想到他一句别走都没说，只是淡淡问了他机票是哪天，然后在沉默中叹了口气：“我不会拦你，只是想从你这里得到一个理由。”思涵里一直是这样的性格吗？木子愣了一下，抿了抿唇，连水果也不碰了，认真的看向顾青青，说：“不是，以前的韩里哥跟齐彦修有点像，就是那种热血的中二少年，你知道吧？”见顾青青点头，木子才继续说：“不过他比齐彦修更聪明，想事也更成熟些，但也只限于思维逻辑而已。”回忆里那个张扬无畏的少年，在他脑海里渐渐清晰，可他还是轻轻叹了一口气：“是我刚才说的那场变故之后，他才像换了一个人，做事的方法越来越毒辣，对竞争对手的手段也越来越狠，跟以前那个乐观向上的韩里哥完全不一样。若不是你问起，我都快忘了那个热血善良的他。”不过说到这，木子忽然眼神发亮，仿佛顾青青的出现让他又看见了那个有温度的思涵里。他拍拍顾青青的肩，笑得认真：“青青，韩里哥对自己人真的没话说，你别怕他。”
顾青青微微沉默，就她在自己面前那副样子，真是想爬都没地方爬去。这时，不知什么时候从齐彦修纠缠里脱身的思涵里，冲不远处凑在一起的3个脑袋喊了一声顾小青，木子被吓得一激灵，抬头见他没走过来，才松了口气，推顾青青，快去吧，他喊你呢。顾青青心里暗暗翻了个白眼，握了握拳，小小表达不满，这才走向思涵里。等他靠近，他就目光灼灼地盯着问，聊什么呢？这么入神。原来他已经看了他好几眼，他却全然没察觉。聊的那点内容能告诉他吗？当然不能。他面不改色地回了句，女孩子之间的八卦你就别问了。约莫半个小时后，游艇驶入海钓区，顾青青站在他旁边，看他理线挂耳，皱眉嘀咕，好恶心，那饵料是活生生的小章鱼和长满细脚的沙蚕，扭来扭去，光看他就浑身鸡皮疙瘩直冒。思涵里递给他刚投入海里的鱼竿，钓鱼挺有趣的，要不要试试？就直接给我了。他眨眼问，他似笑非笑，不然你还打算自己挂饵吗？顾青青连忙摇手，别，我没那心理准备。于是他接过鱼竿，安享思涵里的劳动成果，哼着小曲等海里的鱼上钩。很快，思涵里和齐彦修他们一人一竿，正儿八经盯着海面。可时间1分1秒过去，海上风平浪静，连个鱼影都没有。顾青青稳稳按着蓝牙耳机问，这地方真有鱼吗？木子懒洋洋晃着2郎腿，或许吧，他也没经验，因为以前都是在岛上钓的，在船上还是头一回。齐彦修瞥了他们一眼，鄙道，要有耐心好不好？钓鱼是修身养性，不能急，是这样吗？可40-50分钟过去了，还一点动静没了，天都快黑了。顾青青正听着齐彦修一本正经胡说的时候，手里的鱼竿突然被什么东西狠狠一扯，他本能的学电视里的动作，猛地往上一踩，感受到那股强劲的拉力后，急得直接站了起来，慌慌张张冲着思涵里喊，有鱼，鱼，我钓到鱼了。第一次看到他慌成这样，思涵里笑着放下自己的鱼竿，大步走到他身后，感觉重吗？很重，快点你，我拉不动了。顾青青把鱼竿底端抵在腹肌上借力，可那股力量还是在往水里拖他。除了第一条鱼上钩的兴奋，他还有点不知所措，还有那种会不会被鱼拖下海的忐忑感，让他整个人都绷得跟弓一样紧，2只手臂的肌肉一条条绷得死死的。思涵里见状也没再耽搁，站到他身后，双手错开他的手位，一上一下握住鱼竿，边动作边现场教学，我用力的时候你就跟着用力。这条鱼的劲儿有点大，不先溜到他累可不容易拉上来。他沉稳低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呼吸扫过顾青青的耳畔，有点发麻，可他哪顾得上升起什么旖旎的心思，只是死死盯着海里的浮漂，满脑子怕的就是好不容易钓到的鱼会跑掉。好在思涵里一上手，那股安全感立马涌了上来，第一次配合，两人竟然出奇的默契，拉线和放线之间没有半点踩到对方脚的尴尬。木子他们其实早在听到顾青青钓到鱼的第一时间就围了过来看热闹，等到看到鱼开始没力的时候，几人都露出期待的神情，仿佛下一秒就能看到他被拽出水面。然而那鱼好像故意戏他们似的，一个摆尾又往外窜了老远，众人立刻重新屏住呼吸。思涵里和顾青青这时就会默契的放线让他跑，等力气耗的差不多再一鼓作气收线，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多次。等海里的鱼彻底没了劲，思涵里松开鱼竿去拿捞网，顾青青依旧保持戒备姿势，紧握鱼竿不放，直到那条大鱼被捞网都进来的那一刻，顾青青瞬间脱力，一屁股瘫在椅子上，毫无形象的吐槽，这是遛鱼还是遛我啊？可现场没人理他，全都兴冲冲的跑去看鱼。哇！木子惊看着那条在船上还活蹦乱跳的鱼，馋得直流口水，这么能跑，一定很好吃，当然好吃。齐彦辰瞥了他一眼，慢慢解释，老鼠斑，野生石斑里比较值钱的一种。那鱼长着尖嘴长头，身子灰色，乍一看真有点像老鼠。木子只是撇嘴应了句，即便他主动和他说话，他也懒得多答。他转头冲瘫在椅子上的顾青青招手，青青，快来看你的战果。来了。顾青青大口呼气，整个人不想动，可想到这是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钓到鱼，热情还是盖过了疲惫。他甩了甩酸麻的手臂，刚准备站起来，不知何时走到跟前的思涵里忽然把手横在他面前，他心领神会的搭在那手臂上，借力起身，一路跑到木子他们身边，蹲下一起围观。看到鱼身上那些像豹纹一样的黑色斑点，顾青青皱起眉，长这么丑，而且也不算大啊，眼前这条不过50多厘米，为啥能把它当狗遛？思涵里听出眼话里的不忿，才耐心解释，野生鱼的力量本来就更大，这条野生老鼠斑在同类里已经算挺大的了。他甚至有点佩服顾青青的运气，而且它很肥，的确，这鱼肚子和鱼鳍处的肉厚的肉眼可见，顾青青都不敢想下锅之后会有多鲜美。他蹲着，眼神发亮，像饿狼盯着猎物，炖了它。话音刚落，厨房的厨师便上前把鱼拿走处理。虽然在港城人心目中这么好的鱼就是要清蒸，但是没有人开口，个个都看在某人的面子上放弃自己的坚持，选择尊重顾青青的决定，目送着自己的战利品远去。顾青青刚准备再接再厉，余光就瞥见某人的鱼竿晃了一下，他立刻提醒，谁的鱼竿动了？大家齐刷刷扭头看去，只听齐彦修尖叫一声，我的！话还没说完，那一秒还叉腰看乐子的他直接扑了过去，一把握住鱼竿往上提，可鱼钩处不仅没鱼，连鱼饵都不见了啊！我的鱼！齐彦修仰天发出哀嚎，周围人纷纷投以同情的目光后默默坐回位置，谁都不想和他一样，明明有鱼咬钩，却因为分心让他跑了。比起木子他们这些还没钓到鱼的，顾青青这个第一名就显得轻松许多。晚上的海风一会儿温柔一会儿凉狠，却完全没影响这群钓鱼人的热情。直到厨房的海鲜大餐一道道端出来，思涵里才悠悠提醒，差不多了，先吃东西吧。海上的晚餐当然是海鲜为主。这会儿看到顾青青收起鱼线，思涵里直接将鱼竿接了过去，淡淡开口了句，我来吧。顾青青毕竟是第一次钓鱼，很多细节他还真掌握不了，所以他一说，他就毫不犹豫把鱼竿递过去，自己只在旁边帮点力所能及的小忙，比如把它取下来还带着海水的鱼钩仔细装进盒子里，这样等东西收拾妥当，一行人才慢悠悠围着桌子坐下，看着桌上满满一桌的海鲜，顾青青眼睛都亮成灯泡了。这一刻真没什么比能吃到自己亲手钓来的鱼更让人觉得有成就感了。
几个人几乎是同时动了筷子。当那肥嫩鲜美的鱼肉在口中化开的瞬间，不约而同地发出满足的喟叹。以他们的身份，不是没吃过海里现捞的鱼，可那种没投入过期待与精力的鱼，怎么可能跟眼前这盘比？很快桌上的菜就见了底，顾青青还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思涵里慢条斯理地开始从每条鱼的身上挑出最肥嫩的部位，各取一半放进自己面前的空盘里。齐彦修见状立刻不乐意，瞪着思涵里那盘肉：“涵里哥，你吃得完这么多吗？”他心里清楚，思涵里对海鲜向来没那么热衷，这些肉八成是给谁家的，他心里门清，可嘴上还是忍不住调侃两句：“我吃不完。”思涵里淡淡将盘子推到顾青青面前，但顾小青能吃。顾青青眼睛闪着光，毫不扭捏地伸手接过：“谢谢。”齐彦修看着这一幕，嘴角直抽，要不是这桌子大部分的鱼都是顾青青钓来的，我才不会眼睁睁看着我心爱的鱼被端走。话说完，他才反应过来，狐疑地问思涵里：“你今天怎么没钓啊？吃顾青青的软饭你也好意思？”思涵里钓鱼的技术在组里那帮老家伙手里都是扛把子般的存在，可今天他除了开头抛了一竿，后面连鱼都没钓起来就收了竿。吃软饭这个说法他却觉得有意思。快1个月了，他冷不丁问：“你跟顾青青说过你的心思了吗？”“不急，不急。”齐彦修立刻作证，一脸急切：“这能不急吗？顾青青只在港城待1个月，等她回京市了你怎么追？我又不是没长脚。”思涵里嘴里应着齐彦修，眼神却一直没从顾青青的身上移开。齐彦修腹诽：“京市和港城隔老远，你跑断腿都未必追上，我坐飞机去，腿断不了。所以呢？”齐彦修听出言外意，忍不住震惊：“你是打算要跟顾青青搞异地恋？”则思涵里终于不舍得收回看向顾青青的视线，偏头睨了他一眼：“我名分都还没有，练什么练？得。”齐彦修又瘫回椅子，心里暗暗腹诽：“你完了，名分没拿到，心就插翅飞过去了，以后怕是连家庭地位都悬。”夜空的星光在海面闪烁，吃饱喝足的人都去休息，热闹的游轮渐渐安静下来。顾青青还没睡意，站在甲板上伸展着因久坐而僵硬的腰身，双手刚刚打开，一阵冷风正面吹来，她立刻冷得收手抱紧自己。海上的夜温比白天低多了，她摸了摸已经起了鸡皮疙瘩的手，刚准备回去拿外套，肩上忽然落下一条还带着余温的毯子，她下意识抓住垂下来的边角，笑：“真巧，我正要去拿外套，你就来了。”她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谁，毕竟能在这个时间关心自己动静的人只有她。这种不自觉流露的熟悉和信任，让思涵里心口微微一软。她笔直地站着，身高近1.9米的她俯视顾青青，角度并不能完全看到她细微的情绪，所以她退了一步，微微弯腰，瞳孔里映着她的身影：“哪天的机票？我送你。”顾青青微愣，抬眸便尿进那双带着纵容的深眼中，不是阻止，也不是挽留。顾小青，她叹了一声，声音里掺着似无奈似妥协：“你确定要回去？我拦不住也不会拦，我只是想在你那里得到一个理由，让我去找你的时候不用担心见不到你，就这么简单。”女人从小就被灌输了那句话：外面男人千千万，只要出轨咱就换。她一直把这话当真理，所以当她看到恋爱3年的男友冒着大雨给另一个女人撑伞时，她没哭没闹，只是默默拍下了照片和视频。男人以为自己藏得很好，却不知道他和学妹雨中拥吻的画面已经被顾青青传遍了整个 A 大。消息发出去不到1分钟，他们共同的朋友就展开了播，一条接一条的评论刷屏，大家着急成这样并不奇怪，毕竟谁都知道纪彦霖有多痴迷她，当初追了她整整3年，死缠烂打，前前后后竟然求了66次婚，她才勉强松口答应嫁给他。顾青青盯着那条动态，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那份曾经全给她的爱仿佛被劈成了2半，一半还留在她这里，另一半却已经悄悄给了别人。她没去找纪彦霖问个清楚，更没上演什么哭闹戏码，只是安安静静地注销了所有社交账号，收拾好行李，毫不留恋地离开京城。就在即将返回京城前夕的海钓游艇上，思涵里认真道：“你确定要回去？我拦不住也不会拦，我的试探只是想从你这里得到一个给自己的理由。去找你的时候不用害怕见不到你的理由，就这么简单。”顾青青抿唇，唇角的梨窝像盛满醉人的清酒似的。思涵里手指动了动，终是没忍住抬手轻轻碰了一下，却不舍得收手，用略有些粗糙的指腹一下下摩挲着顾青青唇角的梨窝，像是要将自己的气息也融入进去，然后永远的溺毙在其中。就这么简单，他这些日子所做一切的初步目标已经达到，只要他犹豫，只要他不舍，只要他心动就够了，后续的不急，慢慢来就好。或许是思涵里眼神中的情意太过动人，又或许自己在刻意的纵容。一向不喜欢旁人触碰自己梨窝的顾青青，在几秒后才抓住思涵里在自己脸上作乱的手，不许摸了。他不满的斥责，故作凶狠的腔调却没什么威慑力，但思涵里到底没敢得寸进尺的将人惹恼。等他将手抽回去后，顾青青一脸淡定的将手背到身后，接触过思涵里手心的指端却轻捻了几下，他的掌心滚烫炙热，清爽的暖意连带着将顾青青被风吹冷的手都热了几分，莫名的让他有些留恋。一定是现在风太冷了，毕竟人索取温暖是本能嘛。说服好自己并不是色鬼的顾青青心安理得的将心底的那点旖旎压下，然后一抬眼就对上司韩里噙满笑意的眼。顾青青自认为自己的小动作做得足够隐秘，可是在对上司韩里仿佛看透一切的双眼时，他的脸却不受控制的开始发烫。干嘛这样盯着我？一个不慎，顾青青紧张的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我在想，难得见他如此窘迫，思涵里坏心的将手重新摆到顾青青面前调侃道：若是顾大小姐还没尽兴的话，我可以勉为其难的牺牲一下，不用勉强。顾青青推开思涵里的手，鬼知道推这一下他心有多痛，他可是手控啊，要命！拒绝思涵里的这一秒就跟不让宅女回家，不让吃货吃饭一样残酷，不勉强。思涵里垂在身侧的手轻点了一下裤缝，骨节分明的指端如青葱如翠竹，就连这么一个随意的动作都精致好看的让人移不开眼。顾青青只觉得眼前一亮又一亮，但她自诩是一个有自控力的人，她摇摇头拒绝道：我可以摸一下吗？话说出口后的一瞬间，顾青青懊恼地咬着嘴唇，这破嘴。思涵里更是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就在顾青青以为他会给自己这个机会时，对方却直接转身离开，不喜欢勉强就算了。顾青青连忙抬脚跟上去，我只是不想勉强自己，勉强别人还是可以的，算了吧。思涵里含着笑意的声音里满是戏谑，我这身份也不是能被勉强的。
思涵里你怎么能这样？顾青青急了，加快脚步继续追赶思涵里的步伐。我哪样？思涵里停下脚步转身追问，下一刻就眼睁睁地看着没刹住脚的顾青青直挺挺地撞入自己怀中。他虽然及时扶住她的手臂稳住了她的身形，胸口却依旧被顾青青的额头重重地磕了一下。惨叫的顾青青听到耳边传来的闷哼，猛地抬头，对上思涵里幽暗的眼神，他挪着脚往后退了一步，似乎觉得这样不够安全，又往后再退了一步，这才扯着一个乖巧的笑脸问，我只是没刹住车，不是蓄意报复，你信吗？跑什么？思涵里无奈地抓着他的手臂，将人重新带到自己面前。额头不痛吗？自己胸口都疼得厉害，他这小脑瓜子明天还不知道会不会肿。看到那已经明显红起来的印记，思涵里将他按在沙滩椅上，乖乖坐着，我马上回来。顾青青小鸡啄米式点头，等思涵里走了才吸了一口冷气，连忙揉额头刚才撞到的地方，好痛。还好思涵里吻了他一下，否则他撞到的就不止额头，漂亮的鼻子也得遭殃。想到鼻子被撞到的痛，顾青青就开始脑补鼻血喷溅的刺激画面。顾青青当即对思涵里感激到恨不得当场给他拜一拜。等他缓过这口气，去而复返的思涵里手里不知道拿着什么东西走过来，用鸡蛋敷一下，不然明天会肿。话落，他将用棉柔巾包着的鸡蛋放到顾青青额头的伤处，轻声问，烫不烫？顾青青摇摇头说，不烫。思涵里的声音不似刚才的轻松，只低声道，我的错，不该逗你的。顾青青皮肤白，在游艇的冷光灯照耀下更是白得透亮，因此一个红痕在她白皙的肌肤上看起来都突兀的刺眼，不是多大的事。顾青青无所谓的摆摆手，虽然确实疼，但只要不毁容都没关系。思涵里没有说话，只轻柔地转着鸡蛋给顾青青热敷，她衬衣角被风扬起又落下，这一刻似乎连空气都格外静谧。我想放着坐姿，腰身紧绷着有些累。不等思涵里回答，顾青青就往后靠在沙滩椅上，整个人放松下来，加上额头暖乎乎的鸡蛋滚来滚去，没过多久顾青青就舒服的眼皮往下坠。看着顾青青突然开始一点一点上下晃动的脑袋，思涵里笑着用掌心托住她的下巴，没忍住挠了一下她下颌的软肉，这才放轻了声音问，困了的话回房间睡好不？不要。困倦的顾青青显然没意识到此刻托着自己下巴的是自己心心念念的那只手，她侧了侧脑袋，将脸颊贴在思涵里掌心，似乎为自己寻到一个舒服的位置而感到开心，扬起的唇角里都透着愉悦，注视着这样毫无戒备熟睡的人。思涵里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初见时从没将他往当年那个孩子身上想，和那个不过10岁却能面不改色的在一众绑匪的监视下拿到武器，并且还能活着离开那片地狱的顾家大小姐相比，如今的顾青青表现的实在太像一个在正常环境里长大的正常女生。顾小青，太阳出来了。被叫醒的顾青青迷迷糊糊的睁眼，入目便是天边海平面下跃起的红日，无数被染上金黄的云层推攘着散开。不等顾青青再看，眼前落下一片暗色。思涵里将墨镜给她戴好，叮嘱道，盯久了眼睛会不舒服的。顾青青抬起靠在思涵里肩上的脑袋，抱着手放空在眼前的景色里，整个世界仿佛安静了下来，一望无垠的海面只有随着浪潮声起伏的游艇在发出低沉的嗡鸣。在船舷处，木子抱着万里的手臂，难得安静的和他一起看着眼前的景色，金黄的日光落在他们身上，连带着发丝都泛起柔软的光芒。等到太阳当空而坐，游艇靠岸，一行人陆续下船，终于有了踩在地面的实感。顾青青安心的跺了跺脚，心满意足的回头看了那游艇，心想下次还来。思涵里说，走吧，送你回家休息。顾青青点点头，刚抬脚手机就响了起来，看到来电的是沈星月，她一边接通一边跟在思涵里身后朝着车走去。青青，你们回来了吗？沈星月看着刚得到的消息，眉心紧紧的拧在了一起，听出他声音里的关心，顾青青略微疑惑道，刚下船，星月姐有什么事吗？沈星月的声音就沉了几分说，今天早上京市顾家大少顾泽健突然到了港城。沈星月停顿了一下才严肃地说，青青，我怀疑他是奔你来的。顾青青前进的脚步缓缓停下，她视线落在不远处朝她靠近的几道人影，眼神逐渐冰冷道，不用怀疑，就是奔我来的，已经到我面前了，难道他们已经去找你了？沈星月问。听到他那边起身就要过来的动静，顾青青连忙制止说，星月姐，你不用过来，思涵里他们都在这里，我不会有事的好不？欠思总那么多人情总归不太好，在商场经历的多了，沈星月清楚世上最难还的就是人情债，放心吧，这些事我心里有数，他和思涵里之间谈不上欠不欠的，这些也只是顺手的事，若真走到一定要清算的那一步，他也不是还不起，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顾青青心底就是觉得他和思涵里不会走到需要清算后一刀两断的那天。那沈星月犹豫着说，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先给我打电话好不？顾青青点头应道，好。顾青青一口应下说，那星月姐先忙你的事吧。沈星月那边立刻明白他所处的环境已经不适合再谈论这件事了，随即干脆利落地挂断了电话。挂断电话后，顾青青将手机捏着转了半圈落回手心，这才面无表情地看向已经走到自己面前的那些人。思涵里站在他身后半步，饶有兴致地看着面前这些不请自来的家伙。顾小青的前男友，今日可是他们第2次见面，上次这人看起来只是一般，没想到这次看起来更一般了，需要我做什么吗？思涵里突然弯腰，将滚烫的呼吸从后面落在顾青青耳畔，那声音缠绵旖旎，简直勾人至极。可男人那双清冽的眼睛却越过顾青青，直勾勾地盯着纪艳玲，满目挑衅，似是在告诉他自己和顾青青的关系正如同他所看到的这样很暧昧。看到这一幕的纪艳玲脚步不自觉往前跨了半步，理智回笼意识到这是谁的地盘后又被迫停下，看不得顾青青和别人如此亲密的纪艳玲率先开口打断两人之间暧昧的氛围。他说，泽健听说你在港城结识了不少朋友，所以特地来帮你把关，2天不见，今天的纪艳玲精气神倒是好了很多嘛，虽然比起从前依旧略显消瘦，但至少看起来整个人没那么颓废。顾青青眼神淡淡的看了他一眼，然后推开思涵里伏在自己耳畔的脑袋，嘟囔着说，
痒死了。话落，他还抬手碰了一下自己发麻的耳廓，心里嘀咕这人突然开什么屏。思涵里顺着顾青青指端的力度起身，重新落在他身上的眼神里满是纵容。他柔声说：“我下次注意好不好？”顾青青并没有将思涵里的这话放在心上，他直接看向顾泽健问道：“你来做什么？”他这样问显然完全没把纪彦霖刚才的解释当回事。早就听说顾青青和纪彦霖分手消息却不相信的顾泽健，看着此时和别的男人如此亲密的顾青青，心重重的往下沉去。虽然知道顾青青身边的这个男人也是自己得罪不起的，但他还是冷着脸命令道：“过来，跟我回京市。”女人从小就被灌输了那句话，外面男人千千万，只要出轨咱就换。她一直把这话当真理，所以当她看到恋爱3年的男友冒着大雨给另一个女人撑伞时，她没哭没闹，只是默默拍下了照片和视频。男人以为自己藏得很好，却不知道他和学妹雨中拥吻的画面已经被顾青青传遍了整个 A 大。消息发出去不到1分钟，他们共同的朋友就炸开了锅，一条接一条的评论刷屏。大家着急成这样并不奇怪，毕竟谁都知道纪彦霖有多痴迷她，当初追了她整整3年，死缠烂打，前前后后竟然求了66次婚，她才勉强松口答应嫁给他。顾青青盯着那条动态，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那份曾经全给他的爱，仿佛被劈成了2半，一半还留在他这里，另一半却已经悄悄给了别人。他没去找纪彦霖问个清楚，更没上演什么哭闹戏码，只是安安静静的注销了所有社交账号，收拾好行李，毫不留恋的离开京城。而此刻的他，已经丝毫没有任何失落，都开始记挂小姐妹的脱身大事了。和你回家，凭什么？顾青青不屑的抬眸，这副目中无人的样子让顾泽健反感到了极点，他心里憋着一股火。不明白一个私生女凭什么敢不把他这个货真价实的顾家大少爷放在眼里呢？别人不知道顾青青的真实身份，他还能不知道吗？莫非他真以为顾家向外宣布她是顾家大小姐，她就真的是顾家货真价实的大小姐了？之前因着顾青青不住在顾家，再加上他和纪彦霖走得近，他对她的高傲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现在吗？顾泽健冷哼一声，居高临下道：“就凭我是你哥，是顾家的大少爷，而你只是个私生女，和我回京市，别让我再说第3遍，你没资格管我。”顾青青知道顾泽健是个蠢货，所以自己的真实身份顾家人都不敢和他说，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蠢。好在家族里那些毒瘤已经解决，自己也没必要再隐藏下去，否则真能被顾泽健这个自以为是的蠢货气死。他冷哼一声，无视顾泽健被气得发青的脸，来找我麻烦之前你就没问过顾不风，我是不是你能招惹的人吗？顾不风是顾泽健的父亲，也是顾氏的现任董事长，算是顾青青名义上的生父，只是顾青青回国后就没在顾家住过，和他之间只有交易没有感情。顾不风，顾不风，你总是连名带姓的喊他却连让你受点委屈都舍不得。顾青青，你还是个人吗？作为向来被顾不风严厉要求的长子，顾不风对顾青青的纵容和偏爱让他嫉妒到了极点。可顾青青对顾不风别说尊重，甚至连一声爸都不会喊，这样的他凭什么能当顾家的大小姐？顾青青头疼的叹了口气，很是无奈的开口：“回去看看脑子吧，他都已经表达的这么直白了，顾泽健就不能往其他方向想想吗？”实在有些不想和这种蠢货浪费口舌，他戴上墨镜越过他就要离开。然而在错身而过时，顾泽健不知道发什么疯，突然扬起巴掌就朝着顾青青的脸扇去。就在他抬手的瞬间，思涵里反应极快地握着顾青青的肩，将人护在怀中侧过身。与此同时，察觉到顾泽健动作的纪彦霖也一把抓住了他落下的手。顾泽健，纪彦霖咬着后槽牙，抓着顾泽健手的手越发用力，眼底发红，死死地盯着这个蠢货。他怎么敢对顾青青动手？木子几人根本没想到顾泽健会突然动手，所以都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等反应过来，木子连忙跑到被思涵里护在怀里的顾青青身边：“有没有受伤啊？”“我没事。”顾青青摇摇头，回头看着满目担忧的思涵里，眼底神色复杂。他没想到思涵里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护住自己，明明以他的身手可以拦住顾泽健的。这一刻，他清楚地听到了自己胸腔里凌乱的心跳。他爹的，确认顾青青没事，木子暴躁地撸起了袖子，跳起来就朝着顾泽健的脸扑去，当着我的面对我家亲戚，你当我木子是死的不成？看着扑过来的木子，纪彦霖不着痕迹地松开抓着顾泽健的手，退了半步。在他退开后的下一秒，木子的巴掌就落到了顾泽健脸上。贱人！顾泽健捂着脸，眼底惊讶、错愕、耻辱交叠，似是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女人打。他深吸一口气，骂骂咧咧的抬手就要还击，然而横空一只脚直接踹在他膝盖。顾泽健举着抬起的手哀嚎一声，像蛤蟆一样扑了下去。齐彦辰收回脚，站在木子身侧问：“还要打吗？”木子看了他一眼，倒也没在这个时候和他计较，磨牙切齿的开口问住他：“我要让他知道在搞成这地界，谁说了算？居然敢当着我的面动我的姐妹，今天不把他揍得爹妈都不认识，我就不姓穆。”随着木子拳脚落下，躺在地上的顾泽健发出一声声惨烈的嚎叫。顾青青从思涵里怀里探出个脑袋，看着挨打的顾泽健，悄悄朝木子竖起了大拇指。过了一小会，见木子还没停手的打算，顾青青刚要喊停，思涵里就柔声向他解释：“不用担心，木子从小就和圈子里的人打惯了架，打哪里最疼又不会危及生命，他最清楚。”顾青青心想，没想到木子还有这本事。顾青青被打了好一会，顾泽健终于意识到在这里谁能救他。他努力从木子的拳头下爬出来，指着顾青青：“你快让他停手，不然我回家去一定全都告诉他，我不会放过你的。”不等顾青青回答，思涵里直接横挡在顾青青的面前，阴鸷的眸光俯视着躺在地上的顾泽健：“你这爪子若是不想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把他永远留在港城。”刚才若不是当着顾青青的面，思涵里森冷的目光如狼一般死死盯着顾泽健，垂在身侧的手机不可见的颤意逐渐趋于平静。他一定要让这敢对顾青青动手的混蛋当场见血。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底翻滚的戾气，立刻滚出港城，否则……思涵里没说否则什么，但他泛红眼睛里阴森的寒意却让顾泽健打了个冷战。他只觉得自己像是被人摁在寒冬腊月的湖水里，整个人瞬间就被冰冷的湖水浸湿。他咽了咽口水，将指着顾青青的手缩了回去，却害怕的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这就是港城思家的当代掌权人吗？思涵里，在这一刻，这个名字深深刻在了顾泽健的心底，比现在还趁机又给了他两脚的木子还要可怕。
然而似乎觉得这样的驱逐还不够，思涵里刚准备让一边看戏的齐彦修再给顾家备上一份礼物，手臂就被身后的顾青青拍了一下。他回头对上顾青青带着淡淡笑意的眼睛，他开口道：“我没事，就这样吧。”看在顾不风这么多年嘴巴还算严实，加上木子已经打了顾泽健一顿的份上，这件事就算了。思涵里心里虽然仍然觉得不够，到底没驳顾青青的面子。见思涵里点头，顾青青的视线才落在一边的吉彦霖身上。阿青，我不知道他会对你动手。对上顾青青的眼神，吉彦霖本就泛着红意的眼睛染上一层无措和自责。他低声道着歉：“对不起。”他是想让顾泽健帮自己把顾青青带回京师的，但他从未想过要让顾泽健伤害他。被顾泽健这个蠢货一闹，顾青青恐怕更生自己的气了。这一刻，吉彦霖杀了顾泽健的心思都有。带他回去吧。顾青青开口，这是他今天和吉彦霖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哪怕吉彦霖也拦了顾泽健一下，但顾青青并不会因此感谢他，或是对他心软。人是吉彦霖带来的，所有他预料不到的后果，他都必须要承担。话落，顾青青又嫌弃地瞪了鼻青脸肿的顾泽健一眼。难怪顾家的人死活不愿意告诉你我的身份呢。顾泽健，蠢到你这种地步，当真是无可救药。所以，顾青青到底还有什么身份了？顾泽健嘴唇蠕动着，看着被思涵里护着坐上车离开的顾青青，青子的眼睛目露迷茫。木子甩了甩用力过猛、有些疲累的手，狗东西，别让本小姐在港城再看到你，否则下次我还揍你。说完，木子凶狠地挥了挥拳头，这才恋恋不舍地放过顾泽健。好久没动手了，真爽。他一蹦一跳地跟着齐彦修上车，完全又将刚才和他配合默契的齐彦辰忘在了身后。见此，齐彦辰只觉得心口泛起一阵莫名的酸涩，他张了张嘴，想喊住木子，可嗓子却像是被什么堵住似的。直到木林上了车，那句挽留的话还是没说出口。那天他不是故意不赴约的。然而木子没有回头，也看不到他的欲言又止。可以松手了吗？看到木子他们已经走远，万离动了动被宁旺抓着的手，冷着脸提醒道：“刚才看到顾泽健对顾青青动手，他也要过去的，就是不知道宁旺发什么疯将他拦了下来。”宁旺没动，只是温柔地注视着他，眼底的执拗却让人想要退缩。跟我回家，那是你的家，不是我的。万离挣扎着将自己的手从宁旺掌心抽出来，本就白皙的皮肤因为这一折腾，手腕处立刻红了一片。他却恍若未觉，只冷漠地转身离开。宁旺刚要追过去，已经和思涵里走出一段距离的顾青青却突然停下，朝跟过去的万离伸出了手，遥遥对上顾青青眼神中的警告。宁旺不甘心地停住脚步，将万离送上车。顾青青这才低声问身边的思涵里：“我若是把万离从港城弄到京师去，宁旺会不会发疯啊？”思涵里脚步一顿，反应过来顾青青这话是什么意思后，他有些头疼地揉了揉眉心：“哪天？你觉得哪天合适呢？”顾青青挤眉弄眼地谄媚着：“宁旺是你朋友，你应该比我了解他吧？”所以他话没说完，思涵里却已经明白他什么意思。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坐上齐彦辰那辆车的宁旺，思涵里默默移开视线，将心底那点心虚压下，提出自己的意见。今晚，顾青青重复了一遍，眼睛一亮，思涵里漫不经心地解释：“今天大家都玩得很累了，一般来说不会有人想继续折腾。第二，距离你离开还有几天，所以阿旺的戒备心还没到最强的时候呢。”似乎对思涵里分析很是满意，顾青青恭维地拍拍他的肩：“司总真是个好人，好人一生平安好。”刚插了兄弟两刀，思涵里有些笑不出来。他侧眸看顾青青这鬼灵精怪的模样，问：“所以好人有好报吗？”听到这话，顾青青立刻警惕起来：“你要什么好报？”思涵里想了想，正准备提出自己的要求，吉彦霖的靠近却打断了两人的对话。思涵里到嘴边的话突然停住，抬眸看向站到他们面前的男人，眼底带了几分难以描述的嫌弃。纪少还在呢，没有理会思涵里的挑衅。吉彦霖眼中只有顾青青。阿青，我们可以好好的谈一谈吗？可以啊。已经做好被顾青青拒绝准备的吉彦霖不可置信的抬眸，同时站在顾青青身侧的思涵里脸色也机不可见的变了。顾青青眨眨眼，声音平静地说：“港城最大的那家街巷咖啡很容易找的，1个小时后我们去那里见。为什么不是现在？”看着顾青青又要走，吉彦霖不安地追问，顾青青却没有回答，只是朝他挥了挥手就直接上了车，直到他们的车全都开走。吉彦霖还在盯着他们离开的方向思索，为什么是1个小时后呢？是因为他要回去换衣服，亦或是休息？可1个小时的时间做这些事好像也不够充足，不知道为什么，吉彦霖的心越发的不安。纪少，鼻青脸肿的顾泽健踉跄着走到他身边，察觉到鼻腔里有黏腻的液体流出来，手忙脚乱的用手将鼻子捂住。您是不是应该先送我去一趟医院啊？送不了。他把玩着手里的车钥匙，冷冰冰的给了顾泽健3个字。顾泽健一愣，为什么？因为我也想给你一巴掌。吉彦霖扯了扯嘴角，压着怒火质问：谁给你的胆子敢对他动手？基于系总裁突然一改往日高冷的形象，不仅幼稚的抢走他的零食，还说出了老土的土味情话，甚至不惜牺牲色相去阻止他，只因他得知女人要见前任而醋意爆棚。这边顾青青坐在副驾驶吃着思涵里车上准备的零食，吞咽的间隙跟着车载音乐哼唱着歌曲，看起来心情好的不行。思涵里满脸平静，可视线却几次落在身边的顾青青身上，像是在探究什么似的。终于在顾青青胃口很好的再次打开一包新口味薯片时，没忍住问：要和他见面就这么高兴吗？原本散发着松柏淡淡香味的车厢像是瞬间被醋泡了一般。顾青青故意嗅了嗅，然后一脸惊讶的问：好浓的醋味啊！思涵里，你闻到了吗？没闻到。思涵里停下车，将顾青青手里刚打开的薯片一把抢过来，恶狠狠地嚼了2片，这才阴恻恻地说：我就闻到一股没良心的味道。顾青青笑盈盈地盯着思涵里手里的薯片，准备抓到机会再抢回来。没良心是什么味道？思涵里被这人装模作样的可恶模样气笑，你把手抬起来。顾青青挑眉，倒也跟着做了，然后就见思涵里得逞的扬唇，你低头闻一下就知道没良心是什么味道。眼前这人坏坏的样子和他平日里那深沉的模样大相径庭，不像一族的掌权人，反倒更像京市那圈子里张扬跋扈的二代。思涵里被摆了一道的顾青青
牙都快磨碎了，却依旧扯着笑容，我觉得挺香的，不信的话你闻闻。话落就把手伸到了思涵里面前，在阳光下，顾青青手臂的肌肤银白细嫩，看起来就像一枚香香软软的小蛋糕。思涵里眉心跳了跳，只觉得牙根有些痒，伸出2根手指捏住顾青青的手腕，将她的手从自己面前挪开，拒绝得很干脆，不闻。为什么呀？就不闻。思涵里冷哼一声，趁顾青青还在憋屈看手的时候，把薯片几口吃完，然后把薯片袋子递给顾青青，优雅地擦了擦手，提醒道：“坐好，我要开车了。”顾青青无语地捏紧手里空荡荡的薯片袋，拳头握得嘎巴响。思涵里，你属狗的吗？随着顾青青的质问声，车子重新启动。思涵里余光看着他气鼓鼓的表情，轻笑：“不属狗，属于你。”顾青青震惊，该死的土味情话荼毒多少人啊！他绷着被尬到想要上扬的嘴角，直接扭头看窗外。今天要是搭理思涵里，他就是狗。一路无言。思涵里几次去看顾青青，都只看到一个漂亮的后脑勺。这幼稚的行为让思涵里唇角的笑就没落下过。等到了盛世，家境，车刚停稳，顾青青就气势汹汹地去开车门，然后没打开。他刚要转身呵斥思涵里锁门的行为，只听咔的一声，车锁打开，顾青青到嘴边的话就这样卡在嗓子眼了。对上顾青青气怒的眼神，思涵里搭在方向盘上扣动的手停了一下，无辜地做了一个请的动作。到了，顾小姐请下车。顾青青白他一眼，他敢赌思涵里刚才就是故意的，憋着一口气下车。顾青青就看到屋内已经到了一会的万离开门走了出来，看到他，万离眼睛里立刻盛满笑意。小青青，你终于到了，涵里哥让人送了火锅过来，你没到我们也不能先吃，可给我馋死了。对，玄关处木子的脑袋也探了出来，我本来是打算回家收拾行李的，听到涵里哥让人备了火锅就直接过来了。青青，快来，我好饿啊。他朝顾青青招着手，脸上都是耐不住的馋意。听着他们的对话，顾青青这才回头去看刚下车来的思涵里，挑眉，一副等着他解释的模样，怕你吃太多薯片一会吃不下火锅。男人一脸无辜，顾青青逆着他，那你不早说啊？他这一路生的气算什么呢？知道自己让这小祖宗不开心了。思涵里也不在意旁观的几人看热闹的表情，走到顾青青身边，压低声音哄着。俗话说没有一顿火锅不能解决的事，所以顾小姐能不能给个面子，先不生气了？顾青青傲娇的冷哼一声，抬脚朝着别墅走去。走了几步，察觉到思涵里还在那里待着，当即回头盯着他，被顾大小姐的目光锁定。思涵里瞬间了然他想表达的意思，立马迈开长腿便跟了上去。到了客厅，顾青青这才注意到齐彦修居然也在，看到他，齐彦修立刻露出一排大白牙，不请自来，咱们顾大小姐不会生气吧？看目前的情况，木子和万离和顾青青貌似已经成了朋友，而思涵里和顾青青的关系本就暧昧，算来算去自己反倒成了那个和顾青青最陌生的人。但为了这顿火锅，齐彦修只能厚着脸皮来参加了。不会，顾青青摇摇头，示意几人坐下才说，你可是我在港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你来我很开心呀。齐彦修忐忑的心一下被顾青青这话顺舒坦，他立刻转客为主，招呼着比较腼腆的万离坐下，开始滔滔不绝地说，我和顾青青投缘的很，如果我不是男的被韩里哥防着，和他当姐妹的人还不一定轮得到你们两个呢。听到这话，木子白了他一眼，去变性吧，变性完我也和你当姐妹。小祖宗，你能不能别出这些馊主意了？哪里馊？不是你自己要和青青当姐妹的吗？虽然我是男的，也不影响我和她当姐妹。放屁！木子一拍桌子，我们女孩子都是香香软软的，你就是臭石头，臭石头配不上我们，你才放屁！齐彦修做事也要拍桌子，余光看到思涵里似笑非笑的表情落下的手一软，轻轻地端起桌上的蟹腿放进火锅，嘀咕，我好男不跟女斗。纵观全场的顾青青弯了弯眼睛，只觉得这两人可爱的很。都快吃吧，肉差不多了。上次看齐彦修对木子那么纵着，顾青青还不太相信齐彦修只是把木子当妹妹的说辞，现在看两人这样面红脖子粗的斗嘴，倒是信了呢。一顿火锅吃下来，大部分时间几人都在看木子和齐彦修斗嘴。当然，在他们斗嘴的间隙，顾青青三人动作麻利的吃了不少好吃的。等两人反应过来，顾青青他们也吃的差不多了。顾青青率先起身，先吃不管，后吃洗碗，交给你们了。看到顾青青的动作，原本还在吵闹的两人同时停了下来，然后木子就问青青，你要出去吗？这试探的语气不要太明显了。顾青青不着痕迹地瞥了一眼稳坐如山的思涵里，心中了然，他就说怎么突然全都跑他这里来吃火锅了？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他点点头，还有事要做，出去一趟。木子猛地站起来，察觉到身后冷气森森的目光，连忙整理好情绪，朝顾青青咧着嘴露出一个勉强到极致的笑。我们这么多客人在这里，青青你不在不好吧？没事啊。顾青青无所谓的摆摆手，都是朋友，你们随意。木子无语，突然也不是那么想和顾青青当朋友了。无视他求救的眼神，顾青青捏捏他的脸，那你们先吃着，我上楼换个衣服。话毕，顾青青头也不回的直接上了楼。没了顾青青的客厅像是被一块千年寒冰瞬间清洗，冷得人直发抖啊。齐彦修小心翼翼地瞟了一眼这寒气的来源，往嘴里塞了块牛肉，咽下去了，这才说，韩里哥，顾青青这样子似乎是一定要见前任哥，咋办呀？思涵里面上看不出喜怒，但是眼神却阴沉的吓人。你们几个除了吃有什么用？这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一句话，让万离蠢蠢欲动的筷子又放到了碗上，开始思索自己能有什么用呢？韩里哥沉默了一小会，万离低低的开口：“你若是不想让顾青青去，为什么不直说呀？”韩里哥直说有什么用？齐彦修回味着牛肉的味道，不等思涵里回就抢答。人家顾青青和他最多算被追求者和追求者的关系，韩里哥脸再大也不能都还没上位就插手人家的私事了，会被骂的。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思涵里踹了齐彦修小腿一下，本就阴沉的脸又难看了几分。看着这一幕，木子和万离不着痕迹的对视一眼，都说一物降一物，他们今天是见识到的。就韩里哥对青青看重的程度，恐怕连说句重话都舍不得呢。不过看热闹是一回事，他们也不可能真的看着顾青青去见前任。万一顾青青一不小心就被前任哥哄骗来个世纪大和好，那思涵里就完了，他们这群狗头军师也完了。
想到这，木子做出思考状，突然灵机一动，对思涵礼道：“涵礼哥，不如你现在就表白吧。”思涵礼心神一震，对这个提议有些异动。如果自己抢先一步表白了，顾青青应该就没什么心情去见前任了吧？可万一顾青青拒绝了自己呢？如果他拒绝了自己之后又去见纪彦霖，思涵礼一想到这个可能就觉得万箭穿心，而且他什么准备都没有啊。思涵礼很快就否认了这个提议，不行，太随意了，他不能为了阻止顾青青去见区区一个前任，就毫无准备的向他告白，这样反而是在侮辱他对顾青青的感情。那告白不行的话，木子绞尽脑汁想来想去，眼睛忽然一亮，他笑着看向思涵礼：“我倒是还有一个主意，就是看涵礼哥豁不豁出去。”木子这挤眉弄眼的猥琐样，思涵礼直觉他定然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但现在又没有别的办法，思索片刻，他才颔首说：“嘿嘿。”木子先傻笑了2声，这才神神秘秘的说了2个字：“色诱。”啪嗒，齐彦修手里的筷子在听到这2个字的瞬间直接掉到了地上。看到思涵礼紧绷着的脸，齐彦修动作麻利的摁住他的手：“涵礼哥，木子也是为了你好，你别动手哈，让堂堂思家的掌权人去玩色诱，也就木子这个胆大包天的说得出来。”松开。思涵礼瞥了一眼齐彦修扑在自己身上的狗爪子，整理了一下被他弄皱的衣服，问木子怎么做。齐彦修张着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木子也跟着了一声，小鹿眼瞬间瞪圆，确认自己没有出现幻觉后，他勉强挤出一个笑：“涵礼哥，你是认真的吗？”他承认他刚刚出那主意没怎么动脑子，但为什么这种最不可能的主意偏偏被思涵礼采纳了？木子恨不得穿越回去给自己2巴掌。思涵礼当然知道木子说这话没过脑子，但想到顾青青几次对他身体的垂涎，他觉得色诱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了。这样想着，思涵礼直接催促木子：“说吧，我具体要怎么做？”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木子故作为难的叹了一口气，这才道：“首先，涵礼哥，你衣服的纽扣往下再解2颗。”思涵礼身上的衣服已经不是昨晚那件花衬衫，而是一件纯黑色的短袖衬衫，胸口一枚刺绣红梅显得禁欲又性感，但思涵礼衣领处只解了1枚扣子，虽然他颜值摆在那，可若是想要色诱的话，这纽扣就解得有些少。闻言，思涵礼的手就落在了领口处，齐彦修夸张的捂着眼：“伤风败俗啊，伤风败俗！”没人搭理他。思涵礼不知道想到什么，落在领口的手又放了下去。他示意木子：“还有呢？”“还有。”木子一噎，随即摇摇头：“没有了。”见思涵礼皱眉，木子连忙解释：“涵礼哥，做的太多反而突兀。再说了，您老这张脸就是行走的春药，只要轻轻不下，您老稍微一出手就是绝杀。思涵礼的长相是一回事，木子不想死又是另外一回事啊。他怕思涵礼哪天回想起今天的事找他秋后算账，所以实在不敢太过造次。则齐彦修听到木子这形容，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神他妈行走的春药，木子，你果真是个人才。”对此，木子脸不红心不跳的接受，他对思涵礼做了个请的动作：“涵礼哥，我算着青青也差不多要换好衣服了，您老人家不如上楼，我保证等青青打开门的那一瞬间，直接就沦陷在您的美貌中。如果成功了，继你一功。”思涵礼起身，慢条斯理的上楼，等站到顾青青房间门口，他的手才落在衣服的纽扣，解开1颗后，思涵礼低头看了一下，似乎觉得不够，又再解了1颗。看着自己若隐若现的肌肉线条，他耳间不由得泛起一阵热意，这样会不会太明显了？高冷男神为了阻止女人去见前男友，竟在女人的门前衣衫不整的想上演美男计。更可笑的是，他竟然用防流氓这种烂借口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要系扣子。而谁也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女人的精心策划。他用一个狗洞送走了自己的闺蜜，这个一向精致美艳的女人撅着屁股钻狗洞的狼狈让人幻灭。而更狼狈的是宁王，他找上门时才知道他的阿离到底有多恨他，才会为了逃离他而选择一个狗洞作为通往自由的道路。思涵礼心中翻江倒海，懊悔的几乎窒息，自己怎么鬼迷心窍听了木子那个惯会搅局的家伙出的馊主意。他正欲转身逃离这个尴尬至极的境地，身后的房门毫无征兆的猛然顿开，仿佛一场精心设计的陷阱。思涵礼的心脏猛地停跳一拍，身体比思想更快地转过了头。四目相对的瞬间，时间仿佛静止。刚换好睡衣的顾青青那双灵动的眼睛缓缓笑意，像是发现了世间最惊艳的风景，红唇逐渐扬起，一声魅惑的惊叹从唇齿间溢出。这声音仿佛蘸了蜜糖又裹了毒药。顾青青慵懒的暴毙倚在门框上，双腿随意交叠，眼神中闪烁着捕获猎物后的戏谑光芒。思涵礼，你这衣衫不整的样子。他刻意拖长尾音，像是看穿了一切秘密，意味深长地补充道：美男计，难道这就是你的杀手锏？你误会了。思涵礼面若冰霜的一颗颗系上纽扣，语气平静的不带一丝波澜。吃火锅有点热，仅此而已，热而已。顾青青眼中的不信任呼之欲出，眼睁睁看着思涵礼的手指灵活地系上最后一颗纽扣，他伸出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为时已晚，看着思涵礼系好扣子后如释重负的表情，顾青青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狂澜，笑声如银铃般清脆。现在忽然就不热了吗？思涵礼闷闷地应了一声，眼角却染上一抹摄人心魄的绯红，宛如刚刚苏醒的千年妖孽，邪魅又勾人。他微微抬眼，不甘心就这样被他牵着鼻子走，眸光一闪，思涵礼忽然抛下一颗惊雷，这只是其次，主要是为了防流氓。顾青青的笑容瞬间凝固，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问号。眼看着思涵礼已经潇洒地走到楼梯口，他到嘴边的反驳像鱼刺一样卡在喉咙，直到那抹身影彻底消失在楼梯拐角，他才咬牙切齿地挥舞着小拳头，愤怒的声音像是被压抑的火山：你才是流氓，你全家都是流氓！听到身后隐约传来的咒骂，思涵礼眼底瞬间盛满了星光般的笑意。他已经换好睡衣，怎么可能还会冒险外出？所以他今晚绝不会去见那个让自己心生醋意的纪彦霖了。这个认知让思涵礼心情大好，连看向楼下那几个出馊主意的损友都顺眼了几分。
夜色渐深，时钟恰好指向8点。万离的房门外响起一阵如蚊蚋般的敲门声。正在甜梦中的万离猛然惊醒，听着近在咫尺的声响，他的手本能地向床头灯摸去，却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制止住。万离，是我。听到顾青青的声音，万离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然而就在他指尖即将触碰到开关的千钧一发之际，顾青青紧张的警告穿透黑暗，别开灯。万离的手指在空中凝固，虽不明白顾青青为何如此谨慎，但他仍本能的听从，借着手机微弱的荧光摸索着下床，蹑手蹑脚走向门边。小青青，我开门了。他试探性的确认，生怕外面站着的并非朋友，而是某种威胁。动作放轻一点。顾青青的语气中蕴含着不容忽视的紧迫感。万离小心翼翼地将门开出一条缝隙，确认外面的人真的是顾青青后，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小青青，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了吗？他不自觉地将声音压得比耳语还轻。顾青青安抚地拍拍他的手，我现在立刻派私人飞机送你返回京市，降落后会有我的人接应，然后你直奔我家暂住，后续事宜等我回到京市再详谈。现在就走。万离震惊地瞪大双眼，顾青青却毫不给他犹豫的机会。穿上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万离低头看了眼自己单薄的睡衣，内心挣扎仅持续了电光火石的一瞬，随即毅然跟上顾青青的脚步。两人如同夜行动物般悄无声息地摸到院墙边缘。顾青青猫腰在茂密的蔷薇丛下摸索，竟扒拉出一个不起眼的狗洞，洞口被一扇小铁门封锁着。顾青青神秘地掏出钥匙在万离面前晃动，眼中闪烁着狡黠。要不是思涵里无意中提醒，我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有这么个秘密通道。其他住进别墅的人恐怕早就将这种潜在的安全漏洞封死，唯独顾青青这栋别墅的狗洞奇迹般的保留着。万离目睹着平日里光鲜亮丽的顾青青此刻像个小偷一样撅着屁股开启狗洞，只觉得三观尽碎。而更颠覆认知的一幕还在后面。将狗洞的锁巧妙地打开后，顾青青率先俯下身，像条灵活的蛇一样探出头，确认四下无人后立刻四肢并用地钻了出去。万离看着他那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不禁怀疑这位千金大小姐是否有着不为人知的夜游经历。万离，来。顾青青从洞口伸进一只手，急切地勾了勾手指。万离见状也不再迟疑，有样学样地钻出了狗洞。跟我来。顾青青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工，一边警惕地左右观察，一边带着万离紧贴墙壁，巧妙地绕到别墅后方。现在听好。顾青青表情凝重的像是在传达生死攸关的密令，朝着小区正门方向直走。路边会有一辆黑色跑车等着，车牌号 HK 开头。看到车之后你直接上车，上车后立即用这个加密手机向我汇报。说完，顾青青如同间谍交接般从怀中掏出一部崭新的手机递给万离，这是安全线路，你的旧手机必须留给我，任何重要信息或关键文件我会在安全时刻转发给你。可以说顾青青将每一个细节都精心计划到了极致。万离眼神坚定地将顾青青的每一个字烙进脑海，随即毫不迟疑地转身，义无反顾地朝小区出口疾行而去。全程他像个训练有素的特工，谨慎地避开所有监控和人流密集区，心脏狂跳着直到看到那辆命运之车出现在视野中。当他步履匆匆接近那辆黑色跑车时，驾驶座的车窗无声地滑下，仿佛一场精心策划的接应。驾驶座上端坐着一位气场强大、容貌端庄的女性。万离对这张在商业圈叱咤风云的面孔并不陌生，争分夺秒地钻进后座，万离才敢压低声音向前方打招呼：“沈总，辛苦您了。”声音里满是紧张与感激。沈星月惯常冷峻的面容透露着不动声色，但敏锐察觉到万离紧绷的情绪，他罕见地露出一抹温冷微笑，无需过度担忧，轻轻的计划向来万无一失，后面的路他已铺好。好，万离机械的点头，表面应答着好，而心脏却依旧如肋骨般不受控制的砰砰直跳。窗外的街景如流水般飞速后退，万离死死盯着那些逐渐模糊的路灯，眼中不知何时已盈满酸涩的泪水。整整2年，他在这座金碧辉煌的牢笼中窒息挣扎，那是漫长的2年啊！万离悄无声息地擦去滚落的泪珠，心中揉杂着即将脱笼的狂喜与被捉回的恐惧。直到飞机引擎轰鸣着冲向云霄那一刻，看着脚下璀璨如星河的港城灯火渐行渐远，万离强忍一路的情绪终于如决堤的洪水泛滥开来。目送万离的飞机消失在夜色中，沈星月这才按下通话键，向顾青青汇报最新情况，飞机已经安全起飞，一切按计划进行。他的声音沉稳而干练。好，顾青青简短的回应，真是麻烦星月姐了。举手之劳而已。只是沈星月犹豫片刻，还是开口道：“刚刚收到线报，吉彦霖从正午时分直到现在一直守在那家咖啡厅，像是在执着地等待某个人的出现。”听闻此言，电话那端的顾青青反常地陷入长久沉默，半晌才冷冷吐出4个字：“不必理会。”沈星月虽未刻意调查顾青青与吉彦霖之间的恩怨纠葛，但从2人几次交锋的火花与顾青青的异常反应中，也能察觉到这段关系远非表面那般简单。所以尽管顾青青明确表示不必关注，挂断电话后，沈星月仍然没有撤回监视吉彦霖的暗哨，也从暗哨口里得知吉彦霖一直在咖啡厅坐到了第2天下午3点整。蜷缩在沙发上抱着抱枕昏昏欲睡的顾青青被一阵如雷贯耳的拍门声惊醒，她揉着惺忪睡眼去开门。当她看到木子身旁堆积如山的6个巨型行李箱时，整个人如同被雷击般瞬间呆滞。反应过来这是木子要搬去京市的惊人行李后，顾青青目瞪口呆的质问：“你这是打算去京市定居，还是搬空半个商场？哪有那么夸张呢？”木子委屈的撅起小嘴，人家只不过是第一次独自远行嘛，所以每种必需品都准备了3份而已。你是去我的地盘，又不是去荒漠求生，还怕我让你这个大小姐受委屈？顾青青忍不住捏了捏她那弹性十足的脸颊，在木子控诉的眼神下才慢悠悠地收回作恶的手。木子婴儿肥的小脸柔软的不可思议，顾青青每捏一次都会上瘾，简直像是在揉捏世界上最完美的面团。随即优雅的侧身，让木子带来的保镖们将那堆足以塞满小型仓库的行李搬进屋内。顾青青这才不动声色地将目光转向与木子同行的另一个身影。顾青青冷静地直视着他，嘴角挂着完美的社交微笑。宁少要屈尊进来坐一坐吗？宁望单手随意插在裤兜里，闻言展露出一个教科书般儒雅的笑容。不必了。他微微停顿，随即不紧不慢地道：“
既然顾小姐已经准备启程回京，那么阿离继续在这里逗留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宁望目光如鹰隼般锐利地观察着顾青青平静无波的表情，想要从中捕捉到任何蛛丝马迹，随后还是将自己的真正来意直白地抛出。今天前来，实际是为了接阿离回家，还劳烦顾小姐通知她一声，不胜感激啊。听闻此言的顾青青瞬间瞪大双眼，脸上的惊讶表情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不敷衍。看到他这般反应，宁望的心猛然如坠冰窟，一股不祥的预感在胸腔蔓延。男人俊朗的面容瞬间阴沉，脑海中闪过一个令他无法接受的可能性，当即厉声追问：顾小姐，请别告诉我阿离此刻不在你的住处。确实不在。顾青青坦然地摇头，目光毫不闪躲地迎上宁望那充满压迫感的视线，嘴角挂着淡定从容的笑意。就在昨晚，我亲自送他踏上了前往京市的航班，这个事实根本无法长久隐瞒。顾青青也从未打算掩饰。顾青青！宁望一声怒吼震颤空气，虽然内心早有预感，但亲耳从顾青青口中听到这个答案，仍让他暴怒到双拳紧握的骨节发白。阿离是我的人，你凭什么擅自做主将他送走？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中挤出的利刃，我并非擅作主张，这完全是万离自己的选择和意愿。顾青青的表情此刻终于有了细微的波动，但显然并非因为眼前震怒的宁望，而是因为想起了万离的处境。他平静地直视着宁望眼中燃烧的怒火，语气轻柔却坚定。今晨醒来时，阿离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宁望眼中闪过一丝渴望。什么消息？提出这个问题时，宁望心底竟升起一丝不切实际的期待。他多么希望万离的留言中有提及他的只字片语，然而现实总是无情的碾碎幻想。顾青青轻飘飘的回答，却如同重锤般击碎了宁望的期待。他只说，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睡了一个没有噩梦的安稳觉。闻言，宁望眼神机不可见的震颤了一下，心像是被什么用力的拽紧。你知道为什么我和万离明明才认识没多久，却愿意这样帮他吗？为什么说自以为是的爱比恨更可怕？只因那个女人手抖，他以为是害怕；失眠，他以为是戒备；就连最后一丝求生的希望都被他当成背叛。直到文森特家族的千金说出，你给的他未必在意，但你强制剥夺的一切都是他最在乎的。他一眼看穿宁望所谓的爱不过是一场荒诞至极的囚笼，而那个叫万离的女孩却成了这场扭曲爱情中最撕心裂肺的牺牲品。顾青青眼神如刀，字字血淋淋地刺向宁望的灵魂。你可曾想过，抑郁症的躯体化症状是怎样一种生不如死的绝望？抑郁症这两个字如同一记重锤，瞬间将宁望的心脏砸得粉碎，灵魂都在颤抖。宁望的嘴唇剧烈颤抖，像溺水之人拼命挣扎却发不出任何求救声，内心的恐惧如万丈黑潮疯狂吞噬着他仅存的理智。顾青青心如刀绞，难道你真的没发现阿离那双曾经明亮的眼睛已经死气沉沉了吗？他端起水杯时指尖不受控制的颤抖，夜夜辗转反侧到天明，即使偶尔睡着也会被噩梦惊醒，浑身冷汗淋漓。我以为他手抖是因为怕我。宁望的声音如同被撕裂的灵魂，每一个字都浸透着痛不欲生的悔恨。那一次，当他第一次发现万离手抖，他竟歇斯底里的质问他为何要惧怕自己。多么可笑又可悲的误解，多么致命的自以为是。原来他深爱的阿离不是害怕，而是被无情的病魔一点点吞噬着生命的光彩，如同蜡烛在风中摇曳。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宁望愚蠢地认为那只是万离对他的防备，多么自以为是的判断，多么可悲的自欺欺人。宁望，顾青青的叹息中饱含着刺骨的厌恶与无尽的怜悯。你的自以为是和自私自利，正在一刀一刀地杀死那个曾经充满生气的女孩。那天万离误打误撞踏入我这，我本想置身事外，但当我看到他眼中如深渊般的绝望，我知道若不出手相救，他必将选择结束这痛苦的生命。一个真正想死的人，眼神中的空洞与绝望是任何伪装都掩盖不了的。顾青青一眼就看穿了这致命的信号，那是生命即将熄灭的预兆。顾青青痛心如绞刀，她抱着最后一丝求生的希望来寻找丝寒林，却与救命稻草擦肩而过。当最后的希望如烟消散，死亡成了她唯一能看到的出路。不是这样的！宁望突然歇斯底里的咆哮，声音撕裂空气，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驱散心中翻涌的自责与恐惧。他崩溃的后退一步，我从未想过要他死，我怎么可能想要他死？可你的所作所为却在一步步逼他走向死亡。顾青青毫不留情的反击，字字如刀，刺穿宁望虚伪的面具。他的声音虽不如宁望洪亮，却如同利剑直击灵魂最深处的黑暗与丑陋。他胸口剧烈的起伏，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别用你那虚伪扭曲的爱去禁锢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那不是爱，而是杀人不见血的谋杀。不，你们根本不明白。宁望的双手紧握成拳，指节泛白如血，骨骼发出令人心惊的声响。我爱阿离，我深爱着他，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哪怕是我的生命。你给予的或许他并不在乎，但你强行夺走的却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那是比生命更重要的自由与尊严。顾青青深吸一口气，眼神如刀，声音冰冷彻骨。不管你自以为是的爱有多深，离开方离让你多么痛不欲生，今天我只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万离必将离开党城，无论是谁都无法阻止他获得自由，哪怕你倾尽所有，也留不住一个心已死的人。顾青青，别以为你是文森特家族的大小姐，我宁家就拿你没办法。宁望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的寒光，他逐渐恢复冷静，声音如寒冰般刺骨，每一个字都带着致命的威胁。若我真要与你撕破脸，就算是文森特家族也保不住你的性命，是吗？顾青青轻蔑的耸耸肩，面不改色的回击，眼中闪烁着无所畏惧的光芒。你大可试试，看看谁先跪地求饶。宁望冷笑一声，只是轻轻抬手，别墅外早已埋伏的宁家保镖如潮水般涌入别墅，杀气腾腾的包围了整个空间。他冷冷盯着顾青青，赤裸裸的威胁，要么让阿离回来，要么就请顾小姐去宁家做客，二选一，你自己决定。请我就凭你也配？顾青青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声音如同冰刀划过，她微微挺直腰背。另一批训练有素的私人保镖迅速进入别墅，绕过宁望形成人墙，将顾青青牢牢护在身后。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点燃，两拨人马对峙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空气中弥漫着一触即发的火药味，仿佛下一秒就会血流成河。正搬运行李的木子听到动静匆忙跑，看到这剑拔弩张的场面后不禁咽了咽口水，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望哥，你这是要干什么？他质问着，却已经本能地挡在顾青青面前。
张开双臂警告道，眼中闪烁着决绝。你若敢伤害青青一根头发，韩里哥绝不会放过你，他会让你生不如死。思涵里3个字如同魔咒，让宁旺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与犹豫，但很快又被执念吞噬，理智的弦彻底崩断。他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疯狂。若我能将顾青青留在党城，韩里哥只会感谢我，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即将失去什么。想留下我，就凭你这点可悲的本事。顾青青眼神如刀，轻轻拉住木子的后颈，将他护在身后，气场强大的令人窒息。这是我和他的事，与你无关，别为我挡道。顾青青的声音冰冷彻骨，却饱含保护之意。木子和宁旺毕竟是多年旧识，顾青青不愿因自己让两人撕破最后一丝情谊。青青，木子眼眶瞬间泛红，声音哽咽的几乎破碎。难道就不能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吗？非要兵戎相见？顾青青冷冷一笑，目光如刀锋般直刺宁旺心脏。不能，这2个字如同死亡宣判。像宁旺这种自以为是的偏执狂，若能听进别人的劝告，万里也不会被逼到如此生不如死的绝境。思涵里他们与宁旺情同手足，顾青青理解他们不愿撕破脸皮，但有些人注定无法和解。但是他要保护的人，谁都不能伤害半分，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既然顾小姐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就不客气了。宁旺眉宇间杀气腾腾，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手缓缓抬起，仿佛即将下达灭顶之灾的死亡命令。动手！宁旺的声音如同地狱魔鬼的低吼，随着这2个字如同死亡判决般落下，宁旺的保镖们如饿狼扑食般冲向顾青青的防线。拳拳到肉的撞击声刚刚响起，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却如同天降救兵般打断了这场即将爆发的血战。宁旺接过身旁保镖递来的手机，看清来电显示的瞬间，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如同看到了噩梦。他刚要果断挂断这通不合时宜的电话，一直如影随形的贴身保镖却面无表情地提醒道：“少爷，是夫人的电话。”声音平静却蕴含无法抗拒的力量。这句话虽然轻描淡写，却如同魔咒般让所有宁家保镖齐刷刷地停下了动作，空气瞬间凝固。宁旺握着手机的手指关节泛白，抬眼对上顾青青那双满是嘲讽的眼睛，最终咬牙接通了电话，如同接受死刑判决。立刻带着你的人给我滚回来！电话那头，宁夫人的声音如同寒冰般刺骨，不容反抗，字字如刀剜在宁旺心上。宁旺唇角紧绷，一言不发，倔强地沉默着，眼中却闪烁着不甘与愤怒的火焰。宁夫人显然对自己这个固执己见的儿子了如指掌，当即越过宁旺，直接命令他的贴身保镖，声音冷得令人发抖：“刘大，立刻把宁旺带回来，否则后果自负。”是，夫人。刘大毫不犹豫地应声，随即对着脸色铁青的宁旺做出一个恭敬却不容拒绝的请的手势。少爷，眼神中是不容违抗的决心。刘大的话虽未说完，但那不容违抗的意味已经不言而喻，仿佛背后站着整个宁家的权势。意识到今日之计已彻底落空，宁旺怒不可遏地将手机狠狠砸向地面，看着那金贵的手机瞬间4分5裂，却仍不解恨，又狠狠踹翻了顾青青院中价值连城的古董花盆。伴随着花盆轰然倒地的巨响，宁旺这才压抑着滔天怒火质问顾青青，声音几乎扭曲：“你到底使了什么手段？是谁在背后帮你？”顾青青冷冷注视着他，眼中闪烁着胜利者的光芒。文森特家族旗下所有产业已经做好准备，只要我离开这座别墅一步，你宁家所有的商业帝国将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片瓦不存。这就是为何宁夫人会如此紧急召回宁旺的真相。商场如战场，谁会愿意看着自己的心血付之一炬？一切都在顾青青的掌控之中。好，好，好！宁旺咬牙切齿地连说3个好字，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每一个好字都蕴含着刻骨铭心的恨意。顾青青，你真是够狠毒的！承蒙夸奖，顾青青优雅地微微颔首，目送宁旺带着满腔怒火离去，眼神中却透着冰冷的警告，仿佛在说：下次再犯，后果更严重。随着顾青青的私人保镖也逐渐撤离，木子才如释重负地长舒一口气，心脏仍在狂跳。我今天才真正领教了文森特家族的恐怖实力，简直令人窒息。在港城乃至整个国内，宁家都是赫赫有名的豪门望族，然而在文森特家族面前，却不得不俯首称臣，避其锋芒，如同蝼蚁面对巨龙。木子不禁咽了咽口水，半开玩笑地抱住顾青青的手臂，眼中却闪烁着真诚的崇拜。求包养，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卡性别。顾青青毫不留情地推开木子的脑袋，转身走进屋内，背影却透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疲惫。青青，这么大的事你不打算告诉韩立哥吗？木子紧跟着已经瘫在沙发上的顾青青，小心翼翼地试探，眼中满是不解与担忧。顾青青望着天花板，眼神空洞的如同深渊。没那个必要。声音平静的令人心疼。为什么？木子满脸不解。他原以为顾青青心中对思涵里已经有了特殊的位置，那个无可替代的位置。常理而言，一个人在面临危险或困境时，第一反应总是向那个最信任的人求助，向那个能给予安全感的港湾靠近。然而今天，顾青青宁可惊动远在国外的家族，也不愿求助近在咫尺的思涵里，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辛酸与无奈？木子不知道这是顾青青一贯的独立性格使然，还是说思涵里尚未成为那个值得他全心信赖的依靠，那个能够守护他的人。这些日子来，顾青青对思涵里的亲近是否只是表面功夫？这个念头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在木子心中划出一道血痕。不知为何，木子突然不敢继续深思这个问题，仿佛触碰到了某个不该揭开的禁忌伤疤。他深吸一口气，刚要继续追问，却对上顾青青那双仿佛洞悉一切的眼睛，到嘴边的话顿时哑然，如同被无形的手扼住了喉咙。而顾青青显然无意解释什么，起身朝楼上走去，背影透着一丝不容侵犯的孤独。我去休息一会。顾青青的声音平静的令人心疼。昨晚送走万里后，他一直在等待宁旺找上门来的这一刻，整夜未曾合眼，如同守护领地的孤狼。好的，木子点点头，体贴的回应，你去吧。眼中满是心疼与担忧。目送顾青青上楼，木子转身走向院子，准备遣返跟来的穆家保镖。毕竟顾青青这里根本不缺保护，文森特家族的力量足以震慑一切敌人。他刚刚跨出大门，话还未出口，就看到了门口静立如松的思涵里，那双深邃的眼睛里藏着无数难以言说的情绪。木子心脏猛地一跳，瞬间结巴起来，韩立哥。
你什么时候来的？声音颤抖得如同秋风中的落叶。平时最怕给别人添麻烦的他，却对深情的男人说出了没必要3个字，恰恰是这最扎心的3个字，就把一个男人从天堂打入地狱。完蛋了，木子的天都塌。他刚才和顾青青的对话，思涵里听到了没有啊？思涵里没有回答木子的问题，而是定定地看着空荡荡的楼梯，半晌没听到思涵里说话。木子紧张的又喊了一声涵里哥，等思涵里的视线落在他身上时，他才小心翼翼地问，我去喊青青下来吧。他刚上楼，应该没那么快睡着呢，不用打扰他了。思涵里垂下眼睛，转身离开，同时一句轻飘飘的叮嘱落到木子耳朵，也不用告诉他我来过。不知道为什么，木子看着思涵里离开的背影，突然有些心酸了。涵里哥他是不是听到刚才的那几句话，心里一定很难过吧？但是木子并不知道要怎么安慰思涵里。从顾青青的角度来说，他自己有能力解决这件事，的确没有必要麻烦别人。但从思涵里的角度，他应该不想当那个别人吧。空气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沉闷的。思涵里坐上车，脑海中都是顾青青那句轻飘飘的没必要。自己一得到消息就马不停蹄的从公司赶过来，结果那小没良心的压根就没打算告诉自己这件事。没必要。那思涵里想到顾青青说这话时无所谓的语气，就觉得心肝疼的厉害。他对他来说是连朋友都算不上吗？所以才会觉得没必要告知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思涵里心间疼的一阵抽搐。他看着眼前的别墅，甚至想要冲进去把顾青青抓起来质问一番，可是想到他说要去休息时那疲倦的声音，又舍不得了。没出息。思涵里恶狠狠地拍了一下方向盘，然后一脚油门开出小区，目标明确地找到没有回宁家而是转去拳击馆的宁旺。思涵里进入拳击馆的时候，宁旺已经和陪练打了2轮了。看到他，拳击馆的工作人员像看到救星一样，脱下身上的西装扔到沙发上，再解开衣领的扣子。思涵里戴上工作人员送来的拳套，快步朝着擂台走去。不等工作人员为他拉开软围栏，思涵里一手撑在围栏边的圆柱界里，一脚踏进了擂台。动手吧。宁旺率先开口，对于今天的事，他没什么要解释的，就算再来一遍，他还是会做出相同的选择。思涵里甩了一下手，看不透情绪的眼底像是酝酿着风浪的海平面。他抬眸盯着宁旺，眼底浪潮涌动着，大喊来！一字落下，两人瞬间缠斗在一起。拳击馆的工作人员慢慢围了过来，看着挥拳毫无章法但都竭尽全力的人，只觉得一阵热血沸腾。随着时间流逝，宁旺率先体力不支仰倒在地，而周围观战的员工也因为思涵里随意的一个眼神便退了干净。看着躺在地上的宁旺，思涵里摘下拳击手套，顶着嘴角的淤青屈膝坐在他旁边，这灯好刺眼。宁旺抬手挡住眼睛，声音却哽咽起来。顾青青说，像是即将要提到什么让他痛不欲生的事。宁旺胸口起伏着，嘴唇几度开合，才勉强说出一句完整的话。顾青青说阿离有抑郁症。抑郁症吗？宁旺眼角的泪水滚落。我离开后立刻问了医生，和阿离的所有症状都对得上。顾青青没有说谎，我以为他是害怕我才会手抖，可原来他生病了，是我害他生病了。说到这里，宁旺的情绪突然决堤，是我是混蛋，阿离，阿离，阿离！宁旺一声声的呢喃着，仿佛这样就能缓解自己心里的痛苦。可是没有想到医生说的有关抑郁症的情况，宁旺就恨不得杀了自己。大部分患者都是一次服药终身服药，因为停药后复发的几率很大，精神科的药物副作用很大，肌肉震颤、口角歪斜、头晕头痛，那些密密麻麻的副作用宁旺记都记不得。可万离若是想要痊愈，就得一直吃下去。宁旺压抑着呜咽起来。思涵里看着他这副样子没有安慰，受折磨的是万里。宁旺这种不值得人安慰。不过作为兄弟，思涵里也没有抛下宁旺，而是静静的坐着，直到宁旺发泄够了，才懒懒的说，我拍张你现在的相片发给阿里，他应该会高兴的。宁旺现在鼻青脸肿不算，主要是哭的眼睛通红，两边的头发也被泪水打湿粘在脸上，看起来就很狼狈呢。宁旺黑着脸，不必。话落，他视线从思涵里阴沉的脸上扫过，像是不经意问，在顾青青那里没讨到好吧？否则思涵里这个时候应该陪在顾青青身边才是，哪里会来这里陪自己打拳呢？思涵里擦了一下唇角火辣辣的伤，没有回答宁旺的问题，而是起身将宁旺也拉了起来。死不了就滚回去好好养伤吧。至于万离那边，思涵里说，如果打听到消息，我可以告诉你万离的近况。行。宁旺感激地拍拍思涵里的肩膀，笑容刚出现，嘴角的伤就疼得他面目全非。吸了一口冷气，宁旺才抱怨道，顾大小姐到底对你做什么了？下这么狠的手。宁旺打赌自己绝对破相，什么都没做。思涵里看似随意的回答，但是眼神中的失落宁旺却看得一清二楚。宁旺拍了拍思涵里的肩膀，带着些安抚的味道，顾青青这个人我看不透啊。看不透顾青青的又岂止宁旺呢？思涵里想着顾青青每次在自己接近时下意识的防备，还有那扎心的没必要3个字，只觉得一颗心凉的透彻。那小祖宗总给他一种触手可及又遥不可及的感觉，没良心的。思涵里轻声又骂了一句，但是眼睛里却带着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温柔。看到这一幕的宁旺嘴角抽了抽，哪有人骂人还骂得这么宠溺的？思涵里也是没救了。顾青青不是马上就要回京市了，你就这样将人放走吗？宁旺忍不住提醒，顾青青不是万里，他身后站着的是产业遍布全世界的文森特家族，他若是走了，没人能勉强他回来，不然学你们。思涵里淡淡的看他一眼，然后虐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思涵里从没想过要用自己的感情留下顾青青，哪怕她不是文森特家族的大小姐。宁旺眸光一暗，看着潇洒走下擂台的思涵里，自嘲的笑笑，对，我自作多情，他就不该多嘴。但万离和顾青青不同，万离对自己的爱意只会做出逃避，如果不把人强行留在身边，宁旺不知道自己要如何做才能再触碰他。宁旺不止一次的后悔束缚了万离的自由，
可后悔过后，宁旺又知道自己别无选择，放万离自由，放他做他想做的事，就代表着万离会在某一天喜欢上某个人，而那个人一定不是他，所以宁旺做不到。而顾青青虽然他对思涵里是什么样的感情还不确定，但至少他和思涵里之间有可能。宁旺捡起地上的衣服，一边往拳击馆外面走，一边打电话告诉周医生我现在过去。周修仪是国内乃至国外最顶尖的那批精神科医生之一，关于万离的情况，宁旺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要问。6月1号中午11点，这是顾青青离开港城的航班时间。9点30整，盛世佳景。木子看着自己的行李箱陆续被送上车，摘下墨镜不解地问顾青青，所以你安排万离姐坐你的私人飞机，结果带着我挤民航航班吗？顾青青脸不红心不跳地把木子摘下来的墨镜给他带回去，然后回答，申请航线很麻烦的，而且做人要低调，行吧，勉强接受这个理由。木子妥协地点点头。见顾青青盯着思涵里停在不远处的车，不由暧昧地捅了捅他纤细柔软的腰身，涵里哥在等你呢。似乎是为了印证木子的话，车窗落下，思涵里的视线直直落到顾青青身上，树顶的叶传出哗哗的声响，光影穿梭过叶片投落在地面，婀娜的摇摆。隔着这样短暂的距离，顾青青却有些看不清思涵里掩在光影后的脸。他拇指和中指捏着一枚金币，食指轻轻地拨弄着，让其在他指尖转动。若是顾家的人在这里，就会明白这是顾青青在纠结一件事才会做出的小动作。就这样定定地看了思涵里许久，顾青青才抬脚走过去。等他走到车旁，思涵里已经下车为他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顾青青神情自然地上车，等系好安全带，思涵里才跟着上了驾驶位。男人骨节分明地手握着方向盘，指尖轻点了几下，才下定决心似的问，到京市会给我发消息吧？顾青青眸光微动，当然，他回答的干脆利落。思涵里却根本不信顾青青说的话，但到底哪怕是哄自己，思涵里心情也肉眼可见的愉悦起来。车子驶出盛世佳景，在他们后面的车里，齐彦修瞟了一眼满脸兴奋的木子，你离开的是真不告诉齐彦辰吗？对于自己这个弟弟，齐彦修谈不上喜爱，但也算不得讨厌，对他来说无非就是一个没什么竞争力的对手罢了。提到自己好久没见到的人，木子的神情肉眼可见的失落了一瞬，但也只是一瞬。他洒脱地笑着，齐彦修哥，你回去告诉齐彦辰，我要去见外面的世界和帅哥了，让他不用担心，毕竟等我回来我就看不上他了。他懒懒地靠着靠椅，闭上眼睛不想说话。齐彦修心疼地揉了揉他的脑袋，到京市玩得开心，有什么可以给我打电话，谢谢你。木子没有睁眼，但语气很认真，似乎为了表达自己的真心。他又加了个称呼，齐彦修哥，难得听到这个哥字。齐彦修扬唇，心到这些年也算没白宠这小丫头。机场距离登机的时间不到10分钟，顾青青看向进入休息室后就一直看着他不说话的思涵里，提醒道，我们要走了。思涵里起身，我送你过去。他表现得太平静，平静到顾青青有些忐忑。不仅顾青青忐忑，木子甚至觉得后背发凉。他瞅了瞅思涵里，然后朝齐彦修道，齐彦修，我想吃零食，我们先去买一点。话说完，木子也不管齐彦修什么反应，直接伸手将人拖走。休息室瞬间只剩下站着的两人，原本还算和谐的气氛也因此变得微妙起来。顾青青抿了抿唇，看着已经走到出口的思涵里，率先开口，要不我自己过去吧。思涵里掀起眼皮看他，如墨的瞳孔里一片暗色。半晌，男人唇间溢出一声不轻不重的笑，这还没出港城呢，顾小姐扔的是不是有点早了？什么意思？顾青青蹙眉，内心心虚起来。思涵里却没有多做解释，只绅士地朝顾青青做了一个请的动作。既然你不想我送你，那我就不打扰了。他唇角的笑莫名的渗人，顾小姐，请吧。顾青青将之前捻着玩的金币合拢在掌心，故作镇定的抬脚，一步一步朝着门边走去。在安全的从思涵里面前走过的瞬间，顾青青不着痕迹的松了一口气。她以为思涵里猜到自己这些日子同他的相处并不那么单纯后会动怒，好在没有。想到这里，顾青青脚步都轻松了不少。然而就在她快要走出休息室的瞬间，身后一阵清风拂起，察觉到异常的顾青青下意识的想要躲避，但对方显然防着她，左手手腕在转身时被对方牢牢的钳在掌心。不等她再做出反应，男人空着的另一只手抵在顾青青锁骨的位置，霸道的将她逼到墙角。身后是冰冷的墙面，面前是男人炙热滚烫的呼吸。顾青青心跳不受控制的加快，她压着声音喊了一声眼前这人，思涵里。女人从小就被灌输了那句话，外面男人千千万，只要出轨咱就换。她一直把这话当真理，所以当她看到恋爱3年的男友冒着大雨给另一个女人撑伞时，她没哭没闹，只是默默拍下了照片和视频。男人以为自己藏得很好，却不知道他和学妹雨中拥吻的画面已经被顾青青传遍了整个 A 大。消息发出去不到1分钟，他们共同的朋友就炸开了锅，一条接一条的评论刷屏。大家着急成这样并不奇怪，毕竟谁都知道纪彦霖有多痴迷她，当初追了她整整3年，死缠烂打，前前后后竟然求了66次婚，她才勉强松口答应嫁给他。顾青青盯着那条动态，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那份曾经全给他的爱，仿佛被劈成了2半，一半还留在他这里，另一半却已经悄悄给了别人。他没去找纪彦霖问个清楚，更没上演什么哭闹戏码，只是安安静静的注销了所有社交账号，收拾好行李，毫不留恋的离开了他们的住处。既然决定分开，那就要彻底的做个了断。而1个月的相处，思涵里原本平静的内心变得患得患失起来，他空着的另一只手直接抵在顾青青锁骨的位置，霸道的将她逼到了墙角。身后是冰冷的墙面，面前是男人炙热滚烫的呼吸。顾青青心跳不受控制的加快着，她压着声音喊了一声眼前这人，思涵里。抬眸时看着对方脸上带着的懒散笑意，
对上他压抑着怒火和不忿的双眼，顾青青紧张地咽了咽不存在的口水。你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思涵礼伸手敏捷地抓住顾青青攻向他侧颈的手刀，然后慢条斯理地将顾青青的2只手腕并在一起，牢牢地禁锢在他宽大的手掌里。下手的动作很是狠辣，就是这手细的我1只手就能捏完。思涵礼把握着力道，舍不得真的将人弄疼了。见自己双手被禁锢，顾青青毫不犹豫地屈膝，目标明确地朝着思涵礼的某处攻去。但思涵礼速度不比他慢，在他抬腿的瞬间，男人的膝盖也顶了上来，直接将顾青青的攻击化解掉。感受着膝盖处传来的刺痛，顾青青眼睛不受控制地泛起一阵浅浅的恼怒。思涵礼，他恼怒地喊着眼前人的名字。男人扬唇，笑得越发张扬痞气。在呢，顾大小姐有什么吩咐吗？他用着最为宠溺的语气，抓着顾青青双手的力道却半点不减。顾青青深吸一口气，压着脾气再次质问：你发什么疯？我没发疯啊。思涵礼认真的回复，声音停了一下，赶在顾青青再次出声前继续道：只是想问问咱们顾小姐。说到这里，思涵礼的声音有些咬牙切齿起来。玩我玩得开心吗？顾青青沉默了。所以思涵礼到底是什么时候察觉的？顾青青反问道。我说我没有，你信吗？你看我这样子像是信的吗？思涵礼提了一下顾青青被他抓着的手，意思很明显，他不信。那你想怎么样？顾青青无奈的服输了。回国后那些训练他都没再碰过，身手不如思涵礼，顾青青只能认了。而且这件事到底是顾青青做的不对，思涵礼都已经认定自己目的不纯了，他否认也没意义。投入新的一段感情，在享受新的这段感情的愉悦中忘记上一段感情的不快，是一种极有效的办法。顾青青可以迅速的做出选择，放弃纪艳玲，但是这段感情给他带来的伤心和难过依旧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在酒吧玩骰子一开始本就是为了解闷，同时也想看看对别人心动是不是真的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可惜玩了许久，没人能入顾青青的眼，直到思涵礼出现，在齐彦修邀请顾青青去找思涵礼玩骰子的那一刻，顾青青就知道自己心动了。哪怕思涵礼的气质和长相并不在顾青青之前的审美上，但那一刻顾青青就确定自己有了新的审美。但她当时犹豫了，因为隐隐察觉到思涵礼的身份不简单，也因为担心自己会沉溺在这份感情里无法抽身，因此在察觉到思涵礼并不想和他玩骰子时，他立刻放弃了自己的想法，转身离开。可偏偏思涵礼喊住了他。于是在和思涵礼接触后，顾青青如自己所料的为他心动，也如愿的让自己忘记不开心的事，一切都在顾青青的计划之内。他自以为自己沉沦的很完美，那思涵礼为什么会察觉呢？总不能就因为那3个字吧？顾青青心里思绪百转千回，还没回答他问题的思涵礼不耐烦的啧了一声。在顾青青回过神看他时不满的凶道：不许走神。顾青青大声反驳：我没有。理不直气也壮。思涵礼气笑了，不是问我想怎么样？顾青青点点头，满脸随时准备上刀山下火海的阴怒。说吧。思涵礼盯着他，眼神是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危险。回京市后不许和我断联系。行。顾青青点头。回京市如何做还不是随便自己。第2，不许和野男人接触。顾青青沉默了。林小小说定了场子给他接风，据说是京市刚开的会所，男模都是1顶1的气质身材和颜值3优，他都答应去了。见他沉默着移开视线，思涵礼捏住顾青青的下巴，逼他视线落在自己身上，蹙眉道：很难。察觉到这人身上浓浓的怨念，顾青青心底想笑，面上却乖巧的眨眨眼。不难，答应你了。思涵礼闷闷的回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顾青青分明给的是他想要的答案，心里还是不放心呢，但他又拿顾青青没办法。见思涵礼走神了，顾青青不安分地动了一下被他抓着的手，发现挣脱不了后立刻放弃。对上司涵礼察觉到他的动作后，瞬间铺满戒备的眼睛。顾青青立刻转移他的注意力，问道：还有第3吗？看着面前这人乖巧讨喜的笑脸，思涵礼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就是这么被他拿捏的，原本没有第3的，但现在嘛。他抬手，掌心缓缓移到顾青青脑后，顾青青满脸疑惑：第3呢？思涵礼声音低得有些哑，但他接下来的话顾青青却听得一清二楚。作为被顾小姐玩弄感情的受害者，我申请一点补偿。补偿？顾青青疑惑，却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试探着问：你要什么补偿？还未说出口的话，在看到眼前这人放大的五官时戛然而止，意识到思涵礼可能要做的事，顾青青心里咯噔一下，刚想侧头避开，却发现思涵礼的手牢牢地禁锢着他的后脑勺，带着不容他躲避的强势。顾青青紧张了，努力的让自己冷静下来，斥责眼前这不要脸的混蛋。然而思涵礼压根没给他开口的机会，他像是第一次品尝到这样美味的甜点，所以小心翼翼地舔舐了顾青青的唇角一下，感受到他青涩的动作，顾青青怔住，而思涵礼却在察觉到这甜点比想象的还要可口后，开始贪婪地索取更多。他的动作从开始的生硬变得逐渐熟练，顾青青清楚地感受到这份变化，被思涵礼抓着的手挣扎，想要将动作越来越凶的人推开，但思涵礼的力气却出乎预料的大，尤其唇齿间越来越少的呼吸让他脸颊泛红，手脚发软。挣扎几次后，顾青青无奈放弃了。思涵礼的吻和他平时克制的君子模样完全相反，他霸道且贪婪地汲取属于顾青青的每一寸呼吸，尤其是在得到其中要领后，动作更加放肆起来。思涵礼换气的间隙，顾青青好不容易抓到机会开口，可才呵斥出口对方的名字，思涵礼却低头再次将他的话堵了回去。思涵礼知道自己拒绝不了顾青青的要求，干脆不讲道理的让他说不出拒绝的话。他双眸紧紧盯着顾青青逐渐染上迷离的目光，知道他并没有真的排斥自己。狭长的眸底闪过一丝得逞的笑，察觉到顾青青变软的身体，他钳制着顾青青的手缓缓松开，张开的虎口掐住顾青青柔软的腰。就在他准备继续加深这个吻时，顾青青眼神中的迷离瞬间轻泯，察觉到危机感，思涵礼便要抽身，然而只因为那片刻的不舍，唇角已经被气怒的小猫恶狠狠地咬了一口，浓郁的铁锈味在两人唇间化开。思涵礼受疼了，却满不在乎地轻笑着，又重重地亲了顾青青一下才退开。他蔓延着氤氲水色的眼睛里倒映着顾青青气恼的模样。思涵礼心虚的安抚：不要恼了，
啊！男人亲吻过后的嗓音还带着玉色的眼，红起人来更是让人无法招架。见顾青青瞪着自己不说话，思涵里的视线又不由自主地落在她本就鲜艳的唇上，眸光灰暗地盯着多出的那一点瑰丽的红色，克制的抬手轻轻将顾青青唇上的鲜血拭去。时间差不多了，我送你过去吧，狗东西！见这人亲了自己之后，居然还能轻描淡写地说出这么一句话。顾青青毫不犹豫地抬脚踹在思涵里小腿肚上，他没怎么用力，思涵里也没躲。见他踹完还气着的表情，思涵里低头问：“要不给你打一巴掌？”这次是他过分了。顾青青想怎么收拾自己，思涵里都会受着，但顾青青没动，看着这人眼底的艳足。顾青青怕他舔自己的手了，被自己突然出现的想法饿到，但顾青青又不想就这样放过思涵里，恶狠狠地再次给了思涵里的小腿肚一脚，同时又把自己的包砸到思涵里怀里，这才朝着登机口走去。被包砸了一下的思涵里在包落地前将其拎住，看着顾青青气鼓鼓走远的背影，无声地笑了笑，认命地拎着顾大小姐的包跟了上去。已经在登机口等了一会的木子看到顾青青过来，连忙朝他招手。顾青青注意到他直接走了过去，青青吃吗？木子将手里的零食递给顾青青，为了演得真一点，木子是真去买了零食的。我现在不想吃了。顾青青摇摇头，脸颊的绯红已经褪去了，神情更是淡定得看不出任何异常。但是等思涵里过来后，木子和齐彦修看顾青青的眼神瞬间暧昧起来，齐彦修更是没忍住打趣：“涵里哥，一会不见你这嘴，上火了。”齐彦修这话一出，思涵里下意识地朝顾青青看去，但顾青青像是完全没听到齐彦修的话一样，神情淡定地低头玩着手机，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呢，知道自己是真把人惹恼。思涵里心虚地摸了摸鼻子，没接齐彦修的话，就怕他多说一句顾大小姐又得踹他两脚。顾小姐，穆小姐，可以登机了，这边请。机场的工作人员过来向两人引路。顾青青斜眼睨了思涵里一眼，对方立刻将他的包递过来，到了给我打电话。顾青青赏他一个冷笑，傲娇地接过自己的包包，转身离开了。接收到顾大小姐不爽心情的思涵里只觉得脑子疼，亲人的时候倒是无所畏惧，现在看着人都消失了也没回头看他一眼就开始慌了。旁边看热闹的齐彦修终于没忍住打趣：“你这是把人惹生气了。”思涵里收回视线，抬手摸了摸自己唇角的伤，痛得没忍住吸了一口冷气，对上齐彦修幸灾乐祸的表情，思涵里哼了一声：“你懂什么？他这是爱情的勋章呢。”得了，我不懂。齐彦修耸耸肩，吊儿郎当的回道：“我要是懂被咬的就是我。”思涵里嘴角的伤说深也不算深，但一定是痛的了。对，狗都不会咬你，没谁会对傻子感兴趣呢。思涵里嗤笑着转身，得回去想想接下来被某人冷处理该怎么哄人了。涵里哥，被重创的齐彦修跟上思涵里的脚步，你怎么能人身攻击呢？然而任凭齐彦修在为自己挽尊，思涵里都没搭理他。飞机上察觉到木子几次落在自己唇上的视线和他欲言又止的表情，顾青青和上手里的财经杂志无奈妥协，想问什么就问吧。和齐彦修单纯的八卦不同，木子显然更关心思涵里为什么突然亲顾青青呢？涵里哥他之前不是很能忍吗？这样想着，木子便问道：“你做什么了，将涵里哥刺激成这样？”男人明知道女人把他当成解药，他却甘之如饴，甚至为了不被遗忘，不惜在机场强吻这个豪门千金。而当男人以为自己的强吻能让他毕生难忘时，女人却用实际行动告诉他，想多了。飞机上察觉到木子几次落在自己唇上的视线和他欲言又止的表情，顾青青和上手里的财经杂志无奈妥协道：“想问什么就问吧。”和齐彦修单纯的八卦不同，木子显然更关心思涵里为什么突然亲顾青青。涵里哥他之前不是很能忍吗？你做什么了？把涵里哥刺激成这样？不知道呀。提到这里，顾青青又蹙起了眉，不知道。木子诧异，这也是顾青青不理解的地方。思涵里那天虽然听到自己和木子说的话，但以他的脾气，当场没发作那就算过去了。可为什么今天会突然又找自己算账？中间的这段时间具体发生了什么，才让他破防至此？顾青青思索着，却始终没想出答案。与此同时，离开机场的齐彦修也在问思涵里这个问题。毕竟作为和思涵里比较熟悉的人，他们都知道思涵里不是那种冲动的性格，否则顾青青在港城的这段时间，他若真的冲动做点什么，哪怕顾青青是文森特家族的大小姐也逃不掉。强龙不压地头蛇可不是说说完的，更何况思家也是个庞然大物呢。听到齐彦修的问题，坐在后排的思涵里眼神瞬间冷下来，想到昨天来找自己宣誓主权的人，思涵里把玩着掌心的金币，食指微微一挑，金币立在他指尖飞速旋转起来。在齐彦修准备再次追问的时候，思涵里才淡淡开口：“吉彦霖昨天来找过我。”谁啊？副驾驶的齐彦修猛地转过来看思涵里：“吉彦霖，前任哥。”思涵里点点头，回忆着昨天吉彦霖找他的情形，缓缓开口：“他说顾小姐愿意和我接触是为了忘掉他。”我靠！听到这话，齐彦修一下就炸了。这话和捅思涵里心口刀子有什么区别啊？想到思涵里今天的举动，齐彦修又有些不理解。他那么明显挑拨离间的话，你信了吗？我没信。思涵里回答。那你为什么还要和顾青青置气呢？齐彦修问。思涵里捏住落下来的金币。顾青青就算不是为了忘记吉彦霖和我接触，目的也没那么单纯了。那祖宗拿我当抚平伤口的良药呢？说这话的时候，思涵里语气里全是无奈，但又有些甘之如饴的庆幸，至少顾青青选择的是他，不是别人。齐彦修震惊了，顾青青还挺会玩哈。是会玩。想到那天酒吧稍微有点身材和姿色的人都在顾青青面前大排长队的场面，思涵里就觉得牙酸。如果他那天没开口回答完，估计连当药的机会都没有。不过涵里哥，齐彦修脑袋凑到后排，你咋看出来的？思涵里回忆着和顾青青相处的细节，看起来他似乎已经能和他心连心，但是身在其中，思涵里怎么会感觉不出顾青青对他那些似有若无的边界感？更何况顾青青除了在想出去玩和想到吃的时候找过他，其他时候就像是记不得他这个人一样。之前思涵里还以为顾青青是不够喜欢自己，后来听到他说的没必要3个字，又被吉彦霖那么一提点，瞬间就隐隐约约明白顾青青在玩什么把戏。一开始的思涵里是生气的，但后来想想，我都能让他开心了，怎么不算爱呢？
不过一码归一码，这个账还是要和顾青青算的，否则以顾青青这2天心虚的不敢联系自己的样子，他保证等顾青青回京市一定会赏自己删除拉黑一条龙。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眼不见心不烦呗。所以在顾青青离开之前，一定要做点让他忘不掉的事，这样宁大小姐想起来不爽的时候还有个渠道骂自己2句，也就不至于失联了。没有再理会齐彦修八卦的眼神，思涵里把他凑过来的脑袋推开，你之前不是拍了一条钻石手链吗？回头让人送我那里去，就当你提前送我的贺礼了。齐彦修疑惑，思涵里记得齐彦修拍的那条钻石上镶嵌的是克什米尔蓝宝石，以顾青青的审美应该会喜欢的。齐彦修肉疼的抱住自己，哎呀，我那个可是古董级别的手链，强调道，8颗顶级的克什米尔蓝宝石呢，给你老人家当贺礼，你怎么不直接让我卖身给你俩当花童算了？齐彦修那条手链上面镶嵌的除了作为主体一字排开的克什米尔蓝宝石外，还铺了60多颗顶级品质的无色钻石作为陪衬。在国外的拍卖场看到这条手链的第一时间，齐彦修就知道这东西未来的价值，所以花了670万美元拍了下来。其中大部分钱还是他跟思涵里他们借的，结果账才还完，手链就被思涵里盯上了。你当不了花童，年纪太大了。思涵里嫌弃的瞥了齐彦修一眼，想了想，拿出一张门禁卡扔给齐彦修，我车库里的车你随便挑，除此之外我按市场的最高价付款。说是贺礼，但2人都知道是玩笑话嘛。而齐彦修听到车库2个字后，心底那点为数不多的不舍也烟消云散。他笑容谄媚的捏着手里的门禁卡，眯着眼睛确认，当真随便我挑吗？钱不钱的倒是其次，主要思涵里车库里的车，无论是定制款还是收藏款，很多在国内都没有第2辆了。之前他眼馋很久的车，思涵里都不给他玩，现在就让他随便挑了。齐彦修感觉自己要飘了，思涵里显然知道齐彦修对车的热衷，他点点头，当真？哥，你就是我亲哥啊！齐彦修猛地亲了一口手里的门禁卡，别说手链卖给你，就是送你都行了。思涵里挑眉，真送？想到自己为数不多的存款，齐彦修立刻改口，哈哈哈，假的。京市机场里走出来的那一瞬间，燥热的气息扑面而来，顾青青下意识的皱眉，她一向不喜欢夏天，稍微动一下就一身的黏腻，让人不舒服极了。但是木子却很兴奋，他东看看西看看的，眼里都是对新世界的向往。青青，接我们的人呢？向往归向往，木子也没想过大热天的当个傻子在太阳下晒着看风景。来了，顾青青抬了抬下巴，示意木子朝左边看，就见一辆库里南朝他们开了过来。木子表情夸张的摘下墨镜，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大美女了。开车的是宁小小，我闺蜜兼大学室友，当然人家也是京大外语系的系花，未来的最美外交官了。顾青青介绍，我勒个豆！一向不爱学习的木子听到京大2个字就觉得震惊，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瞪圆眼睛盯着顾青青，等等，室友。所以青青你也是京大的吗？顾青青点点头，不才，奖状拿到手软了啊！木子抱着顾青青的手仰天一声长啸，家世、美貌、身材、智慧，上帝到底给你关了哪扇窗啊？顾青青，你告诉我，你还有什么不会的？他不会挑男人，眼光不行。护理男稳稳地停在2人身边，落下的车窗里传来女生揶揄的笑。木子回头对上宁小小大方和善的笑时，难得的害了害羞，他连忙站好，你好，我是木子。至于宁小小刚才说的那句话，木子直接当作没听到。宁小小点点头，宁小小，你叫我小小就行。阿紫。后排的车窗落下，万离的脑袋探了出来，我也来接你们了呢。阿离啊，你居然也来了！木子看到熟人又兴奋起来，抬脚就过去捏万离肉眼可见圆了不少的脸。他们在那兴奋的聊天时，宁小小已经下车给了顾青青一个大大的拥抱，他习惯性的去比划了一下顾青青的腰，确定人没瘦之后才放下心，还好没瘦。话落，宁小小蹙着的眉却没松开，他挑眉，像是发现什么有趣的事。胖了吗？宁小小是知道顾青青体质不容易长胖的，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发现顾青青居然长胖了1点后才尤为的惊讶。顾青青无奈，你可真会说话啊，一见面就说她胖了。但顾青青在港城每天都是吃了睡，睡醒吃，又定时定点的有人投喂，不胖才怪了。宁小小秒锁，我的错，我的错，我们宁大小姐才不会胖，谢谢啦。顾青青皮笑肉不笑的挤出一个笑，抬脚坐上副驾驶，还不忘提醒和万离聊得正嗨的木子。等几人都系好了安全带，宁小小才开口，你们的行李会有人送到顾青青那里，现在先带你们去吃饭吧。顾青青回头看木子，你怎么看呢？作为车上暂时的唯一客人，自然是听从木子的意见了。想吃，木子也不是害羞的性格，眼睛里都写着对美食的渴望。听到这话，宁小小笑了笑，那就出发吧。随着一声轰鸣，几人所坐的车消失在机场路上。京市富云私房菜馆里，顾青青4人围坐在餐桌前，齐举手中的茶杯碰在一起，发出悦耳的声响。木子揉着吃饱的肚子，舒服地将杯子里的茶喝干净，然后靠着椅子，一脸的满足。万离看着他，刚才都说让你不要吃太撑的吧？还好啦。木子摆摆手，吃撑的幸福感是和拥有全世界能比的呢。宁小小为了维持身材，一般不会吃太撑，但今天在顾青青和木子这2个吃货的影响下，还是不知不觉的多吃了些。他将解开的牛仔裤扣子扣好，看向已经走到窗边去透气的顾青青，一会想回去休息，还是去消消食呀？宁小小爱玩，所以他嘴里的消食绝对不是饭后走一走，活到99那种。顾青青打了个哈欠，看着这3人跃跃欲试的眼睛，无奈，你们仨去吧，我晕车，想回去躺着呢。宁小小挑眉看向木子和万里，去。木子小鸡啄米式点头，万里也很喜欢热闹，当即也决定要去。知道顾青青不爱动的性格，宁小小也没有再劝，将顾青青先送回家，便带着2人去嗨了。目送他们离开后，顾青青前脚刚进屋，后脚门铃就响了起来。提前回来照顾顾青青的赵毅看到顾青青要回去开门，连忙，不是累了吗？
去楼上休息吧。话落，人已经朝着大门走去。点开监控，看到门外的人是谁后，赵姨不动声色地将监控画面关上，没听到开门的动静。顾青青回头看了一眼，赵姨当即不认识的人，应该是走错了。行，顾青青打着哈欠，没有多想，直接上楼休息。顾青青瘫在懒人椅里面缓了好久，等感觉精神稍微恢复了些才去洗澡。然而等她起身，一眼就透过落地窗看到了大门外站着的熟悉人影，对方显然已经在那站了一会，神情中隐隐有着不耐。想到赵姨说的那句不认识的人，顾青青心中了然，但她看得到纪彦霖，不代表纪彦霖看得到他们。顾青青淡淡的收回视线，进浴室洗漱，玩出来的时候往外面又看了一眼，见到纪彦霖还在后，微微蹙起了眉，似乎觉得这样一个人堵在门口有些碍眼。他拿手机直接联系保安，将人请走。几分钟过去，看到纪彦霖愤怒的被强行带离后，顾青青心底终于舒坦了。他拿着手机倒在床上，准备刷会短视频，就看到了思涵里发来的消息：飞机飞挺久了，这都绕地球一圈了，顾小姐还没到京市呢。只看着这字，顾青青都能想象到思涵里阴阳怪气的嘴脸。想到白天那个吻，顾青青恶狠狠地戳了戳思涵里的头像框，在提示出来后，毫不犹豫地将人拉黑。这边收到提示，刚把消息发出去的思涵里看着弹出来的红色感叹号，脑袋上跳出一个大大的问号，随即破防地笑出了声：对，真被拉黑了呢。女人明明把霸道总裁的微信拉黑了，却没拒绝男人厚着脸皮打来的电话，不仅整晚不挂断，还在第二天秒回他的消息。而这一切反常，只因男人突如其来的那个吻。思涵里破防的笑出了声，对，真被拉黑了。哈，齐彦修凑过来，谁胆子这么大？看到思涵里聊天框顶上的顾青青3个字后，他又坐了回去。那没事了，人家都敢把思涵里嘴咬破了，拉黑这么小的事也不算什么呢。你很闲吗？思涵里白了一眼死皮赖脸跟着自己的人，只觉得眼睛被他吵得发疼。原本是很闲的。齐彦修放下翘着的二郎腿起身，但现在我那蠢弟弟喝多了，我得去把人带回来。谁？齐彦辰。思涵里挑眉问道。是啊，从下午知道木子去了京市后，就像丢了魂一样。要我说，男人啊就不能太嘴硬。对此，思涵里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在齐彦修出了门之后，他立刻给顾青青打去电话。顾青青手机里备注了思涵里的电话号码，但他没想到自己都把他拉黑了，这人还会厚着脸皮打电话过来。犹豫片刻才接通，有八卦，顾小姐想听吗？为了避免废话太多，宁大小姐不耐烦直接挂电话。思涵里开口就放大招，不得不说这招将顾青青拿捏得死死的，将落在挂断键上随时准备挂电话的手指一开。顾青青清了清嗓子，说吧。电话那边传来一声极浅的笑声，像根羽毛扫过顾青青的心脏，她抿了抿唇，心道这人笑得这么勾人干嘛呀？他才不是那种抵抗力低下的人呢。思涵里显然不知道顾青青现在的想法，否则一定会笑得更骚气些，借此将顾青青勾引得欲罢不能。整理出从齐彦修只言片语中得到的信息，思涵里缓声道：齐彦辰喝醉了。细说。顾青青来了兴致，思涵里将齐彦辰喝醉的事同顾青青说了一遍，这才义正言辞的总结：顾小青，咱们不要学齐彦辰啊，人在身边的时候不知道珍惜，人走了开始知道舍不得了。我怎么感觉你在点我呢？顾青青危险的眯了眯眼睛，的确有这个意思的。思涵里赶紧狡辩：小的哪里敢啊，不敢最好。顾青青故作凶狠的威胁了一句，然后打了个哈欠，困了。对啊，如果不是你有八卦，我现在已经睡着了。话虽这样说，但睡着是不可能睡着的。闭眼之前不玩半个小时手机，那都不是顾青青。那你睡吧。他看了一眼两人通着话的手机，那我挂了。思涵里一激灵，等等，怎么？顾青青疑惑，下一刻就听思涵里带着几分试探的声音：不挂可以吗？我可以给你讲故事，哄你睡觉。这话说到后面，思涵里的声音已经低了下去，显然知道自己的建议提的有多离谱，但顾青青却觉得这不是什么很别扭的事，只是过去除了他爸妈，没人会和他挂着电话通宵哄他睡觉。不过我已经过了听故事的年龄了，他现在只爱听八卦。1秒后，思涵里看着被顾青青挂断的电话，自顾自的懊恼。然而还不等他想出解决方案，手机绿泡泡居然弹出了顾青青的电话提示，根本来不及思考顾青青为什么突然放自己出黑名单，思涵里就接通了电话。电话那边顾青青没说话，思涵里也紧张的不知道说什么。就在他绞尽脑汁准备挑起话题时，手机里隐约传出顾青青均匀的呼吸声。这一刻，思涵里不知道怎么描述自己心里的感觉，就好像被一团松松软软的棉花填得满满当当的，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晚安，顾小青。思涵里凑近手机低低的说了一句，虽然没听到顾青青的回答，但眼神中的满足已经出卖了主人的心情。将话筒关掉，又将扩音的音量调到最大，然后思涵里才继续处理手上的工作。次日早晨，顾青青醒来后看到还未挂断的电话，眼睛里多了一抹笑意，给思涵里发去消息。顾青青才将电话挂了，等他从浴室出来，就看到了思涵里的回复：早安。顾青青拿着手机一边走一边下楼发消息：思总不忙啊？这消息秒回的速度很让他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警示的总裁呢？回你消息和忙不忙关系不大。思涵里回完消息，才将刚签好的文件递给陈潇，将手头重要的事尽量安排在这2天。知道思涵里有要去京市的计划，陈潇并不意外他的安排，当即就去按照要求出具新的行程表。也是，顾青青回道，毕竟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只要有心，回个消息的时间又怎么可能挤不出来呢？坐到餐桌前，他拍了个照片发给思涵里，吃早餐。思涵里，行。这边结束和思涵里的话题，顾青青又给宁小小打了电话，然后打开扩音放在一边开始吃东西。电话接通后，听到那边晕晕乎乎的声音，他有些头疼。别告诉我你们玩通宵啊？刚睡着没多久，他们俩都在我这，等我们睡醒了再给你打电话。宁小小翻了个身，这话说完就没了声音，显然又睡过去了。赵姨过来，看着一脸无语的顾青青，笑着道，年轻人爱玩是正常的，要我说青青你也可以多出去玩玩呢。你看看这段时间去港城回来精气神都好很多了，人也胖了，我看着就觉得心情好。赵姨的毕生梦想就是把顾青青养得白白胖胖的，只是这个梦想在顾青青的体质面前直接破灭，现在好不容易看到她胖了一点，便又觉得有希望了。
顾青青咽下嘴里的馄饨，别，我这段时间长胖的，我尽快就给他瘦下来。你这是准备要锻炼了？赵姨惊讶道。顾青青有多不爱锻炼，赵姨可是看在眼里，所以现在听到他这样说才觉得惊讶。想到思涵里的身材，顾青青坚定地点点头，练，必须练，等他练出强大的肌肉了，他也要强吻那混蛋。这样想着，顾青青觉得自己动力都足了。接近傍晚，拖拖拉拉的一天终于去健身室努力了1个小时的顾青青拖着发软的脚步出来，已经给他煮好电解质水的赵姨看着他趴在栏杆上生无可恋的样子，没忍住笑了起来。要是真不想锻炼，就别这么折磨自己了。不行，顾青青摇摇头，一步一步的挪下楼后，直接瘫倒在沙发上，接过赵姨递来的电解质水，喝了一口才道：“我不是那种没有毅力的人。”行吧，那你努力。赵姨怜爱的拍拍顾青青的脑袋。听到这话，顾青青上一秒还信心满满的脸瞬间耷拉下来，她真的不想努力了。顾青青在这怨念满满的补充能量。没过一会，宁小小就带着木子和万离来了。几人进门后，看到一脸生无可恋的顾青青，觉得心气极了。你这是怎么了？宁小小一边问着，一边自然地坐到顾青青旁边。我刚刚锻炼了1个小时，1个小时啊，差点要了我的命。听到这话，动不动在健身房一泡就是3个小时起步的宁小小和木子沉默了，两人表示不想搭理顾青青。小青青，有件事我想和你说。万离开口，等顾青青的视线落在他身上，他才道：昨晚我和阿紫商量过了，我们准备在你附近的小区找套房子住，就不和你住一起了。为什么？我这里很多空房间。顾青青想了想，我知道，但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作息是不一样的，我们担心住进来会影响到你。见顾青青还想再劝，万离连忙道：我们已经做好决定了，既然他们要在京市多待一段时间，那肯定要让大家都相处的舒服才行。也行，万离这样说，那他们必然已经做好决定。顾青青没打算再劝，但是他笑着道：我在市中心还有个大平层，因为嫌那边太热闹，所以很少过去住，但设施全部都是齐全的，正好给你们俩住，免费。顾青青强调，他也不是缺那点房租的人。木子和万离对视一眼，下一刻齐齐上前给顾青青捶腿的捶腿，捏肩的捏肩，老奴多谢大小姐。退下吧。两人显然不是伺候人的主，那力道捏得顾青青肌肉疼。在顾青青这里吃过晚饭，宁小小因为还有资料要翻译，便先回家了。等他走后，顾青青开车将木子和万离送到市中心住的地方，交代好房门密码后才安心离开。他这边前脚刚出车库的电梯，一抬眼就看到了自己最不想看到的人。在这堵我啊！顾青青挑眉质问，对上他眼神中的不耐，想尽各种办法，好不容易才见到人的纪艳玲眼神一下暗了下去。阿青，你就不能和我好好聊聊吗？你看我这样子是想和你聊的吗？顾青青扯出一个冷笑，压根不想多看纪艳玲一眼，抬脚就越过他往自己车的方向走。察觉到顾青青的意图，纪艳玲下意识的去拦，然而他伸出去的手还没来得及碰到顾青青，脸上就挨了一巴掌。顾青青淡定的甩了甩用力过猛而发麻的手，朝满眼错愕的纪艳玲扬唇笑了起来。疼吗？记住这巴掌，再敢让人跟踪我，我敢保证下一巴掌会更疼。纪艳玲本以为顾青青的问题是心疼，是担心，再不济也会有一点点后悔打了自己，但没想到他开口就是警告。他手被随意的碰了一下脸颊的伤口，看着顾青青眼底的厌恶，破罐子破摔的扯出一抹笑。这巴掌够消气了吗？不够的话再来一下。顾青青逆着他眼底薄弱的泪意，嗤笑了一声，毫不犹豫的转身再扇他一巴掌。他嫌浪费力气，可纪艳玲好不容易见到人，又怎么肯这样轻易的放他离开呢？他快步冲到顾青青面前，我那天放你鸽子，你也报复回来了，而且你去港城玩了那么久，冷暴力我那么长时间，甚至和别的男人暧昧不清，我也没多说什么，今天你又打了我一巴掌，再多的怒火也该发泄完了吧？你是真听不懂人话，还是假的听不懂啊？顾青青真的要怀疑纪艳玲的智商了。他动作利落的调出自己的朋友圈，我们已经分手了。分手是什么意思？需要我给你解释吗？我没同意。看到顾青青又提到分手这件事，纪艳玲心里一阵揪着疼，她慌忙的解释，那天林若雨冒着大雨跑出去，项目组的人都找不到她，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总不能看着她出事啊。阿青，你一向善良，为什么在这件事上这么无情呢？听到纪艳玲的这番话，顾青青就算已经不喜欢面前这人，还是被她的措辞恶心到了。她没心挤的能夹死蚊子，所以你不放心工作室的伙伴，就能放心当时身为你女朋友的我冒着大雨在外面等你几个小时，期间但凡你给我回个电话，告诉我事情的经过，我会直接让家里人来接我，而不是像个傻子似的在那等我。想到当时的情况，纪艳玲抿了抿唇，正想着如何解释，顾青青就继续道，你不是不知道我给你打了电话，也不是不知道我会担心你，你只是怕接通我的电话，面对我的质问后自己做出与真实想法相悖的选择。作为从小一起长大的人，不仅纪艳玲了解顾青青，顾青青对她同样了解的透彻，所以在顾青青说完这句话之后，纪艳玲承认她无法反驳。顾青青看着眼前这心虚到不敢和自己对视的人，慢慢的将他和那个记忆中热烈明媚的少年剖离。顾青青耸耸肩，纪艳玲，既然你已经做出选择了，就别后悔，别回头。可我已经后悔了。纪艳玲眼角氤氲的泪水滚落，在地上溅开，她哀求的注视着眼前的人，阿青青，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她曾是京城豪门太子爷的女朋友，如今却成为了让豪门太子爷下跪求复合的神秘女人。就连当众泼酒羞辱前男友，都能让在场所有人噤若寒蝉不敢吭声。而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曾经被出轨伤害的女人，竟有一个足以让整个京城上流社会颤抖的身份。顾青青一个轻轻的耸肩，却如同一把锋利的刀，无情地斩断了所有过往。纪艳玲，既然你已经做出选择了，就别后悔，别回头。可我已经后悔的要死了。纪艳玲的眼泪不受控制的滚落，每一滴都像是心头的血，在冰冷的地面上绝望的碎裂。她的目光如同溺水之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那眼神撕心裂肺到让人窒息。阿青，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不了。顾青青摇头的瞬间，嘴角勾起的笑容如同刀锋般凌厉刺骨。来不及了，这4个字如同一道惊雷在纪艳玲心头上。
震得他灵魂都在颤抖。吉彦霖呆若木鸡地看着顾青青从容上车，稳稳当当地驶出车库。他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这个突如其来的发现让他心底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就在吉彦霖思绪万千之际，一个男人的身影如同噩梦般在他脑海中出现。思涵里，难道是他教会了顾青青开车？这个念头如同毒蛇般疯狂啃噬着他的心脏，让他痛不欲生。想到两人亲密相处的画面，吉彦霖只觉得心口被万箭穿心，痛到无法呼吸。此刻他终于明白顾青青口中的来不及是什么意思，那是爱情死亡的最终宣判。可与此同时，吉彦霖心底又涌起一股撕心裂肺的不甘。为何顾青青能如此迅速地放下他，为另一个男人心动？只有他一个人被困在回忆里，日日承受着那些后悔、自责、痛苦的无情折磨。高考结束后，被压抑已久的京市豪门少爷小姐们如同脱笼的野兽般疯狂涌向各大顶级娱乐场所，释放着被禁锢的欲望。街道上豪车云集，几乎寸步难行，奢华与疯狂在这座不夜城中肆意蔓延，无人能挡。多尔环的盛宴会所内更是热闹，巨大的一楼大厅里音响轰鸣震天，仿佛要掀翻屋顶。震耳欲聋的音乐如同海啸般冲击着每个人的心脏，让灵魂都在随之颤抖共鸣。舞台中央的几个小型舞台上，性感妖娆的舞者们正在为近在咫尺的客人们展现着令人窒息的致命诱惑。被这氛围感染，不少寻欢作乐的公子哥也加入其中，摇曳着年轻而堕落的身姿，沉醉其中。顾青青端坐在豪华沙发上，目光落在被会所工作人员撩得眼睛都笑成一条缝的木子身上，疑惑地转向宁小小他们，他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话音未落，宁小小就淡定地打断道：“放心吧，咱们这边的都是干净的。虽然今晚的狂欢不会真的越界，但宁小小也绝不会让那些龌龊之人靠近他们半步。”闻言，顾青青微微点头，纤细如玉的手指轻捏高脚杯，优雅地晃动两下后仰头抿了一口血红色的琼浆。随着他仰头的瞬间，那姣好的颈部线条如同高贵的天鹅般展露无遗，惊艳了在场所有人。然而更令人心跳加速的是他高挺鼻梁上那副无边框眼镜两侧垂下的金丝链条，在五彩斑斓的灯光下摇曳生辉，配上他那双醉意朦胧的眼眸，让无数男人为之疯狂。吉彦霖待人刚踏入盛议会所准备上楼的脚步突然凝固，那是顾青青。陆枫难以置信的挑眉，眼底的震惊如同海啸般汹涌而至。短短数月不见，眼前的顾青青已经褪去了往日的冰冷疏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明媚热烈的张扬，比过去更加致命动人。其他人顺着两人的目光望去，当确认那被无数炙热目光包围的女孩竟是顾青青后，无不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以前这种纸醉金迷的场合，顾青青都是避之不及的，怎么今天顾景来了，还开了这么好的座位？不过那位置就算以顾家的财力也是奢侈之举吧。若是顾泽健知道自己妹妹如此挥霍，怕是要当场气到吐血了。因为顾青青和吉彦霖那段刻骨铭心的感情，顾泽健也勉强被他们这群人所认识，但也仅此而已。然而以顾泽健那卑微的身份地位，永远无法真正融入他们这个金字塔尖的奢华圈子。难不成是为了和林哥你置气才来这种地方？不知是谁突然冒出一句，但吉彦霖心底清楚这与他无关，可眼睁睁看着曾经的挚爱被其他男人如众星捧月般围绕着，吉彦霖心底有一团极度的烈火在疯狂燃烧，几乎要将理智焚烧殆尽，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吉彦霖如同被某种力量牵引般，直接朝着大厅中央那道身影走去。金氏圈子里的顶流太子爷气场全开，瞬间引爆全场，无数暗中窥探的目光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当众人发现他的猎物竟是顾青青时，所有人眼中都燃起了看好戏的兴奋火花，仿佛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虽然传闻两人已经分道扬镳，但一个不过三流豪门的大小姐，若吉彦霖真要不顾一切追回，谁又能在这权势面前筑起高墙？今晚或许能亲眼目睹一场惊心动魄的追妻火葬场大戏。这念头让在场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炙热的视线如无数把利剑般紧紧锁定吉彦霖的背部，直到他傲然站在顾青青面前的那一刻，全场期待值瞬间拉满。头顶的灯光突然被人影遮挡，宁小小下意识抬眸扫了一眼，随即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讥笑。几少深夜造访，有何贵干？他的声音如淬了毒的刀锋般锐利逼人。宁家从政多年，根基深厚，所以宁小小对京圈这些纨绔子弟从来都不放在眼里。那份来自政界的强大底气让他无所畏惧。当然，碍于宁家盘根错节的恐怖人们，也没人愿意轻易招惹这位大小姐，因此哪怕被如此当众挑衅，吉彦霖也只能强压怒火。他完全无视宁小小挑衅的目光，视线如饥饿的狼般贪婪地落在依旧专注欣赏男模热舞的顾青青身上，瞬间被她的惊艳装扮夺去了魂魄。前面看似是一字肩的保守设计，可转身后，后背肩胛骨处却做了大面积的致命镂空，那精致漂亮的蝴蝶骨如艺术品般完美呈现。往下，那盈盈一握的纤细腰身被裙身紧紧勾勒，曼妙曲线自然向下扩开后，完美包裹着顾青青俏圆的臀部，最后延伸成优雅的鱼尾状铺开。这条裙子几乎将顾青青身材的每一处致命优势都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细节都让在场男人血脉喷张，呼吸凝滞。吉彦霖眸光瞬间深沉如漠壤的深渊，他迅速脱下身上的外套，强硬地递到顾青青面前，声音低沉如不容拒绝的命令：“和我去包间。”顾青青似乎已经喝了不少，那双勾魂摄魄的眼尾染上一抹醉人的绯红，如盛开的桃花般妖娆诱人。听到耳边这令人作呕的熟悉声音，他不耐烦地将摆在自己面前的衣服狠狠推开，如同推开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滚！这个字如锋利的匕首般从他红唇间冷冷蹦出，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吉彦霖脸上，火辣辣的。陆枫震惊地瞪大了眼睛，仿佛见了鬼。毕竟在过去，顾青青连大声和吉彦霖说话的时候都极少，更别说如此决绝的拒绝。可吉彦霖自己早已预料到这冰冷的对待。
顾青青就是这样，一旦不喜欢一个人，连对方的呼吸都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她强忍着心底如海啸般涌来的痛苦，声音低沉而克制。大厅人多眼杂，你也不想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是不是？吉彦霖如此卑微的姿态是在场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在顾青青说了那声冰冷的滚之后，还能这样低声下气，简直不可思议。到底是怎样刻骨铭心的执念才会让京城太子爷如此自降身份？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然而顾青青依旧没有要给吉彦霖半分颜面的意思，她优雅起身后，两指轻蔑地捻起吉彦霖递来的外套，如同捏起一块腐肉，然后在所有人震惊的几乎掉下巴的目光中，随手将其扔到地上，如同丢弃垃圾般决绝无情，眼睛里写满了刺骨的不屑与厌恶。我嫌脏，顾青青，过去没人把你当谈资是看在林哥的面子上，你可别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旁边的狗腿子许是看不惯顾青青这嚣张跋扈的样子，故而佯装好心的冷笑着提点起来，言语间尽是威胁。然而听到这话，察觉到动静凑过来的木子瞬间瞪大了眼睛，如同见了鬼魅。他惊愕地看看顾青青，又看看吉彦霖，表情精彩绝伦，不可置信地问顾青青，声音中满是难以掩饰的震惊：你还需要借别人的面子？顾青青撇嘴，眉梢轻挑，带着一丝玩味与讥讽：应该不需要。木子恍然大悟般拖长声调，眼中闪过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看样子这些井底之蛙并不知道顾青青真正的惊人身份。这样想着，木子眼中的兴致瞬间达到顶峰，如同发现了天大的秘密，于是也不忙着去寻欢作乐，直接站在顾青青身边，准备欣赏一场足以震撼全场的好戏。她不就是顾家的长女，还能是什么名门望族？说话的人看着面前衍生的木子，语气中带着赤裸裸的轻蔑与不屑。然而木子还没蠢到在这种时候喧宾夺主抢走顾青青的风头，他懒懒地打了个哈欠，没骨头似的靠着顾青青，故作神秘地勾起嘴角。你猜？听到木子的这番意味深长的话，吉彦霖眼神如鹰隼般锐利地闪烁起来，仿佛捕捉到了什么致命线索。从港城回来后，他就让人马不停蹄地去查顾青青的另一个神秘身份，但查来查去却如石沉大海般毫无收获，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抹去了所有痕迹。今天在听木子这样说，显然他是知道顾青青深藏不露的另一个身份的。这个惊人的事实如同一把利剑直插吉彦霖心脏，所以是自己的能力还不够强大。这个可怕的认知让他心惊胆战，仿佛踩在了悬崖边缘。季家这样的庞然大物都查不到的东西，吉彦霖的心如坠入万丈深渊般往下沉了沉，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感袭来，没有再理会这群碍眼的蝼蚁。顾青青高傲地重新坐下，冷漠地示意面前停了跳舞的工作人员继续他们的表演。然而他们才刚要动作，吉彦霖一个阴冷刺骨的眼神就如死神挥舞的镰刀般无情叫停了他们，空气瞬间凝固。阿青，你若是不想我在这里当众动手，最好乖乖跟我去包厢谈一谈。吉彦霖觉得自己那引以为傲的耐心已经被彻底消磨殆尽。顾青青可以恨他，愿他甚至可以为别的男人心动，但他绝不能眼睁睁看他这样糟蹋自己。听着耳边这令人作呕的威胁声音，顾青青体内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如火山般爆发了。他猛地端起桌上的高脚杯，干脆利落的起身，将猩红的酒液狠狠泼到吉彦霖那张自以为是的脸上，如同泼向过去的耻辱。注意到顾青青这石破天惊的惊人举动，就连见惯了大场面的控场工作人员都惊得目瞪口呆，仿佛被施了定身术。震耳欲聋的音乐声戛然而止，死一般的寂静如瘟一般迅速在整个大厅蔓延开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然而就在这令人窒息的静默中，一声极浅却摄人心魄的笑声如魔音般诡异回荡在众人耳旁，仿佛来自地狱的召唤。听到这突然出现的声音，木子那懒散的姿态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人肉眼可见的剧烈颤抖起来，如同猎物遇见了天敌。我没听错吧？他的声音都在发抖，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万里紧张地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体，声音同样颤抖得不成样子。应该没有。话落，两人交叠的手迅速紧紧握在一起，脸色一瞬间苍白，如同见了鬼魅，恐惧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宁小小有些不解地看了窃窃私语的两人一眼，又疑惑地看向顾青青，这才惊讶地发现顾青青的神情也瞬间变得凝重如冰。刚刚还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人，现在像是被无形大手扼住咽喉的小兽，肉眼可见的心虚紧张起来，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察觉到这诡异的氛围变化，宁小小饶有兴致地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向那笑声传来的方向，好奇心被彻底勾起。同样的，吉彦霖猛地转身看向不知何时如鬼魅般悄无声息出现在自己身后的神秘人，眼底有着连自己都未察觉到的警惕和嫉妒。他勉强挤出一抹虚假的笑容，强装镇定。司总远道而来，应该提前说一声，这样我和阿青也能设宴招待。思涵里像是没听到吉彦霖刻意强调的那个舞字，直接越过他，如入无人之境般优雅走到顾青青面前，仿佛吉彦霖不过是空气。他双手撑在沙发上，身体危险的前倾，似笑非笑的凝视着目不转睛盯着他的顾青青，眼神深邃如深渊，腔调暧昧的如情人耳语般低沉询问：顾大小姐准备如何招待我呢？这个女人竟让商界帝王秒变兔王，不仅要亲手伺候他擦手指，甚至连他多看男模一眼都要猝的发疯，甚至不惜当众打脸身为京圈豪门的前夫哥。然而所有人都没料到，最大的算计竟然会在即将到来的毕业会上。顾小姐准备如何招待我呢？这句话从思涵里嘴里缓缓溢出，却带着能让人灵魂战栗的致命诱惑，聊得顾青青瞬间耳根滚烫，心跳如擂鼓般疯狂。他眼中原本的厌恶竟在这一刻被温柔的光芒完全吞噬。现有的场子，司总介意吗？当然不介意。思涵里每一步都像猎豹锁定猎物般缓缓逼近，他温柔的近乎虔诚地接过他手中的酒杯，仿佛捧着世间最珍贵的圣物，然后抽出湿纸巾，牵起他纤细的手指，一寸寸轻抚着红酒留下的痕迹。他专注的神情让这简单的动作瞬间变成了最撩人心弦的情话。所有人都不敢呼吸，生怕一个声音就会惊碎这如梦似幻的画面。吉彦霖却在此
此时恶毒地撕破了这份美好。没想到司总也会做这种哗众取宠的把戏啊！司函里却只是邪魅一笑，将纸巾优雅地抛进垃圾桶。他抬眸锁定怒火中烧的纪彦霖，语气淡漠如寒冰：纪少误会了，我这辈子只需要取悦一个人，这个人是谁？答案已经让在场所有人心知肚明。两个男人四目相对，空气中瞬间爆发出电光火石般的激烈交锋。司函里，顾青青带着惊喜的声音如甘露般瞬间化解了剑拔弩张的危机。他霸道地拉着司函里的手腕，将他拉到身边，完全当眼前的纪彦霖是空气。坐啊，好。司函里的语气纵容的能溺死人。司函里看着舞台上卖力展示身材的舞者，眼底涌起了危险的黑色风暴。他轻声凑到顾青青耳畔，声音带着压抑到极致的怒意：顾小青，不是答应了我不找野男人吗？顾青青无语，死一般的沉默后，他强撑着为自己辩解：他们只是工作人员，算不得野男人吧？这还不够野。司函里下巴危险地示意着舞台上的火辣动作。当顾青青真的去看时，他又霸道地抬手挡住他的视线，咬牙切齿地质问：你还真敢看？不是你让我看的吗？顾青青委屈巴巴地嘀咕着，眼睛却贼心不死地往舞台偷瞟。司函里彻底被他的小动作逗得哭笑不得，抓起他的手起身：我不想在这里被你招待。顾青青跟着他往外走，嘴上却故意往火坑里跳，人家跳得多好啊，那脸蛋，那腰身。顾青青恼羞成怒的咆哮声瞬间震得整个会所都在颤抖。顾青青歪头看向即将爆炸的司函里，唇角的笑容明媚如春花，梨涡浅浅动人。这一刻，司函里终于恍然大悟，他竟然是在故意撩拨自己，可心底翻涌的醋意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看我，别看他们。他说出连自己都震惊的霸道宣言，眼神却认真的不容任何反驳。顾青青一眨不眨的凝视着他，然后轻柔的问：去散步吗？去。司函里想都不想就点头答应，只要不看那些该死的男模，去刀山火海都行。顾青青轻笑着朝宁小小投去了一个眼神，仅仅一个眼神，宁小小就瞬间读懂了他心中所想：我会照顾好他们俩。去玩吧。宁小小的笑容里满是宠溺和祝福，这张脸倒是勉强配得上我们家青青。看着顾青青拉着司函里如小鹿般蹦跳着冲出金碧辉煌大门的身影，宁小小转向纪彦霖，纪少还不准备离开。纪彦霖缓缓松开已经攥出血痕的拳头，转身往楼上走去，可脚步却在那一瞬间不受控制的狠狠踉跄一下。陆枫眼疾手快地扶住了几乎要摔倒的纪彦霖，没事吧？虽然纪彦霖完全是自作自受，可陆枫终究于心不忍，死不了。纪彦霖冷硬的回答，却只有他自己知道，看到顾青青和司函里不经意流露的甜蜜时，心脏被活活撕裂的剧痛。尤其是顾青青毫不犹豫地牵着司函里离开的那一刻，他的心仿佛被人生生剜空了一块。这种痛或许比凌迟处死更加让人生不如死。走出会所，两人的脚步渐渐慢下，顾青青故作淡定地松开了紧握司函里的手。什么时候到京市的？吃过东西了吗？手腕的温度瞬间消失殆尽。司函里垂眸看着空荡荡的手腕，带着无奈问：顾小青，这是用完就想扔？顾青青啊，他挑眉反问，语气里带着一丝危险。你不会觉得我刚才是在利用你吧？利用他刺激纪彦霖，一个早就过气的前任而已，有那个必要吗？司函里也希望不是，可顾青青从来不会在外人面前与他如此毫无保留的亲密，他眼底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黯然失落。我也希望不是，那恭喜你。顾青青突然双手轻柔地捧起他微垂的脑袋，他见不得他这样失意落寞的模样。当司函里的视线重新落在自己身上时，顾青青凝视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的认真强调：你的希望彻底成真了。他笑得像只能勾魂夺魄的小狐狸，说的每个字都是司函里做梦都想听到的。顾青青，今天只是因为你的突然出现让我惊喜到炸裂。司函里，我刚好想你，你就像心电感应般出现了。他眼中细碎的欢喜仿佛要将人彻底溺死在甜蜜的漩涡中，我开心的快要飞起来了，说不出的那种开心，所以顾不上周围的一切，只想离他近一点，再近一点，哪怕贴着他的心跳。他掌心传来的温柔从脸颊蔓延至心窝，将一颗孤独的心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司函里因为凝视他而半垂的睫毛轻颤抖，彻底出卖了内心翻涌的情感风暴。他贪恋此刻的温暖，又贪婪的想要更多，却害怕要得太多会吓跑他。复杂的情绪如潮水般交织，最终他只能压抑着心底疯狂的渴望，轻身将他拉入怀中。顾青青原本捧着他脸的手落在胸膛，在跌入怀抱的瞬间清晰地感受到他如雷鼓般的心跳，每一下疯狂加速的心跳都是因为自己而跳动。意识到这一点，顾青青唇角的弧度更加甜蜜深邃。人来人往，无数羡慕嫉妒的视线落在他们身上，但顾青青没有丝毫躲避，直到司函里不舍到极致的松开他，顾青青才甜笑着问：回到刚才的话题，什么时候来的京市？吃过东西没？飞机刚落地，知道你在这里就马不停蹄地直奔过来。两人并肩前行，司函里不紧不慢地回答：特意留着肚子来找你蹭晚餐，所以到现在还饿着。这样的话，顾青青想了想，突然停下脚步，带你去吃我觉得这辈子最好吃的。司函里毫不犹豫地点头。顾小姐亲自严选，自然是人间绝品。看着她眼底快要溢出来的宠溺光芒，顾青青压不住唇角疯狂上扬的笑意，察觉到自己笑容不值钱，连忙转身向前走，避免被他看到。女孩向前的每一步，鱼尾裙摆都摇曳出撩人心魄的风景。周围视线一遍遍贪婪地落在顾青青身上，司函里却只是与有容颜的落后羽，让他独占所有欣赏的目光。这一刻，是两颗同频心脏在疯狂跳动。次日清晨，阳光正好，为了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顾青青破天荒的早早起床，开始精心打扮。还没等她收拾完毕，穿着帅气灰色马甲西装的宁小小就已经出现在她家门外翘首以盼。赵姨开门请人进来后，宁小小直接目标明确的冲上楼，找到顾青青的房间。还没等她敲门，房门突然被拉开，刚化完精致眼妆的顾青青朝她做着炸烟花的手势，当当当当，绝世大美女闪亮登场。被突然吓了一跳的宁小小，啥情况？四目相对，顾青青疑惑的挑眉，眼中满是期待。不美吗？啊，美的我想给你生猴子。上一秒还故作无语的宁小小立刻大喊着朝顾青青疯狂扑过去。
去。反应过来的顾青青灵活转身避开扑空的宁小小，方向一转又朝他疯狂追去。两人在房间里追逐打闹，时不时传来笑岔气的声音，让楼下的赵姨无奈摇头。这两丫头跟长不大的孩子似的。楼上激战正酣，宁小小气喘吁吁地躺在顾青青的大床上，拼命平复着呼吸，偏头看着坐在化妆桌前补妆的顾青青，突然开口：昨晚思涵里突然出现的时候，我发现你真的挺开心的。顾青青涂口红的动作瞬间僵在半空，然后如实承认，确实开心到要爆炸了。顾青青没想到他会突然出现，那一刻真的惊喜的快要晕过去。宁小小心里有些酸涩，是因为你心底本就有期待，所以才会惊喜。顾青青，你彻底喜欢上他了。这话脱口而出的瞬间，宁小小觉得自己心中的怨念都能养活一整个斜剑仙了。闻言，顾青青回头看他，没有丝毫否认。我说从见到他第一眼我就知道会彻底喜欢上他，你信吗？这人这么合你胃口？宁小小坐起身，眼中满是意外。顾青青将口红放下，仔细检查妆容无误后，拿起旁边的简约白 T 恤优雅穿上，就是那种致命的磁场，你能懂吧？他说着又拎起烟粉色到大腿长度的百褶裙穿好，将 T 恤下摆塞进裙子后，期待地问宁小小：好看吗？宁小小的视线扫过她令人羡慕嫉妒恨到发狂的细腰和那双又细又长没有一丝赘肉的逆天美腿，竖起大拇指，绝美到犯规，懂归懂，但我还是觉得有点太便宜思涵里。宁小小走到顾青青身边，趁机偷偷摸了摸她的小蛮腰，然后质疑：你化这么精致的妆，穿得这么简单清纯，有点暴殄天物了吧？嘿嘿。顾青青抬起修长的右腿，双手做作地搭上去，还给宁小小一个要命的媚眼，然后问：你就说青春无敌美少女的感觉有没有拉满到爆炸？所以宁小小像是瞬间意会到什么，思涵里今天要来找你。答对了，奖励小红花一朵。顾青青笑得像偷腥的小猫，在宁小小面前垫脚转了一个完美的圈，然后斜出一只脚，脚跟落地，晃了晃脚尖。你就说我这绝世模样，谁能逃脱本小姐的致命魔爪？还是那句话，让我心痛的话。宁小小拉着他下楼，太便宜思涵里了。那你说思涵里那张祸国殃民的脸，不许替别的男人说话。宁小小瞬间炸毛警告着，哪怕思涵里真的帅得惊为天人，也绝对不可以。顾青青立刻乖乖闭嘴，在独为闺蜜面前夸奖任何男人都是十恶不赦的罪恶。下楼后，两人风卷残云般吃完赵姨精心准备的爱心早餐，才坐车前往学校。等他们抵达时，学校广场已经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不仅有返校的毕业生，还有许多来凑热闹的学弟学妹。当看到阔别已久的顾青青女神出现在广场，热情的学弟学妹远远的就激动地向她疯狂招手。顾青青看到后也像女王般一一优雅挥手回应。宁小小笑着调侃问：当京大绝世顶流的感觉怎么样？爽到飞起。顾青青一本正经地朝路过的迷妹小学妹挥手，看对方激动跺脚，墨镜后的眼中满是宠溺。宁小小看懂这人嘚瑟的小表情，正准备酸他两句，却因为看到朝他们走来的讨厌身影而瞬间停住。干，真是扫兴透顶。宁小小毫不在意形象的愤怒骂了一句，顾青青唇角甜美的梨涡也瞬间消失。尤其当来人目标明确地站在他面前后，顾青青的神情已经能用冷若冰霜来形容。察觉到两人如刀锋般的敌意，林若雨还未开口，眼中就故意蔓延开楚楚可怜的泪影。顾学姐，她装出一副快要哭死的样子，低着头，声音颤巍巍的开口：你能不能让燕玲别无情地赶我出项目组？女人被绿茶当众挑衅，说她靠男人上位，她却只是微微一笑，不仅轻描淡写的揭穿绿茶的把戏，让她在众目睽睽下自取其辱，还让所有人都看清了绿茶的真面目。林若雨还未开口，泪水已如决堤般无声蔓延在眼眶中。学姐，她声音颤抖的像风中残烛，垂着头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求你让燕玲学长别把我从项目组赶出去好吗？一旁的宁小小看到这副虚伪的可怜样，怒火瞬间燃烧到极点，刚抬脚就被顾青青一个眼神拦住，又瞥了一眼四周密布的摄像头。宁小小家世显赫，顾青青绝不允许她卷入这场即将爆发的风暴中。你先去你们系的集合点。她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宁小小虽心有不甘，却明白这是顾青青在保护她，为避免自己情绪失控酿成大祸。宁小小咬牙切齿的犹豫片刻，终于转身离去。只是她那步伐沉重的背影，不像是去集合，而像是去赴一场血与火的复仇战场。等宁小小的身影消失在视野，顾青青才缓缓摘下墨镜，冰冷的目光直刺向那个比自己矮半个头、弱小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林若雨。吉彦霖为何将你逐出项目组？她的声音平静，仿佛对面不是那个曾经摧毁她爱情的毒蛇。林若雨听闻此问，心中电光火石般闪过千百种算计，因为我不小心惹学姐您不高兴了。这话一出，周围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瞬间皱起了眉头，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顾青青与季彦霖的爱情在京大如同传奇，季彦霖对顾青青的痴情更是众人皆知。若林若雨真因得罪顾青青而被逐出项目组，这种徇私行为虽不合理，却也在情理之中。然而，这样赤裸裸的以权谋私，是否已经突破了学术的道德底线？旁边有人听不下去，正欲挺身而出为林若雨打抱不平，却被同伴一把拉住，别被表象蒙蔽了。你们长期埋头项目，不关注校园网，根本不知道这场戏背后的真相。作为那些靠实力而非家境打拼的学生，他们确实容易被相似遭遇的故事触动内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是任人摆布的棋子。到底怎么回事？那些原本义愤填膺的人听到这番话，瞬间冷静下来。嘘，精彩还在后头。拉住他的人做了个噤声手势，眼中闪烁着看好戏的光芒。其他人见状也安静下来。而在所有目光的焦点中心，顾青青听完林若雨的话后，嘴角勾起一抹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那请你告诉我，你究竟做了什么让我不高兴的事？林若雨咬了咬苍白的嘴唇，因为我不小心接了学姐打给燕玲学长的电话，就只是这样。顾青青的反问如同利剑，那你的燕玲学长还真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既然他人品如此低劣，林学妹应该庆幸自己逃离了这个项目组，否则将来天知道他还会做出什么令人作呕的事情来。顾青青不是对纪彦霖情深似海吗？
林若雨万万没想到顾青青会将矛头直指纪彦霖，她慌乱中脱口而出为纪彦霖辩护：“不是这样的，根本不是彦霖学长的错，他只是怕你误会我和他的关系，不是这样又是哪样？”顾青青眉毛一挑，锋利的话语瞬间切断林若雨的辩解：“如果这件事错不在纪彦霖，那罪魁祸首就只能是你自己了，学妹。”她笑容灿烂的刺眼，声音却温柔的令人毛骨悚然，像是在教导一个迷途的羔羊。如果你是因为能力不足被踢出项目组的话，那就应该痛定思痛提升自己，而不是编织谎言为自己开脱。如果你是因为人品败坏被踢出项目组，顾青青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足以冻结血液的寒意。那学姐建议你重新做人，免得玷污了京大的100年声誉。说的太对了，顾青青学姐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不知是谁带头喝彩，声音如同惊雷炸响。林若雨原本精心设计的楚楚可怜形象在这一刻彻底崩塌，她的身体仿佛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她嗫如啄想要反驳，却发现自己的舌头仿佛被冻住，一个字都吐不出来。她心中翻江倒海，为何事情没有按照她精心设计的剧本发展？她原本只需要让顾青青说出一句“不是我让纪彦霖把你踢出项目组”或任何类似的话，就能将这场风波与顾青青牢牢绑定。然而顾青青一开口就将矛头指向纪彦霖，随后又巧妙地转向林若雨自身。顾青青如同一位棋艺高超的大师，将自己完美地从这盘棋局中抽离，周围那些如刀般锋利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林若雨身上。这段时间因与纪彦霖的照片被曝光，他已经承受了太多的指责与非议，最初还有人愿意为他辩护，但随着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那些声音也渐渐沉寂。他今天冒险来找顾青青，本就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只要顾青青被他的言语陷阱绊住一步，林若雨就能将纪彦霖以公徇私的罪名定死，重新夺回那梦寐以求的项目组席位。但顾青青的每一句话都如同铜墙铁壁，滴水不漏的让人绝望，不给他半点可乘之机。眼看着顾青青即将从这场战局中全身而退，林若雨心一横，朝着那道渐行渐远的背影歇斯底里的喊道：“是因为我害你和纪彦霖分了手，他才将我驱逐出项目组的。学姐，求你发发慈悲，我真的不想失去这个机会。”顾青青的脚步戛然而止，仿佛被无形的锁链拽住。林若雨泪如雨下，一边深深鞠躬，一边声音哽咽：“对不起，学姐，我很愧疚。那天纪彦霖学长突然找我，才导致他放了你鸽子，酿成你们分手的悲剧。”他声音颤抖的几乎破碎：“求你救救我吧！我发誓从未想过要摧毁你们的感情。林同学既有这般倾城之貌，能让纪彦霖为你抛弃约定，如今又来求我，是想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吗？”顾青青优雅的侧身，躲开林若雨那装模作样的鞠躬：“纪彦霖为你甘愿背上不守信用的骂名，你再多施展些魅力，重返项目组岂不是手到擒来？”他声音里首次流露出一丝的无奈：“又何必还要在我面前炫耀你的胜利呢？”这一句话如同利剑，瞬间将自己摆在了受害人的位置上。林若雨刚才那番楚楚可怜的哀求，在顾青青的话语下立刻变质为赤裸裸的炫耀。他被顾青青滴水不漏的逻辑击溃得哑口无言，好话坏话都被顾青青抢先说尽，就连他精心编织的可怜形象，在顾青青这番话面前都显得如此可笑和虚伪。看着顾青青在众人崇拜的目光中从容离去，林若雨心中的不甘如同野火般燃烧。退一万步讲，如果没有纪彦霖的扶持，你以为你能站在今天的高度吗？见顾青青的脚步再次凝滞，林若雨撕心裂肺地咆哮着：“你不也是靠着纪家的权势才有今天的成就吗？顾青青，你有什么资格居高临下的鄙视我？说穿了，你我本质上并无区别，只不过纪彦霖偏偏选择了你而不是我，所以我才是那个失败的可怜虫。”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与平日那副娇柔温顺、小鸟依人的形象判若两人。然而顾青青只是短暂停顿了那一瞬，便从容不迫地继续迈向自己的戏路。随着时间流逝，各系学生陆续抵达集合点，刚从会议室匆匆赶来的纪彦霖一眼就锁定了被金融系学生众星捧月般围绕的顾青青，刚要迈步却被身旁人一把拉住：“纪少，刚才林若雨来找过顾青青了。”这简短的一句话如同一盆冰水浇灭了纪彦霖寻找顾青青的热情。他眉头紧锁：“林若雨现在在哪？”计算机系的同学指向不远处，就在那边。林若雨在计算机系曾享受过公主般的待遇，凭借不错的能力和姣好的面容，但她后来的那些卑劣手段确实让人越来越反感。纪彦霖顺着指引望去，立刻捕捉到了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正紧盯着自己。他眉头紧锁，找人把他送回去，别在这里碍眼。明白。身边人刚要行动，前方舞台却突然热闹起来。看到毕业典礼主持人已经登台，纪彦霖连忙叫住准备离开的人：“算了，等结束再说。此刻驱逐林若雨，若他不配合大闹特闹破坏毕业典礼，只会让自己更加难堪。上次照片曝光事件已成为纪彦霖永远无法抹去的耻辱，他只想与林若雨保持最远距离，除非万不得已。”随着时间流逝，台上的流程已接近尾声，主持人目光扫过台本，声音洪亮地宣布：“接下来进入今日毕业典礼的最后一项，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优秀毕业生顾青青同学上台代表全体学生发言。”啊，顾青青学姐，学姐，我爱你学姐。顾青青，我们永远支持你！青春洋溢的掌声和尖叫声瞬间淹没了整个会场。顾青青微笑着优雅登台，从容调整麦克风高度，紧接着对着台下热情澎湃的同学们做了个晋升的手势。她的手指刚落在唇边，台下的喧嚣竟然如潮水般迅速退去。我的天啊！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感叹，想到毕业后再也见不到顾青青这张脸，我感觉人生都失去了意义。太同意了，今天我要把她的样子刻进脑海。顾青青最好能在台上站一整天。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各位同学，以及前来参加我们毕业典礼的学弟学妹们，大家早上好！顾青青清澈悦耳的声音响彻全场，原本还在窃窃私语的人群瞬间鸦雀无声，他们目光如炬地凝视着台上那道耀眼的身影，眼中满溢着对完美存在的无限崇拜与痴迷。顾青青嘴角微扬，能作为学生代表站在这里发言是我莫大的荣幸，但与各位在校园的时光已所剩无几，为了不浪费大家与身边挚友相处的最后时刻，我会长话短说，愿各位踏入社会后回首今日，依然能
能记得当初踏入京大校门时那颗怀揣梦想的赤子之心。顾青青的语速恰到好处，配合她眼中流淌的温柔情感，瞬间就将在场所有人的心绪牵引到她精心编织的情感漩涡中。最后，这2个字如同一记惊雷，猛然将沉浸在大学美好回忆中的众人拉回现实。顾青青目光扫过台下密密麻麻的人海，声音掷地有声，经学校领导特别批准，在此插播一条重要信息。她故意停顿了那么一瞬，成功吊足全场人的胃口后，才以无比震撼人心的声音宣告：荣盛集团亚洲区总负责人顾青青，仅代表荣盛集团诚挚欢迎各位同学及学弟学妹参加我们即将举办的招聘会，感谢各位。微微鞠躬致意后，顾青青转身离开舞台，而台下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终于有人如梦初醒。等等，顾青青刚才说她代表什么？荣盛集团，还自称总负责人。老天爷，我耳朵没出问题吧？顾青青学姐怎么和商业巨头荣盛扯上关系了？她不是顾家千金吗？不对劲，快看荣盛集团官网！我的天啊，这不是在做梦？别只看荣盛，快看国际网站 Atlas 官网刚刚发布的贺函更震撼，我马上查。该死，网络太卡了。此刻已经成功挤进 Atlas 官网的人，第一眼就被那醒目置顶的贺函震惊得目瞪口呆。尊敬的顾青青女士，新闻您已接受荣盛集团亚洲区总负责人一职 ，Vincent 家族全体成员携 Atlas 集团所有员工向大小姐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愿您履新一帆风顺，引领荣盛集团再创辉煌。此致敬礼。Atlas 集团有限公司居然是用中文写的贺函。刚打开国际网站的同学震惊地瞪大双眼，不敢置信地看向身边同伴，他怀疑自己误入了山寨网站，但周围每个人脸上那如出一辙的震惊表情，证明他们看到的内容完全一致。这篇贺函虽然篇幅简短，内容精炼，然而一篇中文贺函出现在国际巨头 Atlas 官网上，足以证明他们对顾青青本人及其任职的极度重视。更令人窒息的是，贺函中还特别提及了 Vincent 家族。当看到这个叱咤全球的豪门家族出现在贺函中，再加上那一明确的大小姐3个字，顾青青的真实身份已经呼之欲出了。他怎么可能？怎么会是文森特家族的人？人群中的林若雨在众人惊呼的同时颤抖着打开国际网站。当那则中文贺函映入眼帘的瞬间，林若雨握着手机的双手剧烈颤抖。现在知道害怕了，刚才还满嘴讽刺人家靠男人上位，转眼发现人家根本是世界顶级豪门的掌上明珠。我真是不明白，放着这样一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大小姐不好好珍惜，为什么要和绿茶纠缠不清？季学长的脑子是被门夹了吗？仅仅因为女人在毕业典礼上的一句话，就表明了自己文森特家族大小姐的身份。虽然这让京大的毕业典礼全场沸腾，但更让人好奇的是校门口那个神颜男人，他竟然说他是靠牺牲色相才换来到学校接他的机会。当学妹们追问细节时，他却神秘兮兮地说要保密。耳边传来的冷嘲热讽和讥笑声，如利刃般刺向林若雨的心脏。顾青青，他瞬间惊恐地意识到，顾青青真正的靠山根本不是纪艳玲，自己刚才那些质疑到底算是什么？什么？顾青青竟然是文森特家族传说中的那位大小姐？计算机系的人个个震惊的下巴都要掉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投向前排的纪艳玲。然而让人意外的是，纪艳玲脸上的震惊丝毫不比他们少，甚至眼底还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愤怒。可是，在满场的震撼声中，扔出这颗重磅炸弹的顾青青却淡定的仿佛什么都没发生。直到毕业典礼正式落下帷幕，她才优雅的起身准备离开。看到这一幕，身边的同学习惯性的想和顾青青挥手告别，却在想起她的真实身份后，动作僵硬的停在半空中。然而还没等她收回那只尴尬的手，顾青青已经笑着轻拍了拍她的掌心，神情依然如往常般温和。毕业快乐！得到顾青青回应的那一刻，刚刚升起的距离感瞬间烟消云散，她也笑着回应毕业快乐。一路上和每个打招呼的同学温暖告别。收到思涵里已经在学校门口等候的消息后，顾青青忍不住加快了脚步。经过大门前那座喷泉时，顾青青敏锐地捕捉到几个同学正在那里激动讨论着什么。同学的声音里满含惊叹：天啊，你们绝对猜不到我在学校门口看到了什么，一个帅到爆炸的男人，我还以为是哪个顶流男明星，结果翻遍娱乐圈都找不到这张神颜。同学 B 好奇心被彻底勾起，到底有多帅？挑起话题的同学故作神秘地摇摇手指：咱们学校的校草你们知道吧？纪艳玲啊，人品虽然渣，但那张脸确实没得挑。同学 B 立刻接话，同学 A 左右摇着食指，语气夸张：外面那位，恕我直言，比校草帅出2个档次不止，不过他居然还捧着花束，真不知道哪个幸运的死丫头能有这种艳福。突然领悟到自己就是那个死丫头的顾青青心里默默吐槽：什么情况？路过都能被无辜躺枪？他强忍着笑意，脚步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当他远远看到大门口那道身影时，脚步却莫名其妙地慢了下来。他低头看着自己不知何时攥紧的双手，完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这么紧张。而此时，在校门口已经演练过无数次如何优雅地花的思涵里，也敏锐地察觉到了门内那道熟悉的身影。男人原本慵懒随意的站姿瞬间变得端正，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个穿着简约裙装却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的人，连眼都舍不得眨。他见过张扬妩媚的顾青青，见过明艳动人的顾青青，甚至见过性感撩人的顾青青，但像今天这样满身少女朝气的她，却是他从未见过的。没等他从这份惊艳中回神，几米外的人已经小跑着出现在他面前。他踮起脚尖转了个圈，百褶裙摆随着动作轻盈摇曳，眉眼间的得意劲儿让人心动不已。是不是被我美得说不出话了？思涵里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温柔，他微微弯下腰，当视线与顾青青平齐时，才无比认真的点头。差点就回不过神了。他眼中那份毫不掩饰的真诚，让故意开玩笑的顾青青脸颊不由自主的发烫。察觉到他眼底那一丝难得一见的羞涩后，思涵里更是觉得今天的他可爱的要命，将精心准备的花束递给顾青青，他轻声送上祝福：毕业快乐。竟然是一束充满活力的黄玫瑰，每一支玫瑰都透着新鲜的生命力。只是这包装，顾青青接过花束仔细打量了一下包装，疑惑的看向思涵里：你是不是被人坑了？
坑了。这花虽然包的不算难看，但也绝对称不上专业水准，肯定不是花店那些工作人员的手艺，到底是谁的呢？思涵里顿时无语，他看着正龇牙咧嘴坏笑的顾青青，明明已经猜到了，还要故意损我。顾小青，你的良心不会痛吗？顾青青瞬间收起了笑容，一本正经的回答：会痛，但痛感不强。说完，他伸手轻抚玫瑰花瓣上晶莹的水珠，不过花的品种选得很棒，我真的很喜欢。思涵里昨天预定花束后还是不放心，今天一大早就亲自跑到花店挑选，兴致来了竟然还要亲自上手包装。刚才心底那点小小的郁闷瞬间被顾青青这句轻飘飘的夸赞抚平了。然而四大总裁这双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手，面对那薄薄的包装纸却显得束手无策。在花店服务员满含怨念的注视下，糟蹋了无数张包装纸后，由于时间紧迫，思涵里只能带着这束还不够完美的花来接顾青青。谁知道这人一眼就看穿是他亲手包装的，还要故意调侃一番。不甘心被顾青青这样欺负的男人忽然俯下身，察觉到他的危险动作，顾青青瞬间抬起眸子，警惕地看向他，他眼底带着毫不掩饰的坏笑，正一点点向他逼近。顾青青瞳孔猛然收缩，神情罕见的慌乱起来。思涵里，你敢？学校门口人来人往的，顾青青绝对不想成为众人围观的焦点。这顾青青话音刚落的那一刻，思涵里的温热呼吸却轻抚过他的脸颊，直达耳畔。我敢什么？他故意问道。男人原本沉稳的嗓音此刻满含着让人心跳加速的危险，他不紧不慢地继续开口，我只是想说，顾小姐今天这身打扮让我也很心动。瞬间意识到自己被这家伙彻底撩了，顾青青内心咆哮。思涵里，他慌忙后退一步，拉开两人之间那暧昧的距离，仿佛这样就能掩饰自己如肋骨般的心跳，同时咬牙切齿地控诉，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坏了？思涵里丝毫不否认，眼底全是让人沉醉的温柔笑语。近墨者黑吗？我只能说，顾同学，你教的太好了。顾青青瞬间哑口无言，完蛋，这个锅他真的甩不掉。心虚的移开一直盯着思涵里的视线，余光瞥见他站直后比自己高出一大截的身高，忽然有些懊悔今天为什么要穿平底鞋。顾青青学姐，一道清脆响亮的女声突然传来，打断了顾青青混乱的思绪。她循声望去，才惊觉校门口的路人不知何时都停下脚步围观着她和思涵里。后知后觉意识到被围观的两人，耳根瞬间红得透彻，喊了顾青青的女生看着两人同步脸红的画面，眼睛顿时亮起小星星。她兴奋地问顾青青：顾青青学姐，你身边这位超级帅的男神是你男朋友吗？个问题一出口，最紧张的竟然是思涵里。她紧张地垂下视线看向顾青青，心跳几乎完全停止了跳动。顾青青扬起嘴角，在面对学弟学妹们充满好奇的注视下坦然地回答：他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人，但我们还没正式在一起。说着神情故作苦恼，他还没正式告白呢，我得等他告白了才能给他正牌男友的名分。什么？听到顾青青的回答，提问的小学妹立刻不满地瞪向思涵里，大哥，你别告诉我你顶着这样一张神颜连告白都不敢吧？从未想过顾青青会如此直白地承认喜欢自己的思涵里，大脑瞬间宕机，心里疯狂吐槽身边这位只抛饵不收线还经常让他背锅的坏女人。思涵里看向质问自己的那位同学，表情无比的苦闷，可能你不知道你们学姐到底有多难追。接着他故作无奈地叹了口气，就连今天能来接你们学姐的机会都是我牺牲色相才换来的，所以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暗示。原本还在责怪他不主动的学妹立刻兴奋地看向旁边笑容逐渐僵硬的顾青青，学姐，我们可以听听具体细节吗？牺牲色相的详细过程，小学妹还特别强调了重点部分。顾青青瞬间被思涵里这人不要脸的程度给气笑了。思涵里被反将一军的他恼羞成怒地将花束狠狠拍回思涵里怀里，你自己跟他们详细解释什么叫牺牲色相吧。话音刚落，似乎觉得这样还不足以解气，又狠狠踹了他小腿一脚才转身就走。听着身后传来的阵阵起哄声，顾青青的脚步不得不再次加快，只想赶紧逃离这个社死现场。思涵里稳稳接住重新回到自己手中的黄玫瑰，动作从容地朝面前惊大的同学们晃了晃花束，我得去追你们学姐了。至于刚才说的细节吗？深追赶的瞬间，思涵里清润带笑的声音飘入围观同学们的耳中，这个得保密，你们学姐脸皮薄会害羞的。好的好的，我们懂。学弟学妹们大声回应着，满怀善意的目送思涵里追向顾青青的身影。不知是谁先开口喊了句，这颜值简直绝配，立刻又有人扯着嗓子大喊，祝顾青青学姐早日拿下这个大帅哥。身后连绵不绝的起哄声让顾青青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脸红的威力，她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要被羞耻感点燃了。到身后紧追不舍的脚步声，等走出人群聚集区后，顾青青猛然转身，双手抱胸，准备工作一气呵成后凶狠地瞪着追上来的罪魁祸首。牺牲色相，她咬牙切齿地质问，你什么时候牺牲过色相了？思涵里挑了挑眉，她本以为顾青青生气是因为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没想到重点不是不该说，而是说了又还没兑现承诺啊。她强忍着笑意回答，现在就可以。顾青青瞬间无语，天啊！思涵里，她毫不客气地吐槽，你能不能稍微含蓄一点？之前还会暗戳戳地聊自己，现在竟然直接明目张胆地来了，我怕含蓄一点，你又跑去和学弟学妹们告我的状。思涵里一脸无辜地为自己辩解，见顾青青又要黑脸，她立刻求饶，我彻底错了。一肚子怨气堵在胸口的顾青青内心翻白眼，说说看，你错在哪了？她傲娇地扬起下巴，显然不打算轻易放过这个害她在学弟学妹面前彻底社死的罪魁祸首。错在没有早点邀请咱们顾大小姐去海边度个假。思涵里眼底笑意如水波荡漾开来，度假海边，顾青青不知想到了什么画面，眼睛瞬间亮如星辰。腹肌和人鱼线都准备好了。思涵里故意提醒着，笑声里满含着意味深长的诱惑。见顾青青抱胸的手悄悄垂到身侧，趁机追问，我这个认错态度顾大小姐还算满意吗？嗨嗨，顾青青本来也没真的生气，只是被那么多人围观有些羞耻而已，但眼前唾手可得的绝美福利，她当然是相当满意的，勉强还行吧。顾青青故作矜持地点点头，朝思涵里勾了勾手指，花还给我，遵命。将花束重新递
给顾青青。思涵里宠溺地揉了揉她的脑袋，我去开车过来，在这里等我。顾青青的注意力又被玫瑰花那糟糕的包装吸引，有些难以置信，思涵里这样近乎完美的人弱点竟然是手工。没过多久，思涵里就将车稳稳停在了他身边，是一辆低调奢华的墨绿色布加迪威龙。顾青青发现思涵里似乎格外偏爱这些冷色调，想到自己前2天刚收到的拍卖会拍品图册，心里已经有了完美的计划。车子从金大所在的繁华区域缓缓驶出，但思涵里的目的地显然不是回家的方向。不过顾青青也没多问什么，反正他总不能把自己给卖了。大约行驶了10多分钟后，顾青青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瞥了一眼来电显示，发现是宁小小后便直接接通。你家司总今天有点太骚了吧？顾青青手机还没完全贴到耳边，宁小小的大嗓门就毫无遮掩地传了出来。学校门口的那番神仙操作直接闪瞎了所有人的眼，搞得现在学校论坛热搜榜全是关于这对神仙眷侣的话题。听到这个骚字，顾青青惊得差点手机都拿不稳了，她赶紧轻咳2声，紧急提醒思涵里就在我旁边呢。宁小小毫不在意，难道现在她变得更骚了？本想提醒闺蜜注意言辞的顾青青瞬间无语，她发现自己今天被气得说不出话的次数格外频繁。旁边的思涵里还嫌事情不够热闹似的悠然补充，麻烦帮我向你朋友转达谢意，夸奖收到了。呵呵，顾青青扯了扯嘴角，直接开启扩音模式传达了思涵里的感谢。电话那头拿着手机的宁小小也罕见的沉默了片刻，然后才一言难尽的开口，我发现思涵里和你最般配的一点根本不是颜值。顾青青满脸疑惑，却隐隐有种不妙的预感，那是什么？她忐忑地问道。女人一脚踹开了男人母亲家的大门，然后直接坐在主位上翘着2郎腿。面对周家的怒骂，她反手就拿起茶杯砸过去。只因男人为了母亲遗物忍让了10几年，而女人却仅用一个名字就让整个周家俯首称臣。正和顾青青通话的宁小小竟然罕见的沉默了，半晌才憋出一句话，语气复杂的要命。我发现了思涵里和你最般配的一点，竟然不是那张脸。顾青青眨眨眼，心底却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到底是什么？宁小小强忍着笑意，玩味的说道：不要脸。思涵里磨了磨后槽牙，语气淡淡道：顾小青，我怎么觉得这里信号突然变差了？你说呢？顾青青秒懂，我也这么觉得。话音刚落，他直接掐断了宁小小的电话，没想到3秒不到，宁小小又厚着脸皮打了过来，刚一接通，那边就传来求饶声：错了，我再也不敢了。顾青青冷哼，说吧，到底什么事？宁小小既然知道他和思涵里在一起，这个时候还打电话过来，绝对不是为了八卦这么简单。果然，电话那头传来宁小小严肃的声音：青青，关于你的身份。顾青青心头一紧，急忙解释，之前家族内部还在争斗，让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对你来说就是灾难，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作为知情人的你必然也会被牵连。小小，我隐瞒你真的是迫不得已。他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慌张，显然很怕宁小小会因此生气。我又没生气，你紧张个什么劲？宁小小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听到顾青青的解释还是很开心，兴奋地把刚才的事告诉顾青青。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纪彦霖刚才跑来问我你身份的事了，哈哈哈！我骗他说你早就告诉我了，那家伙的脸当场就绿了。宁小小越说越兴奋，青青，我和他斗了这么久，这是我赢得最痛快的一次，你那边小心点，千万别给我说漏嘴哈。本来宁小小是不想在顾青青面前提起纪彦霖那个人渣的，但为了让纪彦霖以后的每一天都过得更难受，他只能来和顾青青通个气，确认宁小小真的没有生自己的气后，顾青青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应该不敢再来纠缠我了。毕竟顾青青的真实身份已经曝光，纪家股东会的人绝不会允许纪彦霖给他们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自然会好好约束他。那可不一定。宁小小小声嘀咕着，他看纪彦霖今天来质问自己时那副受伤的样子，就知道他压根放不下顾青青。要命的是，在校园网爆出顾青青承认喜欢思涵里的视频后，纪彦霖更是盯着视频里的顾青青当众落了泪，就连宁小小这个极度讨厌他的人，看到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都觉得可怜。不过老话说得好，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只能说纪彦霖这是自作自受。两人又在电话里闲聊了一会，这才结束通话。顾青青放下手机，这才发现车速竟然慢了下来。他看向思涵里，为什么来这里？前方是一座风格古朴的庭院，门前的石狮子和门上的牌匾都透着岁月的痕迹。更重要的是，顾青青对牌匾上那个周字还挺熟悉的，竟是10多年前的望族之一。只是这些年跟不上节奏的周家已经逐渐被时间的洪流淘汰。思涵里下车后绕到副驾驶，打开车门，见顾青青还在用疑惑的眼神盯着自己，才轻声开口：我来取样东西。话落，他轻声解开顾青青身侧的安全带，朝他伸出手，还请顾小姐赏脸。等他下车后，面前的周宅里走出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看到思涵里和顾青青时神情很是平静，显然早就知道他们会来，或者说是早知道思涵里会来。顾青青心底暗自思忖着，面上挂着得体的浅笑，任由思涵里握着自己的手一步步走进这座曾经辉煌至极的周宅。穿过游龙长亭，两人来到主院，路的中年男人微微轻声：两位稍等。在这种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家族里，规矩永远是最重要的东西，哪怕是已经衰败到连名字都很少有人提及的周家，这么多年过去，刻在骨子里的规矩却没有丝毫松动，应该不会很久。思涵里握了握顾青青的手，神情中竟然带着顾青青从未见过的忧伤，看着他黯然的眉眼，顾青青却不知缘由。不过眼前显然不是适合询问的场合，顾青青将心底的疑惑压下，反手握住思涵里不知何时变凉的手。没关系，来都来了，来都来了，最简单却最能抚平人心底紧张和烦闷的4个字。思涵里无声地勾了勾唇角，将掌心那只纤细的手握得更紧。10多分钟过去，面前的门却依旧紧闭，就连那位带路的中年男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思涵里眸光里瞬间沁出冷意，猜到对方又要故技重施，他侧身看向身边神情淡然的顾青青：我们走。为什么？顾青青拉住他，不是来取东西的吗？东西都没拿到，为什么要走？改天我再来取就行。思涵里注视着顾青青，温柔地哄着：今天你已经很累了，我先送你回去休息。来之前他和周家的人已经联系过，
他们态度并不差，也一口答应他今天上门后会把东西交给他。正是这样，他今天才会迫不及待把顾青青带过来，这样拿到东西的第一时间，他就可以把母亲给未来儿媳妇准备的礼物交给顾青青。可他没想到，这样的把戏周家的人玩了那么多年，竟然还没玩腻。他的母亲是周家的人，他自然也是周家的晚辈，看在母亲的面子上，周家的人怎么给他下马威，甚至一次又一次的爽他的约，他都可以忍，但没有人有资格让顾青青受气。思涵里扣住顾青青的手腕，再次开口：“走吧。”话落，他转身便要离开，然而顾青青却没动，他视线落在思涵里圈着他手腕的手上。刚才等的这10多分钟里，他没牵着自己的那只手，无数次紧张的握紧，又忐忑的松开。他不知道是什么让思涵里这样一个处事不惊的高位者不安到如此地步，但顾青青知道思涵里要取的东西，他今天一定要拿到。他轻轻挣脱开思涵里的手，转身看着已经跨出一步的他：“现在回答我几个问题，要取的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吗？”思涵里嘴唇轻颤了一下，双手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他点头：“很重要。”那是。话还没说完，思涵里眼尾就扬开一层薄薄的雾火，他声音里带着连自己都未察觉的哽咽：“是我母亲的遗物。”遗物2个字，思涵里说得很轻很轻，轻到顾青青差点没听清。当年年幼的思涵里和父母的骨灰一同回到国内，然而还没出机场，周家的人就霸道的闯入，将周雅琪的骨灰和遗物全都带走。当时的私家掌权者巴不得连思涵里都死在国外，又怎么可能帮他留下属于他的一切？后来为了拿回周雅琪的骨灰，思涵里不止一次扶持过已经衰败的周家，否则眼前偌大的周宅周家都留不住。但是除了骨灰之外，还有些东西是周雅琪说了要留给思涵里的，所以思涵里一次又一次的为周家铺路，但他想要的东西周家却一直推三阻四没有给全。顾青青没有安慰眼前的人，而是抬脚走到他身边，转身抬眸看着面前的会客厅，问出第2个问题：“周家上任掌权人是你外公？”思涵里沉默着，外公这2个字在母亲去世前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假期母亲也常常带他到这座宅院里陪周六乐。为了他玩得尽兴，周六乐还特意让人在后院开辟出一块空地专门给他用。也正是这样，周雅琪才会放心将给思涵里准备的东西留在周家这边。毕竟比起那时处在内乱中的思家而言，局势稳定的周家更值得周雅琪信任。可是在周雅琪去世后，外公这2个字对思涵里来说就已经很陌生了。周六乐从那以后就没见过思涵里这个外孙，就连交换周雅琪的遗物都是让人送到思涵里手里的。想到这些，纵然思涵里早已麻木，却还是忍不住生出些心酸。他点头：“是。”顾青青的家人都很爱他，但也有不爱他的，甚至想要他死的。所以对于周家和思涵里的关系竟然变成这样，他并没有太过意外，只是他觉得眼前这扇紧闭的门有些碍眼了。他拍了拍思涵里的手：“思涵里，他们是不是放了你很多次鸽子？”思涵里这转身就走的果断，顾青青就能猜到他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了。思涵里再次点头。顾青青敏锐的观察力再一次惊艳到他。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顾青青话音落下，人就快步往前走去。他站定在紧闭的会客厅门前，毫不犹豫的抬脚一踹，砰一声重响后，顾青青捂着被反作用力震到的脚踝，痛到龇牙咧嘴，而被踹的门纹丝不动。思涵里看着表情夸张单脚蹦跶的顾青青，眼底笑意一出，心底阴云被他无声的拨开。愣着干什么？顾青青瞥他一眼，小眼神凶得要命，示意道：“踹啊，遵命。”思涵里上前，在顾青青的注视中抬脚用力，随着一声嗡鸣，面前紧闭的门轰然倒地。在偏门的位置，思涵里视线和那边听到动静后慌张赶来的一群人对上，他挑了挑眉，戏谑的勾唇：“抱歉，没控制住力道。”装。顾青青小声嘀咕了一句，抱着手抬脚跨过面前的台阶走了进去。思涵里，谁让你进来的？放肆！偏门处带头跑过来的人开口就直接质问：“我让的。”已经走到主位的顾青青转身，在周黑牙看过来时压住后面的裙子，优雅的坐了下去。看到他的动作，周黑牙也顾不上顾青青说了什么，连忙怒声阻止：“不许坐，给我起来！”可惜周黑牙这话说完的时候，顾青青已经稳稳地坐在了椅子上，生生抬起白皙纤细的右腿搭在左边膝盖上，搭在扶手上的手有一下没一下的起落，整个人悠然自得地打量起这房间的布局，像是没看到在他面前暴怒的周黑牙。被人忽视到这种地步，周黑牙心底的怒火再也克制不住，朝身边的人招了招手：“请这位小姐起来。”舅舅当着我的面动我的人，是觉得我这次依旧会低头吗？思涵里拦在周黑牙喊来的人面前，眉眼中的冷意犹如寒冰凛冽。实话说，周黑牙虽然对自己这个外甥的凶名有所耳闻，但碍于过去思涵里在他们面前总是一退再退，所以周黑牙对他实在生不出畏惧。但是今天看着思涵里眉眼中的戾气，周黑牙却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忍不住强调：“这里是周家，我是你舅舅。”是呢。顾青青的声音从思涵里身后转出来：“你是他舅舅，又不是我舅舅。”思涵里，过来。顾青青唤了一声，男人冷冽的眉眼瞬间软化下来，无视面前脸色难看的周黑牙，走到顾青青身边。顾青青朝隔着茶案的另一张椅子努了努嘴，又道：“坐。”思涵里被他理所当然的语气逗笑，随即嘴角噙着笑容坐在了他身侧。看到这一幕的周黑牙嘴角抽了抽，女生不懂规矩就算了，思涵里做主位是想逆天吗？思涵里，他呵斥出声。然而不等他继续，顾青青拿起桌上的茶杯就朝周黑牙砸了过去。许是顾青青刻意把握着方向，又或许是周黑牙运气好，那茶杯直接从周黑牙脑袋上飞过去，重重的摔在地面。在茶杯碎裂的声音消失后，会客厅里瞬间陷入一片死寂。顾青青似笑非笑的又拿起一个茶杯把玩：“好好说话，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咋咋呼呼的。”
周黑牙指着顾青青，心口还在因为刚才的惊吓疯狂跳动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顾青青挑眉笑着看他这滑稽的模样，礼貌颔首，慢条斯理地说：“顾青青，请多指教。”谁？周黑牙指着顾青青晃动的手指一顿，只觉得这个名字莫名的熟悉。一秒，身边的人就小声提醒了他：“周总，是刚才咱们刚看的热搜里的那位。”听到热搜2个字，周黑牙瞬间就想起了顾青青这2个字代表的是什么。荣盛集团、文森特家族。指着顾青青的手被他瞬间收了回去。哪怕热搜没有配相片，他压根不确认眼前这人的身份。但周黑牙刚才挺着的腰板已经佝偻了下去，小的不知道是顾总莅临，不知顾总来周家是有何贵干。这个女人明明看起来温柔无害，可面对那个连号称港城阎王的男人都敢欺负的周家，她都能让这个曾经的金氏豪门乖乖听话，不敢造次。而她更是仅凭一句话就让周家乖乖的交出东西，还顺便揭穿了病重外公的心机，一招就阻止老头子的道德绑架。顾青青的眼中闪过一抹意外，周黑牙的反应完全超出她的预料。刚才还嚣张跋扈的男人，此刻竟然变得如此谨慎，这反差实在太大了。再看思涵里那副波澜不惊的模样，顾青青瞬间明白了，眼前这位周家现任掌权人就是个典型欺软怕硬的家伙，仗着自己是思涵里的舅舅，仗着那点血缘关系，更是仗着思涵里的心软，才敢如此放肆，真是可恶至极。顾青青缓缓放下茶杯，身子往后一靠：“我今天来是陪司总的。”他故意咬中司总2字，见周黑牙脸色骤变，这才继续道：“来取他母亲留给他的东西。”心中的猜测得到证实，周黑牙忐忑地舔了舔唇：“顾总，我和思涵里之间的事，终究是我们的家事，您插手恐怕不太合适吧？”“我觉得很合适啊。”顾青青转头看向思涵里：“司总觉得呢？”“我也觉得很合适。”思涵里点头附和，余光瞥见他仗势欺人的模样，心中竟涌起一阵暖流。他在为自己出头，坚定不移地站在自己这边。2比1，周总的意见不重要。顾青青朝周黑牙露出一个天真无邪的笑容，只是眼底的含义让人无法将她当成无害的小女生。周黑牙依旧不甘心将属于思涵里的东西拱手相让，却又不敢得罪顾青青，当即疯狂地给思涵里使眼色：“阿里，这毕竟是咱们家的私事，我们以后再谈好吗？”然而这一次，思涵里却没有像过去那样妥协退让，哪怕周黑牙用了最亲密的称呼：“舅舅，我不想闹得太难看。”他开口道：“属于我的东西，麻烦您拿出来。”思涵里语气平和，态度却异常坚定。周黑牙咬紧牙关，深知今天不交出东西是不可能善了的。但是周黑牙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道：“东西可以给，但必须拿资源来换。”思涵里皱眉，正要拒绝，耳边却传来顾青青轻蔑的冷笑：“周总，你周家的资产我很喜欢。”他又把玩起桌上的茶杯，周黑牙只觉头皮一阵发凉，下一秒便听顾青青说：“不如你拿东西来换，否则你周家就归我了。”周黑牙无语，他家的东西还要他拿东西去换，他怎么不去抢？周黑牙没绷住，顾总说笑了。顾青青淡然接话：“我也觉得周总在说笑，所以还要我们用东西和你换吗？如果一定要的话。”顾青青脸上露出冷笑，茶杯被他重重摁到桌上。“我看你周家这座宅院很不错，我若真想要的话，周总应该会割爱吧？”这话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了。若眼前的女生真是热搜上的那位，那他想要周家这座宅院只是动动手指的事，甚至不用他动手，只要他流露出这个意思，就有人想方设法搞垮周家，把东西双手奉上。周黑牙若还没反应过来顾青青绕这么一大圈就是为了替思涵里撑腰的话，那他这么多年就白混了。只是顾青青这小姑娘看起来年纪不大，手段怎么会如此狠辣？周黑牙叹了口气，深知自己今天在顾青青这里是讨不到好了，他无力的摆摆手：“我这就让人把东西清点好送出来。”“有劳。”顾青青颔首，该有的礼数一点不落下。周黑牙扯了扯嘴角，半点都笑不出来。就在2人等待周黑牙拿东西的时候，偏门又走出一人，看到他，思涵里神色明显变了变。顾青青正好奇对方身份，来人就朝思涵里躬身道：“小少爷，老爷想见您。”见到面前白发苍苍的老人，思涵里立刻起身，轻声唤道：“周伯。”见他眼神温和下来，顾青青瞬间明白面前这位老人对思涵里来说意义非凡，便也跟着站了起来：“许久不见，小少爷可还好？”周伯笑着问，脸上被时间刻下的沟壑里都是慈祥的气息。思涵里颔首：“一切都好，有劳周伯挂念，如此就好。”周伯笑着，视线落在顾青青身上：“顾总，可以的话，我家老爷也想见一见你。”对方一个年约70、80的老人，还对自己用敬词，顾青青当即欠身，谦逊道：“您不敢当，直接称呼晚辈名字就行。”对方慈祥和蔼，顾青青自然不会失了礼数。听到这话，来人眼中闪过几分笑意。如此，小少爷，顾青青小姐，请。想去吗？思涵里低头轻声询问顾青青，见他点头，才放心的跟着周伯朝院子深处走去。路上，他给顾青青解释道：“我母亲是周伯看着长大的，连我童年时也得他悉心照顾很长时间。”思涵里在说明自己愿意去见外公的原因，别人的面子他可以不给，但周伯亲自来请，他不得不去。顾青青心中了然，在一片虚情假意中，那些稀少的真心就显得越发珍贵。只能说，思涵里的外公足够了解这个外孙，想清楚其中缘由。顾青青安抚地拍拍他的手背，还是那句话，来都来了，去见一见也没什么大不了。而且顾青青能察觉到思涵里对这位外公并非没有感情，否则他也不会被周黑牙那种小人掣肘这么多年。说话间，周伯停在院子正南位置的房间前，闻着这座独立小院里挥之不去的药味，还有房间里若有似无的压抑喘息声。顾青青侧眸看向皱眉的思涵里，或许是他恶毒，但这一刻，作为旁观者的他并不觉得里面的老人在病重之际见思涵里是因为想念外孙了。周伯上前推开房门，向2人做了个请的手势：“小少爷，顾青青小姐，请。”思涵里颔首道：“有劳周伯。”顾青青心里虽然为自己的猜测感到恶心，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她挺希望真是自己内心恶毒。同样向周伯颔首致谢后，顾青青跟着思涵里踏入房间，在房间窗下的古朴棕黑色榻上，一位形如槁木、须发枯朽苍白的老人正用那双发黄的眼睛紧紧盯着他们。老人瘦弱的身体慢慢往后挪了几分，借力靠着身后的墙面，坐得比刚才更直。“小阿里，你长
长大了。虚弱干哑的声音从老人口中传来，听得人一阵心酸。思涵里松开顾青青的手，上前将老人身上掉下的毯子重新盖好。外公也老了，思涵里说着，视线落在老人肌肉退化的手背上，那层薄薄的手皮上数不清的针眼遍布着，还有没散去的淤青堆积。这一刻，思涵里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感受。明知道他见自己目的不单纯，可心还是控制不住的难受。早些年时，面前这人还能牵着自己在院子里一遍遍走动，如今却只能艰难地坐在床上。他垂着眼，外公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当年他母亲的骨灰被面前的人强行拿走，还不让他供奉祭拜，以及这么多年的利用，思涵里不恨吗？恨。可是看着周六乐这副病入膏肓的样子，他又控制不住的难受。人的感情从来不是干脆的非黑即白。在思涵里打量周六乐的同时，周六乐也在看他，这个曾经让他最为骄傲的外孙。他的五官像是等比例放大，依旧如同小时候那样精致，和他母亲像极了，只是和小时候比起来，气质却大不相同。眼前的人成熟冷静，甚至还带着几分久居高位者该有的盛气。到底是长大了。周六乐捂着唇低低咳了起来，等喝了思涵里倒来的热水缓过这股气后，他才道：桌子上的是你一直想要的东西。随着他话音落下，思涵里看向旁边桌上的木盒，这份最重要的我一直留在身边，其余的都在你舅舅那里，一会你可以一起拿走。一直想要的东西就摆在面前，思涵里却没动。他问：外公要我做什么？周六乐眸光里一抹暗色掠过，片刻后他摇摇头，神情里都是难过。什么都不用你做，拿了东西就走吧。思涵里垂在身侧的手紧了紧，还想再追问。进房间后就一直安静的顾青青却突然开口：思涵里。他的声音打断了思涵里没说出口的追问，就连踏上已经准备好顺势提出要求的周六乐也不悦地朝他看了过来。顾青青像是没察觉到周老爷子的不悦，朝他露出一个乖巧的笑后，上前抱起桌上的木盒，转身交到思涵里怀中，温温柔柔地说：我给你外公准备的礼物忘在车上了，你去帮我拿来好吗？思涵里牢牢端着手中的木盒，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顾青青脸上的笑容。他有些猜不透顾青青想做什么，却没有反驳。好。随着这几乎能飘散在风里的声音落下，思涵里抱着木盒转身出了房间。等他的身影消失在院门，顾青青走过去将另一扇关着的门推开，一大波刺眼的阳光瞬间涌入屋内。习惯屋内暗光的周六乐不适地闭了闭眼。等他适应过来，顾青青已经重新站在了他面前。周六乐打量着面前长相过于漂亮的女孩子，有气无力地开口问：你把阿里支走是想做什么？听到对方的问题，顾青青唇角的笑容深了几分，当然是为了阻止老爷子你道德绑架我们家阿里了。顾青青笃定，刚才若是自己没开口，等思涵里追问的话说出口后，周六乐顺势说出的条件必然是让思涵里无法拒绝的。说这话的时候，顾青青眼睛里的光都是柔和的，可是字里行间咄咄逼人的质疑却让周六乐眼神瞬间变了几次。半晌，他才捂着嘴咳了起来。顾青青也不慌，和思涵里一样倒了杯温水递给他，然而周六乐却没接。顾青青挑了挑眉，老爷子是怕我下毒，这是法制社，咳，嗨嗨，社会，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刺激到了面前的人。周六乐咳得更厉害了。顾青青无所谓的撇撇嘴，您老这身体。顾青青没说完，但两人都心知肚明，就他这病重的身体，还不至于让顾青青做什么。等周六乐缓过来了，顾青青才继续：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想必周老爷子也不想看到我太长时间，是不是？你为什么这么说？周六乐到底存了几分心念，没有直接回答顾青青的问题。闻言，顾青青眸色中的柔和淡了几分，因为老爷子若是真想把东西给思涵里，或是真的想见他，在这些年里有的是机会，可你没有。如今突然见他，我真的很难不怀疑您别有用心，就不能是我老头子活不了多久了。临死之前见外孙。周六乐眯着眼，浑浊的瞳孔里一片让人看不懂的暗色。顾青青摇摇头，不可能。顾青青坚信事出反常必有妖，若周六乐对思涵里真的存有那么多的不忍，也就不会让他被周黑牙如此戏弄。更何况过去那么多年，他缺见思涵里的时间和机会吗？不缺，过去不见，昨天也不见，偏偏在今天思涵里和周黑牙闹翻的今天，说他没有其他目的。顾青青死都不信。见他回答的如此笃定，周六乐倒是有些欣赏起他的敏锐来。只可惜，周六乐叹了一口气，小姑娘，你从我这里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的，你走吧。既然如此，那我敢保证老爷子也从思涵里那里拿不到你想要的东西。这个世上最不可相信的，不是画皮的妖，而是男人蜜语甜言的嘴角；而世上最毒的，不是蛇蝎，而是人心。男人明明是自己女儿唯一的血脉，却成了他发泄仇恨的对象，一边利用男人的如沐之情，一边在心里诅咒他怎么不去死。顾青青听到这些话时，愤怒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我想，老爷子早就查清我的身份，您也明白我有那个底气，说到就能做到，那你就不怕？因为这件事把阿里彻底得罪了。周六乐的目光像锋刃，逼得人退无可退。他心里明白，思涵里那孩子对眼前这个女人的在意不同寻常，顾青青却只是笑，那笑冷得像风。若思涵里连是非都分不清，我还怕什么呢？话音刚落，空气里弥漫出几分压抑。短暂的沉默后，周六乐叹息：你这丫头，心透的让人看不穿。顾青青没多说，只是轻轻应了声谢谢。见他神色淡定，周六乐仿佛认输般吐出一口浊气，望向窗外那抹刺眼的阳光。雅琪，也就是阿里的母亲，是我最小的女儿，我老来得女，把她捧在心尖上，可她偏偏不顾一切嫁去了港城。她苦笑一声，声音发颤：只要她幸福，远嫁也无妨。我甚至喜欢她的孩子，喜欢到心都软了。然而下一秒，她语调忽然拔高：可10年前，一切都没了。她的手死死抓住膝上的毯子，手被青筋抱起，脸色涨红。10年前，我的雅琪死了，因为私家那场肮脏的纷争，她死了。她嘶声道：我不该放她去港城，那是个乱得不堪的地方，她为什么偏要嫁给私家人？想到这里，周六乐的双拳不停砸在胸口，浑浊的泪水一点点滑落。我后悔，我恨自己当初没拦住她。声音哽咽成碎片。她死后，我亲自把她的骨灰带回周家，只有这里才是她的家。
这里她永远是我无忧的宝贝女儿。顾青青要的不是感慨，等那股情绪退去，她淡淡的开口：既然你那么爱你的女儿，那你又怎么能那么残忍去对待她留下的孩子？语气平淡却锋利的能割人，一句话像刀一样落下。周六乐的身体猛地一颤，几乎是从肺里挤出声：他为什么不一起死？顾青青怔住，难以置信地盯着他，连周六乐自己也像被惊到，整个人突然虚脱般滑在椅背里。他抬头望向那片灰白的天花板，泪从眼角静静地滑下。每次想到阿里还活着，我就问自己为什么？因为他父亲才害死了我的雅琪。那我的雅琪死了，他凭什么活着？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为了救他才会死的。每想到这点，我就恨不得他也去死。声音低得像男语，却带着咬牙的狠。顾青青忽然沉声打断，荒唐。他的眼神锐利如刀。那照你这么说，你也该去死。那一瞬间，周六乐整个人都僵住。顾青青的声音冷而笃定，他爱他的孩子，也一定爱你这个父亲。你凭什么侮辱他的爱？周六乐的手悄然抖了一下，像被揭穿了心底最卑微的恐惧。他抬手捂脸，哽咽终于压不住了，哭声低低的溢出。可顾青青的眼神仍旧冷硬。你若真恨他，恨得干脆我都无话可说。可你们不是，你们边厌他边利用他，利用他对外公的情感，对母亲遗物的执念，让他为你周家鞍前马后。你们真恶心。怒意在他胸腔翻涌，他很少发火，可这一次他恨得连指尖都在发抖。哪怕当年被卖、被绑、被逼入绝境，他都没这么恨过。他紧咬牙关，声音颤抖，就连今天你也还在利用他。思涵里来见外公时，心里那点微弱的期待，如今看来早已经成了笑话。顾青青仰头擦掉眼角的泪，这世上总有一类人，总把自己的懦弱与虚伪硬塞成别人的罪。他的声音冷静又刺骨，你明知道谁害死了你的女儿，却从未尝试去复仇，不是因为忘了，而是因为不敢。思家在乱，那时的周家也早已示威，你不敢动，于是你把那份懦弱、那份罪恶丢给了思涵里这个孩子，哪怕他是你女儿唯一的血脉，哪怕他正在做你想做却不敢做的事，你依然袖手旁观，直到他拼尽一切，终于为父母报仇，成为新任的思家掌权人。再看看如今的周家，早已被人遗忘，你们的贪婪又蠢蠢欲动。顾青青的声音一点点恢复平静，却更显锋锐，每个字都沉得像磐石。是你们虚伪，是你们自私，是你们贪得无厌。他的话如刀刃，把周家多年来遮掩的秘密一寸寸剜开，那层看似体面的皮下，藏着腐烂的蛆虫。周六乐猛地扬起头，嘴张得大大的，哭声接连撕碎房内的安静。顾青青只是淡淡垂眸，将茶杯打翻，清水顺着桌沿流淌，溅湿了干燥的地板。他重新把杯子放下，转身离去，步伐坚定，没有一丝迟疑。这一刻，他连深呼吸都觉得窒息。走出门的瞬间，眼前空荡一片，他竟然第一次有种庆幸思涵里没听懂他留下的暗示。他拿出手机，删除录音，深吸口气，装作轻松地走向庭院。可下一秒，看见车旁那个熟悉的身影，他的脚步微颤。思涵里的眼里藏着掩不住的悲凉。顾青青再也忍不住，泪水坠落。听到了，他问，语调虽然平静，却是心碎的坦白。泪顺着脸颊滑落，思涵里仰头忍着，可眼底的红早已出卖了他。当他看见他满眼心疼的目光，整个人再也撑不住，他快步上前，将顾青青紧紧抱在怀里。真让人心疼啊！他手掌轻轻抚着他的后脑，低语，竟然让我们家青青看见我这么难过。他原本是怕他自责，才提前离开，可这女孩聪明到一眼识破他的情绪。思涵里，顾青青泪湿了脸，靠在他胸口，双手环住他的腰，声音低哑，他们都是坏人，你没有错。他一遍遍重复，像在替他把那些伤害一点点洗去。错的是他们，不要陷在里面，不要不开心，不要难过。思涵里轻音，可那一声里藏着太多压抑。人非草木，面对曾敬重的亲人说出那样的狠话，又怎可能不心痛？然而比起痛，让他更动容的是顾青青替他辩护时那挺直的背影。他俯下身，指腹轻轻擦去他眼角未干的泪。不是说不哭了吗？怎么还哭？顾青青撅着嘴想解释，可刚张口，泪又滚落。思涵里看着他，只觉得胸口像被攥紧，疼得发不出声。顾小青，他哽着笑，手指慌乱地擦着他的泪，那泪却越擦越多。他低头，红着眼，声音低得近乎呢喃，对不起。再次将他抱紧，不让他看见自己的泪，只一遍遍重复，对不起，比比不哭，好不好？怀里的顾青青闷闷出声，比比是港城说的宝宝吗？思涵里点头，轻声回应，是。他抓着他衣角，笨拙地擦拭脸上的水痕，忽然想到自己化了妆，顿时呜咽，我的妆是不是糊了？眼睛是不是黑成两团？没糊，不丑，很好看。思涵里认真地擦着他眼尾，语气笃定，你都美成这样了，还让别人怎么活？顾青青微微一怔，终于笑出声，女孩子在意漂不漂亮是天性啊。情绪渐渐平复，他掏出手机递给他，打开前置摄像头，帮我拿着。思涵里乖乖举着，却移不开视线，眼看他左看右看，还靠近镜头确认眼妆没花，接着松了口气的模样，他的心软得一塌糊涂。顾青青察觉他的目光，抬头对上那双藏着笑意的眼，笑什么？笑我们顾大小姐真漂亮。思涵里接过手机，打开副驾车门，走，我送你回家。我饿了。顾青青上车时撒娇，我想吃好吃的。行，那先吃饭。思涵里弯腰替他扣好安全带，关上车门，坐回主驾。临走前，顾青青忍不住侧头看了一眼那座紧闭的大门，心里突然泛起一阵说不出的酸，眼底的凉意一闪而过，像风掠过无声的海面。思涵里似乎察觉他的目光，按下启动按钮，语气淡淡道，我自己来，别脏了你的手。顾青青微抬眉，笑意里带着几分锋利，不愧是咱们心狠手辣的司总哦。尾音拖长，带着刻意娇气的挑衅。思涵里终究没忍住笑，压抑的情绪在他轻描淡写的三言两语里溃败干净。他点头，眼底浮着柔光，毕竟只有这样才能和你组队成功。顾青青眨眼，眉头皱得细密，直觉告诉他这男人又开始尬了。果然，下一秒思涵里理直气壮的接上，毒蝎美人不是固定组合吗？顾青青
清表情彻底僵住，声音干脆利落：“所以你是毒蝎？”思涵里一本正经，眼神笃定：“不，我是美人。”双扣。顾青青侧头不再看他，语气嫌弃到骨子里，暗暗腹诽这人根本不是尬聊，是在搞抽象艺术。他仰起头，食指抵在眉心，似贤者思考般缓缓叹息：“我真是没空陪你胡闹。”思涵里，傍晚的天色如墨铺开，一辆墨绿色布加迪缓缓驶入京市最顶级的别墅区。顾青青吃饱后指挥着思涵里把车稳稳停在自家门口，率先推门下车。思涵里单手搭在车窗，语气里含着笑意：“这时候不该等我下来表现下绅士风度？”顾青青偏头，眸底迎着戏谑：“你不是美人吗？美人还需要绅士风度？那一句反击就能把人噎得半死。”思涵里轻勾手指：“过来。”顾青青立即警觉，眼神微眯：“干嘛？”思涵里解开安全带下车，绕到后备箱，动作笃定。顾青青见状，心中好奇战胜防备，几步跟上，可刚靠近，思涵里却将取出的东西藏到身后，伸手，那语气不似要送礼，倒像是在防贼，但终究好奇心赢了所有。顾青青慢慢伸出左手，神态高傲的像等待侍者的公主。思涵里指尖轻托着她的手，转瞬，一抹冰凉触感贴上她的手腕，她低头认真扣紧暗扣，呼吸几乎停顿，指尖细微颤抖，汗意悄然地沁出额角。顾青青抬腕，光影在蓝宝石上流转，她一眼便认出那是克什米尔宝石，璀璨的近乎摄人心魂。她轻轻晃动手腕，眼底泛着笑光：“送我的。”思涵里微微点头，声音低沉却温柔：“上次在机场惹你生气的赔礼。”见他目光带笑，他又问：“喜欢吗？”顾青青轻轻一笑，反问一句：“你指手链还是别的？”四目相对，空气几乎凝固。思涵里动了动唇，试探：“就不能都问？”顾青青眼神闪了下，轻应：“当然。”他笑得狡黠：“如果是手链，我很喜欢。”话音未落，他忽然抬手，那双纤白的手臂悄然缠上思涵里的颈，脚尖一点地面，瞬间点高。他还来不及反应，他的呼吸已近在唇边：“如果是你的话，那我……”女人正因男人没有正式告白而不知如何向阿姨介绍她，而没有领悟到重点的男人为了证明与她清白关系，竟自曝自己是小白脸，不仅把阿姨吓了一跳，还成功惹得女人生气。女人微微晃了晃手腕，欣赏那抹在皮肤上流转的光泽。顾青青仰起眼睛，笑意漫上眸底，问：“送我的？”思涵里颔首，语气里带着歉意：“上次在机场惹你生气的道歉里。”看见他眼里的光更亮，他这才顺势追问：“喜欢吗？”顾青青挑眉，指尖一拨手链，手链还是其他？四目相交，思涵里薄唇微起，眼神一沉：“就不能都问吗？”顾青青轻轻点头，毫不犹豫：“当然。”他又补了一句：“如果是手链的话，我很喜欢。”话到这，他忽然抬手，女生银白纤细的手臂绕上他的脖颈，结果他还没反应，他已经踮脚贴近思涵里的耳边，笑着给出答案：“如果是你的话，那我……”他凑近，气息温热：“超级喜欢。”他每说一个超级，脑袋就轻点一下，像是在把认真一锤一锤的敲进他心口。与此同时，两人之间的距离近到他能清晰感觉到他身上溢出的温度，竟然比炎夏的日光更灼热。思涵里垂眸，死死盯着顾青青眼底的专注，看着自己笑容倒映在他瞳孔里，心口一阵阵悸动涌起。这一刻的感受几乎要掀翻他所有的自控。然而就在此刻，他还没来得及放出心底那头被束缚的野兽，顾青青挂在他脖子上的手已经往下一转，下一秒，本就近在咫尺的呼吸交叠在一起。思涵里放大的瞳孔里映着他微仰的面孔，他想像上次那样把他每一寸表情全收在眼底，视线却被他温暖的手掌轻轻遮住。他的掌心贴着他眼尾，声音软糯：“思涵里，闭眼。”顾青青不喜欢他此刻直勾勾的目光，太危险了。这种盯法让他觉得他像是想把自己活剥生吞。他听话的合上眼，乖得让人心软。睫毛垂落时轻扫过他的掌心，酥麻一片，瞬间把他心底撩得发痒。于是他的动作更加大胆起来，他右手从他眉眼滑下，沿着轮廓越过下颌，最终停在脖颈，颈侧动脉的搏动强而有力，仿佛在他的指尖喧嚣。他轻点一下手指，低低提醒思涵里：“这里很危险，除了我，别人不能碰。”他笑意更深，手不知何时落在他后腰，稳稳拖住，让他踮脚不再吃力。此时他眼底尽是淫绫，除了毫不遮掩的纵容，还有对这个吻戛然而止的浓浓的不满。轻轻，他低声诱哄，唇角勾着，还不够。他也点头认同，唇边勾出弧度。我也觉得。正当他以为自己会得到想要的回应，他却只像蜻蜓点水般在他唇上落下一个短暂的亲吻。紧接着，他在他错愕的目光里退后一步，站稳，理直气壮地耍起来。但是我累了。思涵里太高，踮脚亲他虽然满足了他小小的掌控欲，可确实好累。他甚至觉得脖子都酸了。没想到顾青青这套说一套做一套的操作让思涵里眼里满是惊诧。他挑眉，还能这样？他无辜眨眼。当然，他叹了口气，终究只能妥协。行吧，他朝他挥手，利落告别。那我回家了，拜拜。看着这人毫不留情就要撤离，思涵里轻叹一声，伸手扣住他的手腕，把人又带回怀里。他抬眼投来询问的视线，他垂眸示意道：“等等，还有一个礼物。”思总破费了。听到还有礼物，顾青青立刻站直，乖乖等着他的第二个惊喜。谁知当他捧出来的是今天从周老爷子那里拿到的那个木盒，他眼底竟然多了丝意外，这才抬眼认真道：“我很喜欢。刚才走神，是想到你那枚碎了一半的扳指。”他像不经意随口一提，紧接着问：“你那枚是怎么碎的？”提到这里，他眼底神色轻微一晃，整张脸却仍旧显得平静。他放低声线：“在我爸妈出事的那场意外里，不小心摔碎的。”他讲的是实情，可顾青青心里却升起一丝被遮挡的感觉。
上次也是如此，所以他没有追问，因为没有必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懂分寸，他把扳指往衣领里一按，温热的玉面贴在皮肤上，随后抬眸，帮我谢谢阿姨，改天有机会我和你去看看他和叔叔。这话一落，他眼底立刻溢出波光粼粼的温柔。他轻轻点头，好。顾青青朝他挥了下手，正准备让他先回去，结果身后的院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他顺势回头，视线与赵姨含笑的眼睛正面相碰，他抿唇停了停，迈进一步，赵姨，您怎么出来了？赵姨先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遍，随后偏头看向他身后的思涵里，笑意不减，抬手示意，这位是什么？顾青青喉间一热，差点把男朋友3个字脱口而出，然而想到思涵里还没正式告白，那可就不能给他先定身份，话到嘴边硬生生收住。赵姨眸光一转，挑眉看他，小伙子，你来说，这可是除了顾青青那个前任之外，第一个被他单独带回来的男生。赵姨自然格外上心，可思涵里见他纠结，竟然误以为他不愿让家人知道他的存在，一股失落瞬间涌上心来。与此同时，他把落在他身上的视线收回，唇角一勾，眼底坏意一闪，乖乖的朝赵姨开口，顾小姐，她是我的金主。赵姨当场愣了一瞬，轻声惊呼。顾青青整个人炸毛，心里直呼天塌了。她瞪圆眼睛，急急把人拦住，不是这样的，赵姨你听我狡辩。呸，你听我解释。赵姨面无表情的点头应着，小姐，我会把这件事如实告诉老爷和夫人的。话音刚落，他转身狠狠瞪了思涵里一眼，眼刀飞过去，小白脸，随后一把牵住顾青青的手，把人利落带进院子。院门在面前合上，思涵里这才后知后觉的意识到自己可能玩笑开大了。他抬手摸了摸鼻尖，心里多少有点担心是不是真的给他添麻烦了。于是他快步走到门前，准备敲门给赵姨解释清楚。正当此时，院子里忽然传来顾青青狂放的笑声，哈哈哈！赵姨，你也演得太好了吧？赵姨的声音随之松了下来，带着笑意，谁让那小伙子皮的？我不了解别人，还能不了解我家小姐吗？他语气里全是骄傲道，我们青青才不会干那种不负责任的事。顾青青连连点头，小鸡啄米一样表示赞同，就是。与此同时，他余光瞥到院外的思涵里，得意地冲他晃了晃脑袋，接着拉着赵姨往屋里走，反应过来自己被耍了。思涵里无奈叹气，结果只得认栽，看样子道行不够啊，还得多练。次日，顾青青难得起了个大早，随后趴在窗口，见院门口停下的车，等思涵里从车上下来，便抬手冲他挥了挥。他看过来时，他指了指手机示意他稍等，他比了个手势回应，他顺势抛给他一个飞吻。他被他这一套逗得心口一暖，笑着靠在车门边打开相机，紧接着把镜头拉近，细细看他脸上的神情变化，仿佛怎么看都不够。直到相机画面里顾青青放下了手机，转身从阳台退开，思涵里这才从容地把手机收回了口袋，动作不疾不徐。与此同时，客厅里赵姨正窝在沙发上追着家庭伦理剧，听到楼梯响动，抬眼就见顾青青小跑着下楼，当即挑眉打趣问，你包养的小金丝雀来了？顾青青没忍住笑意，指了指门口，小金丝雀约我去爬山，你还愿意去爬山？赵姨先是愣住，随后忍不住笑出声，看样子你这小金丝雀很得宠啊。顾青青向来不爱运动，更别提爬山这种持续消耗体力的项目。她走到门边，耸耸肩，没办法，小金丝雀手段比较高明，去爬山这事还是她昨晚刷视频时突然心血来潮的，于是顺口向思涵里提了个建议，结果没想到他竟然把时间定在了今天，偏偏安排得紧，像是生怕他临时反悔似的。行，知道你喜欢他了。赵姨摆摆手，见他就要出门，忽然想起正事，赶紧提醒，顾总今早说你让他拍的那对袖扣已经让人送过来了，估计晚上就能到。好，顾青青利落应声。紧接着赵姨还想起另外一件事，话才到嘴边，顾青青已经一溜烟冲出了门，转眼间只剩风声，她无奈摇头，眼底却尽是宠溺。院门一开，顾青青下一秒窜到车边，抬着下巴发难，你偷拍我。他这副故作凶巴巴的样子，偏偏可爱的要命。思涵里对上他的眼，眼底的柔色涌出来，几乎要把人困在其中。他抬了抬手机，神色镇定，我是正大光明的拍的。女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禁欲系总裁玩起套路能有多少花招，仅仅只是一时兴起的念头，都能被他安排的惊喜满满。但女人竟在关键时刻却发出了威胁，拍得不好看你就完了。思涵里干脆利落地点开相册，把手机递到顾青青的手里。他刚刚只抓到她的一张相片，相片里顾青青眼帘微垂，立体的五官在光影里被勾勒得清清楚楚，发丝被光打得光彩明亮，唇角挂着一抹温柔笑意，美得让人呼吸一滞。顾青青扫了一眼，点头认可，随后把手机还回去，接着不自觉打量起他今天的穿着。他眨了眨眼，笑意暧昧的挑挑眉，青春男大。今天的思涵里不仅穿了件翻领深 V 的港风米白短袖，衣领的剪裁更是恰到好处，露出男人好看的锁骨，脖梗挂着的银质项链却渲染出一层生人勿近的清冷气场，因此整个人可望而不可及。与此同时，他下身配的是风格鲜明的黑色工装裤，将本就优越的身材比例拉得更是养眼。顾青青像个色批般上下打量了几遍，接着得出结论，司总这脸这身材，混娱乐圈的话我一定捧你。思涵里微微低头，脑袋往他面前凑近2分，眸光里还带着笑，顾小姐是我的金主，不捧我捧谁呢？难道我这张脸还不能够让顾小姐满意吗？顾青青抬手捏住他下巴，左右掰了掰，眼神认真的审视，直到这一刻都没能挑出半点毛病。他却苦恼抿唇，可能是因为太完美了，他狭长的眼里霎时浮出错愕，然而这副神情偏偏戳中他的萌点。他顺势俯身，在他唇角轻轻一点，笑着给出答案，不错，我很满意。两人目光相接，他不动声色地拨开他捏着自己下巴的手，侧身拉开距离，顾小姐，我们这行卖艺不卖身的。顾青青一愣，眨眼冒出问号，所以小丑竟是我自己。2小时后，他开的越野稳稳停在京市外一座山脚，顾青青换上登山鞋推
推门下车，下一秒吸进一口混着泥土芬芳的燥热空气，整个人瞬间就蔫了。他可怜兮兮仰头看思涵里，这山今天非爬不可。思涵里从后备箱拎出准备好的行李包，随后走到他身边，抬手把防晒帽扣在他脑袋上，接着握住他的手往登山小路领去。我们这个时候上去，到山顶刚好可以俯瞰京市的夜景。顾青青原本想说自己其实不太感兴趣，但见到思涵里兴致勃勃，这话最终还是咽回肚里。于是他深吸一口气，抬脚跟上他的步伐，接下来一路往上走。他才惊讶发现今天来爬山的人竟然格外多，看样子不少都是刚毕业的高考生，一个个脸上洋溢着朝气。他像乌龟一样慢慢往上挪，随后路过的人不知道哪里来的默契，竟然纷纷冲他做加油的手势。有人挥手大喊：“小姐姐加油，我们在山顶等你。”还有人笑得灿烂：“漂亮姐姐加油啊！”更有人眼睛发亮：“漂亮姐姐合照吗？你好好看。”各种活力满满的声音此起彼伏钻进他耳朵里，因此他竟然没真正感到那种抬不起脚的疲惫。路程就这样被他咬咬牙走掉了大半。他仰头望着头顶葱郁的林子，指尖捏了捏思涵里牵着他的手，故作怀疑：“这些乖宝宝不是你安排的吧？”这份热情简直是行走的小太阳。思涵里无奈扬唇，轻轻摇头：“我从哪给你招那么多群众演员？”他立刻自恋起来，低声嘟囔：“那就是我天生人缘好，招人喜欢。”接着又碎碎念：“不过我觉得今天还好，不怎么累。”他忽然把心底的小心思抛出来：“可能因为我们四大总裁牵着我，所以很省力。”然而他刚说完这句甜言蜜语，紧接着没走几分钟，就像被强制断电一样，整个人瞬间泄了力，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死活不肯再往上。思涵里站在他面前无奈俯视，低声发问：“真不打算上去了？”他果断点头，仰脸撇嘴，眼神委屈：“我真不行了，司总，他累了。”他的脚在抗议，他的身体与意志力这时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背叛。他当机立断：“行，那我们下山。”随后一把他从台阶上拉起来，抬手拍掉他裤子上的灰，这才简短一声：“走吧。”结果他刚迈下2级台阶，身后的人却没跟上。思涵里回头，就见顾青青气鼓鼓抱着手往山顶方向拧着身子走，唇边不由溢出一声轻笑。他这才彻底笃定他不会下山，大步追上去后，思涵里把准备好的电解质水递到他掌心，语气放软，耐心安抚：“喝一点，补补体力。”顾青青仰头灌了几大口，这才鼓着腮抱怨：“你分明知道我不会半途而废，还故意刺激我。”他指尖轻点他的帽檐，像在劝小朋友：“我那不是见你太难受，所以想着给你个台阶下。”他心里清楚，万一他真的不想继续怎么办？比起登顶，当然他的感觉更重要。这台阶下不了一点。顾青青盯着眼前密密麻麻的台阶，突然吸气发力，朝着山顶大吼：“山顶，看我不把你踏平！”话音落下，他整个人像被点燃般冲刺起来，速度猛涨。结果若不是思涵里平时练体能，绝对要被他甩出好几步。直到太阳滑进山脊的最后一刻，两人终于站上山顶的平台。顾青青被落日余晖一晃，立刻把疲惫丢到脑后，快步挤到栏杆旁，紧盯那片被晚霞染成不同浓度红的云海。思涵里走到他身后，人还未站稳，他已经摆好姿势，回头眼睛亮晶晶：“拍拍拍，快给我拍相片！”回国后的第一次登顶，不仅要记录，还得好好出片。这要是不发个180条朋友圈，都对不起自己今天吃的苦。看他歪着脑袋比耶，神采灵动，他认命把相机举起，迎着黄昏之光，他的面庞被镀上一层温柔的亮，漂亮的让人移不开眼。他对镜头绽放的笑自信又大方，唇角那对梨涡像有灵气，随着笑意一深一浅，快门每按一次，他都能清清楚楚听见自己的心跳。接着不知拍了多少张，他忽然朝路过的一个女生挥手：“你好，可以给我们俩拍一张合照吗？”女生立刻小跑过来，眼里全是兴奋：“当然可以。”他接过相机，冲站在一旁的男人摆手，指挥到位：“麻烦离女生近一点。”思涵里低头，见顾青青正仰脸看他，便抬脚走到他身边，他的肩贴上他的手臂，风起时，他的发丝扫过他的脸颊，带着淡淡的香。与此同时，他眸底的颜色越来越深，而帮忙的女生按快门的手根本停不下来，咔咔声一串接一串。上山的时候他就说这对是绝配吧，结果这会儿更是越看越登对，女生像是不知道累似的，兴致高涨给两人摆着各种姿势，一张接一张的拍，直到太阳彻底隐去，黑夜逐渐覆上大地的这一刻，思涵里忽然出声：“喂，小青青。”顾青青疑惑抬眸，他已经双手搂住她的肩，语气认真。回头，随着他转身，京市的方向无数朵烟花同时炸开，粉的、黄的、白的、蓝的，各色光焰像是在为城市铺一层漂亮的纱，巨型4尺玉在夜空层层洒落，柳枝般垂坠的火光温柔到极点。谁知这一刻的京市已经让所有驻足的人眼花缭乱，更别提站在山顶纵览全场的他们。耳畔接连响起惊叹声，众人被不约而同吸引到最佳观赏位，因此两人站的这一侧瞬间空荡下来。顾青青定定盯着他的眼睛，没想到心里已经明白，身后那一片烟花是他准备的，在他让自己回头的那一刻就知道了。思涵里深吸一口气，抬手把他额前的碎发顺到耳后，这才低声开口：“本来没想这么急，我想等你喜欢我多一点再多一点，等确定说出心意不会被你拒绝的时候再向你表白。”然而他停顿了一瞬，眼底因紧张氤氲着薄雾，可他的影子却越发清晰。可是我有些等不及要冒险了。他的目光牢牢落在他眼里，我想要一个名分，一个能被你正大光明提起的名分，一个会被你坚定维护的名分，一个任何人想到你时都会想到我们是一体的名分。青青，他郑重而缓慢，一字一句：“让我当你男朋友，成为未来与你共度余生的那个唯一选择，可以吗？”他眼底的不安明显到近乎
发亮，垂在身侧的手因为紧张无处安放。顾青青原以为自己的喜欢已经表达得足够清楚，因此才会一次次任由自己下坠。可是转念一想，他好像还没说到位，于是他向前迈出一步，在他惊喜涌起的瞬间揪住他的衣领将人拉下，紧接着毫不犹豫地吻了上去。你好，男朋友。换气的间隙，他带笑的声线贴着他耳朵滑进心里。他这下不再克制，大手扣住他的腰，把人牢牢圈进怀中。他竟然还是觉得不够，紧接着低头再次加深刚刚那个吻，一步步汲取顾青青的呼吸，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把他的存在牢牢按进自己的心口。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爆出一声哇，谁知是哪个挤在那边看烟花的人率先回头，被身后过于唯美的画面惊得发出长叹。于是刚刚还沉浸在烟花里的观众纷纷转身。顾青青猛然间察觉到动静，立刻低下头，把脸埋进思涵里的怀里。然而他此时的脸偏偏比他还要红上几分，于是他装作淡定，抬臂搂紧怀中人，冲那一群看过来的旁人歉意一笑，打扰了，不打扰，我们喜欢看。多亲。刚才帮两人拍照片的女生忍不住打趣，旁边人更是接着起哄。结果思涵里的耳根像被点着了一样，红得发烫。他低下头，贴近怀里不肯抬头的小姑娘，嗓音压得很轻，宝宝，我有些害羞，要不我们先走。真巧。顾青青猛地抬头，对上他红得吓人的脸，没想到笑意当场破功。我也害羞。他把这话说出口，反而更想笑了，毕竟相比之下他这点害羞不值一提。然而他还不想走，他摇摇头，我烟花还没看完，回家继续给你放。思涵里揽着他的腰，故意装得可怜巴巴的，他们都盯着我们，他没有当众和心上人卿卿我我的习惯，因此顾青青害羞的样子他只想一个人看。顾青青回头，果然看到那边紧紧盯着他们的一群人，刚刚才压下去的一点羞赧于是瞬间加倍，他这才毫不犹豫收拾好东西，抓住思涵里的手往山下跑。接下来下山的路比上山更近，直到两人走进月光和路灯交织的光带里，只剩他们并肩漫步。顾青青牵着他的手晃了晃，于是跟在身后的影子也跟着晃动。他看着，眼睛一下亮起来，我拍个照片，你乖乖站好别动。他接着往左挪了一步，直到确认两人的影子里牵手的动作更清晰，这才按下拍摄。还要拍一个。他满意的翻着相册，随后敏捷的站到比思涵里高了2个台阶的位置，弯腰把脑袋凑到他耳边，注意到他眼睛直勾勾盯着自己。他伸指捏住他的脸，把视线往旁边挪，看镜头，别看我。他嘴上应着，可视线偏偏还是控制不住落回他身上。顾青青无奈，只能半真半假的威胁，看镜头，我要拍不出漂亮的照片你就完了。说完他还恶狠狠磨了下牙，这威胁却毫无威力。然而思涵里依旧笑得宠溺，终于收回目光看向手机里的镜头，于是他眼睛里也一开星星点点的笑，因为屏幕里是顾青青灿烂明艳的笑容。照片于是定格在这个画面。拿到手机后，顾青青满足的翻看相册，注意力完全没放在下山野泪脚这件事上。直到回到家，他才后知后觉地感觉到自己的脚要废了。泡完脚后，他拖着疲惫的身体仰倒在床上，接着给思涵里打电话，我感觉我的脚已经不是我的了。他夸张的哀嚎。另一边他戴上耳机，一边换衣服一边慢悠悠回，不是你的话，寄来给我吧。顾青青当场愣住，他一声低唤思涵里，语气瞬间森冷。他连忙抬手投降，寄过来，我给您揉揉好，再寄回去。再有实力的掌权人，在顾大小姐的变脸面前也因此得认怂。他听到这里，满意的把被子裹紧滚了一圈，随后继续，这还差不多。想到今天满城烟花的场景，他又忍不住追问，你就没想过，万一我今天没坚持住，你的安排就白费了吗？女人吃着小金丝雀送来的新鲜荔枝，和赵姨聊着男人的情况，怎料却引得赵姨偷偷向家主告密。似乎两人的过去曾有着一段家人都想极力掩盖的经历，撑不住就撑不住，这可不是什么天大的大事。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慢慢去相互了解，我还有无数次能向你表达心意的机会。思涵里心里清楚，在这件事上，顾青青的感受更是关键，甚至比他能不能当下表白都重要。于是他不只做好了告白不成的准备，当然连如果告白失败的应对也安排得妥妥当当。虽然这些话思涵里没有说出口，但那份在意却透过呼吸被电话传了过来。被窝里的人唇角一点点上扬，顾青青这才意识到，喜欢思涵里这样的人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变成恋爱脑。不过即便如此，他也心甘情愿。青青，他轻唤一声，等到那端的回应，又顿了顿，接着来一句，我要去洗澡了。原本昏昏欲睡的顾青青猛然间像打了强心针一样睁眼，清了清嗓子，声音里带着坏笑，什么？你要和我开视频？这不好吧？思涵里手已搭上浴室门，动作却忽地一顿，足足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他在打趣，耳根瞬间红得彻底。顾小青，他眼神无奈又无辜，你是流氓吗？我不是啊，我只是觉得我们阿里的好身材不该明珠蒙尘。他这一声阿里落下，他竟有一瞬的失神，心头像被轻轻拍了一下。你刚才喊我什么？再喊一次。他果断放弃近在咫尺的浴室，转身又回到了房间。不，顾青青偏偏不肯随他心意，抱着被子慢悠悠抬眸，除非你和我开视频，我敢开你敢看吗？耳根烫得他心跳加速，这次嘴上却半点不认输。顾青青骨子里有股犟劲，立刻接招敢。下一秒，通话挂断后，视频邀请弹窗直接跳到屏幕正中，顾青青一个鲤鱼打挺坐起，头发乱成一团。不是吧？来真的？他盯着邀请页面犹豫了好久，结果还是耸耸地点了拒绝。思涵里？问号。顾青青，佛祖说我今天应该戒色。思涵里无语，他刚想发消息取笑2句，谁知手机里先弹出一条语音，他点开阿里，这一声很轻，更是带着显而易见的羞赧与撒娇。思涵里不难想象他说这2个字时的纠结表情，既害羞又不想让他失望，眉眼里都写着小心翼翼。他安静把语音保存，随后敲了几个字发过去，多谢大小姐成全。次日清晨，顾青青睡足了精神，笑意还挂在眼尾。他洗漱完下楼，正好看见赵姨从外头提了个水果篮回来，于是快步迎上去。赵姨，你今天去菜市场了？赵姨向来喜欢趁早去买新鲜蔬果，顾青青对此早
早就习惯。然而这次，赵姨摇摇头，笑意温柔：“这是你那只小金丝雀让人送来的。”顾青青挑眉，万万没想到是思涵里的安排。赵姨把篮子搁好，随手掀开盖子，说是刚摘下来的荔枝，看着新鲜的很，现在尝尝。好。顾青青点头，又忽然想起什么，接着问：“送东西来的人呢？已经走了。”赵姨把篮子拎进厨房，洗净包出一盘，随后端出来，目光落到沙发上的顾青青：“你那位小金丝雀，就是你在港城认识的那个吧？姓司是不是？”顾青青懒懒靠着沙发，接过果盘：“赵姨，他全名叫司涵礼，是景氏集团的现任掌权人。”景氏。赵姨的脸色竟然微微一变。与此同时，她只见一景，原本听到姓司，她还以为是巧合，现在看来，竟然就是他当年和自家小姐一起逃出来的那个小男生。顾青青察觉到赵姨的异样，转头看他，眼神里满是疑惑：“怎么了？没事。”赵姨压下心绪，把盘子递到他手里，语气又轻又稳：“你很喜欢他？”顾青青点点头，装作没有看见赵姨的异常，接过果盘，靠着沙发坐稳，语气里藏不住甜：“我们昨晚已经确定恋爱关系了。”这么快？赵姨是真意外。她了解顾青青的行事风格，因此知道她很少短时间内确认新关系。这样看来，她是真的很喜欢司涵礼。她想着，目光柔了不少，随后提议改天把她带来家里坐坐。好啊！顾青青爽快答应，像是不经意的扯了个话头，偏偏认真。赵姨觉得我和她配吗？颜值没得挑。赵姨笑着在她身边坐下，抬手把她散在肩头的头发理顺，又温柔扎到脑后，接着说：“但主要还是你喜欢，你喜欢就好，那我就放心了。”顾青青咬下一大口荔枝，汁水瞬间在口腔里铺开，甜得清凉。她靠在沙发里，眉眼都亮了起来。荔枝的清甜迅速在口腔铺开，香气往喉间一路蔓延。她利落解决掉一盘荔枝，随后起身去洗手，又紧接着一路小跑朝楼上窜去。赵姨看着她脚步飞快，提声问：“我去给你弄点吃的，要吃什么？”“不要，我要去找司涵礼玩。”话音才飘出来，人影就已经拐进了楼梯口。赵姨无奈摇头，想着还是稳妥协，于是转身回房拨通了顾胜德和穆婉珍的电话，把顾青青恋爱了以及对象是谁一一告知。结果心里仍旧不踏实，遂压低声音问：“小姐和他在一起，当年那件事的经过不会全部想起来吧？”电话那端，顾胜德与穆婉珍对视，直到沉吟片刻后，穆婉珍才缓缓开口：“现在我们只希望青青想不起来，因此能少受些影响。若是真想起来了。”她停了一秒，随即继续：“真想起来了也没关系，青青已经长大了，我相信她能挺过去。”因为提到那段往事，大家心情都沉了下来，所以又随意聊了两句便挂断。顾胜德将明明嘴上说没事，心里却忧心如焚的穆婉珍揽进怀里，语气尽量笃定：“机票已经订好了，等到时间我们就能回去陪着青青，这下你不用担心。”穆婉珍点了点头，然而心里却只恨不得立刻回国守在顾青青身边。与此同时，顾青青已经换好衣服，拎着钥匙开车出了门。等她抵达司涵礼住处，原本打算先电话通知让他下来接人，然而念头一转，就决定给他一个惊喜，于是直接上楼。电梯门一开，他迫不及待找准房号，抬手敲门，随后等了会儿，却始终没有人出来。他刚准备拨电话，眼前的房门突然被从里头拉开，想象中穿着真丝睡袍的女人前来开门，让他当场捉奸的戏码并没有出现。相反，一个穿淡蓝衬衣配黑色西装裤，还架着金丝眼镜的禁欲系帅哥瞬间把他的眼睛晃得发亮。他暴毙打量，眼尾挑起：“这么久不应门，我已经在脑补你金屋藏娇了。”司涵礼垂眸看他，隔了一晚不见，那张脸上灵气十足。他低头克制的在他眉心落下亲吻，随后才简洁解释：“刚才戴着耳机开会，没太注意周围的动静。如果不是顾青青的电话让他意识到刚才的门铃不是错觉，他根本不会出现在门口。”他抬手把故作生气的小姑娘揽进怀里，呼吸贴近她发梢：“是我的错，不要生气，好不好？怎么补偿我？”顾青青手臂勾到他脖子，眼神里清清楚楚写着3个字：“快哄我。”司涵礼微微弯腰，手臂一探绕到他膝弯，竟然轻轻松松把人公主抱进屋。就在这时，身后的门合上，顾青青的目光随即警觉起来：“你想干嘛？走廊有监控。”他把人放到桌沿上，低头俯身先把他脚上的细跟小皮鞋脱下，再给他换上酒店的一次性拖鞋，这才慢条斯理补充：“而且我不想青青撒娇时的样子被别人看到。”顾青青晃了晃重新自由的脚尖，挑眉发问：“我刚刚那样是在撒娇？”他明明是在兴师问罪，不是吗？司涵礼的眼神难得带了点疑惑，他那口气那么软，不是撒娇是什么？顾青青冷冷一哼，从桌上利落跳下：“你刚刚在哪开会？”“书房。”他应得很短，话音刚落，顾青青直接朝书房方向冲去。司涵礼见状抬手试图拦人，偏偏已经来不及了。等他追进书房，就看见顾青青略显尴尬地站在摄像头前，对着视频另一端的齐彦修以及警视的一众高层打招呼。“嗨！”他扯出一个不太自然的笑，手掌干脆挥了一下：“青青，你怎么会在涵礼哥住处？”齐彦修整个人几乎贴到摄像头，八卦的眼神根本藏不住。顾青青抿唇想了想，眨眼之间把尴尬收了回去，语气一正：“我说我刚到，你信吗？”齐彦修咧嘴笑：“我信。”顾青青心里一滞，眉头轻跳：“你看你那表情，哪里像真的信？”他在心底小声吐槽，随即把手里提着的小袋子举起来：“我有证据，我真的是来送东西的，我看看是什么东西。”齐彦修故意冲他挤眼，神情更显暧昧。眼看话题越聊越歪，顾青青只好轻轻叹气。顾青青灵机一动，开始胡说八道，双手一摊，装得一本正经：“好吧，既然被你发现了，那我就不瞒着你了。”齐彦修果然上钩，整个人往镜头凑近，眼神恨不得穿过屏幕飞到京视。“瞒着？卧槽，你们瞒着我什么事？”随后，顾青青慢慢勾起嘴角，露出个蔫坏的笑：“留我100听后续。”齐彦修当场噎住，紧接着电脑那头立刻爆笑成一片。刚才还端着脸的警视员工看见齐彦修瞬间垮下去的表情，结果笑得人仰马翻。顾青青耸肩摊手，无奈示意：“是你自己好奇的。”齐彦修抬手弹了弹红毛刘海，
企图掩盖尴尬，笑得虚，我就是逗你玩一下。顾青青撇了撇嘴，心里暗道，如果自己脸皮薄，他的目的不就达成了？因此指望把他逗到面红耳赤的算盘的落空。他看向还等着思涵里继续开会的其他员工，歉意的笑笑，司总还给你们，打扰了。说完，他一溜烟出了书房。原本准备结束会议的思涵里看着他跑出去，又站在门口指着电脑示意自己继续的样子，温柔的弯了弯唇角，我很快。顾青青比了个 OK， 接着跑到客厅戴上耳机坐好，顺手打开了游戏。与此同时，陈潇从屏幕前探身，挠头压低嗓子，老板你就这样把人晾着，不怕他生气？思涵里靠在办公椅上，笑意凉飕飕却很愉悦，所以你们少说废话，不然浪费未来老板娘和我约会时间的话，奖金减半。女人刚刚聊的那个禁欲总裁做他勇闯电竞圈的幕后资本，立刻就有全皮肤的队友求组 CP。他笑着把手机递给男人，掐着嗓子矫揉造作的道：司总，有人想撬你墙角。明知道顾青青对那头的人毫无意思，思涵里却还是泛起一阵细细的酸，偏偏这酸像汽水往上冒，越压越旺。下一秒，他不动声色地接过他的手机，修长指节点开麦克风，声线清润的像掠过冰面的风。组手机那头的全皮肤男生正夹着嗓子，结果一下子被这声音砸懵了，眼睛瞬间睁圆。男的，思涵里嗯了一声，神色淡淡，更是把那股疏冷衬的分外明显。对方嘟囔着换气，不是，哥们，你男的干嘛用女生背影图当头像？刚才你打的那么猛，我就觉得不太对，没想到竟然真是男的。好吧，也行，组不组？思涵里一愣，眉梢轻挑，顾青青却瞬间坐不住了，整个人往他怀里一靠，伸手护住手机，不组，这是我男朋友，我的，明白没有？对面连连认怂，哎，行，你的，不组也行，你们开黑记得喊我啊，我是来加入你们的，不是来拆散你们的。顾青青被逗笑，肩膀轻颤，笑的人都软在思涵里怀里。兄弟，你是真懂上分的。对方被夸得飘，是吧？我这种人不上分都对不起我这双手，要不来一把？他正要应下，紧接着手机被思涵里稳稳的夺回。思涵里关了麦克风，语气委屈的像被抢了糖。你就打算和我打一天游戏啊？顾青青愣了愣，抬眼看他，峡谷约会也是约会。他顺势仰头，在他唇角轻点一下，眨了眨眼，上线。难得遇到这么有上进心的队友，他心里竟然有点小期待。此时外头热浪翻滚，他更是不想出门一身汗。行，他被一口就哄服了，这才彻底松气。早在朋友圈看到他晒战绩时，他就悄悄下了同款游戏，没想到齐彦修甚至帮他把号打到了能和他匹配的段位，因此今天峡谷带个电灯泡约会的计划才不至于泡汤。他登录，他立刻把他拉进队伍，紧接着开局前5分钟风平浪静，结果顾青青瞬间觉得不对，他余光瞄见思涵里拿了打野，刷完一轮却偏偏在野区里站桩等刷新，你是不是该去两边支援一下？他眨眼，目光清澈的像不知道人间烟火，打野还要支援？顾青青沉默2秒，指尖在屏幕上飞，我该怎么给你解释打野不仅仅只是在野区打野怪呢？想了又想，他轻叹，这下你刷完就跟着我带节奏。他点头，虽然不懂什么叫节奏，却格外的听话。手机那头的全皮肤男生直接惊掉下巴，哥们，我以为你才是那个大神，没想到竟然跟我一样吃软饭的。思涵里从未被这样形容过，指尖一致，顾青青却笑到直不起腰，手上操作更是行云流水，五杀到手。他看他神色不改，我宝宝有让我吃软饭的实力，好噎的狗粮。对面捂胸大喊，好想脱单，女的最好，男的也行，能上分就行，卑微单身狗不挑。顾青青终究没和他打一天，也就2把，看他兴致不高，他这才果断退出。思涵里意外，怎么不继续？不想玩了？还有更重要的事。他说完提起带来的礼品袋，侧身冲他一笑，伸手，他盯着他的眼，若有所思，要和我求婚。顾青青无语，轻摇头，不是，蓝宝石袖扣，还有同色的领带夹。他替他把袖扣扣好，指尖贴过他腕骨，期待抬眸，喜欢吗？思涵里本就像从画里走出的贵公子，此时宝石映着清了，气质更是金贵的让人移不开眼。顾青青看着他在宝石映衬下越发好看的手，眼神黏住无法动弹。他注意到他直勾勾的眼神，故意把手送到他面前，顿了顿，很喜欢。他没反应过来他这个动作的意思，疑惑抬头。就在这时，他低声慢慢落下，不是喜欢吗？给你玩一下。他把那只骨节分明的手递到他面前，偏偏一句话把克制和放纵摆在一起。顾青青的眼睛瞬间亮成小灯，竟然没先去玩他的手，只盯着那抹莹润的唇。他低低一笑，更是抬指点了点他唇角的梨窝。女朋友独享的福利，视线正面相撞，他直起腰凑近，目光粘在他的唇上。下一秒，他喉结微微滚动，他将他的小反应尽收眼底。就在这时，手臂一收，把人捞到腿上，俯身贴近，不用缠，给你亲。他怔了下，反应还在路上，结果他指尖扣住他后颈，稳稳落下一个深吻。他的技巧肉眼可见在进化，从浅尝辄止到轻易接管他的呼吸，甚至在最短时间摸准他的节奏。这下他都开始怀疑，难道亲吻也讲天赋？他察觉他在神游，压着凌乱的气息，低哑的提醒：亲亲，别走神。他舔了舔发麻的唇，刚想顶2句，紧接着再次被他截住呼吸，一阵缺氧感袭来。他本想摇头，结果被这股斯文败类的气息迷住，半晌才强硬开口：主动权给我。说是凶，可他的注意力始终放在他的感受上，他并不难受，只是刚才那抹危险的目光仍让他心里发颤。好，他笑着点头，更是顺着他的小骄纵，指腹抹去他唇角的水光，点了点自己的唇，交给你了。这姿态正经的像在谈公事。他憋住笑，抬头在他唇边轻轻蹭着，软软的触感像2块 QQ 果冻在贴贴。他以为这样浅浅一碰能哄住他也照顾自己，没想到这才最磨人。下一秒，他低声提醒道：顾青青，你这样玩会出事的。成年人的分寸他
懂。此时刚才被他忽略的变化也清晰起来，他的眼睛一点点睁圆，卷翘的睫毛微颤。于是他决定先撤离。他刚要解释自己不会越界，他却像只灵巧的小兽从他怀里滑走了，站到远处，眼神若有若无地飘到不该看的地方，脸上却一本正经。你要不要去洗个澡？思涵里无语，空气瞬间安静。没事，我冷静一下就好。他自顾自做了几个深呼吸，气息一点点回味。他看他恢复得飞快，竟然惊讶，这么快？他挑眉，我又不是畜生，基本的自控还是有的。看他还站得远远，难免挫败。我不会伤害你，不用这么防我。他摇头，不是防你，我是防我自己。我可以低估你的自制力，但你不能高估我的。思涵里一噎，顿时无从反驳。他这些古灵精怪的谬论，偏偏还让人没法对回去。就在这时，外卖送到，思涵里起身去开门，接着把餐食一一摆上桌，这才招他过来。吃饱后困意席卷，他眼皮开始打架。思涵里问，在我这休息还是送你回家？顾青青打了个哈欠，懒洋洋靠在思涵里怀里，回家吧。结果又改了主意，算了，我就在这睡。他嚷着就在这睡，他却偏偏说睡客房吧，语气温柔，手上却捏了捏他的脸，可不可以？他困意汹汹，竟然乖乖点头，眼一闭就能睡，睡哪都行。下一秒进了客房，他不拖泥带水，直接拐进浴室。他扭头丢下一句，我洗一下脚。行，他应得自然，接着拉开客房顶柜，抽出一次性毛巾，等他踩着湿漉漉的拖鞋出来坐下，他就地一蹲。就在这时，他下意识缩了下脚，像只警觉的小猫。你要干嘛？他抬眸，给你把脚擦干。他话不多，动作笃定，却又怕他误会，结果又补了一句，我以为照顾喜欢的人很正常。此时他脑海里闪过小时候的画面，爸爸总这样照料妈妈，这下他学得像模像样。不行，我怕痒。他把脚丫子蜷得更紧，他从小就怕别人碰脚心，甚至一点点都不行。于是每到擦脚的时候，顾盛德就把他夹在腋下，不许乱动，再让穆婉珍动手。他想起那些狼狈的瞬间，头皮瞬间发麻。没想到若让思涵里来，他多半要当场扭成一条小蛆，形象全无。为了保住体面，他眼疾手快从他掌心抢走毛巾，动作麻利，一番擦拭利落收尾，挑眉一笑，搞定。说完，他猛地先被滚进被窝，我要睡觉了，你出去吧。他站在床边没动，偏偏在他抬眼的一刻俯下身，柔软一落在额头，下一秒又在他眼角轻轻一吻。午安。他的声音温柔到骨头里，他侧躺着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心口忽然被一种安定感填满，就好像只要这个人还在，所有想象过的幸福便有了实质感。他的清浅呼吸与他在外间整理资料偶尔通话的低声，在各自房间里并行，竟然和谐融成一个完整的午后。下午5点30整，桌上的闹钟准时响起，他摘下戴了一下午的眼镜，离开书房，敲门，得到同意才推门而入。他看见他把脑袋蒙在被子里，偏偏一只手一只脚伸在外面，像极了逃跑的梦。该起床了。他把水放在床头，坐到床边握住他的手，我拉你起来。拉吧，你拉我也不起。他耍赖抓紧他，又撒娇，我还要再躺一会。行，他不催，接着把灯光调暗，耐心等他慢慢清醒。紧接着他见他又要陷回去，便轻轻晃了晃他的手，宝宝，再睡晚上就睡不着了。他打着哈欠，把手从他掌心抽回去，揉了揉眼睛，终于挣扎着坐起，低头看自个儿睡皱了的衣服，此时才反应过来自己没拿换的衣服。就在他要尖叫的前一秒，他先一步开口，已经让人给你送了换洗的衣服，试试。思涵里，你怎么这么好？他一下挪过去抱住他，脸颊在他耳畔软软蹭着，这么贴心，我要离不开你了，我只对你好。他掌心附上他的脑袋，而且不用担心，任何你需要的时候我都在。他在他肩上趴够了，这才换上新的拖鞋出去挑衣服，面前清一色的裤装和偏向舒适的款式。他扫了他一眼，让人按你今天的风格送的。他解释简短，他既然今天这样穿，必定有他的考量，这才按他的路线走。很快他挑了一件灯笼袖的米白衬衫和一条黑色西装面料的垂感阔腿裤，回房收拾。等他再次出现，他眼前一亮，放下腿上的笔记本起身，经验毫不掩饰，虽然事先有准备，可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料。他正凹着造型想夸身材比例，他却抢先一步竖起大拇指，没想到一句绝就盖了章。两人四目相对，竟然同时笑出声。原本欲扬先抑的气势这下被他的果断打断，反差立住了。他一跃扑进他怀里，腰间被他大掌稳稳拖住，重心偏偏全部交给他。他故意往后仰，挑眉打量，老实说，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就被我迷住了？他嗯了一声，却接着丢来转折，不是在酒吧，在机场。那天他看见他替一个女孩子出头。就在这时，他追问，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善良？不是。他低头看他，眼底带笑，主要是觉得宝宝的口齿太厉害。结果我当场被镇住，那一瞬间我就想，这么能打的女宝，能配得上的一定得是顶顶优秀的人。紧接着一通盘点，还有谁比我更合适呢？你好自恋。他嘴上打趣，眼神却认真起来。一见钟情的重点在钟情，你明白吧？一见钟情的重点在钟情。他不躲不闪对上他的目光，这才给出最清晰的回应。顾青青，我永远爱你。对他而言，爱不是藏在心口的悸动，也不是随口能说的喜欢，他更是厚重到能坠手的分量。一旦说出口，瞬间就被赋予了要用余生兑现的守护。因此这字落地就有重量。他伸手温柔理顺他披散在肩的发丝，顺势把头发拢到脑后，动作熟练，用皮筋扎成他爱的小半丸子头。走吧，该出发了。一路上他还沉在他刚才那一眼的认真里，直到车子稳稳停下，他这才回神。车刚熄火，他已经俯身替他解开安全带，这个小动作他竟然已经习惯了。那我走了。他故意把尾音拉得软软的，他点头，下一秒轻身在他唇角落下一吻。完好提前发消息，我来接你，会不会太晚？他仍旧有点不忍心麻烦他，怕他累着。我的女朋友，别人接我不放心。